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莲子米大小的珍珠头面，散发着莹莹光滑，低调而华丽，气势略微弱一点的人都压不住，让人看得见珍珠看不见带珍珠的人。偏偏窦昭身材高挑，眉宇间英气逼人，珍珠的光滑不仅没有让她面目模糊，反而柔和了她面部的线条，让她变得明媚照人，光彩夺目。太后娘娘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好，笑道：这孩子倒是个会打扮的。窦昭屈膝行礼道谢，举止大方，不亢不卑，仿佛无数次经历过这种场合，雍容而优雅。太后娘娘不住地点头，毫不掩饰她的欣赏。宋墨的嘴角忍不住地翘了起来。皇后娘娘看着掩袖而笑，起身在太后娘娘身边低语了几句。太后娘娘愕然，朝宋墨望去，随后呵呵地笑了起来。窦昭不解，缩了宋墨一眼。宋墨正满脸困惑地望着两位娘娘。太后娘娘见状，笑得更欢畅了，吩咐兰姑姑去把前几天福建进贡来的橘饼端出来给燕堂和他媳妇尝尝。兰姑姑微愕，忙笑着应是，退了下去。宋墨和窦昭上前谢恩，太后娘娘就指了一旁的秀墩，道：燕堂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既然嫁给了燕堂，就是自家人了，坐下来说话吧。语气很亲切随和。宋墨笑着谢恩，坐了下来。窦昭有样学样，兰姑姑领着几个宫女端了茶点上来，除了太后娘娘所说的橘饼，还有驴打滚、豌豆黄之类的点心。窦昭向兰姑姑道了谢名门一女。太后娘娘就问窦昭：你今年有多大了？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窦昭站了起来，恭敬地道：臣妾今年17岁，家里只有一个妹妹。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太后娘娘笑道：看你是个大方的，怎么行事又小气起来？说着，太后娘娘笑盈盈看了宋墨一眼，道：你比我们家燕堂大1岁。窦昭差点要擦汗，上一世他也长得这副样子，回话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恭敬有礼，不管是太后娘娘还是皇后娘娘，可都不曾说他太过恭敬。窦昭抿了嘴笑，简洁明快地应了一声是。太后娘娘对他的坦然很喜欢，问窦昭都读了些什么书，平日里在家里都有些什么消遣，嫁到英国宫习不习惯，在娘家的时候有没有学过管家等等，都些家长里短的事，态度和蔼如邻家长辈。窦昭想着宁得长恭的话，笑着高声的一一作答。皇后娘娘就看了宋墨一眼，脸上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太后娘娘很是满意窦昭的回答，突然感慨道：你婆婆倒是个能干的，可惜去得太早了。窦昭就看见皇后娘娘擦了擦眼角，宋墨也便是沉默起来。他突然意识到蒋氏肯定很得太后娘娘的喜欢。果然，兰姑姑忙上前劝慰太后娘娘。半晌，太后娘娘才收了妻容，重新和窦昭、宋墨、皇后娘说起话来。有内侍进来禀道：皇上下了朝，问英国公世子爷和窦氏到了没有，若是到了，就去乾清宫觐见，大家都很是惊讶。皇后娘娘更是问那内侍：窦氏也去吗？内待应是。皇后娘娘看了太后娘娘一眼，太后娘娘沉吟道：那就去吧。宋墨和窦昭忙起身告辞，太后娘娘就吩咐宋墨和窦昭不要让皇上等急了，又吩咐兰姑姑把有几日皇上孝敬我的那串红玛瑙手串赏给窦氏年轻人，带这些鲜艳的东西好看。皇后娘娘这才道：既然如此，那我也来凑过热闹。她喊着云英，一个30多岁相貌寻常的宫女走了出来。皇后娘娘道：赏窦氏一对碧玉簪，显然是早有准备。宋墨和窦昭跪下来谢恩。太后娘娘就对宋墨道：燕堂，你没事的时候就带着你媳妇到宫里来玩，我听明德说窦氏的叶子牌打得很好，到时候来给我们凑个角女。宫里的那些嫔妃输了怕赔银子，赢了又怕我不高兴，打起牌来实在没什么意思，语气颇多抱怨。大家都笑了起来。宋墨和窦昭趁机辞了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去了乾清宫。上书房外，几个穿着绯色官服的男子正站在五廊下等，看见宋墨和窦昭走了过来，都不由惊愕地抬头打量郭家。有人咦了一声，窦昭眼角的余光不禁瞥了过去，高大挺拔的身材，白净的皮肤，炯炯有神的眼神，脸上还带着目如春风般的笑容，竟然是武伯父。窦昭愕然，不由抬眼，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碰到了一起。窦氏书的表情顿时显得有些呆滞。窦昭正寻思着要不要朝着他笑一笑，打个招呼，也有内侍出来笑道：皇上刚才还在问世子爷怎么还没来，让奴婢们催一催，奴婢这就去禀报。说完
又进了上书房。他只好朝着窦氏叔眨了眨眼睛，眼观鼻，鼻观心的站在那里等候。四周鸦雀无声。有高大白胖穿着仙鹤补子的大臣从上书房里出来，眉头拧得紧紧的。看见窦昭，他神色猛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宋墨就悄声对窦昭耳语：“他就是木川。”然后朝木川笑了笑。窦昭睁大了眼睛，原来木川长得这副样子。木川则张大了嘴巴，指了指窦昭，然后又慢慢地放下了手，收敛了脸上的惊容，表情威严地点了点头，昂首挺胸地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这下轮到窦昭惊愕了。有人从上书房里走了进来。世子爷。夫人，他笑吟吟地和宋墨、窦昭道：“皇上请世子爷和夫人进去说话。”窦昭定情一看，竟然是汪阁。他顾不得汪阁计较称呼上的错误，端容和宋墨进了上书房。皇上年过40，中等身材，和所有的中年男子一样，已经开始发福，但眉目间却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他打量了窦昭几眼，对宋墨道：“既然成了亲，就要像个大人了，要支应起英国公府的门庭，遇事多思量，行事也要更谨慎才是，不要坠了英国公府的百年清誉。”宋墨恭谨的应是。皇上点了点头道：“下去吧。”窦昭暗暗惊讶，这就完了？难道一大清早的把他们叫进宫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他跟着宋墨磕头谢恩，退出了上书房。窦氏叔正在外面等，见他们出现，忙低声道：“皇上叫你们来干什么？”声音急促，额间还有细细的汗冒出来。也没什么。宋墨简短地道：“就是见我们成了亲，嘱咐我们要好好过日子。”窦氏叔骇然。皇上撇下满院子的肱骨之臣，把宋墨叫到上书房，就是为了嘱咐他要好好的过日子。他满脸的质疑，还想再问，汪阁已笑道：“窦阁老8岁小狂后。”皇上宣您进去。窦氏叔看了窦昭一眼，跟着汪阁匆进了上书房。皇上歪在临窗的大炕上，看着窦氏叔给他行了礼，道：“你侄女和你长得还挺像的。”窦氏叔吓了一身冷汗，不知道皇上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忙道：“微臣几兄弟长得都很像。”皇上嗯了一声，旁边的内侍就递了份奏折给窦世恒：“你看看。”皇上道：“淮安送上来的折子，说是有个叫武生的秀才，诱拐良家妇女为妾，3年前被下了大狱，竟然在狱中暴病生身。结果年初那武生的妾室牵扯到另一桩案子里，审出那武生的妾室并非什么良家妇女进。你派个人会同大理寺一起重审此案，说起正事来。”窦氏叔忙收敛了心绪，认真的照对。可一出了宫，他就迫不得已地回了榆树胡同。你去看看寿姑，他吩咐妻子，顺便问问寿姑，皇上召他去乾清宫都问了些什么。武太太听着吓了一大跳，忙道：“寿姑去了乾清宫。”窦氏叔就把遇见了窦昭的事跟武太太说了一遍。武太太目瞪口呆，半晌才道：“可寿姑才刚刚嫁过去，昨天才过了初9日，她一个做长辈的，无缘无故，怎么好这个时候去拜访侄女？”窦氏叔皱眉，武太太就道：“要不让蔡氏过去看看，这样也有些不合规矩，有8届宋家之嫌，可总比他这个做长辈的去要好得多。”窦氏叔道：“让他把皇上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问清楚了。小孩子家不知道深浅，皇上寻常一句话，有时候都含着深意，他们未体会得到。”我知道了。武太太去了蔡氏那里，吩咐他去拜访窦昭。蔡氏听说窦昭今天进了宫，还被叫去了乾清宫，骇然之后是满脸的艳羡，连声应是。可等武太太一走，他一面敷粉挽髻，一面派人去跟母亲蔡太太禀告，这才去了英国公府。英国公府正噼里啪啦地放着鞭炮。宋墨和窦昭是正午出的宫，末出时分就有圣旨到，封了窦氏为世子夫人，超一品，真是天威难测呀。知道窦昭进宫始末的素心双手合十，朝着西边依了依，感激地道：“你说皇上只看了您几眼，一句话也没有问您，我还在担心，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可没想到转眼间却下了圣旨，这可真是菩萨啊。”他又依了依。窦昭却在想，汪阁的那声夫人，他到底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宋墨却在嘱咐严朝清：“嘉定伯那里，你抽个空走一趟。”嘉定伯，万皇后胞弟，顾玉的舅舅万成，字鹏骥。严朝清会意，起身道：“我这就去准备。”宋墨颔首，有小厮进来禀道：“世子爷，槐树胡同那边的石少奶奶过来了。”宋墨道：“是来见我的吗？”小厮忙道：“不是，是来见夫人的。”宋墨淡淡地道：“既然是来见夫人的，你禀了我做什么？”然后对严朝清道：“把他换个地方当差吧。”严朝清看了那小厮一眼，
应了一声是。小厮却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宋墨的面前，咚咚地磕起头来。松罗忙指着几个人将那小厮架了出去。宋墨吩咐颜朝卿：“我再也不想听到这样诛心的话了。”颜朝卿应是，退了下去。松罗就担心地问道：“真的不用禀了世子爷吗？”颜朝卿看了他一眼，半是警告，半是感慨地道：“若是连夫人都信不过了，世子爷大概宁愿被出卖吧。”松罗听得稀里糊涂，摸着脑袋直发愣。颜朝卿笑道：“听不懂就不要想了，你只要记得，敬夫人如敬世子爷就是了。颜先生是世子爷的军师，听军师的肯定不会有错。”松罗高高兴兴地应着听您老的，下去处置那小厮了。颜朝卿却直皱眉，这个陈曲水怎么还没有来？他不会是把自己的话置之脑后了吧？正日夜兼程的往京都赶的陈曲水打了个喷嚏。窦昭在花厅见了食堂嫂蔡氏，蔡氏喜盈盈的恭喜窦昭，可巧让我给遇到了。静安寺胡同那边还不知道吧？要不要我去给七叔复递个信？或者是因为相信宋墨，窦昭对自己提前得到夫人的告封很平静，听蔡氏这么说，才惊觉得自己能提前得到告封也是皇家的恩典，父亲知道了想必会很高兴。他笑道：“我让素心去给父亲报个信就行了，不必劳动食堂嫂了。”说着朝素心笑道：“你给静安寺胡同和猫胡同那边都去报个信，六伯母那里也要说一声才是。”素心笑着领命而去。窦昭就问蔡氏：“石嫂找我可有什么事？”封了世子夫人，除了要做相应品级的礼服，打造首饰，还要打赏仆妇，告知窦家的亲戚朋友，试探宋宜春的反应。他有很多事要做，实在没空和蔡氏打太极。蔡氏可以想象窦昭的繁忙，怕窦昭不耐烦，笑着将武太太差他拜访的来意告诉了窦昭。虽然宋墨说没事，可窦昭觉得让武伯父从另一个角度帮他分析一下皇上的意图也好，也许会有新的收获。若是武伯父能从中发现点和辽王有关的事，那就更好了。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蔡氏，谁知道蔡氏却听得两眼发光，一会儿问太后娘娘真的说了世子爷是他老人家看着长大的，您嫁给了世子爷就是自家人了。一会儿又问太后娘娘赏的东西真的是皇上孝敬的吗？一会儿又到太后娘娘问起您娘家的事，您怎么也没详细的说说，把窦昭给问烦了，脸色一沉，道：“石嫂，您问这些话，到底是武伯父和武伯母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意思？”蔡氏脸色通红。窦昭端了茶，他恼羞成怒，却又不敢表露，一张脸涨得像猪肝，直到回到槐树胡同，脸上还残留着掩饰不住的愤怒。蔡氏的贴身嬷嬷看着吓了一大跳，忙道：“您这是怎么了？”蔡氏深深地吸了口气，才咬着牙道：“没什么。”然后问道：“我娘那边可有什么话传过来？”贴身嬷嬷贴了他的耳朵道：“太太说，让您无论如何也要把四姑奶奶伺候好了。几年后要给五姑奶奶请封侯夫人，报到吏部。吏部迟迟没有回音，还是武太太亲自给吏部司封司郎中的太太打了声招呼，吏部这才把折子递了上去。就是这样，到今天还没个音讯。”蔡氏倒吸了口冷气，又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才让心情平静下来，换个了复欢天喜地的模样，去了武太太居住的上院。宋宜春的脸上却能刮下一层霜来。宋墨和窦昭进宫，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问了些什么，英国公府经营数代，他自有办法知道。对于窦昭提前得到告封，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得不怀疑到宋墨头上。你给我盯着世子身边的颜朝卿。宋宜春表情阴霾地对常护卫道：“有些事他不会亲自出面，但肯定会交给颜朝卿去办。”常护卫拱手应是。小厮进来禀道：“陶先生回来了。”宋宜春精神一振，忙道：“快请陶先生进来。”常护卫撇了撇嘴，退了下去。陶器重的样子有些狼狈，看见宋宜春连声称着东翁。宋宜春上前两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陶器重，感叹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然后指了指身边的太师椅：“我们坐下来说话。你说有人追杀你，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会不会与世子有关？”陶器重垂头，一副愧对宋宜春的样子，道：“是我大意轻敌了。”宋宜春挑了挑眉。陶器重道：“窦家在真定是地头蛇，我们多问了几句窦家四小姐的事，就被窦家的人盯上了。我们怕坏了窦宋两家的交情，又不敢说是英国公府的人，只好跑到卫所求助了。”“不对啊！”宋宜春皱眉：“你们既然跑到卫所求助，窦家的人怎么还敢继续追杀你们？”陶器重忙道：“窦家之后的确没再追杀我们，不过我探得了要紧的事，急着赶回来给您通报，没有和卫所的人解释清楚而已。”宋宜春对真定卫卫所向他邀功的事释然。
陶器重道：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窦家四小姐是因为被继母王氏嫌弃，才会被窦家七老爷安置在真定的，原来并不是这样的。那王氏原是小妾扶正，进门的时候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窦家四小姐的舅母是个厉害的人，抓着这点不放。窦家四小姐长大后根本不尊重这个继母，窦家的人没有办法，这才让窦家四小姐留在真定的。宋宜春听着，脸色沉了下去，道：这么说来，窦家四小姐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孤苦伶仃罗，这是老朽的疏忽。陶器重自责地道：没想到王家竟然拿赵家无可奈何，为了面子，竟然说是王氏不愿意教养窦家四小姐。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不过我查到那窦家四小姐十分的泼辣，等闲人根本就管不住，窦家的人也都对她退避三舍。王氏看中了济宁侯，窦家这才睁只眼闭只眼，任由他们母女去闹，没有人为窦家四小姐出头的。之后窦家四小姐亲自出面要嫁妆，窦家七老爷赔了1台的银票，也是因为她撒泼惯了，窦家的人不得不息事宁人的缘故。宋宜春想到窦昭的陪嫁，想到了他第1天进门就敢绵里藏针的和宋锦针锋相对，不由信了几分。而原本以为温驯柔善的媳妇变成了河东狮吼的母夜叉，虽然令他头痛不已，但一样是不受窦家待见的女儿，他心里好受了不少。那现在该怎么办？他问陶器重：我听说魏州魏华堂的长女品貌出众，因颜孔太高，年过双10还没有出嫁，还想着摸摸那华小姐的底，若是个温顺敦厚的，就娶了进来，也好帮着管教天恩。言下之意，现在只怕这打算要落空了。陶器重在心里叹了口气，难怪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还是少插手英国公府的家务事为好。陶器重委婉地道：您还正值壮年，身边也要有个人作伴，若是那华家小姐的确是品貌出众，娶进来照顾您的饮食起居也未尝不可。这说了等于没有说。宋宜春叹了口气，赏了陶器重200两银子，道：你真定之行辛苦了，先下去好好的休息2天。安陆侯虽说要给我做这个大媒，可这具体的事务恐怕还得你帮着打点。陶器重笑着应诺，退了下去。那随从正焦急的在廊屋下等着，见他出来，不动声色的和他出了西厢院，这才低声道：国公爷怎么说？来之前2人已经商量好了说辞，国公爷没有疑心。陶器重道：不这样说不行啊，想那窦氏如此的彪悍，只怕没几天府里上上下下就会知道，与其让人觉得那窦氏软弱可欺，倒不如说那窦氏十分的泼辣，反而能把我们给摘出去。像是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更像是要说服自己似的。随从不住的点头。宋宜春却在屋里打着转儿，他到底要不要和华家联姻呢？照理说华家根本帮不上他，可他要是不续弦，时间长了，那窦氏就更不好压制了。偏偏那窦氏又是个不好相与的，性格温和的，只怕镇不住他。可若是娶个精明能干的，他又实在是受够了，这可真是让他左右为难。而窦昭此时去了宁德长公主的府邸，宁德长公主的府邸和陆家的宅地只隔着一条街，2帚里的关系非常的好，两家也因此走得很亲近。听说窦昭来拜访他，宁德长公主很是意外，问贴身的女官：最近可有什么事？女官笑道：听说英国公世子奉诏，今天一早和夫人进了宫，这很正常。宁德长公主想不出窦昭为什么要见自己，来报信的小丫鬟就笑盈盈地道：长公主，英国公府的世子夫人说了，她刚刚接到了圣旨，被封为了夫人，她是特地来向您道谢的。宁德长公主恍然笑道：请她进来吧。宁德长公主的宴席室里摆放着用花岗种植的花树，虽然已是深秋，却依旧长得郁郁葱葱，看上去一派春意盎然。窦昭走进去的时候不由精神一振，恭敬地上前给坐在罗汉床上的宁德长公主行着大礼。宁德长公主一愣，道：快起来，快起来，我是安迪卡罗尔，用不着行大礼。陪他同来的陆氏妻子陆二太太忙上前搀他，窦昭却不肯起来，道：若不是得了您的指点，我甚至不知道今天穿什么衣裳进宫合适，更不要说能得到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的赏赐了，被皇上提前封为夫人了。执意给宁德长公主行了大礼。做了好事不一定要求回报，可有人因此衷心的感谢，却能让人倍感愉悦。宁德长公主呵呵的笑，指了身边的空位，坐下来说话。窦昭自然不会如此托大，他笑着道谢，坐在了宁德长公主下手的绣墩上。宁德长公主看了不由暗暗颔首，等丫鬟们上了茶点，问起她进宫的事来。太后娘娘在哪里见的你？是谁领你们进去的？太后娘娘可安好？窦昭仔细地答了，并道：
太后娘娘听您说我会打叶子牌，还让世子爷得了闲把我带进宫去，陪着他老人家打叶子牌。说着，她不禁睁大了眼睛，您怎么知道我会打叶子牌？那好奇的表情取悦了宁德长公主。宁德长公主笑道，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了，说话漏风，吃饼落蟹，去哪里都被人嫌弃，只有窝在家里打叶子牌消磨时光了。那窦家太夫人和我们差不多的年纪，想来也是一样的。你从小跟着她在真定长大，常在她跟前尽孝，这叶子牌肯定打得好。窦昭汗颜，因为前世的记忆，今生的不喜，虽然同住在真定，他却很少陪二太夫消遣，会打叶子牌，却是前世常常在田氏面前尽孝的缘故。可不管怎么说，宁德长公主有意在太后面前提起来他，都是给了他一次难得的机会。他再次向宁德长公主道谢。宁德长公主笑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二伯母进宫的时候，我也曾提点过他，他却没有你这样的造化。可见这种事也要看是谁。陆二太太不由脸色一红。窦昭忙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长公的好意却让我等铭记在心，不胜感激。陆二太太不住地点头。窦昭却突然感慨道，世人都知道这世上最亲的莫过于血亲了，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可若是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却是宁愿把好给了别人，也不愿意给那些血亲，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把好处给了别人还是个人情，得别人一声称赞出马，把好处给了亲戚，那些亲戚还当是天经地义的。不仅不说一声好，若是事情出了岔子，还要责怪你没能力，焦头烂额地帮着善后。他们却没有想到，生死关头能全心全意不计得失帮你的，还是那些亲戚。宁德长公主听着眉眼微动，低头喝了口茶，悠悠地道，但生死头头，那些落井下石置你于死地的，也是那些血亲。是啊。窦昭应着，灿然一笑，道，看我，来看您还说这些话，可见这亲戚和朋友一样，也要分个好坏，不能一味的看亲疏，也不能一味的迁就。然后他话锋一转，笑道，世子爷说景封世子夫人，朝廷是有章程的，皇上降下特旨告封，本朝以来屈指可数，也是皇上对的恩宠，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才是。想趁着这几天天气还好，明天在家里办个赏菊宴，请亲戚朋友来家里热闹热闹。他说着，笑着望了二太夫人一眼，还请长公主和二表婶大驾光临。陆二太太之前已经知道了，倒没有什么，宁德长公却很意外，问身边的宫女，明天是什么时候？宫女忙笑着应道，明天是初四局。宁德长公主想了想，道，明天我正好没事，那我们就一早过去。最后一句却吩咐陆二太太。陆二太太躬声应是。窦昭也很高兴，大家聊了会天，他起身告辞。陆二太太送了窦昭出门，宁德长公主则由各宫女模样的女官扶着回了内室。燕堂的媳妇有点意思，她对那女官笑道，句句话都有深意。那女官显然听懂了宁德长公主的话，态度恭谨地道，那您明天还去英国公府吗？去，怎么不去？宁德长公主笑道，她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定国公府遇难，燕堂帮着跑前跑后，亲儿子也不过如此。她说着，笑容渐敛，声音也低了下去。孩儿和亲儿都比燕堂年长，却不仅燕堂良多，陆家到今日已有凋零之意了。若是燕堂能照顾一二，也许孩儿和妻儿的儿孙辈里还能出一两个知应门庭的人。那女官吓了一大跳，忙道，长公主言重了，我看韩少爷和沁少爷孝顺懂事。宁德长公听着摆了摆手，颇有些不悦地打断了女官的话，你从小服侍我，我们的情分不同一般，这话别人说的，你却说不得。女官赧然低下了头。宁德长公主看着，叹了口气，喃喃地道，就看这窦氏是个怎样的人了。他若是个知恩图报的，我也不介意借他几分力使使，就看他会怎么选择了。说完，仿佛在等候什么似的，细细地品起茶来。一时间屋子里落针可闻，极其安静。那女官更是屏气凝神，大气也不也出。好一会，有小厮匆匆地跑了进来。长公主，她禀道，世子夫人去了二老爷宅地。宁德长公主闻言，长长地透了口气，吩咐女官赏了那小厮1两银子，露出新月的笑容。窦昭擦黑时才回到英国公府，正好遇见宋墨和严朝清从书房里出来。用过晚膳了没有？宋墨问窦昭。窦昭摇了摇头，道，我从陆老夫人那边出来，又去了趟延安侯府和景国公府，请了汪家和张家的人赴宴，既然当了亲戚般的走动，不如就走动起来好了。宋墨点头，道，我也还没有用晚膳，不如一起吃。严朝清忙告辞。窦昭有些不好意思，
宋墨却若无其事地去了厅堂，窦昭只好跟了进去。两人都没有发现已经走到了门口的严朝清回头过来凝视他们，直到厅堂的帘子将两人的背影挡住，他这才转身离开。窦昭问宋墨：“你怎么还没有用晚膳？一直和严先生商量父亲的婚事呢？”宋墨直言道：“想了几个法子，末世超武系统，虽然都可行，可我总觉得治标不治本，想再想想。”窦昭进屋换了衣裳出来，宋墨已吩咐素心传膳，可要我跟武伯父打声招呼。窦昭和宋墨一东一丁的在厅堂的方桌前坐下，官员的升擢是由吏部负责的。武伯父在吏部经营多年，如今又贵为内阁大学士，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卖武伯父一个面子的，暂时还不需要。宋墨道：“我要先试试长兴侯石瑞兰会给华堂出多大的力。”窦昭想到长兴侯的为人，不免有些担心，道：“我听人说，请长兴侯出面办事，得用银子敲门。可只要长兴侯收了银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就算是事情万一办不成，银子也会原封不动的退回来。大家都说他很讲信用。”话说到这里，窦昭自己都觉很是荒谬，露出苦涩的笑容。偷住换主，给儿子谋个袭职，只怕价钱不低，怕就怕长兴侯舍不得退银子，只要长兴侯睁只眼闭只眼就能交差。宋墨冷笑：“不退，那他也得有这命花才行。”窦昭骇然，不由抹了抹并没有汗珠和额头。为什么事情一到了宋墨这里都会变得让人忍不住流冷汗呢？窦昭小声提醒宋墨：“长兴侯是大同总兵。”宋墨不以为然地道：“多的是人想做大同总兵。”窦昭无语。两人用过晚膳，去给宋宜春问安。下午，宋墨已经让人给宋宜春传话，说明天会在家里办赏菊宴，庆祝窦昭获得夫人告。此时宋宜春却矢口不提这件事，反而和宋墨说起他和华家的婚事来。家里也没有个主持钟馗的人，我想请了你大伯母过府协理，你们就不用操心这件事了。实际上是防着窦昭趁此机会把主持钟馗的权力抓在手里不放。宋墨神色淡然地说了声好。宋宜春瞥了窦昭一眼，见窦昭眼观鼻，鼻观心地站在那里，异常的温驯，一点也不像是个脾气泼辣的呀。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误会？这念头在宋宜春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他觉是有必要再把淘气重叫来问问。正和随从在坐下小酌的淘气众连着打了几个喷嚏，不禁小声嘀咕道：“这是谁在骂我呢？”赶在落日之前进了京都城的陈曲水也连着打了几个喷嚏。小厮问他：“您怎么了？要不要找个大夫看看？”“不用了。”陈曲水揉了揉鼻子，吩咐小厮：“你去英国公府世子爷的幕僚严朝清，就说我在鼓楼下大街的笔墨铺子里等他，那里离英国公府也近些。不知道严朝清找自己有什么急事。”窦昭笔墨铺子里的大掌柜范文书预感自己要时来运转了。当初他已经做到了积分阁的二掌柜，谁不夸他一声前程远大？谁知道晴天霹雳，窦家三老爷却指派他帮着窦家四小姐打理一间小小的笔墨铺子。知道这是窦三老爷看中他的，谁不在道一声恭喜的同时更为他可惜？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犯了什么事，以至于看到他或是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或是欲言又止，让他好生郁闷了几年。可现在窦家四小姐嫁给了英国公府的世子，他的腰杆完全的挺了起来。那可是英国公府啊，百年胜券不衰的簪缨之家，他打理的是英国公世子夫人的产业。如果他好好干，等到窦家四小姐生下嫡子，他说不定还能当上英国公府的管事呢。想到这些，范文书心头发热，对铺子里的事就更用心了。这几天他甚至一直盘算着要不要跟窦昭进言，把隔壁的铺子想办法盘下来。除了做笔墨纸砚的生意，再添些精致小巧的文房四宝，甚至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匣子装了，做成礼盒给人送礼用。所以当他突然听说陈曲水的马车就停在铺子外面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忙迎了出去。他没有看见崔十三和田富贵，范文书不免在心里嘀咕了几句。毕竟是在一个屋檐下，崔十三和田富贵在做什么生意，又是谁受益的，他虽然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什么，心里却十分的明白。这些并不是什么正当的生意，他不以为然，只当不知道，心里却明白崔十三和田富贵才是窦昭的心腹。可他也不想因此就被排斥在外，因而对陈曲水一向很是殷勤。连日在京都和真定之间来回的奔波，已经上了年纪的陈曲水很是疲惫，他任由范文书搀扶着进了屋，家里的事都安排的差不多了，可还有些事的四小姐拿主意，我怕他们传话传不清楚，还是决定亲自来一趟。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范文书在心里嘟囔着。可他打小立志做个合格的掌柜，
早就决定不和崔13同流合污，笑着说了声就是让你老辛苦了之类的话，其他的一概不问，安顿好陈曲水。他回了自己那间如斗室般的账房。陈曲水梳洗了一番，倚在临窗的大炕上看书，等颜朝清，却看着看着，一阵倦意袭来，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直到小厮喊他：陈先生，陈先生，颜先生来了。他这才一个机灵，惊醒过来。屋里一片漆黑，他不由问：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小厮答道：有正刚刚过了2刻钟。陈曲水哦了一声，叹了口气，起身整理着衣襟。到底是老了，这会儿功夫就睡着了，看来他恐怕要在京都养老了。不过有窦昭，有一帮老朋友，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说不定还可以看到窦昭的孩子出生无忧的双面人生。他笑着出了内室。颜朝清是一个人来的，穿着件青色的细布袍子，戴着黑色的安定巾，乍眼一看像个大户人家做管的先生，装着十分的朴素，一副不想让人注意的模样。陈曲水却心里咯噔一声，越是这样，越说明颜朝清所说的是很严峻。他不动声色地笑着和颜朝清见了礼，和颜朝清去了书房，分宾主坐下，带小厮上了茶点，吩咐小厮在外面守着，不要让人打扰我和颜先生说话。这才端起茶盅来呷了口茶，道：你这么急着把我叫来，到底是什么事？颜朝清警觉地左右看了看，又仔细地听了听，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响动，略一犹豫，轻身凑到了陈曲水的耳边，低低地说了2句话。陈曲水顿时倒吸了口冷气，眼睛瞪得如铜铃，急道：此事当真？我难道还骗您不成？颜朝清说着，露出一丝苦笑，您若是不相信，大可问问夫人身边的别氏姐妹。怎么会这样？陈曲水搓着手问颜朝清，那双朝鹤红的时候又是怎么一回事？颜朝清迥然道：是世子嘱咐我帮着做了点手脚。你怎么这么糊涂？陈曲水不由腾地一声站了起来，这种事是能做手脚的吗？你现在知道厉害了，新婚之夜既然能琴瑟和鸣，以后谁还能质问他们之间的事？他急得在屋里打起转来。若是1年2年，窦昭还不能担下子嗣，岂不被人指指点点？现在要紧的是要弄清楚，这到底是窦昭的意思还是宋墨的意思。如果是窦昭的意思也就罢了，如果是宋墨的意思，陈曲水眼里迸射着寒光。颜朝清何尝不知，可此时他却觉得自己比那窦娥还要冤。世子爷隔3差5的就去真定看夫人，他不由喃喃地道：成亲之前也曾偷偷的槐树胡同探望夫人，世子爷嘱咐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世子爷和夫人出了一身的冷汗，哪里还来得及细想。后来2人没有动静，我还以为夫人有了身孕，寻思着找个什么样的借口糊弄过去，这才算出日子不对，夫人的饮食也没有什么异常，既然之前已经在一起了，现在成了亲，反而各自为政起来，我这才发现不对劲，只好请了您来商量这件事。陈曲水勃然大怒：你们家世子才不守规矩呢，半夜3更的爬墙，你还敢赖到我们家小姐身上去？你们家世子从来没有屋里人，说不定是他不行，所以才想了这个骚主意，弄得现在我们家小姐里外不是人。颜朝清脸色铁青：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世子爷生龙活虎的，前些日子还请了龙虎山的道长来把过脉，说不但内伤好了，就是那家功夫也有所精进，还开玩笑着说当初定国公让世子爷攻这套内家功夫，说不会定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让世子爷为宋家多添子嗣，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败坏世子爷的名声，弄不好这件事是你们家小姐的主意呢。我就一直纳闷了，以你们家小姐的精明强干，手下文韬武略，那王是一个内宅妇人，怎么能做出姐妹议嫁之事来？还不是被逼的，要不是你们家世子，我们早就回了真定，不知道多逍遥快活，何必管你们英国公府的破烂事？这些话到了陈曲水的嘴边，又被陈曲水给咽了下去，这样互相的指责，简直像那市井的妇人重生之第一秘书。颜朝清的话音还没有落，已意识到自己失言，他忙停了下来。一时间，书房里一片沉寂。那现在该怎么办？半晌，陈曲水和颜朝清又不约而同地互相问道。颜朝清道：我想请陈先生去问问世子爷，你毕竟是夫人的人，这种话由您问比较好。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世子爷纵然不高兴，可看在夫人的面子上，多半也就不高兴一下算了，杀伤力比较小。陈曲水才不上当，心想着若这件事真是小姐的主意，我这不是助纣为虐吗？但在颜朝清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透露半点口风的。2人都还年轻，又没个正经的长辈指点，有些事你我是要多担待些才是。
他悠悠地道，不过世子爷是个有主见的。什么时候去见世子爷，见了世子爷怎么说，却需要从长计议，总不能让我就这样跑到世子爷面前去吧。这件事我是怎么知道了？跟世子爷说这件事，夫人知道不知道？以世子爷缜密，只怕第一件事就会考虑这些，我们还是慎重些的好。你是想拖着先见了夫人再说吧？可见自己关于姐妹议价的猜测不无道理。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让窦家四小姐和世子爷同房，但下子四才行。这夫妻之间只有了孩子，才会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要不怎么得商量陈先生呢？颜朝卿笑道，我是关心则乱，这些事都不曾考虑，难怪有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说了。你不是没有想到，你是想借着我们家小姐的名义行事。陈曲水和颜朝卿打着哈哈，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而被两人惦记着的窦昭和宋墨，此时却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商量着明天宴请的事。不怕1万，就怕万一。我看这场局宴就开在仪志堂好了。窦昭道，也免得公公眼皮子浅，以为没有了英国公府的花园就办不成事了。他说着，眉宇间露出几分傲色之色，我们索性就趁着这个机会闯出仪志堂的名声算了。被父亲轻待窦昭的举动激怒的宋墨好不容易才压下心底的愤怒，闻言不禁笑道，你有什么好主意？窦昭笑道，我们不如刻个仪志堂的印章，以后凡事由我们出面邀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就在请帖上用仪志堂的印章和英国公府区分开来。当然我们的宴请也必须有特色，让人来后就很难忘记才行。这实际上是他前世的一个想法，只是一直没能如愿，如今再提起，他越说越有兴致。比如说我们在小花园里种了水萝卜和小黄瓜，送给亲戚朋友的时候，在竹篮外贴上印了仪志堂印章的纸笺。再比如说养出朱18学士进献给太后娘娘或是皇后娘娘，在花盆上印着仪志堂的印章。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人一提到仪志堂就想到这是好东西，是别家没有的，就是别家人的也比不上仪志堂的精致、高雅、名贵。宋墨听了眼睛一亮，这样一来，仪志堂就可以闯出自己的名声来，不再处处受英国府的限制了。只是仪志堂是堂号，恐怕有些不适合，他沉吟道，还是另取个别号好更好。我也是这么想的。窦昭笑道，只是一时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名字，不知道你可有什么主意？那就用你的别号好了。宋墨笑道，反正以后这种事也得你帮着筹划。窦昭汗颜道，我没有别号。宋墨很是意外，但随即变得跃跃欲试起来。那我们就现取一个吧。他说着拉了窦昭去书房，把随身服侍的都打发走了，自己亲自铺了宣纸，磨着墨点，昭日明也。秋月阳明辉，冬岭秀孤松，好像太孤寒了些，与我们要做的事不符。明月出天山，苍苍云海间，云海楼主，好像也不太好。窦昭见他一副殚精竭虑的样子，不由抿了嘴笑，上前按过宋墨手中的墨锭，我来帮你磨墨吧。绝代军机，爬错踏。两人指尖相触，宋墨的手停留了片刻才放开。要不以真定为号好了。他说着走到笔架友，挑了一支狼毫笔，真定的插盒源自滹沱河，周礼上称其后池，北魏时又称其清明河，我们就在这2个里面取一个吧。窦昭出身真定，可上一世他只知道插河是滹沱河的分支，却不知道滹沱河曾被称为后池和清明。这一世还是有一次宋先生给他讲课时无见提及，他才知道插河的来龙去脉。就这样，还是因为宋先生到了真定查阅古书得到的。他相信一般的人都不会留意这些，宋墨却侃侃而谈，显得极其熟悉。窦昭望着宋墨的目光不由深沉了几分。正低头写着字的宋墨并没有留意到，他又自言自语道，我觉得还是清明好一些。老子曾言，羲之得意者，天得以清，地得以宁，不如取别号清明楼主或是清明居士，得意阁主也不错。窦昭很喜欢，笑道，那就刻清明楼主好了。宋墨见窦昭喜欢，很是高兴，兴致勃勃在书房里翻箱倒柜。我记得祖父曾留给我一块田黄石，我来给你雕个闲章。窦昭愕然，你还会雕印章？宋墨道，大舅有时候要检查我那家功夫练得怎样，就让我雕印章，看我的手稳不稳。我曾专门跟着闽南大家金手眼先生学过篆刻。他说着笑着扭过头来，找到了，从箱子里拿出个画着梅花的金漆罗垫匣子，放在了炕桌上。印钮是只趴在竹子上的蝉，颜色浓艳俏丽，质地如婴孩的肌肤般柔嫩，让窦昭爱不择手。用这个雕印章吗？宋墨善书法，既然他说会篆刻，想来手法不错，但篆刻不仅要讲究书法，
还要讲究布局，以宋墨的年纪，就算是再有天赋，恐怕也有不足之处。觉得这么珍贵的田黄石，等到宋墨刀工老道的时候再雕刻才尽其用，不免有些可惜。我小的时候曾经顺过父亲的几块积血石，这次出嫁也带了过来，要不就用积血石吧，把这田黄石留着，以后给你雕个闲章。那种带着几分宠溺的口吻，让宋墨一愣，随即露出愉悦的笑容。我们家还有好几块这样的小石头，他没有想到窦昭喜欢印料，只有这件的印钮比较适合你，所在我才想到了它。你要是喜欢，就都拿去好了。他说着，高声地喊着陈和。陈和立刻闪了进来。宋墨吩咐他，你去拿了库房的钥匙，我要和夫人去找几块印料。陈和应声去拿了钥匙。窦昭不禁心动，和宋墨一起去了库房。小厮高高地挑着灯笼，照得库房灯火通明。窦昭额头有细细的汗冒出来。一共5块黄田石，就这样随意地散放在一个匣子里，其中2块是毛料，但纹路清晰，品相非常好，另外的3块已雕了印钮，一枚是老虎，一枚是狮子，一枚是鹿。难怪宋墨说只有他手中的印料比较合适自己。窦昭嘀咕着，心疼的将落满灰尘的白果冻青田石、藕粉冻的积血石时、白芙蓉的寿山石一一擦拭干净，地宠归陈和见了，忙上前帮忙，并解释道，这都是些小件，没地方放，就搁在了这多宝阁的格子上。您要是喜欢田黄石，库里还有件田黄石雕的观世音佛像，就是有点小，你要是不嫌弃，我把它找出来你看看。用田黄石雕佛像，这是谁的主意？窦昭点头。陈和拿着册子去找佛像了。窦昭在一个陈旧的匣子里发现了2块砚台，一块巧用石眼，着为荷叶青瓦，石质清润；另一块是紫色，砚底有大大小小的石眼，乍一看如水汽，异常的圆润，一看就不是凡品。窦昭倒吸了口冷气，问宋墨，你们家还有多少这种东西？不知道。宋墨好像也是第一次见到这2方砚台，他拿在手里把玩，东西太多了，密密麻麻几张册，有些印象深刻的就拿出来用了。他说着，对陈和扬了扬手中的砚台，道，你把它们下了账册，我拿回书房去。陈和应了一声，还在那里和管库房的管事满头大汗的翻账册，并喃喃地道，我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库房的，怎么不见了？眼不见心不烦，窦昭懒得在这里等，跟陈和说了一声，和宋墨回了房。2人身上都有些灰尘，又叫了丫鬟重新梳洗一番。窦昭出来的时候，宋墨正在灯下打量着2个砚台。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来，笑道，你说，我把这2方砚台送给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会喜欢吗？原来他把2方砚台带出来，是要送给自己的父亲。窦昭错愕，又很快笑了起来，道，他会很喜欢的，而且会舍不得用，摆在书房里，每当有宾客来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炫耀一番，并用告诉别人，这是我女婿送给我的，你还要送吗？宋墨张大了嘴巴，却道，当然要送，不仅要送，而且还要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好的东西。窦昭大笑。宋墨坐在炕上打着底稿。窦昭催他，早点睡了吧，明天还要早起。宋墨却比他想象中的更坚韧，你先睡吧。他头也不抬地道，我把这个写好了再去睡。窦昭笑了笑，先去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宋墨就睡在他的身边。他弯曲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靠床躺着，一翻身就会掉下，把大部分的床都留给了窦昭，显得很拘谨。窦昭想到那一屋子的珍玩，再看见宋墨的睡姿，心里一酸，眼睛都有点发涩起来。他帮他掖了掖被角，轻手轻脚地下了床，低声的嘱咐服侍他起床的甘露，你们都轻点，小心吵醒了世子。甘露巧声应是。窦昭去了耳房梳洗。背着窦昭的宋墨不知道什么已经睁开了眼睛，微熹的晨光中，他的眸子清亮如星子。因是宋墨和窦昭主持的宴请，除了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北宋小厨师，来的都是些小辈。景国公府三太太冯慧笑盈盈地向窦昭介绍自己的妯娌长兴侯的侄女石氏，听说表弟妹要举办赏菊宴，很想来看看。我说，表弟妹为人和善，你只管跟着我去好了。这不就把她给拉来了。说起来也都不是什么外人，我们大嫂娘家兄弟娶的就是您的妹妹，我们2家也算是亲上加亲了。相比从前的矜持，张三太太格外的热情，就是不请自来的张二太太，笑容也显得非常亲切。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两世为人，窦昭不知道见过多少这样的事，早已能泰然处之。他笑着和张二太太寒暄了几句，汪少夫人带着个相貌很是平常，穿着也很朴素的年轻妇人走了过来。
夫人，他向窦昭引荐那夫人，这位是会昌伯世子夫人。窦昭心中一震，会昌伯世子沈清娶的是会昌伯还没有发迹前好友萧三友的女儿。在辽王登基之后，正是有御史弹劾萧三友欺行霸市，越制为母亲修建墓地，迁出了会昌伯，会昌伯一家才会被满门抄斩的。当然，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沈家被抄斩的理由，可他还是忍不住打量沈清的妻子萧氏。萧氏显然还没有适应身份的转变，畏缩地给窦昭行礼，小声称着夫人。不用拘泥。窦昭亲切地朝他微笑，语气轻快，今天没有长辈们在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纵然饮酒过多失态了，我也会想办法让你醒了酒再回的。萧氏松了口气，红着脸道，我不会喝酒。窦昭笑道，那太好了，我也都不会喝酒，生怕来了个会喝酒要陪酒。萧氏笑了起来，人也跟着松懈下来，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而此时的宋墨却正和张旭明说着话，你帮我留意一下，如果丘陵迁户所的迁户之职确定下来，你告诉我一声。张旭明不禁忘了眼无清的坐在水榭美人椅上朝着湖里丢鱼食的顾玉，巧声道，世子，这个迁户最少也值2万两银子，你何不和顾玉联手，把这个迁户拿下，我可以负责找买家。你不要乱来。宋墨笑道，这可是长兴侯乔重的。张旭明不由撇了撇嘴，道，他乔重的东西多着呢，他吃肉，难道还不准别人喝汤吗？样自有主张。宋墨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只顾帮我盯着就行了。张旭明在后军都督府任经历司都事。他点了点头。宋墨朝顾玉走去。怎么了？宋墨拍了拍顾玉的肩膀。顾玉扭了扭身，继续一声不吭地丢着鱼食。宋墨失笑，你多大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到底怎么了？从进门就没有看见你说过话，和家里人闹别扭了。顾玉冷笑，我又没成亲，难道不是孩子？宋墨愕然，随后又笑了起来，笑容里充满了无奈，还带着几分溺爱。宋顾玉眼睛一红，拐过脸去。宋墨笑着转身就走。那好，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说。顾玉啪的一声把手中的鱼食全都扔在了湖里，高声道，你成了亲之后都不管我的事了。那语气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沈清和宋汉几个都望了过来，特别是宋汉，看顾玉的目光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宋墨啼笑皆非，只好又走了过去，道，我怎么不管你的事了？这些日子我连你的人影子都看不到，我怎么管你的事啊？顾玉听了更觉得委屈了。前些日子他去了趟淮安，把河工上的费用全结清了，这才想起上次汪清怀托他帮着查查是谁打了魏廷瑜的闷棍事业。他回到京都之后，花了2天功夫办这事，然后发现了季勇和何玉。不仅如此，他还发现那何玉名义上是窦世英的师弟，却曾在家里要闹腾过要娶窦昭。最让人百思不解的地，何阁老还真的答应了。现在魏廷瑜抛弃窦昭娶了窦明，何玉还撺掇着季勇一起找魏廷瑜算账，分明是没忘旧情。他要是告诉了天赐哥，天赐哥以后肯定会冷落窦氏的。宋世伯已经对天赐哥那样了，天恩也不敢理天赐哥，那天赐哥岂不又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连个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可他要是不告诉天赐哥，旁边有个觊觎大嫂的何玉，而天赐哥却被瞒在鼓里，而且还是瞒天赐哥的人还是自己，他想想就觉得心里难受。顾玉思前想后，这几天都没有合眼，好不容易睡了一觉，醒过来却听到窦氏封了夫人的消息，他不由扒了扒自己的脑袋。宋墨见了好，又是好笑又是好气，道，有话好好的说，别像个要糖吃的奶娃娃，到底出了什么事？声音却温和下来。顾玉脸憋得通红，半晌才道，我继母要把她娘家的侄女许配给我。宋墨暗暗有些自责，顾玉不过比他几个月，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不过是家里情况复杂，没人敢煮面帮他做主，这才耽搁了下来。这些日子他只顾着自己的事去了，对顾玉的确有所疏忽。他神色渐肃，道，皇后娘娘知道这件事吗？顾玉摇头，道，这件事我无意间听说的，可就是这样，他只要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会娶个和继母有血缘关系的女子，他就觉得无法忍受腹黑神医桃花多。望着他满面的嫌弃，宋墨沉吟道，你是嫡长子，婚姻关系到云阳伯府的兴衰，令尊绝不会草率行事的。从前是你太荒唐了，令尊怒其不争，这才不管你的。你现在好生生的做事，令尊自然不会像从前那样待你了。可我们也要防着万一，这件事我会帮你留意的，但你自己也要有个章程，我才好帮你出主意。宋墨愿意帮他，顾玉心里如块大石块落了地。
想到自从他和宋墨、汪清怀开始做生意，父亲对他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他不禁点了点头。宋墨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冯少他们在暖阁里赌钱，你去找他们玩去吧。这次顾玉没有避开宋墨，却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跑去暖阁凑热闹，而是吞吞吐吐地问宋墨嫂嫂：他待你好吗？宋墨嘴角不可抑制地绽开一个微笑：挺好的。整个人如春天里的枝叶，在春风中缓缓地伸展开来。顾玉顿时有点羡慕，又有点嫉妒。花厅里，窦昭指挥着素心等人给打牌的女眷们续茶。窦家只来了6堂扫锅事和10堂扫菜事。菜事没有看见窦明，奇道：咦，怎么没见五姑奶奶？在他看来，同父异母的两姐妹，妹妹抢了姐姐的丈夫，结果姐姐反而嫁到了更显赫的人家去了，而且妹妹先嫁，封告还没有影子，姐姐后嫁，却已是外命妇了。姐姐应该很得意才是。所以她的声音很大，在花厅里回荡。众人的目光都落在窦昭的身上。窦昭不动声色，笑着将陆安瓜片摆放在了陆老夫人的面前，正要开口说话，景国公府的张二太太石氏却抢在他前面笑道：夫人的妹妹好像有点不舒服。昨天夫人请自登门拜访，我婆婆直赞夫人是性情敦厚，让我们几妯娌和夫人多多亲近亲近。大嫂原来也准备和我们一起来的，没想到临出门的时候，大嫂却说自己娘家的弟媳身体会合，要回去瞧瞧，临时回了济宁侯府。她说着掩袖而笑道：过些日子我们家的梅花也该开了，我婆婆说我们也应该学学夫人，没事的时候就把人请到家里来热闹热闹，准备在家里办次赏梅宴，到时候诸位夫人和姐妹们可不要推辞，一定要去和我们妯娌乐呵乐呵才是。众人哈哈应着好，坐在一起说话的就议论起今年哪家府地办了什么宴，好不好玩。打牌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牌座上，盯着上家，卡着下家，旁边的事一律听不见。花厅里立刻恢复了刚才的热闹，谁还亲情顾得上窦明到底怎样了？张二太太就朝着窦昭眨了眨眼睛，道：到时候可要请夫人帮着推荐个好厨子才是，刚才佐餐的酱菜做得不错。窦昭笑着点头，却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世人都喜欢迎高踩低，她不过成了英国公府的世子夫人，还没有对窦明怎样，就有人为了奉承她而帮她出手收拾窦明了。窦明如果知道嫁给济宁侯府是这样一个结果，不知道会不后悔。念头一闪而过，他笑着招呼一直紧张地跟在他身后的萧氏：你坐会吧，文武善还有大半个时辰。萧氏眼底闪过一丝感激，这里的人他一个不认识，他们玩的这些他一样也不会。同样是从乡下嫁到京都的豪门，英国公世子夫人却游刃有余，大方得体。想到这里，他望着窦昭的目光就变成了深深的敬佩地道至尊。此时的窦友正伏在床上嘤嘤地哭着，穿着侯爷蟒服，一副要出门打扮的魏廷瑜皱着眉头，急得在床前团团转。你别这样，我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你到底要怎样吗？这样哭哭啼啼的，岂不是让人看笑话？是你要看我的笑话吧？窦明抬起头来，满脸泪珠地望着魏廷瑜，楚楚可怜，犹如雨打的蔷薇。今天是我回娘家住对月日子，窦昭却偏偏选在这天在家里宴请宾客。这也就罢了，可你接到了请柬，竟然和我商量，说要先去英国公府给窦昭道声贺，再送我回娘家，天下间有这样的事吗？是我窦昭重要，还是我重要？你可别忘了，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魏廷瑜神色尴尬，便道：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官。从前宋彦堂待我不错，后来我们又做了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他却大人大量，没有和我们一般计较。今天是他们的好日子，我们去给他们道声贺，捧个场，也算是对从前之事的一个交代了。他的话还没有说话，窦明仪脸色涨得通红。什么叫做了对不起窦昭的事？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你可要分清楚了。你要去，你自己去好了，凭什么要拿我去给窦昭做面子？他说着又哭了起来，明明是我先嫁的人，他却先封了夫人，我可什么都没有说，你还嫌弃我不大方，我也太没有良心了。我回娘家还不知道会被人怎样的嘲笑，你不安慰我，反而挑我不是，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我还有什么盼头？魏廷瑜低下头去，颓然地坐在了旁边的太师椅上。窦明哭了半天，既不见魏廷瑜来安抚他，也没听见魏廷瑜的声响，他心里有些不安起来，悄悄地抬头打量，这才发现魏廷瑜耷拉着脑袋在那里生闷气。他不由怯生生地喊了声侯爷。魏廷瑜抬眼看了他一眼，歪过头去没有理他。
他正寻思着要不要低个头过去说几句软话轰轰魏廷瑜，却有小丫鬟进来禀道：大姑奶奶过来了。窦明脸色一变，道：她来干什么？声音中已隐隐流露出几分嫌弃。魏廷瑜听说姐姐来了，心中一喜，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不再受窦明的絮叨了，根本没有注意到窦明的情绪，忙站起身来，急急地问那小丫鬟：大姑奶奶人呢？小丫鬟道：去了太夫人那里。魏廷瑜直奔母亲的院落，窦明跟着去也不好，不跟着去更不好，他不由跺了跺脚，咬着牙去了田氏的院落。魏廷珍却惊讶地望着魏廷瑜：你怎么还在家里？不是说要送窦明回娘家吗？魏廷瑜脸色一红，喃喃地道：我们刚刚收拾好，听说姐姐过来了，就先来给姐姐打个招呼。先来给自己打招呼，却一个来了一个没来，这话骗谁都骗不过去。魏廷珍冷冷地瞥了弟弟一眼：你们又口角了？没有。魏廷瑜尴尬地道，见姐姐根本不相信的样子，又忙道：真的没有。我骗你做什么？魏廷珍见自己的弟弟到了这个时候还护着窦明，怒不可遏，高声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个什么好东西。现在可一一验证了，这成亲才几天啊，就3天一小吵，5天一大闹的。爹和娘过了一辈子也没有红过脸，你们倒好，半点好处也没有学到。你也用不着骗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你娶的这个媳妇就是个破落户，心眼比针尖还小，眼皮子比那大街上卖凉粉的还要浅，看见我回娘家喝了口水都心疼那水钱。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的，跟着她沆瀣一气，自然看我不顺眼，要事事防着我，处处瞒着我。你放心，我也知道我不被你媳妇待见，我回来就是来看娘的，你们家的茶我都不会喝一口的，更不要说占你们什么小便宜了。对了，你要不要把娘这里有几块点心都上了册，免得我回来一次，你媳妇就怀疑屋里的点心少了，还不得把你媳妇给心疼死啊。田氏早就不满意窦明遇到什么事就拉着儿子哭诉，偏偏儿子一见他哭就心软，什么事都应允，这让他觉得儿子好像被媳妇拿捏住了似的，既埋怨儿子不争气，又心疼儿子被媳妇欺负。他闻言不仅没有觉得女儿这是在胡搅蛮缠，反而觉得女儿说的有理，儿子自小就老实，就是被儿媳妇给带坏了。儿媳妇这样和儿子置气，就是闹得他家宅不宁，他不由眼眶一湿，掏出帕子擦起眼角来。鱼儿，你姐姐待你多好啊，你现在娶了媳妇，怎么反而这样对待你姐姐呢？你可别忘了，你小时候背不出功课来，是谁陪着你读书的？从前家里捉襟见肘的时候，又是谁当了自己的首饰补贴你的？你做人可要讲良心啊！娘只有你们姐弟2人，你们姐弟2人若是有了下戏，娘也不活了。说完，拉着魏廷珍的手哭了起来。魏廷珍狠狠地瞪了魏廷瑜一眼，忙低声安慰着母亲。门外的窦明却气得把手里的一块帕子拧得不成样子。这个魏廷珍不是他的姑姐，而是他的仇人吧？他一个出了嫁的姑姐，竟然管到弟弟屋里来了，说出去他也不怕别人笑话。窦明下意识地抬手去撩帘子，就要发作，可就在手指触摸到帘子的那一刹那间，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刚才已经惹得魏廷瑜不高兴了，要是这个时候进去和魏廷珍吵了起来，魏廷瑜肯定更不高兴了。他能在济宁侯府站住脚，全依仗魏廷瑜对他的喜爱，要是没有了魏廷瑜为他撑腰，他这个姑姐恐怕把他吃了的心都有。特别是他很明确地拒绝回去向父亲补要陪嫁之后，他这个姑姐就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有打算回去向父亲要陪嫁。济宁侯府不仅人丁不旺，而且势单力薄，出了什么事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以后要依靠窦家的时候还多的是。他要是现在回去向父亲要陪嫁，岂不是要被窦家的人瞧不起？这世间的事都讲究水涨船高，人抬人高，以后若是再有什么事相求，窦家的人见他不过是个空壳子，又怎么会帮他？他想了想，咬着牙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吩咐一旁守职的小丫鬟：去，给我通禀一声。小丫鬟低眉顺目的应是，瞟过来的余光中却闪过一丝不屑。魏廷珍知道窦明来了，不仅没有打住话题，声音反而更大了：我要是拦着他，是不是就不进来？魏廷瑜觉得魏廷珍的话说得太过分了，高声喊了声姐姐，露出哀求的目光。魏廷珍哼了一声，别过脸去，终于不再说什么了。窦昭面色苍白的给田氏和魏廷珍行了礼。田氏就道：时辰不早了，你们也该启程去静安寺胡同了，别让亲家等急了。窦昭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喃喃的应是，和魏廷瑜去了静安寺胡同。窦世英不在家，接待他们的是窦文昌夫妻。
在窦世书等人的劝阻下，窦世英虽然没有写休书，却执意要王映雪搬出静安寺胡同，并言明不得再与窦明见面。王家无奈之下，只好把王映雪接回了柳叶巷胡同。家里没有了主持钟馗的人，窦明回来住对月，窦世英便想请了季氏过来帮忙招待窦明，季氏却以韩氏有孕在身直言拒绝了。窦世英没有办法，只好请了大侄儿和大侄媳妇过来帮忙。七叔父衙门里有事，说会早点回来的。窦文昌笑着把魏廷瑜和窦明迎到了花厅坐下，你们先喝杯茶，看时辰，七叔父很快就要回来了。然后奇道，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过来？要是你们再晚来一步，我差点就要派人过去接你们了。对月回门，正是新姑爷高头大马，前呼后拥，招摇显摆的时候。有钱的人家鲜衣怒马自不必说，就是没钱的人家，那天也会一大清晨的雇了马车送新娘子回娘家。魏廷瑜和窦明已过了晌午才过来，窦明又是带窦昭嫁到济宁侯府去的，窦文昌怎么不能担心？魏廷瑜和窦明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窦文昌一看就知道这其中另有曲折，但他实在是懒得多管窦明的事，窦明不说，他乐得装不知道，陪着魏廷瑜说着闲话。而窦明看着家里冷冷清清的，猜测着六太太、武太太和郭氏等人多半是去了英国公府庆贺窦昭被封了夫人，手里的帕子不由又拧成了麻花。而魏廷珍等窦明一走，脸上顿时像结了层冰似的，大为不满地对母亲道：您可不能再这样纵容窦明了，应该叫他立立规矩才是。田氏做媳妇的时候和婆婆像亲生的母女，婆婆从来没有为难过她，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让自己的儿媳妇立规矩。她不由眨了眨眼睛道：这合适吗？若她是个循规蹈矩、温柔敦厚的，我何必做恶人，让您给窦明立规矩？魏廷珍想到自己的婆婆景国公夫人竟然要自己和2个妯娌一起去给窦昭抬妆，她就像被人扇了一耳光似的，脸上火辣辣的。可现在的情景你也看到了，她这才嫁过来几天，略不顺意就拉着弟弟哭哭啼啼的，这哪里像人家正经的正式嫡妻，倒像那争宠的小妾似的。再这样下去，弟弟都要被她带坏了，她又怎么管束弟弟屋里的人？你已经娶了儿媳妇，难道还要自己去主持钟馗不成？田氏听着就打了个寒战。她年轻的时候，家里的事全听婆婆的，婆婆过世了，听女儿的，女儿嫁了，她全指望着儿媳妇呢。每天柴米油盐的，她才不想伤这个脑筋。田氏想了想，微微颔首。魏廷珍就长长的舒了口气，对窦昭那无处可宣的愤然仿佛消弭了不少。窦昭和宋墨站在仪志堂的门口，笑盈盈地送走了来参加赏菊宴的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仪志堂安静下来，素心指使着丫鬟婆子收拾桌椅碗碟，甘露和素娟打了热水服侍窦昭和宋墨梳洗更衣。宋墨从盥洗的耳房出来，看见窦昭丝毫不见倦意，正神采奕奕地坐在镜台前，对着镜子抹着膏脂。这情景让他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母亲坐在镜台前梳妆，他和弟弟在一旁嬉闹的温馨时光。他的心情放松下来，一头就倒在了楠木床上。真累，他枕着手臂道，比蹲2个时辰的马步还吃力，这个那个都要应酬到，我脸都快笑僵了。从前有娘亲帮着打点还不觉得，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也是多有挑剔，轮到自己做东道才发现请客不是件容易事。以后再有这种事，你别找我了，我什么都听你的，就是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做个甩手的掌柜。他此言一出，不要说窦昭了，就是屋里服侍的丫鬟们也都忍俊不禁。在窦昭的心里，宋墨是个很厉害的人，给皇上做了刽子手，还能宠恩12年不断，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他没有想到宋墨竟然不喜欢应酬，他倒挺喜欢宾客迎门的热闹，特别是看到那些他在意的人都玩得高高兴兴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窦昭不由起身，坐到了床边，笑道：我让你招待客人，你是招待呢，还是不招待呢？宋墨讪然的笑，他若是不招待，也就谈不上事事都听窦昭的安排了，他若是招待，又没办法做甩手柜长了。窦昭抿了嘴笑道：以后我们少办几次宴请就是了。温柔的语气，含笑的眸子，语气里所透露出来的迁就之意，让宋墨有种感觉，自己仿佛成了窦昭手中的宝贝，正被他捧在手心里呵护着。他想再靠窦昭近点，忍不住一把就抓住了窦昭的胳膊。窦昭哎呦一声，倒在了宋墨的怀里。甘露一愣，忙朝着屋里服侍的使着眼色，脸像块红布似的，带着几个小丫鬟悄无声息地出了内室，关上了内室的隔扇。窦昭猝不及防，慌张张的起身，手肘处的触感结实又柔软，也不知道自己撞到他哪里了，
幼小那手肘最坚硬不过，被碰到了都要痛上老半天，也顾不得追究他什么，急急地问他：撞到你哪里了？宋墨只觉得怀里又香又暖，如团软玉似的，让他血脉奔张，心神激荡，哪里感觉到什么疼，本能的一翻身，将窦昭压在了自己的身下。窦昭大惊失色，慌张中双手抵住了宋墨的胸膛，两人四目相对，宋墨的眼睛亮晶晶，如同夜空的寒星，闪烁着璀璨的光彩。窦昭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惊讶。寂静无声的内室渐渐响起沉重的呼吸声，宋墨的眼睛染上了的氤氲。寿姑，他轻轻的呢喃，慢慢的俯身。窦昭感觉到了危险，可他的脑海里又浮出宋墨骑着马，风尘仆仆地赶到真定他所居住的田庄，在田庄头的墙头凝视自己的目光，浮现他拿着砚台在灯下把玩，抬头笑问自己父亲会不会喜欢时的患得患失，浮现他蜷缩在床边的小心翼翼，他心里顿时乱糟糟的，有种事到临头的矛盾，是推开他呢，还是任其为所欲为呢？推开他，于心不忍；任他为所欲为，上一世的记忆还残留在他的记忆里。理智上他知道他应该尽快的融入这段感情，可心理上他还是很难毫无顾忌的放开手脚。犹豫矛盾中，他咬着唇，逃避般的侧过脸去，轻轻的推了推他，面颊却情不自禁的升起两朵红云。窦昭的拒绝让宋墨心头一震，清醒过来，但他娇美面庞布满的红晕又让他立刻意识，如果窦昭完全无意他，大可狠狠地把他推祸，或是对他怒目以视，可窦昭他只是轻轻地推了，别过脸去。白皙柔软耳垂，圆润饱满，诱惑着宋墨的视觉。没有机会的时候都要创造机会，更何况现在有个如此好的机会。宋墨没有任何的犹豫，含住了那白生生的耳垂，却无意间触及到了窦昭的敏感。窦昭如遭雷击，身子一阵酥麻。燕堂，别，他别过脸去。宋墨顺从地放开了他，却贴着他的面颊，趁着他说话的时候含住了他的唇。燕堂，窦昭的惊呼化成了一声英鸣。宋墨像个笨拙的猎人，本能地追逐着他的甜蜜，在他的唇齿间粗重的搅动，堵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笨蛋，笨蛋！窦昭腹诽着呜咽地在他身下挣扎，他的舌灵巧而有力，他想咬他一口都办不到。自己不会窒息而死吧？念头一闪而过，宋墨却退了出去。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宋墨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看他的目光却深幽莫测，落在了他剧烈起伏的胸脯上。寿姑，没有等他缓过气来，他已再次俯身，左手揽着他柔韧的腰肢，把他紧紧地箍在了他的身下，舌尖灵活地探入了他的唇间，辗转吮吻，右手却悄然地伸进了他的衣襟，摸索着握住了他的酥胸，指头开始仿佛在拨弄琴弦似的，挑逗着他胸前背雷脑，而大腿间更明的硬物生疼地顶着他。宋墨的激情仿佛一瞬间就燃烧了起来，窦昭全身颤抖。如果不阻止，他很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他如果阻止，骄傲如宋墨，接下来会怎样？是落荒而逃，还是镇定地放开他，为了颜面骨做不以为意的各自安歇？他是他妻子，他有权利得到他，却因为尊重他的意愿而让自己变得狼狈不堪。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窦昭想想都心疼。早知道这样，当他把自己压在身下的时候，自己就应该明确拒绝的。窦昭深深的后悔，可现在再拒绝已经太晚了。仿佛感觉到了他的迟疑，宋墨箍着他腰肢的胳膊不由得紧了紧，在他唇齿间流连的舌尖变得更加恣意，握着他酥胸的手也开始不轻不重地揉捏起来。强烈的酥麻从他身体的深入一波又一波地涌向他的四肢百骸，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让他害怕。熟悉是他也曾经短暂地体验过这种激情，陌生是这种感觉已经离他太遥远，遥远到他几乎已经快要忘了。宋燕堂，窦昭的声音从宋墨的唇间溢出，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微，更透露着不容错识的惊慌。宋墨突然放开了他，定定地凝视战他的眼睛，好像要透过他的眼睛把他的身心都看个清楚明白似的。窦昭很是不安，觉得自己说什么都不适合，可什么都不说好像也不合适，事情怎么会走到了这一步？宋墨还只是不识的少年，说来说去都是自己的错。窦昭又觉得有点懊恼，宋墨却突然一笑，清浅的眼眸中笑意荡漾，连那微微翘的唇角都旖旎起来。窦昭看呆，宋墨开始脱衣裳，窦昭不禁睁大了眼睛。他的身材极其均匀，腰间的线条更是极为优美，看上去瘦，却瘦不露骨，肌肤更是如玉石，在朦胧的帐子里有着淡淡的光泽，英皇霸宠，平民王后。宋墨大笑，
寿姑，寿姑，你怎么这么有趣？他俯身吻着她的眼睑，十分的亲昵。窦昭心砰砰乱跳，脸涨得通红。不是，我却沮丧地说不出话来。再怎么辩解，也不能否认自己刚才一直盯着宋墨赤裸的身体的事实。寿姑，宋墨笑着喊他，我很喜欢寿姑这样看我。他轻柔地道，欢喜从他的眼角一点点地溢出来，有了让人脸红心跳的热度。真是太丢脸了。窦昭的脸火辣辣的，宋墨捧着他的脸，温柔地亲吻着他额头、长眉、眼角、红唇，仿佛他是稀世奇珍，整个人都被他捧在手心，备受珍惜与呵护。窦昭胸口长长的，宋墨却变得激烈起来。他用力地吻着窦昭，舌在他的唇间肆无忌惮咬逗，狂野的翻搅，好像要把他吞噬了一般，让窦昭有些喘不过气来，在他的身下扭动着。衣襟散开，衣服一件件的被剥离。等窦昭发现时，他全身只着一件亵裤，娇嫩的酥胸如带着几分青涩的水蜜桃，傲然地挺立在宋墨的眼中。这混蛋竟然无师自通。不知道为什么，窦昭很想笑。宋墨乌黑的瞳仁里却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埋下头，把那花骨朵斑斑的蓓蕾吞进了口时，肆意的吮吸，是咬着。窦昭倒吸一口冷气，却有股麻痹般的快感从酥胸传来，让他全身都开始灼热，甚至宋墨因偶尔过力而传来的疼痛也变成了丝丝的甜蜜，让他站立。窦昭骇然，从前他并不是这样的，他讨厌一切粗鲁，认为是一种不尊重他的表现。可现在同样的事情放在宋墨的身上，他却觉得甜蜜。宋彦堂，宋彦堂，窦昭慌乱地喊着宋墨。宋墨抬起头来，乌黑的眸子里有团火在跳跃，而他玫瑰花般的蓓蕾却因为宋墨的舔咬呈现出娇艳的光泽。窦昭不禁添了添丰盈的红唇，宋墨的眸子一下子变得如紫夜般深沉，他猛地吞下了窦昭的亵裤，就那样闯了进去。窦昭低呜一声，死死地抱住了宋墨的脖子。寿姑，寿姑。宋墨贴着他的耳朵绵绵细吻，热乎乎的气息轻轻地拂过他的脖子，无限的柔情蜜意。一会就好了，一会就好了。他闭着眼睛，喃喃地安慰着他，身体却丝毫不见停顿地撞击着，而且还越来越快。真是鲁男子。窦昭疼得直冒冷汗，却能清楚地感受到他是怎样的在自己的身体里横冲直撞三国重生之战神吕布，就像个顽皮的孩子探索着未知的幻境。他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抚着宋墨的脊背，他肌肤烫手，背上全是细细的汗。窦昭心中一软，身体渐渐松懈下来，那疼痛也变得能够忍受。他的身体就在他的律动中渐渐地被打开，变得湿润。感受到他的异样，宋墨慢了下来，咬着他的耳朵摇喊了一声寿姑，只是还没有等他回答，他已握着他的纤腰猛地一挺，穿过层层紧裹的花瓣，深深地撞在了花心上。他不是第一次吗？第一次不是都很快的吗？怎么他却有完没完？窦昭一声闷哼，白皙的额头有细微的汗珠沁出来，身体又酸又胀，不可抑制的火热起来。他不由抱紧了宋墨，忍不住呻吟地缠上了他的腰。清晨的阳光照了进来，窦昭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身体又酸又胀，好像昨天夜里搬了几百盆花似的。窦昭一个机灵，清醒过来，内室里静悄悄的，他穿着家常的月白色中衣，干干净净的一个人睡在香楠木的雕花大床上。空气中是清新的茉莉花香，案几上甜白瓷的花箍里插着的那枚黄菊还保持着昨天的姿态，只有枕边鸳鸯戏水的枕头微微凹陷，仿佛在告诉他，明天的一切并不是个梦。他不禁喊了声素兰。门吱呀一声打开，素兰和甘露捧着洗漱的工具走了进来，两人眉宇间都荡漾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夫人，素心把他当病人似的，要扶他起床，世子爷去了宫里，特意嘱咐我们别吵醒您，我们就没有叫你，一直在外面候着。甘露更是把漱口的盐水递到了他的面前。该死的宋墨，唯恐天下不知事的。窦昭不禁横了两人一眼，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还不会自己洗漱不成？素心和甘露只是抿了嘴笑，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服侍着。梳洗完毕，素卷端了一碗乌鸡汤进来，是世子爷一早起来分煮的。窦昭有些啼笑皆非，宋墨简直是小题大做，他有些不以为然，可莫名的他心里又浮现淡淡的喜悦。他顿时有些发呆，为什么同样的事，魏廷瑜做起来他就觉得心烦，宋墨做起他就却觉得高兴呢？窦昭想到上一世，他小产的第二天就坐在床上主持济宁侯府的钟会，魏廷瑜劝他，你身体还没有好，这些事先放一放，然后把来回事的管事都赶走了。
他当时好像也挺高兴的，还照着魏廷瑜说的躺下来休息。可他刚刚躺下，就有婆子来请他示下，说是东平伯太夫人病逝了，问送些什么祭品去。当时他当家没多久，并不清楚济宁侯府从前是怎么办的，只好爬起来查从前的账册。魏廷瑜看了，一把夺过他的账册，非要他休息不可。他倒是听魏廷瑜的躺下了，东平伯太夫人的祭品却没有人管。要不是东平伯当时请了风水先生看过风水，东平伯太夫人的棺椁要在家里摆放6天，济宁侯府就差点错失了送祭品的时候。东平伯府可是给济宁侯府报过丧的，济宁侯府若不去祭拜，东平伯府会以为济宁侯府要和东平伯府绝交。之后又发生过几件类似的事，窦昭这才明白，魏廷瑜的关心如那春日的柳絮，是经不起风吹的。他不会帮自己做任何事，那些事还是堆积在那里，等着自己去处理，甚至有种感觉，自己若是真照着魏廷瑜的话去画，说不定还会误会。时间一长，他懒得理会魏廷瑜的关心，魏廷瑜见他不为所动，也懒得关心他了。他学会了所有的事都自己承担，自己解决。宋墨却不一样，昨天晚上自己真是累极了，顾不得满身的粘稠，闭着眼睛赤身缩蜷在床上，一面喘息，一面道：你等会，我去帮你打水进来。素心几个都云英未嫁，他又没准备让他们做通房丫头，自然不好叫他们进来伺候。或者是看他已是疲惫不堪，宋墨俯身温柔地抚着他的额头，柔声地让他好好歇着。一切有我呢。他还记得他当时只是笑，可没想到宋墨不仅打了水进来帮他清洁，还换了被褥，隔着隔扇交代职业的素绢。不要拿到浆洗房去，你们帮着洗干净就是了。虽然后来他想闯入了一个陌生幻境，一直在自己身上探索，他却安然入睡，就算他下床时被短暂的惊醒，他也只是翻个身又沉沉睡去。是不是因为这样，他觉得这些关心就变得特别甜蜜呢？窦昭若有所思地用了早膳，仪制堂外有严先生，内有陈和，丫鬟婆子有素心，他也没什么事做，寻思着要不要去看看宋汉，可腰实在是酸得厉害，他赖在床上又睡着了。等他醒来已是掌灯时分，窦昭吓了一大跳，没想到自己睡得这样沉。素心端了碗膳进来，笑道：看着夫人睡得香，就没有吵醒您。然后服侍他起床，今天做乳鸽汤，我去给夫人盛一碗，全是大补之物。窦昭笑着点头，在炕上坐定。武仪进来道：夫人，世子爷差人给您带了封信。窦昭很是意外，打开信，信里还夹着包药粉，信中也只有药粉的用途。窦昭脸上火辣辣的烧，那药粉是宫中教养嬷嬷给房事受伤的女子所用的。该死的宋墨，他不会弄得宫中的人都知道了吧？心里虽然这样的懊恼，却又始终坚信宋墨不会到处乱嚷嚷。这种矛盾的心情让窦昭恨不立刻就能见到宋墨。不知道宋墨这个时候在干什么，他想着宋墨，宋墨也在想着他。直房的硬板床他已经睡了7、8年了，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硌得慌。他想到窦昭的身体那么的柔软温暖，还有他泛着潮红的面孔，眼睛湿漉漉的，像要滴出水来似的，凌乱的青丝汗湿着贴在额头上。他觉得全身的血液又都朝着下身涌去，硬得让他生疼。昨天晚上他不应该那样对待窦昭，可他太想得到他了，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气。他明天晚上还得在宫里住一放，后天有时才能出宫。回去的时候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给窦昭赔不是呢？宋墨有些拿不定主意。有侍卫进来禀道：大人，景国公府的张三爷要见您。能当侍卫的出身都不低，颇监多半都认识。宋墨去了西直门，张旭明迎了上来，低声道：今天一早吏部的文书到了。他朝着宋墨使眼色，那件事成了，动作还挺快的。宋墨冷笑，和张旭明说了几句闲话，就各自散了。他慢慢地往乾清宫走去，思忖着让谁去怂恿袁秋玲为千户的家眷去大理寺告状好。失不到，不过失望罢了。得而复失，会感觉比较痛苦些。特别是因此而惹事上了官司，不仅失去了官职，还可能会丢掉性命，想必印象就更深刻了。窦昭却在这个时候被宋宜春叫去了西厢园。我奉皇上巡视宣统，要去半个月。他望着穿着大方得体、神色不亢不卑的儿媳妇，他心里就有些烦躁。你年纪轻轻的，什么也不懂，我请了你大伯母过来协理英国公府的钟馗，你待你大伯母要如同婆母，事事都要听他的，不可自作主张。窦昭恭敬的应是，退了下去。第二天一大早，宋大太太带着董事、一个嬷嬷和2个丫鬟，带着长辈特有的趾高气扬进了英国公府。
从英国公手里接过英国公府的对牌，他坐在了讲室用来试下的上房花厅，并让人请窦昭过去说话。窦昭应了一声知道了，去了小花园的花棚看种下的水萝卜和小黄花。水萝卜已长出绿油油的秧苗，小黄瓜的藤蔓已经爬上了瓜架，长势都十分的喜人。窦昭赏了2个负责花棚的媳妇子各2个上等的分红，2个媳妇子谢了又谢。宋大太太派的人过来催窦昭，大太太和管事妈妈们都等着夫人过去商量这几天主持钟馗的事呢。窦昭头也没抬，拍了拍并没有尘土第一摆，淡淡地道：你去跟大太太说，家里的事自有惯例，只要照着惯例行事，就不会有错，用不着商量。自我婆婆病逝之后，家里一直没有主持钟馗的人，也没见家里出什么乱子。又派来人畏惧大太太有宋宜春的尚方宝剑，不敢说话，叫了素心和他一起去，并道：把我的话跟大太太说清楚了，别不知好歹的在这里乱比划。最后一句却是说给来人听的，好让他把这话传出去，让府里的人都知道自己态度。素心笑着奉命而去。窦昭回了屋，换了件衣裳，躺在床上看书。又有媳妇子过来：夫人，国公爷请您过去说话。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好奇。窦昭嗯了一声，让那媳妇子在外面等，我换件衣裳就过去。这是最基本的礼仪，那媳妇子自然是恭敬的应氏，等在外面。窦昭继续看书，等到素心回来，大太太气得嘴都歪了。素心笑着低声禀道，立刻派了人去禀告国公爷。窦昭笑道：所以要叫我去训话。他放下书，带着素心和素兰去了西厢院。只是这一番耽搁，宋宜春已启程在即，他刚刚训斥了低眉顺眼的窦昭几句，吕正就走了进来。国公爷，吉时已至。宋宜春只得打住，由宋汉和窦昭等人送到了大门，登车而去。窦昭就问宋汉：我让人做了核桃酥，你要不要尝尝？好啊。宋汉雀跃着就要跟窦昭去仪制堂，一旁的吕正却急急地喊了声夫人，道：二爷还要上课，国公爷走的时候曾经叮当嘱小的们，若是二爷缺课，就要拿小的们试问，还请夫人成全。说着跪了下去。读书是正经事，吕正又态度恭顺，倒让窦昭不好发作，笑着低声对宋汉道：那你下了课来我屋里吃点心。宋汉连声应好，由一群丫鬟婆子簇拥着去了外书房。宋大太太就皮笑肉不笑地道：宴堂媳妇，我们去花厅议事吧。窦昭一句话也没有说，扬长而去。宋大太太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我要告诉国公爷，我要告诉国公爷。他气得直跳脚。素心有些担心地道：国公爷回来了怎么办？国公爷不是半个月以后才回来吗？窦昭老实在在地道：世子爷明天就回来了。再说了，就没有世子爷，半个月的时候足够我把这位宋大太太捏成水了。素兰忍不住扑哧一声笑道：小姐，我好长时候都没有听到您说这句话了。素心立刻虎了脸，呵斥道：称夫人。素兰朝着窦昭做了个鬼脸，端容屈膝行礼，恭谨地称着夫人。窦昭大笑。陈曲水也是今天离京，他正在向严朝卿辞行。夫人那边我就不去告辞了，也免得他问起，我不好回答。我这就赶回真定去，我们10月份再见。严朝卿也掩饰不住眼角眉梢的喜悦，恭谦地道：都是我性子太急了，大老远的把先生请了来，劳烦先生两头奔波，全都是我的错。待先生再来京都，我请先生喝茶，还请先生不要推辞才是。严朝卿是宋默手下的头号幕僚，窦昭如今又嫁给了宋默，陈曲水自然希望能和严朝卿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样对窦昭也有所有帮助。陈曲水连声不敢客气了一番，上了马车，径直出了京都。严朝卿高高兴兴地回了仪制堂，看见严朝卿回来，武姨立刻迎了上去，把宋姨家派了大太太过来主持钟馗，大太太请了窦昭过去说话，窦昭不理不睬，结果被宋宜春训斥了一番的事告诉了他。严朝卿的脸立刻沉了下去，他问武姨：夫人怎么说？夫人眼角都没有扫一下大太太。武姨眉飞色舞地道：大太太正在花厅里发脾气呢。严朝卿想了想道：派几个人跟着夫人，要是大太太敢对夫人无礼，你们也不用对大太太客气。想当初宋宜春要把宋默族谱除名的时候，宋家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宋默句话，这样的长辈趋炎附势，结交了也没有什么用，只会在生死关头让自己糟心罢了。武姨高兴地去了。严朝卿虽然知道窦昭身边有别氏姐妹，可这事情有时候不怕1万，就怕万一，他怕窦昭吃亏，喊了夏琏过来商量。你看要不要派几个人守在二门？夏琏觉得不好，瓜田李下还是避些嫌的好。
我看不如等明天去镖局里请几个女镖师回来，负责晚上的夜巡。严朝清觉得这主意不错，吩咐他快把这件事办妥了，下脸去了相熟的镖局。在花厅时发脾气的大太太见管事妈妈们都躲了出去，反而没了脾气。董事这才赶上前劝婆婆，这英国公府最终还是要交到三叔手里的，您又何必做这恶人？宋墨在宋家排行第3。大太太听了欣慰的点头微笑，你有这点见识，也不枉我把你带过来。董事愕然，大太太朝四周看了看，带来的嬷嬷机敏地守在了门口。大太太这才低声道，英国公府说到底是属于英国公的，你二叔父正值壮年，一时半会，这英国公府还轮不到燕堂当家做主，而我们这些人却是依附英国公府而生，能讨了英国公的喜欢，英国公随意赏点什么事我们做，我们就是不想富贵也难。可若是惹得英国公心生不悦，英国公随便给我们几个白眼，我们的日子只怕就会举步维艰。我们敢得罪英国公吗？董事不由点头。大太太继续道，这次你二叔父让我来主持英国公府的钟会，说明白了，就是想让我为难那窦氏，他们父子不和，已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你二叔父既然打了这主意，岂能容我不答应？否则他肯定会怀疑我们是站在燕堂那一边的。说到这里，他长长的叹了口气，怅然的道，偏偏燕堂做小，被蒋夫人教导的只认蒋家人，从来没有把宋家的人放在心上。就像上次你舅舅的马车冲撞了个卖饼的，不过是英国公府一句话的事，官衙的那些衙役想讨好英国公府，却阴错阳差的把事情报到了燕堂那里，本来是燕堂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他却旁衬着外人，让你舅舅赔了20两银子。董事不由在心里嘀咕，花都保镖，既然20两银子能解决的事，又何必非要把事情闹到英国公府来，让英国公府成了那些衙役的情不说，还落得个仗势欺人的名声。他公公和婆婆什么都好，就是要面子，宁愿出50两银子打发那些衙役，也不愿意拿20两银子赔了那个卖饼的。大太太哪里知道儿媳妇在想什么，见儿媳妇神色恭顺，很是满意，道，有些事你们做小辈的不知道，你二叔这个人虽然喜欢照顾家里人，可如果你把他惹毛了，他翻脸也是很无情的。我们家能有今天，全依仗你二叔父，他有事求我，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拒绝。可正如你所说，这英国公府近早早都要交到燕堂手里，我们和你二叔父走近了，你二叔父在世的时候，日子固然好，可等你二叔父不在了呢，你们怎么办？我总不能只顾着自己，不管你们吧。董事心中一动，道，娘的意思是？大太太朝着儿媳招了招手，示意她附耳过来。这英国公府除了一制堂，到处都是你二叔父的人，我这么样上蹦下跳的，也是做给那窦氏看的，你这就去窦氏那室里给他赔罪，说我老糊涂了，你二叔父不过是看着家里没有个长辈，请我过来帮着照应照应，我却不知好歹的管起英国公府的事，不让他不要放在心上，然后把我们家是怎么靠着你二叔父过日子的，你二叔父的话对我们家来说比圣旨还灵，总之怎么样可怜你就怎么样的编排，一定要让那窦氏动容，觉得我们是没有了办法。之后我继续在这边发脾气，你就一心一意的讨好他，就算是他骂我，你也要跟着附和几句，你要知道你们以后可是要靠他过日子的。最后郑重的问董事，我的意思你可明白？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董事道，我明白娘的意思，只是这骂人，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照我教你的行事，一准错不了，娘也不会因为这个就责怪你的。董事听着放下心来，去了窦昭那里。窦昭正闲着无聊，在花花样子，他对董事的印象还不错，听说董事要见他，让素心请他进来。两妯娌见过礼，并肩在临窗的大炕上坐下，董事一眼就看见了散落在炕脊上的花样子，他之前从未和窦昭单独相处过，正愁没有话题，见状不由得一喜，随手拿起个花样子，笑道，弟妹在画花样子吗？我前几日刚得了几个好样子，要不要我描给你？妯娌之间相处，不就是这些小事吗？窦昭笑着应好，让素心拿了纸过来给董事画花样子。董事就说起自己的婆婆大太太来，她就是这个脾气，实际上没有什么坏心，弟妹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窦昭微笑着听着，静静地望着她，清澈的目光不仅瞪静，还透着洞察世事的居高临下，看得董事极不自在起来，说话的语调也没有了刚才的流畅。我婆婆也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就当着英国公府的那些仆妇给自己脸色看，没有办法了就派了儿媳妇来示弱，想两边讨好。
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见得多了。只可惜了董事，他还以为他们会成为能在一起谈论天气好坏的妯娌。窦昭悠然自得地喝着茶，全当董事是只苍蝇在自己耳边嗡嗡嗡。董事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农民工玩网游。他迥然地打住了话题，想到公公婆婆已经巴结上了英国公，活着的时候什么也不用愁，等到他长家的时候却要和窦昭打交道。不仅如此，还有他的儿子、孙子，说不定都得要送墨提携。他一咬牙，扑通跪在了窦昭的面前，满脸羞愧地道：弟妹，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带我婆婆给你赔不是了。你若是心里还有心，我等会当着何府的人给你道歉。窦昭瞥了素心一眼，素心立刻上前扶了董事。大嫂严重了。窦昭放下茶盅，掏出帕子，擦了擦手，道：我这人通常不和人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看你们婆媳也都是个聪明人，我也不为难你们，你们与其当着府里上上下下的妇仆给我磕头认错，弄得主子不像主子，下人不像下人的，还不如把公公给你们的对牌交给我。他说着，温声笑道：府里的事，就不劳烦大伯母了，我自会打点的妥妥当当。那笑容看在董事的眼里，只觉得无比的刺目。他张口结舌，半晌才道：这不太好吧？窦昭骤然变脸，啪地一声就拍在了炕桌上，震得炕桌上一片叮当叮当的碰瓷声。你以为我是傻瓜呀？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那也要看你们有没有那本事才行。想两边讨好，门都没有。你们要么给我把对牌交出来，彼此见面还有3分香火情，要么你们就听我公公的，继续想着法子为难我。可我也实话告诉你们，你们别以为拿着英国公的对牌就是英国公府的夫人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们要是让我不痛快，到时可别说我不这个不给面子，让你们下不了台。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粗俗的女人？窦家不是诗书礼仪传家的吗？怎么会教养出这样的姑娘来？董事差点昏倒。你，他脸色煞白地指着窦昭，不知道说什么好。窦昭冷笑，端了茶。素心高声喊着送客，董事落荒而逃。窦昭吩咐素心，把给喝过的茶和茶盅都送到上院的花厅去，泼在我院子里都脏了我的地。存心要羞辱大太太婆媳，也是想让大伙明白，大太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这个家里还是她说了算了。素心笑着喊了个小厮来，让他把董事喝过的茶盅用托盘端去了花厅。大太太这次是真气得倒仰了，真是不知好歹，他难就不怕国公爷嫌弃他吗？董事踌躇道：钱是人的胆，我看窦氏未必就怕国公爷待他怎样，要不然二叔父叫他去说话，他也不可敢拖拖拉拉的，直到二叔像要启程了才去了。是啊，自己当时只觉得奇怪，却没从这方面上想。这个侄儿媳妇油盐不进，看来不是个好相与的。他不由抚额，觉得自己接了个烫手的山芋。窦昭当然不会天真的以为自己的一番横眉怒目就会让大太太乖乖的交出英国公府的对牌。宋宜春不是要去宣统半个月吗？自己还有的是时间。他笑盈盈的招待下了学的宋汉，这是山东的秋白梨，这是苏州的松子糖，这是南京的桃门枣，这是堂妻的蜜橘。他指了指摆了满炕桌的瓜果点心，也不知道二爷喜欢吃什么，我就每样都准备了一点。宋汉看着直流口水，嫂嫂您真好。他吃着松子糖，含含糊糊地道，还知道梨子是山东的秋白最好，蜜橘是堂妻的最甜。我之前还担心嫂嫂从乡下来，什么也不懂，说不到一块儿去。说着，冲着窦昭灿然一笑，倒颇有几分宋墨的璀璨。宋汉也算是个美男子，只是和宋墨相比，如同小星皓月，不在一个层次上，邪美闯无限。当然，能和宋墨相提并论的，窦氏两世为人也没有见过，倒也不怪宋汉。想到这里，窦昭心里对宋汉闪过一丝同情。他亲自给宋汉沏了壶新上市的铁观音。铁观音微苦，松子糖是甜的，喝着铁观音，吃着松子糖，铁观音越发显得醇厚，松子糖越发显得香甜。宋汉满脸的惬意。窦昭就问起宋汉的日常起居来，平时里都是谁在照顾二爷？丫鬟、小厮可都听话？功课紧不紧？阅历够用吗？一副关怀备至的大嫂模样。宋汉倒也不反感，和他说起自己屋里的事来。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到了狩猎上面。宋汉顿时兴致勃勃。我9岁的时候就射死了2只锦鸡，1只野兔。这是宋汉颇为得意之事，常常拿出来说。英国公府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窦昭自然也早就听说过。他啧啧称奇，在一旁凑去。宋汉就更来劲了。
我原来也准备像哥哥那样，10岁的时候就去参加秋闱的，可惜母亲去世了，我要守志。他说到这里，脸上闪过一丝茫然，好像失去了目标，以后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或许宋汉这样处处和宋墨较劲，是为了表现给蒋夫人看。窦昭猜测，跟着宋汉叹了口气，安慰他道：二爷身手这样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宋汉点头，却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雀跃。窦昭看天色不早了，就留了宋汉用晚膳，并道：二爷正好给我讲讲秋闱的事。我只知道想做官必须要参加科举，文官参加文举，武官参加武举，还是第一次听说比试骑射也可以做官的。宋汉就笑着跟窦昭讲起秋闱来。素心和几个丫鬟在厅堂里摆碗筷，吕正过来想请宋汉回上房用晚膳。窦昭笑道：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二爷在我这里用膳吧。吕正朝宋汉望去，宋汉正讲到要紧处，见吕正请他示下，他就朝着吕正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吕正恭谦地给窦昭和宋汉行礼，退了下去。窦昭若有所思，宋汉显然并没有失去自由。而照宋墨的说法，宋汉从小就和他很亲近，是因为宋宜春不喜欢宋汉和他过多的交往，他又不想让宋汉为难，兄弟之间才没有像从前来往的那样密切。可宋汉每次见到他，还是对他很亲密。既然如此，宋汉为什么不常常去看宋墨？他想到前世自己严防死守，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朱氏的厌恶。威哥和蕊哥还是想方设法地去见朱氏，如果真的惦记一个人，不是应该时时刻刻都想见到他吗？而且越是痛苦怅然的时候，越希望得到那个人的安慰劝解吗？宋汉却只一味地做孝子，或者在宋汉的心里，父亲比哥哥更重要。窦昭辗转反侧，睡不着真仙奇缘。想到上一世的事，他越发觉得宋汉辜负了宋墨对他的手足之情。明天宋墨就要回来了，自己要不要跟他说这件事呢？想到宋墨被蒙在鼓里，他就替宋墨觉得委屈，就替宋墨抱不平，也就越发的睡不着了。他索性披衣坐了起来。值夜的素心向来心细，听到动静也跟着坐了起来。夫人，要不要我移盏灯过来围帐内，只在小屋子上点了盏小小的八角宫灯？不用了。窦昭有些怏然地道，我就是睡不着，起来坐会儿。素心嗯了一声，给窦昭倒了中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两人俱是一愣，窦昭更是吩咐素心：你去看看出了什么事。素心应声而去，喧哗声却越来越大，隐隐夹杂着女子的哭喊声。窦昭不由皱眉，素心折了回来：夫人，前面的马棚走水了，怎么这么不小心？窦昭正好睡不着，塌了鞋，道：看看去。素心应声，陪着窦昭出了正房。火势很猛，烧亮了半边天，男子的吼叫，女人的哭泣，纷乱嘈杂迎面扑来，站在正房的五廊下，都可以感觉到前院的慌乱无序。一至堂正院的人都被惊醒了，丫鬟婆子们纷纷披衣出来观望，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议论着。见窦昭出来，都屈膝行礼，满脸的不安。窦昭抬头望了望天，又感觉了一下风向，对众人道：我们在北方，今天刮的是北风，大火不可能烧过来。就算万一风向变了，一至堂没有房舍和前院相连，我们也有足够救火的时间。他吩咐素心：你去问问严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人受伤或是不见了。国公府走火是大事，有没有报了顺天府？顺天府的人什么时候能来？又吩咐素兰：你去跟武姨说一声，让他把正院的小厮都叫到一块儿，在大门口守着，一旦变了风向，火势蔓延开来，立刻就来禀我。又指了几个粗使婆子，让一个精明外露的媳妇子领着，你们去看看墙角那些蓄水的缸是否满着，若是满着的，你们都就地等候吩咐，帮着武姨他们打水。若是缸里的水没满，你们现在就去提水，把水蓄满。一至堂的正院有小厨房，说的是小厨房，那里的七星灶、柴房、井都一一俱全。至于其他的人，窦昭喊了甘露和素绢，你们各领一半的人回屋歇着，需要的时候就出来帮着灭火。大家见他神色镇定从容，考虑周到，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都不禁心中大定，照着他的吩咐开始行事。窦昭就站在五廊下观察着火势，那个精明外露的媳妇子就搬了张太师椅过来，殷勤地道：夫人，您歇会，有素心、素兰两位姐姐领着我们，不会有什么事的。窦昭见他颇为机灵，超级流氓战神，问他：你怎么称呼？那妇人忙道：奴婢家的男人叫卢毅，公公曾在安良的田庄做过庄头，奴婢家的男人进府后，曾帮着世子爷赶过车，如今在京都的杂货铺子上当值。
安良的田庄是蒋夫人的陪嫁，难怪这妇人能被安排在上房当值。窦昭微微点头。火势越烧越大，马棚旁下人居住的东群房也烧了起来。好在风向一直没有变。素心匆匆赶了回来。夫人，严先生说，现在还不清楚马棚为什么会走火，火势还很大，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但已派人去报了顺天府，但顺天府的大牢今天晚上也出了事，好像是有人劫狱，恐怕一时半会儿抽不出人手来救火。陶先生已拿了国公爷的拜帖去了武城兵马司，那边应该很快就会有人过来帮着救火了。又道，如今严先生领着夏护卫等人去帮着救火了，陶先生主张开了垂花门，让护卫从后花园的湖里挑水，严先生不同意开垂花门，主张把东群房那边的厢房拆掉2间。结果常护卫领着国公府那边的护卫在挑水，严先生领着我们的人在拆厢房。不管是严先生还是陶先生，都没有想到让宋汉出面。窦昭觉得有些奇怪。大火还在熊熊的燃烧，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烟火的气味，呼救声、叫喊声时隐时现，大家神色凛然。在这么严肃的场合，窦昭想到英国公府和仪志堂的泾渭分明，不由扑哧一声笑。不知道宋宜春看到了这满院的狼藉会怎么想。素心和卢毅家的面面相觑。窦昭忙道，没什么，我就是想到了严先生和陶先生，更赞成严先生的主意。卢毅家的，你忙你的去吧，我也先回屋去歇着了。既然严先生和陶先生都在，想必不会有什么事的。卢毅家的公瑾的应是去查看水缸了。窦昭和素心回了房，可窦昭又怎么睡得着？两人在炕上坐着闲聊。听二爷的口气，原来服侍他的都是蒋夫人帮他挑选的。蒋夫人去世后，英国公府把曾经服侍过蒋夫人的人都放了级，他身边的人全是这2年新换的。你等会儿跟严先生说说，让他替我查查，当时放出去的那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在做些什么？素心点头，沉吟道，您是怀疑有人知道蒋夫人的事吗？这只是条线索。窦昭思忖道，还有些事我没有想明白，想找个人证实一下。窦昭不说，素心从不多问，这次亦然。门外突然响起咚咚咚震天响的敲门声，小厮一边大声应着是谁呀，一边要去应门，却被武姨一把拦住。是谁呀？他粗声粗气地问道，显得有些霸道。在下常武。门外的人客气地道，外面走了水，陶先生担心夫人，怕夫人这边有个什么闪失，特意让我等过来看看。戊5年宋宜春对宋末的那场杀戮，如同一块试金石，不仅是出了人心向背，而且是出了英国公府所有人的立场。英国公府和仪志堂对外是一家，关起门来是对头。英国公府走水，怎么不是严先生派人过来问候夫人，却是陶先生的人跑过来问候夫人好不好？这不合常理呀。小厮不由困惑地望着武姨。武姨已暗叫一声不好，高声喊着松罗，跳起来就朝着紧闭的正院大门跑去。你快去通知夫人，就说陶器重那个老匹夫派了人来，想趁对夫人不利，让夫人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想办法给严先生报信说话间，他的人已经像块石板似的，砰的一声撞在门扇上，快来帮忙，不能让那些人冲了进来。他用肩膀抵着门，世子爷对夫人的敬重，大家都看在眼里。若是夫人在他们手里出了个什么事，此时在正院的小厮们都不敢往下想。武姨的话音未落，他们就一个个跑了过去，学着武姨的样子，用身子死死地抵在了门上。外面听到动静，露出庐山真面目，不仅大大咧咧粗俗地骂起娘来，还用脚踢误击，撞开大门。松罗脸色发青，哪里还敢多留，使出吃奶的力气朝正房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道，夫人，不好了，陶器重趁乱要害你，你快藏起来。正在说话的窦昭和素心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踏着鞋子就跑了出来。出了什么事？窦昭望着在他面前喘着气的松罗，松罗忙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窦昭脸色一寒，心里却犯嘀咕，以上犯下，那可是大忌，陶器重不可能不知道。就算是宋宜春的吩咐，他难道就不怕脏了手，子孙后代都背上骂名吗？何况宋宜春此时还不在府里，到时候宋宜春两手一推，这件事就成了陶器重自己的主意。他对宋宜春有这么忠心耿耿吗？而且自己不过是宋末的妻子，就算是死了，对宋宜春和宋末之争又有什么逆转4的影响吗？反而是宋末可以拿这件事做文章，逼近宋宜春。素心闻言骇然，急切地道，夫人，我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窦昭道，仪志也分内外院，正房又位于内院的正中，是个4进5间带着2个耳房的院子，从大门到垂花门中间还隔着个穿堂，10来丈的距离，若是有什么事，
他们还有机会退回来。夫人，素心和松罗异口同声，都反对他去。事急从权，我要看看情况才好拿主意，你们不要再磨磨蹭蹭耽搁时间了。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还要安排人去向严先生求助。素心自不必说，松罗也是经历过5年之事的，成熟稳定了不少，两人都知道窦昭的话有道理。素心招了素兰过来，松罗则拿了根垂花门的门栓，紧紧地跟在窦昭的身后。几个人一起出了垂花门，外面的叫骂声越来越清楚。窦昭停下了脚步，这不可能是英国公府的护卫，英国公府不可能招这么粗俗的护卫。他神色微变，顺天府有人劫狱，英国公府走水，陶器重和严朝清带着各自手下的护卫去救火，他遭人攻击，好像有双无形的手把所有的事情都串了起来。窦昭望着武夷及脸色涨得通红，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有办法阻止他摇摇欲坠的大门。陈生吩咐武夷想办法找几根木棍抵着大门，你们都退到垂花门，死守着垂花门即可。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通知严先生。素心和素兰虽然身手不错，可到底是女孩子，她身边也需要有人护卫，如果派其他的人翻墙出去，也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埋伏。窦昭脑子飞快地转着，和素心、素兰急步地退回了正院。松罗一路大喊，满院的人都知道有歹人攻击正院，甘露几个吓得脸色发白。卢毅家的和几个粗使的媳妇子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厨房里拿着菜刀、烧火棒之类的，七嘴八舌地围了窦昭。夫人，只要有您一句话，我们就和他拼了升官爵。我就不相信了，还有人敢在英国公府捣乱，很有些井底之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样了，哪里像是要去和歹人拼命的，倒像是富户人家去捉奸的仆妇。这么紧张的时候，看着眼前的情谊，窦昭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窦昭却是眼睛微涩，心情澎湃。他一生好强，越是生死关头，越是不认输。窦昭望着一张张或害怕、或激动、或愤然、或愤怒的面孔，心中豪情万丈。素心和素兰的身手虽好，却是他手中的底牌，他无意暴露。现在有了卢毅家这帮人，他可以肯定，以后英国公府的内院一定很热闹。如果说之前他还有几分害怕，现在却豪情万丈。好，他大声笑道，如果那些闯人敢闯进来，我们定叫他们有来无回。大家都不禁精神一振。窦昭站在正屋的台阶上，等武夷等人退到垂花门。空气中飘荡着大火燃烧后漂浮的灰烬，让人感觉呼吸不舒，有些窒然。他脑子不由灵机一动，卢毅家的，你领人快去把柴房的柴禾都堆放到院子中间点燃了。窦昭道，严先生他们看见这有火光，肯定会赶过来的。这样一来，也不用派人去报信了，节省了时间，又解了此时之围。夫人，好主意。卢毅家的眼睛都亮了起来，看窦昭的目光中充满了敬佩，而且其他的人见，对这次脱险顿时有了信心。一时间，正院群情激动，士气高涨。这正是窦昭要的，只要坚信自己能赢，才可能赢。那些丫鬟也自发地和粗使的媳妇们一起抱柴禾。虽然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却一切都秩序井然，大家都很有精神。跟着武夷退败下来的小厮们看了，心中大定。而武夷看见院子中的柴禾，他微微一愣，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他望向窦昭的时候，眼中难掩震惊。窦昭却顾不得这些，吩咐他，你带着人守着垂花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闯进来，你做得到吗？武夷神色一正，肃然抱拳，夫人，誓不辱命。窦昭欣慰的点头，吩咐他们用厢房那些笨重家堵了垂花门。那群歹人追了过来，又是亲的一轮撞击，听说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又是另一回来。那震耳欲聋的撞击声，粗鄙不堪的叫骂声，不仅让丫鬟小厮神色紧张起来，就是窦昭也担心不已，如果他们突破了垂花门，他们失去了障碍，拦无可拦了。好在很快卢毅家的就点燃了柴禾，熊熊的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丫鬟小厮的心。外面的人咆哮起来，这些臭娘们竟然想出了这样的招数，你们加把劲，不然我们就得无功而返。外面的人吼叫着，撞击得更厉害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窦昭望着松动的垂花门，感觉到火焰的热浪，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卢毅家的，我们院子里可有梯子？有。卢毅家的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仗势，先前的豪言壮志都被耳中传来的砰砰声击得快要冰消瓦解。他惊打起精神问道，夫人要这做什么？窦昭没有理睬他，而是问道，有几架？卢毅家的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道，有4架，1架在厨房。窦昭打断了他的话，道，
你去带着几个婆子烧锅开水来，要快，再派个人带着素兰去把4架梯子搬过来。卢一家的虽然不明白要干什么，但依旧恭敬的应是，带着人去烧水，素兰则指使着几个婆子搬了梯子过来。窦昭道：等会我们就往下浇开水，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像现在这样使劲的撞门。又鼓励大家，严先生他们肯定已经看到这边的火光了，应该很快就会赶过来了。夫人真是像诸葛亮似的。大家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纷纷赞扬着窦昭。窦昭盈盈的笑。烧水的卢一家的知道了窦昭的打算，上火的手更有劲了，很快就烧了2锅开水，小心翼翼地抬了过来。窦昭怕没把歹人烫着，先把自己的人烫着，让的手稳劲大的素心和素兰站在墙头倒水，又吩咐卢一家的继续烧，不要停。卢一家却舍不得走，直到看见素心和素兰把2架梯子并排放着，端着1锅开水爬到了墙头，嗤的一声泼了出去，门外发出几声惨叫，听到那些歹人气急败坏地喊着墙上小心墙上，拿根长棍子来，把人给我捅下来之类的啸叫时，他才屁颠屁地颠地回了厨房。等到卢一家的第3次送来开水的时候，外面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还有夏莲等人惊恐万分声音。夫人，夫人！窦昭松了口气。素兰兴奋地露出头去，朝着飞奔而来的一群熟人招着手。我们在这里。然后把开水和锅一起砸了下去。虽然被已要有所防备的那群人给避开了，但他还非常的高兴。等会得电话遥控指挥职工发文，但愿一切顺利。在下常武。门外的人客气地道，外面走了水，陶先生担心夫人，怕夫人这边有个什么闪失，特意让我等过来看看。戊午年宋宜春对宋末的那场杀戮，如同一块试金石，不仅试出了人心向背，而且试出了英国公府所有人的立场。英国公府和宜治堂对外是一家，关起门来是对头。英国公府走水，怎么不是严先生派人过来问候夫人，却是陶先生的人跑过来问候夫人，好不好？这不合常理呀，密驾。小厮不由困惑地望着武夷。武夷已暗叫一声不好，高声喊着松罗，跳起来就朝着紧闭的正院大门跑去。你快去通知夫人，就说陶器重那个老匹夫派了人来，想趁对夫人不利，让夫人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想办法给严先生报信。说话间，他的人已经像块石板似的，砰的一声撞在门扇上，快来帮忙，不能让那些人冲了进来。他用肩膀抵着门。世子爷对夫人的敬重，大家都看在眼里。若是夫人在他们手里出了个什么事，此时在正院的小厮们都不敢往下想。武夷的话音未落，他们就一个个跑了过去，学着武夷的样子，用身子死死地抵在了门上。外面听到动静，露出庐山真面目，不仅大大咧咧粗俗地骂起娘来，还用脚踢误击，撞开大门。松罗脸色发青，哪里还敢多留，使出吃奶的力气朝正房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道：夫人，不好了，陶器重趁乱要害你，你快藏起来。正在说话的窦昭和素心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踏着鞋子就跑了出来。出了什么事？窦昭望着在他面前喘着气的松罗，松罗忙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窦昭脸色一寒，心里却犯嘀咕，以上犯下，那可是大忌，陶器重不可能不知道。就算是宋宜春的吩咐，他难道就不怕脏了手？子孙后代都背上骂名吗？何况宋宜春此时还不在府里，到时候宋宜春两手一推，这件事就成了陶器重自己的主意。他对宋宜春有这么忠心耿耿吗？而且自己不过是宋墨的妻子，就算是死了，对宋宜春和宋墨之争又有什么逆转巳的影响吗？反而是宋墨可以拿这件事做文章，逼近宋宜春。素心闻言骇然，急切地道：夫人，我去看看。我们一起去。窦昭道。宜治也分内外院，正房又位于内院的正中，是个4进5间带着2个耳房的院子，从大门到垂花门中间还隔着个穿堂，10来丈的距离。若是有什么事，他们还有机会退回来。夫人，素心和松罗异口同声，都反对他去。事急从权，我要看看情况才好拿主意，你们不要再磨磨蹭蹭耽搁时间了，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还要安排人去向严先生求助。素心自不必说，松罗也是经历过戊5年之事的，成熟稳定了不少。两人都知道窦昭的话有道理，素心招了素兰过来，松罗则拿了根垂花门的门栓，紧紧地跟在窦昭的身后，几个人一起出了垂花门。外面的叫骂声越来越清楚，窦昭停下了脚步。这不可能是英国公府的护卫，英国公府不可能招这么粗俗的护卫。他神色微变。顺天府有人劫狱，英国公府走水，陶器重和严朝清带着各自手下的护卫去救火，他遭人攻击，好像有双无形的手，
把所有的事情都串了起来。窦昭望着武夷及脸色涨得通红，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有办法阻止他摇摇欲坠的大门，沉声吩咐武夷：想办法找几根木棍抵着大门，你们都退到垂花门，死守着垂花门即可。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通知严先生万事如意。素心和素兰虽然身手不错，可到底是女孩子，她身边也需要有人护卫，如果派其他的人翻墙出去，也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埋伏。窦昭脑子飞快地转着，和素心、素兰急步地退回了正院。松罗一路大喊，满院的人都知道有歹人攻击正院，甘露几个吓得脸色发白，卢毅家的和几个粗使的媳妇子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厨房里拿着菜刀、烧火棒之类的，七嘴八舌地围了窦昭。夫人，只要有您一句话，我们就和他拼了。我就不相信了，还有人敢在英国公府捣乱，很有些井底之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样了，哪里像是要去和歹人拼命的，倒像是富户人家去捉奸的仆妇。这么紧张的时候，看着眼前的情谊，窦昭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窦昭却是眼睛微涩，心情澎湃。他一生好强，越是生死关头，越是不认输。窦昭望着一张张或害怕、或激动、或愤然、或愤怒的面孔，心中豪情万丈。素心和素兰的身手虽好，却是他手中的底牌，他无意暴露。现在有了卢毅家这帮人，他可以肯定，以后英国公府的内院一定很热闹。如果说之前他还有几分害怕，现在却豪情万丈。好，他大声笑道，如果那些闯人敢闯进来，我们定叫他们有来无回。大家都不禁精神一振。窦昭站在正屋的台阶上，等武夷等人退到垂花门。空气中飘荡着大火燃烧后漂浮的灰烬，让人感觉呼吸不舒，有些炙然。他脑子不由灵机一动，卢毅家的，你领人快去把柴房的柴禾都堆放到院子中间点燃了。窦昭道，严先生他们看见这有火光，肯定会赶过来的。这样一来，也不用派人去报信了，节省了时间，又解了此时之围。夫人，好主意。卢毅家的眼睛都亮了起来，看窦昭的目光中充满了敬佩。而且其他的人见，对这次脱险顿时有了信心。一时间，正院群情激动，士气高涨。这正是窦昭要的，只要坚信自己能赢，才可能赢。那些丫鬟也自发地和粗使的媳妇们一起抱柴禾。虽然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却一切都秩序井然，大家都很有精神。跟着武夷退败下来的小厮们看了，心中大定。而武夷看见院子中的柴禾，他微微一愣，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他望向窦昭的时候，眼中难掩震惊，窦昭却顾不得这些，吩咐他，你带着人守着垂花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闯进来，你做得到吗？武夷神色一正，肃然抱拳，夫人，誓不辱命。窦昭欣慰的点头，吩咐他们用厢房那些笨重家堵了垂花门。那群歹人追了过来，又是亲的一轮撞击。听说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又是另一回来。那震耳欲聋的撞击声，粗鄙不堪的叫骂声，不仅让丫鬟小厮神色紧张起来，就是窦昭也担心不已，如果他们突破了垂花门，他们失去了障碍，拦无可拦了。好在很快卢毅家的就点燃了柴禾，熊熊的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丫鬟小厮的心。外面的人咆哮起来，这些臭娘们竟然想出了这样的招数，你们加把劲，不然我们就得无功而返。外面的人吼叫着，撞击得更厉害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窦昭望着松动的垂花门，感觉到火焰的热浪，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卢毅家的，我们院子里可有梯子？有。卢毅家的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仗势，先前的豪言壮志都被耳中传来的砰砰声击得快要冰消瓦解。他惊打起精神问道，夫人要这做什么？窦昭没有理睬他，而是问道，有几架？卢毅家的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道，有4架，1架在厨房。窦昭打断了他的话，道，你去带着几个婆子烧锅开水来，要快，再派个人带着素兰去把4架梯子搬过来。卢毅家的虽然不明白要干什么，但依旧恭敬的应是，带着人去烧水，素兰则指使着几个婆子搬了梯子过来。窦昭道，等会我们就往下浇开水，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像现在这样使劲的撞门。又鼓励大家，严先生他们肯定已经看到这边的火光了，应该很快就会赶过来了。夫人真是像诸葛亮似的。大家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纷纷赞扬着窦昭。窦昭盈盈的笑。烧水的卢毅家的知道了窦昭的打算，上火的手更有劲了，很快就烧了2锅开水，小心翼翼地抬了过来。窦昭怕没把歹人烫着，先把自己的人烫着，让的手稳劲大的素心和素兰站在墙头倒水，
又吩咐卢一家的，继续烧，不要停。卢一家却舍不得走，直到看见素心和素兰把2架梯子并排放着，端着一锅开水爬到了墙头，嗤的一声泼了出去，门外发出几声惨叫，听到那些歹人气急败坏地喊着墙上小心墙上，拿根长棍子来，把人给我捅下来之类的啸叫时，他才屁颠屁地颠地回了厨房。等到卢一家的第3次送来开水的时候，外面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还有夏莲等人惊恐万分声音。夫人，夫人！窦昭松了口气。素兰兴奋地露出头去，朝着飞奔而来的一群熟人招着手，我们在这里。然后把开水和锅一起砸了下去。虽然被已要有所防备的那群人给避开了，但他还非常的高兴。夏莲等人的到来，让危机四伏的形势没有任何悬念的急转直下，闯进驿堂的7个人死了2个，其他的全被生擒。颜朝卿的脸色可以冻死人。他看到窦昭没有什么事之后，立刻向窦昭借柴房。事出蹊跷，恐迟则有生变，还请夫人允许我立刻审贼人。窦昭也觉得速战速决的好，让卢一家的领着严先生和夏莲等人去了柴房，自己则指使着仆妇们清理院落。柴房传来几声悲惨的叫声，随后又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没有了声响。卢一家的从通往小厨房的转角出来，脸色苍白，神色惊恐。窦昭暗暗心惊，悄声和素心道：这要是弄出人命来，以后谁还敢到灶上当值啊？素心道：那我去提醒严先生一声吧。窦昭点头。有小丫鬟进来禀道：夫人，吕管事过来了。仪制堂的火光，英国公府的人也看到了，可对于他们来说，外院的火势比仪制堂更重要。所以陶器重不在，受命主持英国公府事务的吕正，在看到仪制堂的护卫丢下拆了一半的厢房，全都赶往仪制堂的时候，他想了想，还是决定来看看情况，慰问一番。窦昭正好想知道英国公府是否和这件事有关系。他在正厅里见了吕正，只带了2个小厮的吕正一路走过来，先是在仪制堂前面甬道看见了2具百目陌生的尸体，然后在正院看见了一堆水淋烧的柴禾。他又是个精明人，否则也不会成为宋宜春的心腹。吕正很快就意识到有人趁乱攻击了仪制堂，窦昭等人只得一边死一边放火报急，只是不知道这主意是谁出的，不仅聪明，而且有极致。不过这些贼人到底是从哪里冒来的，又是怎么闯进仪制堂的？有没有内贼和他们里应外合？仪制堂有没有把人全都抓住？若只是抓了其中的几个人，其他的人现在又都在哪里？一想到这些，吕正就觉是背心凉飕飕的。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世子爷肯定会很快就赶回来时，万一世子爷怀疑这件事与国公爷有关系，发起飙来，国公爷不在家，有谁能，又有谁敢拦着世子爷？吕正面如锅底，但他已经进了仪制堂，只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硬着头皮佯装惊讶地问窦昭：夫人，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还想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倒反问起我来。窦昭腹诽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吕正。关于谁出的主意放火、开水淋人之类的事，他则草草带过，没有深说。吕正听得汗如雨下，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窦昭的面前，急急地道：夫人，真是没有想到会出了这样的乱子，全都是小人们的错，一心只顾着救火，却让贼人给混了进来。只是不知道严先生从那些贼人嘴里都审出了些什么，有没有交代他们一共有几个人？怕就怕还有贼人藏匿在暗处，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出手伤人。这些贼人显然是通过英国公府进来的，陶器重不在，这个责任也就只能暂时由他这个管事担着了。无赖圣尊。窦昭见他虽然面露惊讶，眼底却有一丝惊恐闪过，心里越发的怀疑，语气也就越发的温和了。严先生那边还没有什么消息，府里的事恐怕还得麻烦陶先生和吕管事了。既然吕正这么说，不管这件事与宋宜春有没有关系，仪制堂之外的事，就由着他们去伤脑筋好了。两人正说着话，从武城兵马司借了人手来帮着灭火的陶器重回来了。听说仪制堂那边莫名其妙的走了火，严先生等人全都赶往了仪制堂，东边群房也烧了起来。那些住在东边群房的仆妇想着自己的儿女和财物，哪里还有心思灭火？不时有人偷偷的溜回家中安顿子女，以至于英国公府一片混乱时，他脸色大变，匆匆地交代了前来帮忙的副指挥使几句，就带着随从去了仪制堂。人人都知道国公爷和世子爷不和，世子爷不在家，若是世子夫人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只怕世人都人怀疑这件事与国公爷有关。国公爷虽然不喜欢世子爷，可这种明显会让他遇到非议的事却是不会做的。到时候他们可就是黄泥烂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路上，已有留在府里的心腹把仪志堂的事告诉了陶器重。陶器重暗暗叫苦。待到了仪志堂，正好严朝清也来见窦昭，他一把抓住了严朝清，就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似的。严兄，严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来啊？严朝清脚步不留，一面朝正房去，一面道：我正要去禀了夫人，你也跟着一道听一听吧。陶器重心里咯噔一下，脸色隐隐有些发青，跟着严朝清进了厅堂。夫人是沧州那边的一群流寇，在沧州那边待不下去了，来京都避风头。事态的发展也出乎严朝清的预料之外，看见你陪嫁的时候有一箱银票，就盯上了您的嫁妆，勾结了京都的几个闲帮，又花钱雇了2个游侠，谋划了劫牢和马棚走水的事。窦昭张口结舌，吕正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是世子夫人的陪嫁惹的祸，这下子总算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吧？只是他这口气刚刚舒畅，就听见严朝清道：据他们交代，这次一共有26个人偷偷地摸了进来，如今我们只找到了7个人，其他的人去向不明，这件事只怕还得陶先生拿个议，看怎么办好。陶器重不后悔，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听严朝清的，丢卒保帅，直接把东便群房拆2间厢房，阻火势的蔓延，那马棚烧了就烧了，重新再砌就是了。现在可好了，竟然有贼人闯了进来，这责任可就全都在他的身上的。而且还有19个人不知去向，他觉得自己就像落在了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还好5城兵马司派了东城兵马司1个司的兵力过来，他脸色阴得能滴出水来了。我这就去安排人手捉贼。又想着仪志堂的护卫有好几个身手高超、心细如发、缜密谨项之人，不由道也不能就这样让那些东城兵马司的人在家里乱窜，还请严先生借几个人，我帮着陪东城兵马司的人。不行。严朝清断然拒绝，在没有找到那些贼人之前，仪志堂所有护卫都必须留在仪志堂，保护夫人的安危。陶器重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和吕正灰溜溜地走了。严朝清知道件事可以做文章，他想到窦昭挟持宋末时的杀伐果敢，想到他刚才的凛然不拘，委婉地向窦昭解释道：夫人安危才是第一的，喜家有女。英国公府太大了，如果我有所隐瞒，万一真有哪个贼人藏匿在内院，太危险了。严朝清的话却让窦昭灵机一动，他笑道：从前那些贼人杀了英国公府的护卫，大家都不相信，说是世子爷杀的，现在又有贼人围攻仪志堂，这事情也太凑巧了。他的话严朝清眼睛一亮，道：我这就去办这件事。窦昭笑着说了声有劳先生了。严朝清恭敬的行礼，退了下去。等在外面的夏脸忙道：夫人怎么说？看着那脸都快要被烫熟，被他们很轻巧的就生擒了的2个贼人，他觉得窦昭就是戏文里说的巾帼英雄，对窦昭十分的佩服。严朝清把窦昭的意图一说，夏脸就忍不住抻出了大拇指，感叹道：世子爷娶了夫人，可真是如虎添翼啊。严朝清笑着点头，很赞同夏脸的话。2人就站在屋檐下，商量着这几天的仪志堂的防卫。宋汉带着2个小厮走了进来。我听说嫂嫂这边走了水，嫂嫂没事吧？他神色焦急，我一听到消息就赶了过来。严朝清和夏脸忙向宋汉行礼，丫鬟则去禀了窦昭。窦昭迎了出来，道：这个时候二爷怎么过来了？他训斥着宋汉的小厮：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有贼人闯了进来吗？如今还有19个人不明踪影，若是二爷有个闪失，仔细剥了你的皮。小厮吓得脸色发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宋汉也被窦昭的话吓着了，他拉着夏脸的衣袖：夏护卫，是真的吗？夏脸忙道：是真的，还有人没有找到。声音十分温和，二爷不应该这个时候来仪志堂的。宋翰林顿时不知所措起来。窦昭忙吩咐夏脸：你送二爷回上院。夏脸躬声应诺，陪着宋汉出了仪志堂。窦昭望着宋汉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了视线里，才回了内室，叫了甘露。这么大的火，我想府里没有谁睡得着的。你去请了大太太和大奶奶过来，说我有话要说。又低声交代了素心几句。甘露请了大太太和董事过来，两人看着守卫森严的仪志堂，齐齐松了一口气。大太太更是哭举着脸道：这是哪里来的毛贼，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真是想银子想疯了。窦昭端着茶盅，悠闲地喝着茶，任由着大太太发着脾气。他平静的表情莫名的就让董事一阵心惊。他拉了拉大太太的衣襟，提醒她窦昭并不感兴趣，让她少说两句。大太太抽抽泣泣地止住了哭声，一边拿着帕子擦着眼泪，一边偷窥着窦昭的表情。窦昭这才放下了茶盅，原来温和一沉，道：
看样子，大伯母已经知道有贼人觊觎我的陪嫁，竟然趁着英国公府走水之时浑水摸鱼进了二门，攻击了一制堂，欲对我不利的事了。这件事早已炸了锅。堂堂超一品的勋贵之家，曾经跟着太祖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之后，100余年来胜券不断，号称京都最显赫的簪缨之家的英国公府，竟然被贼人闯了进来，而且还有一大部分的贼人行踪不明，不知道是看着形势不对，偷偷的溜出了英国公府，还是藏匿在了英国公府的哪个旮旯犄角。陶器重还需要家中的仆妇帮着找人，想瞒也瞒不住。恐慌像风一样的吹遍了英国公府。大太太和董事被告诫不要出门，服侍他们的几个看上去身体粗壮的婆子都被叫去协助5成兵马司的人搜寻贼人，只有几个年纪不懂事的小丫鬟陪着他们。屋子里冷冷清清不说，几个小丫鬟更是吓得缩成了一团，抱在一起哭个不停，让留宿在英国公府的大太太和董事又惊又怕，后悔不己，生怕有贼人闯了进来。一听说窦昭找他也顾不得之前的下戏了，只盼着窦昭让他们能在护卫森严的一制堂里待到天亮，不想再回毫无设防的客房。听窦昭这么一说，大太太不住地点头，还顺着窦昭的话安慰着他：你不用担心，马上要天亮，等燕堂得了信，很快就会赶回来主持大局了。这是自然。窦昭冷冷地打断了大太太的话，眼睛盯着他，清澈的眸子顿时如利刃般闪烁着锋利寒光。你既然主持着英国公府的钟馗，陶先生要开了二门取水灭水，想必大伯母是赞同的了。大太太闻言打了个寒战，这斗士找他来，果然没有安什么好心。英国公府规矩大，内院岂能任人随意进出？白天二门有值守的婆子，等到落锁之后，除非有英国公府的对牌，否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人进出的，更不要说像这样敞开着二门了。这就好比一个贵族小姐突然被剥去了外衣，谁都可以打量两眼，品头论足一番。陶先生让职业的婆子给他传话的时候，他心里也有些犯嘀咕，可想到陶先生是英国公的幕僚，自己不过是代为掌管英国公府的对牌，如果外院真的被烧了，这个责任他可担当不起。再三思忖，他还是让开了二门。谁知道却是怕什么来什么，因为二门大开，有贼人混了进来，还差点伤到斗士。陶器重固然难辞其咎，他这个掌管对牌的人也一样撇不清。想到之前斗士粗鲁要叫嚣着要他交出对牌的事，大太太哪里还不知道窦昭的心思。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他敢说不吗？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斗士不是像他一样害怕的躲在屋里，却立刻想到和利用这件事逼他认错，逼他交出对牌。不说别的，就凭这份审时度势，放眼整个京都，能有斗士的这份果敢的人，他还想不出第二人。他不认错，斗士能放过他吗？说不定他出了这门，就会被当成贼人的同伙给绑了起来，安上个通贼的罪名。反正二叔和燕堂都不在家，陶先生等人又自顾不暇，谁会管他们婆媳啊？想到这些，大太太如打了霜的茄子似的蔫子，她苦笑着点头，推脱道：是我一时糊涂，觉得陶先生既然是国公爷的幕僚，他出的主意怎么会有错呢？不曾想偏偏就出了错。他说话间，有几个孔武有力的仆妇拿着棍子悄悄地走了进来，屏风似的站在了窦昭的身后，紧紧地盯着他，像他是个外事似的，一句话不对就要操棍子打人。这次可真是栽倒家了，不交对牌，瞧斗士这架势是要明抢啊！可交了对牌，二叔回来怎么会饶他？但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啊！既然斗士志在必得，自己何必再激怒他？拿定了主意，大太太话锋一转，道：我毕竟是小门小户出身，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吩咐董事：你这回去把英国公府的对牌拿过来，浑行天下。又满脸悔恨地对窦昭道：我无德无能，还请夫人主持英国公府的大局。与此同时，站在直房五廊下的宋墨望着英国公府的方向，神色凝重：你可看清楚了？他目光清冷，问因为发现异常情况前来禀告的侍卫，走火的是英国公府。属下看清楚了。侍卫恭敬地道：属下怕弄错了，还吩咐外面值守的人亲自骑马去打探了一番。英国公府不仅走火，而且还有贼人闯了进去。他说到这里，露出庆幸的表情，还好那些贼人被护院擒拿了，5成兵马司的人又及时赶了过去。如今火势已停，英国公府没有什么大碍，府里也只有4个护卫受了些轻伤。贼人？堂堂天子脚下竟然还有贼人，而且还赶到英国公府去打劫，说出去谁会相信？宋墨垂落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然后慢慢地背在了身后，好像这样就能掩饰他此刻的愤怒似的。窦昭现在怎样了？他有没有受到伤害？
有没有害怕？她才刚刚嫁到英国公府来，恐怕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她会后悔嫁给自己吗？她想到这里，心就像被针扎似的，细细密密，隐隐的痛，却忘了当初被窦昭挟持时的惊讶。这件事与父亲有没有关系呢？宋墨的脸色渐渐有些发青。发夫受之于父母，父亲可以伤害他，却不能伤害窦昭。他的眼睛里好像有团火在跳跃，半晌才道：我夫人可曾受伤？窦昭在内院，就算是受伤，这么短的时候，侍卫也很难打到，可他就是想问一句，好像这样，他的心才会好受些。侍卫不由抬头望了宋墨一眼，眉宇间闪过一丝困惑。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英国公府只伤了4个护卫，怎么大人还问他的夫人有没有受伤？但宋墨是他的上属，宋墨开了口，他自然得回答。没有听说夫人受伤的事。明明知道侍卫会这样回答，可当他听到的时候，心里却像激起了千层浪似的，眼角眉梢也在不经意间闪过一丝厉色，心中却暗暗后悔。早知道这样，当初他应该去丰台大营的。虽然离家里远些，却比宫里自由。不像现在，他和窦昭近在咫尺，却因为宫门紧闭，他没有办法安慰窦昭，甚至连句关心的话也不能说。该死！宋墨神色阴郁地低声咒骂了一句。众人以为他是为英国府走火的事恼火，正想上前安慰几句，有侍卫匆匆走了进来。大人，他恭敬地给宋墨行礼，道：大人家中的小厮传了话进来，说夫人安然无恙，家中井井有条，让大家只管放心。宋墨眼睛一亮，空气都跟着轻快起来。根源之路，大家纷纷上前恭喜宋墨。宋墨却沉思了片刻，去了乾清宫。皇上还没有起床，他在乾清宫里等了大半个时辰，殿宫才燃起了灯。又等了半个时辰，汪格才笑着出来宣他进去。皇上正端着碗粥，宋墨赤红着眼睛跪在了皇上面前。皇上，微臣想提前出宫。皇上愕然。宋墨一向是个识大体的孩子，从来不曾这样伤心委屈。皇上看了汪格一眼，见汪格也不知道，不禁沉声道：出了什么事？宋墨把家中走水进贼的事说了一遍。刚开始还不知道是谁家，只因离进宫太近，才派了人去打听。他的话还没有说话，啪地一声，华丽的祭红瓷碗摔在金砖上，碎成了片。反了，反了！皇上怒不可遏，太平盛世，竟然有贼闯进英国公府，顺天府是干什么？武成兵马司的又在干什么？他高声地喝着汪格，去，把顺天府尹和武成兵马司总指挥使给我叫进来。今天他们敢打劫英国公府，昨天是不是该打劫阵了？殿堂里落针可闻，宫女内侍吓得瑟瑟发抖。宋墨沉声道：皇上，请您允许我捉拿贼人。皇上取下多宝阁上供着的龙泉宝剑，哐当一声丢在了宋墨的跟前。给朕狠狠的查，看是谁这么大的胆，敢打劫功勋贵族，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是。宋墨磕头，拿着宝剑离开了乾清宫。窦昭和素心、素兰围坐在炕桌前，打量着紫檀木匣子里装着的梨花木对牌。这好像很普通嘛。素兰嘟挠着，摸了摸对牌，要是有人假冒，怎么分辨？又不是金楼里的银票，只认票，不识人。窦昭顺利地拿到了对牌，素心也很高兴，说起话来就比平时显得活泼了不少。对牌发出去，都是有数的。素兰笑道：所以夫人让大太太传话下去，明天一早要召了家中的仆妇在上院说话。素心笑着点头，这样一来，夫人就名正方顺了。素兰也跟着欢喜起来。窦昭笑着将紫檀木的匣子递给了素心，道：我们也都打个盹吧，明天还要好多事呢。素心和素兰两个高高兴兴地服侍着窦昭歇下，自己则抱了床被子歇在了临窗的大炕上。宋墨一路疾驰往英国公府赶，清脆的马蹄声不仅打破了京都清晨的宁静，而且让那些上朝的王公大臣们纷纷注目，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不一会，英国公府走火和进贼的事就传遍了京都。好端端的，哪里来的贼？在直房里等着上早朝的内阁首辅梁继芬皱着眉头道：他们这些功勋之后，不学无术不说，还整天只知道飞鹰走马，斗鸡遛狗，京都内城竟然敢纵马疾驰，这要是撞到了人怎么办？他出身贫寒，不太瞧得起那些二世祖。有季香之称的姚时中却和梁继芬恰恰相反，他不仅出身名门，而且妻族和母族都是世代为宦的名门望族，不太喜欢那些自诩风骨傲然的寒门子弟。他一向觉得梁继芬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而笑着对同样世家出身的何文道道：文道公如今还养蝈蝈不？我前几日得了
4金4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那蝈蝈养在里面，叫声极其嘹亮，如金石相击，又如浪拍水岸，很是稀罕。文道公哪天要是得闲，帮我鉴赏鉴赏。何文道是成了精的人，哪里不知道姚忠实在寒碜梁继芬？只是那梁继芬虽是首辅，却刚愎自用，不知迂回，中直有余，圆润不足，没有什么魄力，只知道拿了皇上压人。不要说老谋深算的姚时中和八面玲珑的戴建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就是何文道也不太视见他如，以至于内阁到今天还是一盘散沙，不像曾一分做首辅时一言九鼎，无人敢辩，也不像叶世培做首辅的时候世故圆滑，左右逢源。何文道也不太瞧得起他，加之姚忠实为人霸道，何文道不太想得罪姚忠实，因而笑着应了声行啊，道：那就下次休沐吧，正好没什么事。姚忠实就问起何玉来，今年的乡试考得不错，明年的春闱下不下场。何玉8月中了举人。提起这个柚子，何文道的神态都柔和了很多，他拢了拢其兄的美须，笑道：还是再读几年书吧，这孩子有点也。聪明的孩子都也，不像有些人只知道一味的读书，等真正入了世，却是武道不分，不谙世事。如今的科场真是让人担心啊。梁继芬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身材高大健硕的戴建和英俊儒雅的窦世书走了进来，已经派人去英国公府问了。平时温文尔雅的窦世书此时脸色也不大好看，这一次2次的闹贼，也不知道是贼闹的还是人闹得，只能等下了衙亲自去看看了。他知道戴建和汪渊交好，汪渊又是皇上的心腹，所以才当着戴建的面抱怨的。戴建笑道：元吉兄不必太担心，皇上知道后雷霆震怒，把翌日剑给了英国公世子，想必近日就会查个水落石出。倒是顺天府尹和武成兵马司，这次恐怕会要换人了。他听说英国公府出事后慢下脚步，就是为了等窦世书。内阁7人，姚时中和他水火不容，窦世书的2个弟弟都是何文道的门生，2家素来交好。窦世书和工部侍郎季颂又是姻亲，上次季家在宜兴大修水利，就得到了木川的支持。而且通过这件事，窦世书好像和木川达成了什么协议似的，2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共同进退，颇有些盟友的味道。他看中了顺天府尹这个职位，如果能得到窦世书的相助，有何文道和木川的2票，姚忠实也只能看着。梁继芬那就更不用管他了，如今窦世书抱怨，他自然得有所回报。下了衙我也和你一起去看看吧，京都出这样的事，我们都难辞其咎啊。一副痛心疾首样子。梁继芬的脸色已隐隐有些发青，他是首辅，有什么责任也是他的责任，戴建分明是在指责他失职。窦世书隐隐猜出戴建葫芦里卖原是什么药，但他无意被戴建当枪使。他佯装愕然的样子笑道：些许小事，怎好劳烦丽人兄？出了这种事，等会朝会，皇上10之89会提起，看皇上是什么意思之后，我们再商量也不迟。被委婉的拒绝，戴建有些不悦，但窦世书城府很深，且能隐忍不发，硬生生的把曾一分中意的王幼仪给踩了下去，偏偏看上去却是一副风光霁月的样子。他对窦世书还是有些忌惮的，倒不好流露出愠色，依旧热情洋溢的说了几句话。木川过来了。戴建笑着和木川打招呼，窦世书却坐在了梁继芬身边的太师椅上。梁大人，我等会多半要早点下衙。他笑道：家里出了点事，要去看看看。梁继芬不温不火地嗯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窦世书忍不住蹙了蹙眉头，他当着众人的面向梁继芬请假，是给梁继芬面子，也是主动向梁继芬示好。此时就算梁继芬对顺天府尹之职没有兴趣，也应该安抚他几句，让他不至于和戴建联手才是。可梁继芬却像对眼前的暗涌一无所知似的。窦世书知道大家都瞧不起梁继芬，可他向来觉得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越是这个时候，他越要和梁继芬交好才是。一旦梁继芬致仕，他推荐的人选接任首辅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他想起前几前自己的示好，也是这样被梁继芬不声不响地拒绝了。难道梁继芬对他有什么不好的看不？事情到底是从何而起呢？窦世书百思不得其解。他思忖着要不要哪天去梁府拜访，探探梁继芬的口气，有内侍进来禀道：各位大人，到了上早朝的时候。窦世书敛了思绪，和大家一起朝金銮殿去。武成兵马司的人也好，顺天府的人也好，在听说英国公府不仅走水，而且还进了贼的时候，都知道这件事不好收场了。特别是顺天府，在英国公府报案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立刻抽出人手来帮着灭火，武成兵马司都指挥立刻增派了2个卫所的人马前往英国公府，
顺天府尹干脆亲自到了现场，和陶器重一起指挥捉贼。英国公府从胡同口就开始戒严，所以宋末没有任何减速的意思。纵马冲的英国公府胡同的时候，撞倒的不是京都的黎民百姓，而是武成兵马司军事和顺天府的衙役。可大家没有一个人敢吭吭的。出了这种事，他们的脑袋现在都挂在裤腰带上，是死是活，也许就是英国公世子的一句话了。宋末跳下马背，直奔仪制堂而去。天色已经大白，宋末目光清亮，神色平静，可他抿着的嘴却透露着重无情的冷酷，让看到他的仆妇吓得腿肚子直打哆嗦，远远就眼眉顺目的贴墙站着，生怕自己落入了宋末的视线里。听说宋末回来了的吕正带着2个小厮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世子爷，世子爷！他拦着宋末，请留步，顺天府尹在花厅和陶先生喝茶，您是不是去打个招呼？他一句话没有说话，宋末啪的一马鞭就抽在了他的脸上。吕正哎呀一声捂住了脸，随后才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痛。他身后的小厮却看得分明，吕正的右脸肿了起来，一道鞭痕从他的右眼斜滑到嘴角，皮开肉绽，血淋淋，十分狰狞。不仅挨了一鞭，还破了相。小厮吓得脸色一白，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跪下！宋末冷冷的开口，清明的目光寒光四射。宋末从来不指使宋宜春身边的人。吕正差惊，就流露出些许的犹豫却。宋末的鞭子抽在了他的肩上，他疼得咧牙，不敢再有丝毫的怠慢，忙跪了下去。宋末一脚踢开了挡在他面前的吕正，径直朝着走。吕正这才感觉到了钻心的痛。宋末已进了仪制堂。世子爷，世子爷！仪制堂的护卫向宋末行礼，却依旧各司其责地守在原地。宋末这才觉得心里好受了些，也不管这些人只不过是仪制堂的护卫而已，急急地问道：夫人呢？夫人已经歇下了。有护卫笑道，说是早上要去英国公府那边，把妇仆们召集起来说几句话，严先生吩咐我们等会陪着夫人一起过去。宋末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里全是汗。已有护卫忍不住道：世子爷，可惜您不在家，没看见。夫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只带了几个小厮和群内院的妇人，严防死守，硬是没让那几个贼人闯进垂花门。宋末心中一跳，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个护卫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什么放火示警，什么开水烫人，一个个说的眉飞色舞。有这样的世子夫人，他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宋末脸上慢慢露出发自内心的愉悦笑容，灿烂的让天边的刚刚升起的朝霞都自惭形秽。护卫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宋末，不由得个个目瞪口呆，说话都没有了条理。得到消息的严朝清从旁边的书房走了出来。世子爷，他给宋末行礼。宋末眉眼间笑意盈盈，道：辛苦先生了。目光在他身后一扫，沉声道：还有人呢。严朝聊道：下脸拿着您的名帖去了顺天府，看能不能从官衙那边查到些什么。朱义成几个在附近搜查，确保仪制堂的安危。我怕静安寺那边听到了消息担心，派了武仪过去给窦老爷报平安。杜维和陆明那里却要等您回来。杜明是收集情报的，陆明负责训练仪制堂的死士。宋末满意的点头道：你到书房里等我，我去看看夫人。严朝清呵呵笑，看着宋末撩帘进了厅堂，这才转称去了书房。闹腾了一夜，快天亮的时候才歇下，大家都很疲惫了，因为外面有护卫守着，所以这觉睡得格外的踏实。直到宋末进了宴席室，素心才惊觉地坐了起来。谁？他警惕地低喝，素兰也被惊醒了。看见是宋末，素心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整个人都松懈下来，原来是世子爷。还好怕有人进来，自己和妹妹都是合衣而睡。素心暗暗庆幸着，和素兰起身给宋末行礼。宋末目不斜视，微微颔首，直了内侍。素兰张大了嘴巴，低声道：姐姐，小姐嫁给他之后，他怎么办成了这样副模样？他不会对小姐也冷冷淡淡的吧？闭嘴！素心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管教这个妹妹了。她的，她是你叫的吗？跟您说多少次了，要叫夫人，你怎么总是不放在心上？你今年都18岁了，还以为自己小孩子啊？你要是还这样不听话，我就让夫人把你送回真定去，也免得你整天不着调的给夫人惹祸。素兰嘟了嘟，素心不由一声长叹。转眼间妹妹已经18岁了，可婚事还没有着落，也到了给妹妹说亲的时候了。等过2天夫人不忙了，自己和夫人说说这件事。他吩咐素兰，既然世子爷回来了，夫人很快就会起床洗漱了，你让人准备好热水，自己则把被褥卷了抱回了屋。
窦昭没有素心那么好的警觉性，他睡得正沉。宋墨站在床边，仔细地打量着窦昭。他侧身躺在床上，细腻的皮肤像初冬的雪，红润的面庞像早春的梅，连空气中仿佛都飘荡着冷冽却让人觉得恬静的气息。宋墨轻轻地蹲下身子，窦昭的眉毛又浓又黑，眼角微微上扬，显得有些骄傲，却又极其漂亮。他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眼睛是这么的好看，这让他想起他们的欢好的时候，他看着他，波光粼粼，如3月潋滟的光。宋墨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又亢奋起来。这个时候，他不是想着怎样安慰窦昭，满脑子竟然是和窦昭在一起的起念。宋墨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压在了那些不该出现的念头，却情不自禁地轻轻地触了触他的眉毛。窦昭一下子被惊醒，他眨着眼睛，有种惺忪的茫然，如同毫无防备的孩子。宋墨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谁又是天生的杀伐果敢？不过是环境相逼而已。窦昭在娘家的时候已经很艰难了，嫁给了他，不仅没能得到幸福安宁，反而要跟着他担心受惊，比在嫁家的时候还不如。如果当时窦昭有那么一点点的迟疑，如果严朝清他们晚来了一会，窦昭被那些贼人所趁，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他想想就觉得指尖发凉。醒了，宋墨声音有些沙哑地道，手伸进被子里握住了窦昭的手。窦昭看清楚眼前的人，神色就更轻松了。你回来了。太累了，他一时懒得起床，就这样躺着和宋墨说着话。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宋墨看上去若无其事，心里肯定不好受。他回应着，也握住了宋墨的手。宋墨把脸埋进了被褥里。对不起，都是我没把事情处理好，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种事了，我保证。被褥散发着不知名的清香，沁到人的肺腑里去，让宋墨觉得眼睛发涩，又湿漉漉的。窦昭在心里暗暗叹息，不知道该赞扬蒋夫人把宋墨教养得太优秀，还是该嗔怪蒋夫人把宋墨教育的刻板出了什么事。宋墨必定第一个从自身找原因。可这一刻，望着宋墨如墨的发丝，有些沮丧的模样，他真心希望宋墨不要总是这么坚强，偶尔像个二世祖那飞扬跋扈，也许他看到了心里会更好受一点。这关你什么事啊？窦昭笑道，语气轻快而随意。我听严先生说了，是沧州来的一群亡命之徒，听说我的陪嫁丰厚，所以才铤而走险的。宋墨抬起头来，眼角微微有些泛红。如果我有足够的威望，何以不能威慑群小？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没本事，不以保妻而以周全。再这样自责下去，只会让人越来越沮丧。好了，好了，窦昭嗔道，这本是我嫁妆惹出来的祸，再说明白点，是父亲临时家的那一台银票惹的祸。你都不知道外面传成怎样了，说那一台银票足足有20万两，这才引得人觊觎的严先生已经派人去给我父亲报信了，以父亲的性情，他肯定会赶过来的。你要是当着他的面这么说，他会比你还自责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自责有什么用？你还是快点想想滋养亡羊补牢吧。我现在一想到还有19个匪徒不知道在哪里，就背心发凉，坐立不安。他转移着宋墨的视线，燕堂，这件事你得亲自过问才行。其他的人我总觉得不那么靠谱，而且我还拿到了英国公府的对牌。他说到这里有些兴奋，相比上一世的小心算计，窦昭婉喜欢现在的蛮横无理。他索性坐了起来，道，我等会要照了家里的仆妇说话，如果你能在之后确定家里是安全的，我们就能很快在家里树立威信，就算是公公这个时候得了信赶回来也晚了。你觉得如何？宋墨见他只穿了件中衣，先给他披上了小袄，这才道，你放心好了，皇上知道了这件事，雷霆震怒，把太祖皇帝用过的一把佩剑给了我，让我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我不可能天天待在府里，也不能就这样把你扔在英国公府里。他说着，神色渐凝，眼底也闪过一丝厉色，显得有些阴郁。那些贼人必要全部找到，昨天晚上的事也要有个交代。他前一世的杀戮重，窦昭最怕他重蹈覆辙。他劝他，不相干的人就不要理会了，免得坏了你的名声。我知道了。宋墨微微的笑，在晨光中无限的美好。窦昭被亮闪闪的晃了一下，心里不由感慨，还好自己两世为人，有些事看得比较淡了。如果是上一世遇到宋墨，日夜珠玉相对，就算是心智再坚韧，恐怕也会渐渐自惭形秽。他摇了摇头，把这些念头赶走。素心进来禀道，世子爷，东城兵马司的指挥使求见。说是武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被叫进了宫里，如今群龙无首，还要请世子爷去拿个主意。宋墨冷笑，应该是皇上说过的话传了出来，那些人怕被牵连，急着向自己示好，正好自己也有事要他们办。
他站起身来望着窦昭的时候，神色却非常的温和。寿姑，我去看看，最多1个时辰，我就把拉网似的把英国公府搜查一遍，你再睡会，到时候再接手府中的钟馗也不迟。窦昭点了点头，道：你去忙你的吧，有什么事我会让小厮们去禀了你的。宋末出了内侍。窦昭叹气，武成兵马司都指挥使和顺天府尹这次要遭殃了，活该。素心想起来就觉得后怕，心里不禁有些埋怨，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每天和这些盗贼打交道的吗？京都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生面孔，他们却一无所察，丢官也是应该的。能让素心发怒，可真是难得。窦昭抿了嘴笑，洗漱了一番，去了书房。欲善其器，必先善其器。他既然想掌管英国公府的内院，就得事先做点准备才行。窦昭从书房的暗格里把他之次收集到的现在英国公府管各屋管事嬷嬷的名单和蒋夫人主持英国公府时各屋管事嬷嬷的名单对比着看了良久，这才把名单放回了原处。早膳他就在书房里用的，用完了早膳，大太太婆媳过来了。或许是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顿，或许是一夜没有睡觉好，大太太婆媳看上去都非常的憔悴。窦昭笑着问他们有没有用早膳，寒暄了2句就去了上院。蒋氏平时就在上院的花厅里处理家务事，花厅离仪制堂不远，从斜巷进了上院，沿着西边的抄手游廊过1个月洞门就到了。花厅四周种满了各式的竹子，建种着几株夹竹桃和月季花，景色优美，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斜翠轩。英国公府内院的管事嬷嬷都到了，正站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看见大太太、董事和一帮丫鬟媳妇子簇拥着窦昭走了进来，顿时鸦雀无声。窦昭闲庭信步地进了花厅，和大太太分主次坐下，小丫鬟上了茶水。素心从隔扇4开花厅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请了诸位管事嬷嬷议事。花厅5间无柱，靠着墙放了一溜太师椅，这些管事的嬷嬷却没有资格坐。他们站在花厅的中央，大太太只说家中有争事，不能再主持英国公府的钟馗，奉了英国公之命，对牌就交给了窦昭，以后大家有什么事就请窦昭示下。说着，当着众人的面将装着对牌的紫李木匣子交给了窦昭。主持了1天的钟馗，手中的对牌都还没有捂热乎就交了出去。联想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谁相信大太太家中有急事，又有谁相信把对牌交给窦昭是英国公的意思？可谁又敢出头去质问窦昭和大太太？窦昭示意素心接过装着对牌的紫檀木匣子，笑着对大太太道：我才刚进门，和府里的管事嬷嬷都不熟，还要烦请大伯母引荐引荐。事已至此，自己再给他难堪，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大太太在心里暗了口气，把各房的管事嬷嬷介绍给窦昭。窦昭通过这番介绍，也算是和各房的管事嬷嬷都打了一个照面。但他心里不禁暗暗有些奇怪。自从蒋夫人去世，宋宜春的人一直掌握着英国公府的后院。宋宜春和宋末反目之后，英国公府曾经被清洗，服侍过蒋夫人的仆妇不是被杀就是下落不明，或者是被打发了出去。可从前跟着蒋夫人的这些管事嬷嬷虽有变化却不大，有些换了人，有些却依旧做着管事嬷嬷。不过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别，就是比较年轻，凡是年长的都换了人，凡是年轻的都留了下来。宋宜春是不想引起人的注意，还是别有蹊跷呢？窦昭轻轻地扶着茶盅里的浮叶，静静地喝了口茶，继续听着各房的管事嬷嬷禀事里，在大太太的身后的董事瞥了姿势优美的窦昭一眼，心里又苦又涩。昨天晚上她和婆婆一筹莫展，几乎一夜未眠，不知道怎么跟二叔父交代。还有公公那里，只怕还不知道他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她不由得心中一紧，公公肯定会责怪她和婆婆办事不力。婆婆和公公是结发夫妻，公公最多也就是说，这责任恐怕最终还是要落在他的头上。董事的脸色有些苍白，听见窦昭问这个皮肤白皙、相貌周正的妇人：你是管着二爷屋里的陈嬷嬷？那妇人忙屈膝行了个礼，应着是，态度十分的恭谨。窦昭就问了问宋汉每月的月例是多少，名下有几个丫鬟、几个小厮之类的话，和问灶上管事妈妈灶上每月开销多少。灶上的婆子几个，帮手的几个一样，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也没有疏忽怠慢之意。陈嬷嬷不由松了口气，看着新夫人进门不过10几天，就不动声色地把英国公府象征着管家权力的对牌拿到了手里。要说新夫人像现在表现的这样温和有礼，打死她也不相信。偏偏她分管着二爷屋里的事，国公爷交代过，
不允许世子爷插手二爷屋里的事，他真怕新夫人盯着二爷屋里的事问个不停，被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告到了国公爷那里，而新夫人拿到了对牌，叫了他去问话，又是天经地义的，到时候他可就左右为难，两边不是人了。不过世子爷既然掌握了内院，肯定会插手二爷屋里的事，他迟早两边不是人。想到这些，他嘴角泛起一丝苦笑。窦昭今天不过是和这些管事的嬷嬷们见个面，打量了陈嬷嬷几眼，就转移了注意力，继续问着其他嬷嬷的话。而此时的宋嬷却神色淡色地坐在花厅的太师椅上，沉默地望着东城兵马司的指挥使和陶器重。就在2刻钟以前，见宋嬷派了自己的人重新搜查英国公府，他再次拍着胸脯表示，我们和顺天府的封锁了附近的胡同口，还派人通知了容易被盗贼们混进去的几家大户人家，在顺天府学附近捉到了3个人，在剪子巷那边捉弄到2个，在安定门大街附近捉弄到了4个。他们交代，他们一直有人在望风，见一志堂那边失事，他们立刻按原计划3、3两两的逃出了英国公府，此刻不是暂时藏匿了起来，就是逃出了城。言下之意，该搜的地方他们都搜了，英国公府不可能有贼盗。宋嬷犯不着再派一志堂的护卫挨门逐院的搜查，不过是白白的浪费时间罢了。可现在望着被宋嬷的护卫从水井的吊桶里和客房的横梁搜到的2个盗贼，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上次就朝着2个五花大绑的盗贼踢了2脚，大声喝道，来人啊，把这2个匪徒给我好好的松松骨，问清楚他们的同伙都去了哪里。宋嬷没有作声，看着东城兵马司的人把2个盗贼拎了下去。东城兵马司的指挥使忙朝着宋嬷依了依，道，世子爷，那我下去讯问去了，一副溜之大吉的模样。宋嬷微微的笑道，去还是打听打听现在的5城兵马司谁负责吧，我想见见你们的都指挥使。东城兵马司听着一愣，随后急了起来，难道因为这件事他们的都指挥要换人了？那他会不会受到牵连啊？东城兵马司指挥使顾不得和宋嬷寒暄，急急的应当一声就出了花厅，直奔英国公府的大门，叫了跟过来的东城兵马司的佥事，你快去跟都指挥使大人禀告一声，说英国公世子爷要见他。佥事张口正欲说什么，东城兵马司的指挥使已不耐烦地道，废话少说，你快去就是了。佥事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都咽了下去，急奔5城兵马司的署衙，谁知道却得到消息，说5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已经进了宫，还有些书记、主簿在那里窃窃私语，议论着都指挥使能不能全虚全已的回来。佥事这才意识到英国公府走水进贼的严重性，他转身就赶回了英国公府，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了东城兵马司指挥使。东城兵马司指挥使倒吸了口冷气，知道宋嬷这是在警告他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东城兵马司指挥使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花厅，脸色通红的给宋嬷行礼，世子爷，我们都指挥使不在，您有什么事吩咐在下就是了。宋嬷任由东城兵马司指挥使站在那里，细细的品了几口茶，见东兵马司指挥使神色惶恐，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这才慢慢地道，我正好有件事要你帮忙，这些盗贼胆大妄为，若是逃出了京都城还好说，就怕这些人贼心不心，悄悄地藏在什么地方，准备伺机再次打劫。京都仍经济重地，不仅王公勋贵多，而且达官显宦也多，万一有个什么乱子，我奉了皇上之命追查此事，你们有守卫之责，到时候都脱不了干系。东城兵马司指挥使擦着额头的汗，世子爷的意思，我要借用你们5城兵马司的人手，全城搜查。宋嬷神色平静地望着东城兵马司指挥使，语所依旧如刚才让他去请5城兵马司都指挥使时一样的平淡，你这就去把5城兵马司的几位指挥使请来，我有话要说。全城搜查，没有皇上的圣旨，谁敢搜查，一不小心，锦衣卫的还以为你要造反。他只觉得额头的汗更多了。世子爷，这全搜查，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的脑袋还能不能长在脖子上还两说，他哪里还敢向宋嬷要圣旨？可若是没有个凭证，搜查的人可是5城兵马司的，到时候他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一直被宋嬷瞥在旁边不理不睬，只好自顾自的喝茶的陶器重也吓了一大跳，忍不住道，世子爷，这件事只握还要从长计议。若是大人觉得为难，宋嬷自顾自地打断了陶器重的话，仿佛屋里没有陶器重这个人似的，我就让其他的人去请另外几位兵马司指挥使了，大人可以带着东城兵马司的人回衙门去，也好经其他司的人挪位置，恐怕会连自己的乌纱帽一起挪没了吧。可若是去了，大家多半会误会这主意是他出的。
东城兵马司指挥使暗暗踩脚，在心里喊了声罢了，请就请吧，背黑锅就背黑锅吧。英国公世子爷手边还放着把太宗皇帝曾经有过的宝剑，先把命保住了再说。他去请了其他几位兵马司的指挥使大人过来说话。等武城兵马司的人过来，顺天府的同知也到了。听宋默说要全城禁戒，全城搜查，几个人都傻了眼。武城兵马司的指挥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顺天府的同知却站了起来，朝着宋默拱手。谨听吩咐。他刚刚得到消息，顺天府引被紧放卫官进了诏狱。兵马司的几个指挥使都是富玲珑心肠，见顺天府的同知的态度，都知道事情有变，忙纷纷承诺。不一会，整个京城都动了起来。武城兵马司指挥使被锦衣卫官进了诏狱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武城兵马司的5个指挥使的耳朵里。窦世英面如金纸的从静安寺胡同赶了过来。岳父，宋默忙迎了上，给窦世英行礼，抬头却看见了面色阴沉的跟在窦世英身后的季勇。宋默慢慢的挺直了脊背，两人这样对视了半天，并没有打招呼。窦世英心急如焚，哪时会注意到这些？他急切地问着窦昭的情况，有没有受伤？现在哪里？听说那些盗贼是冲关窦昭的陪嫁来的。说到这里，他又愧又疚，问宋默、燕堂能不能对外面的人银票早就存到了银楼里，银楼里也请了很多身手高超的护卫，等闲人别想从他们的手里讨了好去，保险。好。宋默笑道，请窦世英去书房里坐，出了这种事，家里有些慌张，寿姑正和府里的几个管事嬷嬷说话，安心人思。这个事办得好。窦世英夸奖起宋默来。宋默谦虚的笑。大家分主次坐下，宋默亲自给窦世英沏了壶上好的铁观音。冰火中文，醇厚的茶香安抚了窦世英焦虑的心情。他想到来时在英国公府门前看到的那些武城兵马司的人，不由道：那些盗贼都捉到了吗？闯进英国公府的全都捉到了。宋默很有技巧的粉饰太平，起身给窦世英续了杯茶。其他的人，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的人正在追捕。窦世英松了口气。季勇却道：英国公府乃是我朝第一勋贵，英国公又贵为武军都督府前军长印都督，妹夫你则是金吾卫前卫指挥使。那些盗贼竟然还敢跑到英国公府来翻墙越货，这些盗贼能够想到调虎离山之计，怎么就不想想万一失败的后果，而且还正巧凑在了英国公和妹夫都不在家的时候，这可真是奇怪啊。话说到最后，以喃喃如自问，却让窦世英的心弦紧紧地绷了起来。燕堂，是不是你们得罪了什么人啊？窦世英迟疑道，亲家和你的行踪应该不是普通的人能掌握的吧？那银票的事也传得邪乎，怎么突然就变成了10万两？看到季勇的那一刻，宋默就知道麻烦来了。可他从来不是个怕麻烦的人。这件事是我大意了。宋默诚恳地向窦世英道歉，寿姑和我的婚事决定的匆忙，我怕那些好事之徒搬弄口舌，听到有人夸张寿姑陪嫁的时候，也就没有阻止。原想着世人都是先敬衣裳后敬人，如果能因此而让寿姑少麻烦，也未必不可，却不曾想把贼给召来了。季大人说的话我也考虑到了，寿姑在上房里照那些管事的嬷嬷说话，有稳定人心的意图，也是为了把那些管事的嬷嬷们拘在上院的花厅，我好派了人手去调查这些人近日的行踪。又道，我年纪轻，经历的事少，岳父大人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要长，您看我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您也提醒提醒我，我亡羊补牢。这就吩咐人去办，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寿姑的周全，他们今天能泄露我和父亲的行踪，说不定哪天就能泄露寿姑的行踪。论起这些具体的事物，窦世英比高升还不如，他就是想给宋默提个醒，也得先找到宋默的不足才行啊。他能有什么建议？倒是见宋默坦诚恭谦，他不由暗暗点头，肯定着宋默。你考虑得很周到，有你和武城兵马司的人打交道，我很放心，没什么提醒你的。吉勇被梗得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宋黑只当没有看见，继续温声和岳父说话。寿姑这是第一次照了家里的管事嬷嬷说话，可能时间有点长，你先尝尝我这茶，是前些日子延安侯世子汪大海送过来的，说是今年的秋茶。我尝了尝，觉得还不错。寿姑说您喜欢喝铁观音，我正寻思着过些日子给您送些过去。看样子寿姑和女婿相处的不错，还讨论他喜欢喝什么茶。女婿也不错，想着要送些茶给他尝。窦世英思忖着，决定不告诉宋默自己最喜欢的是信阳的毛尖，反正自己也不是个固执的人，到时候女婿在场的时候喝铁观音好了。宋默却在心里暗暗地向岳父赔着不是。他和窦昭成亲不过11天，他就有一半的时间在宫里，
和窦昭在一起的另外一半时间里，他满脑子都在想窦昭喜欢些什么，不喜欢些什么，怎么才能和窦昭相处得更融洽，哪里有心思关心别的人和事。他不过是看着窦昭喜欢鹤铁观音，所以大胆地猜了猜，没想到竟然蒙对了。看来以后要和福建都司那边的人拉关系了，以后少不得要常往静安寺胡同送铁观音。翁婿俩相视而笑，各想各的心情。宋墨更是不想让吉勇这乌鸦嘴影响到窦世英的情绪，就跟窦世英讲窦昭是怎样充气祖保帅，让小厮们退到垂花门遇贼，又是怎样点了柴禾报警，怎样用开水把那几个试图抢劫的贼倒淋了个皮开肉绽，让那些贼盗不敢肆意攻击垂花门。他开始还只是想吸引窦世英的注意力，不给吉勇胡说八道的机会，可后来越说却越觉得窦昭了不起，不仅性格大方，而且智勇双全，是个不可多得的奇女子，她的语气里也就渐渐渲染了几分敬慕。窦世英本是个对儿女情长十分敏感的人，到了此时哪里还听不出宋墨言中之意，他不由乐得呵呵直笑，合不拢嘴。这样的窦昭是吉勇从来不曾见过的，他听得有些目瞪口呆，心里却隐约有个念头，窦昭就像块宝石，越打磨就越精美，越耀眼，越璀璨，越美丽，或者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会让窦昭折射炫目的光彩。可这念头一闪而过，很快就被吉勇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忽视掉了。没想到四妹妹竟然受了这么多的苦。吉勇叹道，还好老天有眼，让四妹妹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问宋墨，不知道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都有些什么打算？现在离事发已经有2、3个时辰了吧？那些盗贼就是再没有脑子，事情败露了，总会知道要避避风头吧？京都这么大，他们若是执意要隐匿，这人恐怕不大好找吧？京都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武城兵马司和顺天府总不能天天为这件事盘查过往京都的人吧？若是哪天那些人发起狠来，再次打劫英国公府，那可怎么办？他的话又让窦世英着急起来。季大人可能还不知道，宋墨表情寡淡，原武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和顺天府的府尹都下了诏谕，左军都督东平伯兼了武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他把人事的变化简明扼要地告诉了季勇。我已经让人去东平伯府递了帖子，到时候再和东平伯、黄大人一起坐下来协商。不过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把京都的三教九流都整顿一番才好，也免得那些盗贼不知道天高地厚地再次出来抢劫。窦世英听得张口结舌，好一会才道，顺天府尹和武城兵马司都指挥使都换了人，满脸的震惊。宋墨道，东平伯去了宫里谢恩，还没有出宫，他一出宫应该就会过来。吉勇却看不惯宋墨这看似低调时则张狂的模样，他道皇上是觉得那些盗贼打了功勋贵族的脸，不严加惩戒，不足以威慑宵小。窦世英不住的点头，还庆幸道，燕堂，这也是你们的运气好，你要抓住机会，想办法抓住几人上盗贼，狠狠地惩治一番，以后也就没有人敢打英国公府的主意了。宋墨笑着应是，吉勇只得暗中叹了口气。一群丫鬟婆子簇拥着窦昭走了进来。寿姑。窦世英上前打量着女儿，见女儿一副安然无恙的模样，不由颔首微笑。窦昭心中微酸，您怎么来了？他扶着父亲，看见了吉勇，吉表哥。他笑着和季勇打着招呼，没想到你也会来看我，你这些日子可好？他大大方方地问候季勇。吉勇缩了宋墨一眼，见宋墨笑容淡定地站在一旁，仿佛对些事毫不介怀似的。吉勇微审，和窦昭说着，外面都传遍了，说有江湖大盗觊觎你的陪嫁，还说什么他们没有抢到银子，就在英国宫放了一把火，七叔父急得不得了，正好我也听说了，赶过来看你，就和七叔父一起进来了。这流言蜚语让窦昭有些啼笑皆非。宋墨却道，这传言传得好，我们正好可以放出风去，就说那些银子被盗贼抢了，也免得再有人打你的主意，此计甚好。窦世英赞道，又有些迟疑，如果说银子被盗，去顺天府报案的时候就要写在状子里，这恐怕不大好吧。宋墨笑道，我会和东平侯、黄大人说，是为了让那些盗贼走投无路的权宜之计。10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如果那些江湖上的亡命之徒发现那些贼盗竟然偷了10万两银子，就算他想放过那些贼盗，就是那些亡命之徒也不会放过那些贼盗。一群被追杀的贼盗哪还有心思打英国公府的主意？窦昭朝着宋墨笑了笑，和父亲坐了下来。英国公府守卫森严，这次不过安逸久了，被宵小所趁，他不以为意地向父亲说着府里的事，外院也不过是烧了个马棚，几间厢房没什么事，重新修缮一番就行了。燕堂已经告诉过我了。
窦世英笑吟吟地望着女儿，或者是听了宋墨的讲述，他总觉得女儿好像和平时有些不一样了，好像比在静安寺湖的时候更漂亮，更从容了。窦世英忍不住笑了起来，自己亲自出马，立刻就解决了女儿的婚姻大事，不像舅母娘，到今天也没有把张如嫁出去。想到这里，窦世英就有点小小的得意。几个人坐在书房里说了话，窦世英想知道的都已经知道，就起身告辞。我来的时候，你舅母和表姐非要跟过来，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一番情景，没敢让他们跟过来。还有你六伯母正派了人过来问我，我还要回去给他们报个信，让他们也安心。窦昭觉得有些遗憾，您第一次来，连个饭也没吃，来日方长，来日方长。窦世英却很满意自己的此行，等你回门的时候，我在和宴堂好好的喝几盅。宋墨和窦昭送窦世英和季勇出了英国公府。回忆制堂的路上，宋墨问窦昭，事情还顺利吗？窦昭想起大太太婆媳离开时狼狈的身影，不由微微的笑了起来。不过是和各房管事的嬷嬷见个面，又没有打算抓着后院不放，彼此倒客客气气的。英国公府毕竟是英国公的，管家的权利他随时能收回去。窦昭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宋宜春知道，不管他想把英国公府主持钟会的权利交给谁，没有宜志堂的同意，都别想坐稳这个位置。他问宋墨，华家的事可有什么动静？他们俩口子说话，丫鬟小厮自然不敢靠得太近，都远远地跟着。宋墨还是压低了声音道，华家长子任秋玲迁户所迁户的公文已经发往了魏州，他眼底闪过一丝寒意。不过那户人家的老太太也决定亲自去京都来靠御状，暂且让华家高兴高兴。从山顶落入谷底，比较精彩。一个老无所依的妇人竟然赶到京都来告自己正三品的大员，是个人都会怀疑这妇人是受了人指使。窦昭不禁道，你小心点，可别把自己给牵扯进去了。如果被有心人利用，会让人以为宋墨针对的是长兴侯和安陆侯。宋墨现在还年轻，根基不稳，不宜树敌过多。宋墨毫不车畏惧道，就算有人怀疑老太太后面有人指使，也不打紧。事情闹大了，拔出萝卜带着泥，你以为吏部和兵部有几个人是干干净净的？他们只会就事论事，快刀斩乱麻的把眼前的事平息了。万一他们真的发现是我指使的，也不打紧，正好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不定华家很快主动退亲，还省了我之后提点他。前世的印象太深刻了，窦昭向来觉得宋墨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闻言不由得颔首。远远的，宋汉丢下簇拥着他的小厮跑了过来，哥哥，哥哥，你可总算回来了。他抱住了宋墨的胳膊，眼角闪动着水光，神色很不安地看着宋墨。家里走了火，还有盗贼趁机闯了进来，淘气重却什么也不知道。他抱怨道，我跑去看嫂嫂，哥哥的护卫都守护着嫂嫂。他飞快地缩了窦昭一眼，见窦昭只是静静地站在宋墨的身边微笑，他顿时松了口气，却没有看见宋墨脸上一闪而逝的迥然。自己只顾惦记着窦昭好不好了，却忘失去母亲的疼爱，又被父亲粗暴相待的胞弟，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宋墨揽了宋汉的肩膀，一语双关地笑道，等父亲回来，我会跟父亲说的，派几个护卫给你。他的话还没有说话，宋汉已惊喜地道，真的吗？那我岂不是像哥哥一样有了自己的护卫？他拉着宋墨的手撒着娇，哥哥，我要比你的护卫还厉害的护卫。这是小事。宋墨呵呵笑道，我会帮你留意的。宋汉咯咯的笑，笑容十分的欢畅，像晨曦中的太阳，带着些许的暖意。这是宋汉吗？是那个被宋墨斩断了四肢哀嚎而亡的宋汉吗？窦昭只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有小厮追着个身影一路小跑着走了过来，窦昭定睛一看，竟然是顾玉。宋墨和宋汉也看到了，宋墨笑望着顾玉，宋汉小声地嘀咕了几声，宋墨没有听见，窦昭却听得清楚。他嘀咕的是他怎么来了，语气中有着没能掩饰住的厌恶。窦昭装作没有听见，天赐哥，家里怎么会走了水的吗？顾玉满头大汗，神色有些惊慌，家里有没有人受伤？他说着瞥了眼窦昭和宋汉，见两人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长长地松了口气，神色也渐渐平和起来，道，那些贼倒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昨天跟汪大海去喝酒了，寅时才回家，朦朦胧胧听说你们家走水了，这才赶过来。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应该是跟邵文吉的假吧？皇上知道了吗？皇后娘娘知道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进宫一趟？那些武成兵马司的人灌人推诿，顺天府也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指望着他们帮着追贼，还不如指望着铁树开花。他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窦昭却只感觉到心中温暖。
宋墨可能和窦昭是一样的想法，他看着顾玉的目光更加温和了。皇上把太宗皇帝的宝剑赐了我，让我追查英国公府走火的事，他把事情的经过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顾玉立马道：天赐哥，我帮你。京都的三教九流我大部分都熟悉，不把他们翻个地朝天，我就不姓顾。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竟然敢打天赐哥的主意。他说着，眼角眉梢都平添了些许的煞气，让他秀美如女子的面容变得有些阴冷。不把人交出来，那些什么叶字号、鸽字号，一个都别想脱干系。窦昭吓了一大跳，可转念却有个想法冒上了心头。他朝着宋墨使了个眼色，宋墨几不可见地点了点头，对顾玉笑道：你也别乱来，这件事最好还是以武成兵马司和顺天府为主。又道：你用过早膳没有？走，让你嫂嫂给你弄点吃的，你休息休息，等会和我一起去见东平伯。你看你现在这样子，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昨天到底喝了多少酒？也没有喝多少。顾玉小声嘟囔着，中途遇到了冯志他们，推了几把牌酒，所以有点晚。宋墨有些恼火，道：从明天起你就给我早起，跟着家里的师傅蹲马步。顾玉不作声，有些别扭地跟着宋墨进了仪制堂。窦昭有意落后几步，瞥了宋汉一眼，他盯着顾玉，两眼冒着火花。窦昭笑着问宋汉：二爷用过早膳了没有？没有。宋汉生硬地回答，旋即像感觉到了自己的生硬慢，忙露出个有些勉强的笑容，声音也温和了不少：我吃不下。一听说哥哥回来，就赶了过来。他的声音很大，让走在前面的宋墨和顾玉不禁回过头来。宋墨就道：那你等会和顾玉一起吃点。宋汉笑着点头。窦昭却发现宋汉的手紧紧成了拳，他不动声色地帮顾玉和宋汉张罗了早膳，回到内室换衣服。宋墨不失时机地跟了进来，却一眼就看见了窦昭雪白圆润的肩膀和线条优美的锁骨。他想到那晚自己在上面留下来的玫红色烙印，顿时口干舌燥，再也不敢多看一眼，眼观鼻，鼻观心地站在那里，淡然地道：你要跟我说什么？窦昭心里有事，并没有注意到宋墨的异样，他去了屏风后面，一面窸窸窣窣地换着衣服，一面把日盛银楼的掌柜张之奇拉着父亲入股的事告诉了宋墨。是谁说的？犹抱琵琶扮演面的女子是最动人的。宋墨站在屏风外面，听着那衣上摩擦的声音，脑海里全是那一夜他看到的旖旎景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鼻尖冒出一滴汗来，无声地落在了衣襟上。宋墨悚然，这才拉住心猿意马，静下来听窦昭说话。可就算是这样，他的心绪还有些打结，半晌才道：你是想让我趁机把岳父留在张之奇那里的东西都要回来吗？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笨了？窦昭嗔怒着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玫瑰色的妆花被子映衬的他人比花浓。我是让你帮我查查张之奇的底细，一个小小的商贾和谁做生意不好，竟然敢把主意打到詹氏府少詹行人司司正的身上，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如果宋墨能因此发现辽王的影子，那就更好了。想到自己已经近了一些时候，久留下去，别人还以为是窦昭把他留在了屋里，对刚刚入门的窦昭不利，宋墨笑着应诺，回了厅堂。顾玉和宋汉正一左一右地坐在桌前用早膳。宋墨想着窦昭的话，越想越觉得窦昭的话有道理，这个日盛银楼只怕不简单，所图的也绝不是仅仅一个银楼。岳父一向淡泊，和这种野心勃勃的人在一起只会被拖累。趁机把岳父留在张之奇那里的东西拿回来也好，毕竟关系到自己的岳父，其他的人去办这件事不太好。待顾玉和宋汉用过早膳，宋墨让宋汉早点回去读书，却把顾玉叫进了书房。宋汉凝视着书房紧闭的隔扇，好一会才捏着拳手出了厅堂。窦昭吩咐素心：你安排个人，想办法和二爷屋里的人说上话。素心应声而去。汪清怀夫妻前来拜访，宋墨接待了汪清怀，窦昭接待了汪少夫人。两人一个在花厅，一个在正院的宴席室，把英国公府走火的前前后后又说了一遍。汪清怀义愤填膺，要和宋墨一起去见东平伯，请东平伯尽快缉拿盗贼。汪少夫人则两眼汪汪地抓着窦昭的手，不停地说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些盗贼也太猖獗了，还好你没有什么事，遇难成祥，必有后福。汪氏夫妻还没有走，陆战夫妇奉了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之命前来探望。宋墨和窦昭只好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只是他们的话还没有说话，张旭明夫妻联袂而来，没到中午，宋墨和窦昭的嗓子眼已经开始冒烟，而东平伯也终于出了宫。宋墨果断地把家里的这些应酬都交给了窦昭，自己则拉着顾玉去了东平伯府。
东平伯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多年来声色犬马的生活让他的目光显得有些灼浑。突然间接手武成兵马司，并限期他1个月内结案，他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从宫里出来，他直接回了家，和幕僚商量了半天，也没有个好办法。他正烦躁着，小厮送了宋墨的拜帖进来，他不由得苦笑，把拜帖递给了幕僚。你们说我怎么办？幕后略一沉思，道：定国公被处死，蒋夫人病逝，可英国公却拿他丝毫没有办法。这样的人，东翁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见肯定是要见的。不过您刚刚接手武成兵马司，还不了解案情，皇上不是把太宗皇帝的佩剑赐给了他，让他追查英国公府走水之事吗？说起来，他也有查案之责，不如等明天一起去了武成兵马司，问清楚了案件，大家在一起想个办法，最好是把刚上任的顺天府尹黄大人也请到武成兵马司。东平伯连连点头，带着给他出主意的这个幕僚去了花厅。宋墨和顾玉以子侄辈的身份给东平伯行了礼，东平伯笑呵呵地请他们坐下，关切地问起英国公府走水的事。宋墨只好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的话音刚落，东平伯立刻气愤地道：这顺天府和武成兵马司也太骄纵了些，要是他们接到了报案，就立马赶过去，怎么会有贼人闯进去？也不怪皇上雷霆震怒，这件事绝不能姑息迁就，否则京都的勋贵之家都成了菜园子门了，想就尽想，还有何安全可言？这神事一定要查，而且还要一查到底，谁敢包容怠慢？等同盗贼处置。话虽然说得声色俱厉，却很空洞。这样的官僚，宋墨见得多了，再联系到东平伯的为人行事，他哪里还看不出这是东平伯在推诿他？伯爷说的有道理。宋墨语气谦和地道，只是这人海茫茫的，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4个时辰，就算是此时全城戒严，只怕也难以找到几个盗贼的行踪。你知道就好。东平伯点头，却见宋墨话锋一转，道：不过东城兵马司的指挥使倒不错，他已经带人盘查东城所有的三教九流，让他们指认。东平伯还有些茫然，东平伯的幕僚却已听出了宋墨的话中之话，忙轻轻地咳了一声，笑道：这东城兵马司的指挥使不知道如何称呼，没想到他还挺有主意的。京都地面出了这样大的事，这些什么卖艺杂耍的是要整治了，也许那些贼盗就藏在他们之中也说不定。东平伯此时才醒悟过来，皇上发了火，总得给个交代。有了京都的这些三教九流，也就有了背墨锅的人。对，他连声道，不仅东城，就是其他4城也应该整治才是。他忙叫了贴身的随从进来，去把武成兵马司的东城指挥使叫来。随从应声而去。东平伯半是试探，半是商量的对宋墨笑道：世子觉得从什么地方开始搜好呢？顾玉听着就要开口，却被宋墨瞪了一眼。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宋墨这才道：伯爷奉了皇上之命掌握武成兵马司，自然是伯爷拿主意。东平伯一听笑了起来，觉得宋墨这孩子识大体，有大局观，难怪能让把他当子侄般的对待了。那就从东城搜查起吧。东平伯笑道：那个东城指挥使不是已经撸着袖子开始干了吗？我们也不要做重复工了，就以他为主。正说着，东城指挥使走了进来，看见宋墨，他非常的惊讶，但很快就着宋墨投去了感激的一瞥。如果不是宋墨，新上任的武成兵马司都指挥使怎么会把自己叫到家里来？这举荐之恩，他领了。东城指挥使想着，恭敬地给东平伯行了个礼。宋墨却带着顾玉起身告辞，还要去见黄大人。东平伯笑着将宋墨和顾玉送到了花厅的门口。作为长辈，他已给2人很高的礼待。顾玉却很不满意，上了马车嘴就嘟了起来。那东平伯除了吃喝玩乐，巴结皇上，还能干什么？你怎么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呀？这贼的影子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就想着怎么找替罪羊了。他这是抓贼的样子吗？你交给他，还不如交给我呢。顾玉。宋墨打断了他的话，捉贼本是武成兵马司和顺天府的事，我们若是越俎代庖，让人构语不说，还可能引起那人的反感，不配合我们行事，我们出面又有什么用？还不卖个人情给他们，以后有什么事也好说话。又道，京都的几个城门到现在也没有戒严，你觉得我还能抓得到那几个盗贼吗？说到这里，他神色一冷，我们等会从顺天府出来，再去趟武军都督府，那群贼盗既然是从沧州过来，沧州那边也得给我个交代不是？尽管如此，顾玉还是觉得意难平，要让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才是。如果大舅还在，自己恐怕也会有这种想法吧。
宋墨眼底闪过一丝伤痛，知道自己若不是给顾玉找点事做，他只怕不会安生。顾玉，宋墨犹豫了片刻，低声道：“我有件事要你帮忙。”顾玉一听，立刻精神百倍，忙道：“天赐哥，你要我做什么？是不是去趟沧州府？”宋墨失笑，半晌才正色地道：“是我的私事，其他人我又不太放心。”他朝着顾玉招手，示意顾玉附耳过来。安陆侯不是给我父亲做了庄大媒吗？你看能不能让安陆侯的什么人窝藏盗贼？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顾玉很是兴奋，摩拳擦掌道：“我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正是这个意思。宋墨笑着感慨道：“顾玉长大了，知道有些事不能蛮干了。”顾玉被夸得面红耳赤。那边窦明欢天喜地的从柳叶巷胡同赶回了济宁侯府，直奔魏廷瑜的书房而去。魏廷瑜的书房静悄悄的，只有个小厮在那里擦着桌子。他不禁皱眉，问道：“侯爷呢？”小厮忙恭敬地道：“侯爷听说英国公府走了水，英国公和英国公世子恰巧都不在府里，火势一直烧到了内院，侯爷急得不得了，去了英国公府。”他的话还没有说话，窦明的脸已黑得像锅底，他转身就离开了书房。窦明心提携的一等丫鬟珠儿忙道：“夫人，英国公府和济宁侯府毕竟是姻亲，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去探望，夫人不如也过去看看四姑奶奶吧，还可以同侯爷一起回来。”这个珠儿原是他外祖母身边服侍的，珍珠，珍珠，每次叫珠儿的时候，他就觉得是有叫珍珠，特别喜欢这名字，又看珠儿机敏伶俐，特意把她要了过来。窦明闻言脸色一沉，道：“我不去，要去他自己去好了，休想我去讨好窦昭。”委屈的都快要哭起来。珠儿在心里暗暗叹气，不敢再多说什么，服侍着窦明梳洗更衣。窦明左等右等，等到了快晚膳的时候，魏廷瑜才回来。他心里泛着酸，语气就有些不悦：“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魏廷瑜一愣，道：“你知道四小姐遇到走水了？”四小姐，她现在已经和他成了亲，按理应该喊窦昭一声姨姐，就算因为从前的事不好意思，称一声夫人也好了。他倒好，偏偏要称什么四小姐，他还以为是他没有成亲之前啊。窦明心里更酸了，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他瞪大了眼睛，别人还以为我姐姐待字闺中呢。说着，他脑海里突然浮现那天魏廷瑜回头望向窦昭住处的眼神，有什么东西就翻江倒海般的涌上了心头，忍不住道：“你是不是在心里觉得我姐姐还没有嫁人啊？所以一听说宋彦堂不在家，你就急急地跑了过去？怎么？和我姐姐说上话了没有？我姐姐有没向你哭诉她很害怕？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矫饰魏廷瑜脾气再好，这种莫名的指责也让他发起脾气来。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根本没有见你姐姐，不过是尽亲戚的义务去问候一声。你怎么能这么想？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他很是失望，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窦昭神采飞扬的样子。今天去英国公府，魏廷瑜无意间看到窦昭送客，那高挑的身材，飒爽的笑容，大放从容的举止，让他不由驻足，心情莫名就沉重起来。虽然自己已经等了快1个时辰了，那个姓廖的幕僚也说宋彦堂很快就会回来了，他却再也无心在英国公府待下去了。混混沌沌地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温语细语，也不是轻快欢畅，却是窦明不知所谓的指责。窦昭的爽朗就变得更加弥足珍贵了。想到这些，他觉是特别没有意思，抬脚就朝外走。窦明慌了起来，他上前就拦住了魏廷瑜：“你不许走，你要是走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魏廷瑜和窦明正值新婚燕尔，闻言不由得犹豫起来，而他的犹豫落在窦明的眼里，顿时觉得无限的委屈。难怪母亲说这男人宠不得，自己全心全意的对他，把舅舅和舅母都得罪了。他不仅没有一句心疼人的话，还一不如意就还冲着自己发脾气，自己这是为谁做嫁衣？念头一闪，窦明忍不住噗噗的落起眼泪。我这是为了谁？天天往舅舅家跑，听舅母的那些闲言碎语，我外祖父都是60几岁的人了，可为了你这个外孙女婿还低头求人，你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魏廷瑜愕然，你说什么呢？你这些日子每天都往柳叶巷胡同，不是说去看你母亲吗？怎么就扯到我头上来了？因为自己这个被岳父送回了娘家的岳母，自己没有少受姐姐的白眼，连带着她也有点怨气。你说你一个扶正的田房，不好好相夫教子，整出那么多的事干什么？姐夫不讨景国公夫人的喜欢，姐姐这个做媳妇的日子就更加艰难，如今能站稳脚步，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现在却因为自己的岳母被人抓住了把柄，不
不时被妯娌姻亲们讥讽2句。如果岳母还在静安寺胡同还好说，偏偏却住进了柳叶巷胡同，以至于姐姐说话底气不足，常常只能装聋作哑或是笑呵呵的听着，怎不让姐姐烦火？岳父什么时候把你母亲接回去啊？魏廷宇有些不悦地道，少年夫妻老来伴，岳父和你母亲不能总这样各过各的吧？你还是想办法劝劝你母亲，给岳父认个错，自己回静安寺胡同算了，何必这样僵持着，闹得大家脸都不好看。什么你母亲？你母亲？我母亲难道不是你的岳母？窦明一听，气得心脚一抽一抽的，是不是你姐姐又在你面前说了什么？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就看不得我们过得好？这世上有她这样做姑姐的吗？你说话就说话，把我姐姐扯进来做什么？魏廷余额角青筋直冒，想到前几天母亲藏在屋里悄悄地哭，说着什么别人娘家的兄弟媳妇，就算是落魄，也想着法子给出了嫁的姑奶奶脸上贴金，只有我们家吃了喝了她的，还要给她气受的话，她心里的火就蹭蹭的往上直冒。我姐姐怎么了？我姐姐带难道还不好？有什么好东西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定要送一半过来。虽然贵为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每隔几天就会回娘家亲自服侍母亲洗头洗澡，她是出了嫁的姑娘，你可是娶进门的媳妇，她在干这些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这话一说，就说到了孝道上去了。窦明若是示弱，这不孝的帽子他就是戴定了。他不由冷笑，是我不服侍婆婆，还是你姐姐挑三拣四地有意刁难我？一会儿说我手太重，抓断了婆婆的头发，一会儿说我放多了枣豆，弄得屋子里全是水，我是新进门的媳妇，不会，她难道不能教我？却偏偏当着婆婆的面说我如何的笨手笨脚，难道这也怪我？魏廷瑜，你说话要讲良心。在魏廷瑜的心里，窦明是个甜姐儿，他从来都不知道窦明如此的尖牙利嘴。两人吵了起来，自有机敏的小丫鬟报给到田氏那里，田氏气得直跺家，直嚷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哭着要去寻老济宁侯。旁边服侍的丫鬟婆子吓得去找魏廷瑜，魏廷瑜正和窦明吵得不可开交先决，丫鬟婆子都不敢上前，只好去请魏廷珍。11月6日是景国公夫人的生辰，几个媳妇为了讨好她，正凑在她跟前商量着过寿的事，魏廷珍自然不敢走开，但心中却暗暗焦急。张家二太太是个典型的10家友，特别会来意，见魏廷瑜进来的时候脸色有些不好看，悄悄使了个眼色给自己贴身的丫鬟，不一会就知道济宁侯府来人来找过魏廷瑜。他趁着魏廷珍去给景国公夫人拿器皿账册的时候掩了嘴笑，大嫂这一去没有半个时辰回不来，我们不如打几局叶子牌混混时间。景国公夫人眼里哪容得下沙子，明明知道这是二儿媳给大儿媳上眼药，可二儿媳也不是那只知道咋呼的人，一眼瞪过去，立刻有婆子上前禀了景国公夫人，说有济宁侯府的人来找大太太。景国公夫人那个气，大儿媳那是主持景国公府钟会的人，是张家的宗父，事事都要顾着娘家，那张家算什么？这岂不是养了只吃里扒外的硕鼠？景国公夫人把魏廷珍捧给她的账册原封不动的全甩在了魏廷珍的脸上，打得她懵懵懂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却明镜似的，知道不是二妯娌就是三妯娌又在婆婆面前给她上眼药了。她心里恨得滴血，脸上却不敢透露半分，低头垂目的任着婆婆训斥。景国公夫人骂累了，气也出了，心里更是失望否，挥手让魏廷珍退了下去，留了三儿媳妇在身边说贴几话。魏廷珍只能把这笔账记下。二太太身边服侍的不免劝二太太，你又何必？这景国公府迟早是世子夫人的，难我现在讨好她，她就会待我另眼相待不成？二太太不以为然地吹了吹被凤仙花枝染成橘色的指甲，我最终还是要靠娘家，她高不高兴与我何干？二太太身边服侍的一想，也是这个理，遂不再劝二太太，和二太太商量起景国公夫人生辰怎么让长兴侯府给二太太长脸的事来。魏廷珍知道婆婆一时半会不会见她，跟丈夫说了一声，不声不响地回了济宁侯府。田氏气得躺在了床上，魏廷瑜正在床边侍疾。魏廷珍一见就火大，厉声问魏廷珍，窦明呢？魏廷瑜头也没抬，嗡声嗡气的道，我没让他进来。魏廷珍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吩咐丫鬟，去把夫人叫进来。丫鬟应声而去，很快就领了窦明进来。窦明一把就抱住了魏廷珍，魏廷珍猝不及防，有片刻的呆滞。窦明已趴在魏廷珍的肩头哭了起来，姐姐，这件事您可得为我做主啊！我这些天来每日往舅舅家跑，就是求外祖父给侯爷谋个差事，我外祖父求了这个求那个，
舅舅送了东西还请吃饭，好不容易帮侯爷谋了个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使的差事，我高高兴兴的回来给侯爷报喜，谁知道侯爷却不在屋里。侯爷回来，我不过问了他一句去了哪里，他就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连带着把我娘家的母亲都骂了。姐姐，您也是做姑奶奶的人，您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弟弟是什么性子，他还不知道，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责骂窦明？定是那窦明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惹得弟弟不高兴，弟弟这才口不择言的。这个窦明真可恨，竟然欺负他弟弟老实，不会说话，倒打一耙。可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可从来没听弟弟说起。想到这里，魏廷真不由错愕地望向了魏廷瑜，炮灰众生向前冲。刚才吵架的时候，窦明可没有说什么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使的事，可当着姐姐的面，他却断章取义，说是自己的不是。他到底要干什么？魏廷瑜不语道：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去。窦明忙道：我外祖求了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孔林孔代山帮助，给侯爷谋了个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使的差事。他眉宇闪过一丝得意。魏廷真哑然，倒是田氏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明姐儿，你说什么？你外祖父家给佩锦谋了个副指挥使的差事，这可是真的？语词间有着掩饰不住的惊喜。这么大的事，媳妇怎么会骗您老人家？窦明上前扶了田氏，公文已经拿到了手里，明个侯爷就可以去上任了。说着高声喊着珠儿，把侯爷的任命书拿进来。珠儿立刻捧了个锦盒进来。魏廷真一看就知道窦明早有预谋，可是已至此，就算窦明在和他玩心眼，为了弟弟的前程，他也只能忍下了。他想了想，坐到了母亲身边，和田氏一起看起魏廷瑜的任命书来。真是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使。田氏有些哽咽，儿子的前程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没想到被媳妇解决了。当初和窦家联姻，真是做对了。田氏望着窦明，目光变得很慈祥。窦明心里更得意了，柔声对婆婆道：你可不知道，这任命书按理应由侯爷亲自去吏部领取的，可吏部的人一听说是窦家的女婿，立马就给我们办了。等侯爷上了人，可得记得去谢谢人家，也和吏部的人照个面，以后有什么事，吏部那边也能说上话。田氏不住地点头，对魏廷瑜道：这件事你可别忘了。这样就得了个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的差事。魏廷瑜还有些不敢相信，茫然地应了声是，朝魏廷真望去。魏廷真微微颔首。魏廷瑜这才相信是真的，他不禁长吁了口气，就听见窦明娇笑道：我小舅母一直想为他的外甥庞继修谋个差事，本来都已经说话了，因为我求了过去，外祖母就让我大舅先把侯爷的事办了。为这件事，我小舅母有些不高兴，明天侯爷和我去趟柳叶巷胡同吧，怎么也要给我外祖母磕个头才是。应该。田氏笑吟吟地道。魏廷瑜也觉得应该，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口浊气堵在胸口，既然让他没办法对王家的人感恩图报，也没有办法高兴起来。魏廷真没有说话。方正说完话，过了许久也不见他答话，与旁边冲虚道长对视了一眼，冲虚道长点了点头，高声道：教主何不来此一叙？东方不败身形不动，众人也不知他是何意思，总不可能是没有听到二人的话语。方正方丈和冲虚道长都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刚才高声说话，运使内功之下，整个寺院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过了片刻，众人心中都有些焦躁之时，只听远远的传来一声叹息，那红衣人说道：道长相邀，东方敢不从命？话音未落，众人就见到红影闪动，还没看清楚，他已经站在了对面的院墙上。方正吃了一惊，心悦诚服道：教主好武功。他开口说话时，众人连他轻声叹息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身形动时，众人却只能勉强看到他留下的影子。这等绝世的武功，在场的人又有几人见过？如定义师太、镇山子等人，此时再看东方不败，终于露出了惊惧之色，明白为何方才众人说起他时甚之又甚。东方不败却没有答话，他侧身对着众人，不知看向何方，身形显得极其萧索。方正道：今日这么多朋友聚在少林，老衲也欢喜无限。东方教主想必也有些年头没有见过这些老朋友了吧？东方不败叹息了一声，说道：我诚心拜会少林，方丈又何必让这么多无关之人在场？他声音极轻，但他内功出色，轻声说话，众人也听得清清楚楚。他轻轻扫了众人一眼，虽然黑纱蒙面，众人却觉得他的目光从自己身上拂过，不由都暗生警惕。方生看了方正一眼，上前一步说道：
东方教主所求，算得上是武林大事，几位掌门在此，并无不妥。东方不败沉默了一会，说道：未知我信中所说之事，方丈如何答复？众人都是心中一沉，连方正手中的念珠也顿了一顿，知道他问的是杨莲亭。方正眼神一肃，正要说话，一旁的冲虚道长却轻轻一拉他的衣袖，冲着东方不败笑道：教主高高在上，可不是做客之道。东方不败道：道长说的不错。他话音一落，众人又见他身影一闪，一团红影在众人头顶飘落。众人急忙转过身去，却见他已经坐在院中石凳上，伸手一指身前，道：方丈请。这里是方正平日与师兄弟一齐的石桌，只有2个石凳，东方不败请方正入座，那自然在他眼中，旁人都没有坐下的资格。方正与东方不败对面而坐，虽然东方不败蒙着面，他却能感到他希冀的目光。方正叹息一声，说道：东方教主，你手书中所言之事，老衲实在是有心无力。他还未说完，东方不败打断了他，说道：方丈有何要求，还请明言。方正一怔，旁边的岳不群却是微微一惊，定义师太眉头一扬，说道：方正大师是得道高僧，岂会妄言，更不可能与你魔道中人提什么要求。东方不败淡淡的说道：那便由你们来提好了。这话一出，众人都被齐齐镇住。定义师太冷笑着说道：什么要求都好吗？只要我能做到反琼瑶之总领太监。东方不败道。定义心里暗惊道：这杨莲亭在魔教中地位竟如此高，嘴上却又是一声冷笑，说道：若是我让你解散了魔教呢？东方不败叹息一声，道：神教与武林各派一直相互仇杀，我虽然有心制止，也实在是有心无力。我虽武功天下第一，又如何能胜过人心中的仇恨？他大大方方地说自己的武功天下第一，众人听到，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东方不败本来天下第一，若是你们要我解散神教，也没什么不可以。东方不败说道。众人又是一惊，却听他说道：只是日月神教散了，只要还有人认同神教的教义，很快就会有嵩山神教、东海神教出现，他们跟日月神教又有什么区别呢？岳不群心中赞同，东方不败所说实在是大实话，就算他是魔教教主，可教众却是魔教的教众，而非教主的教众，就算被他以威压慑服，也不过一时而已。定义却笑了起来，说道：让你解散魔教，你也做不到，你不妨说你能做到什么，再来问我不迟。东方不败沉默了一下，说道：定义师太似乎小瞧了我东方不败。定义心里一寒，左手不由用力拿稳了剑。东方不败看了看他的剑，似乎有些不屑，向莫大说道：莫掌门如何说？莫大勉强一笑，说道：东方教主说笑了，莫大是少林的朋友，却不是少林的主人，教主要谈条件，却找错了人。东方不败轻笑着说道：我倒希望能将错就错，你们若真能说1-2件事来，我也安心。岳不群心中一凛，知道他早已经怀疑杨莲亭已经不测，只是抱着一线希望才向众人问询。定义因为知道杨莲亭已死而胡乱开口，因为他知道已经不可能达成一致。而莫大因为同样的理由却不敢开口，是因为他不愿让东方不败将来觉得自己在戏弄他。他们2人的表现相互印证，恐怕东方不败已经多少猜到了杨莲亭的事情。岳不群叹息一声，说道：教主今日孤身入少林，岳某真是佩服得紧。东方不败淡淡道：他在这里，我便一定要来的。这时候方正忽然叹息一声，道：阿弥陀佛。他看着东方不败道：教主，老衲便以明言相告，早在他们逃出黑木崖之后，便已经将杨总管杀死了。方正说完这话，众人都是心神紧张，暗自准备，个人都悄悄将手搭在了武器上。岳不群一煞不煞地盯着东方不败，见他双手一僵，不由得真气激荡，随时准备出手还击。却见东方不败随即放松下来，仿佛只是听到一件平常事。只是他沉默良久，才缓缓说道：人死了便死了，他的尸首在哪儿？方正摇了摇头，道：任大小姐说他死在长江之上，死后便被抛进了江水中，恐怕……东方不败又是沉默，又过了好一会儿，方才说道：这10多年来，我对任大小姐不敢说信任有加，却称得上十分纵容。他要找他父亲，我随他去找。他约束江湖上的3教9流为他所用，我也不去管他。但他明知我有多看重杨莲亭，却不能帮我留下他的性命，太让我失望了。众人听得云里雾里，除了岳不群和方正冲虚等人隐隐知道外，其他人均不知为何他会如此重视杨莲亭，但他悲伤之中蕴含的杀意，却依然让众人心寒。
窦昭来过一次，觉得大兴的田庄还算得上整齐，匆匆看了一眼，就被大兴田庄上的管事妈妈恭敬地请进了上院的正房，宋抹则去了书房。他见正房收拾得窗明几净，吩咐了素心一声，在内室睡了个回笼觉。一觉醒来，只觉得通体舒畅，身子虽然还有些软绵，但精神大好。窦昭抬头就看见了宋抹，他正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凑着窗外的光线看着什么，炕桌上满是各种纸笺。窦昭这才发现天亮已暗，内室只有他和宋抹。只是没等他开口，60比常人要敏锐很多的宋抹已经回过头来，笑着问他：肚子饿不饿？你还是出门的时候喝了半碗粥，我看你睡得熟，就没有喊你。说着高声吩咐外面的仆妇把灶上炖的鸡汤端进来。他熟悉高傲冷漠的宋抹，杀伐果断甚至是冷酷无情的宋抹，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宋抹，温柔体贴，明快清爽。宋抹还有多少个面呢？窦昭饶有兴趣地望着他，宋抹却踏着鞋走了过来。怎么了？他知道自己早上有点荒唐，可那感觉太美好，他给了自己一个放纵的理由，此时却不由得担心起窦昭的身体来。他的花茎都有些红肿，念头闪过，他脸微微有些发红，心中却当即回肠，身子也有些不受控制的炙热起来。他忙把这些起念抛到了脑后，坐在床沿，却情不自禁地抚了抚窦昭的额头。就算是在世为人，自己也比宋抹大1岁，可宋抹却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似的，不是捏捏手，就是摸摸脸，像在安抚小动物似的，让窦昭有些啼笑皆非，却也有点享受这种偶尔的被宠爱的感觉。但他想到每次自己只要略微流露出愉悦的神情，宋抹就会像只高傲的波斯猫，高傲又得意地翘着尾巴不说，还要趁胜追击，让自己溃不成军，向他求饶。他决定不告诉他。你在干什么？窦昭嘴笑含着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盈盈笑意，拥被坐了起来，怎么也不点灯。怕吵醒了你美女董事长老婆。宋抹又抚了抚他的面脸，这才帮他掖了掖被子，找了个浮鱼图，看看那些盗贼都会往哪些地方跑。说话间，甘露端了鸡汤进来，宋抹接在了手里。我来喂你喝，又不是生病了不能动弹。窦昭忙道，还是我自己来吧。宋抹没有勉强，帮他在身后垫了个大银枕。鸡汤醇厚香浓，一口下肚，全身都暖洋洋的。鸡汤味道不错。窦昭舀了一条羹喂给宋抹，你也尝尝。宋抹低头望着甜白瓷的调羹，表情微顿。窦昭顿时尴尬起来。很多豪门大户都讲究分食，窦家也不例外。他怎么鬼使神差的舀了一条羹给宋抹喝？想到这些，窦昭不由暗暗地叹了口气。他一想到宋抹前世的遭遇，心里就微微的觉得痛。可这一世，宋抹的胃没有遇到那些糟心的事，自己也应该改改这个习惯了。有个什么好的东西，总想着留给宋抹，觉得他吃的苦太多。窦昭正准备缩回去，宋抹却低头喝了鸡汤，味道真得还挺好。他笑着问一旁服侍的甘露，是谁做的？赏他2个上等的枫红。甘露是未出阁的小姑娘，见宋抹和窦昭这样的亲热，虽然高兴，但还是有点羞涩，红着脸道，是田庄里被称做30嫂的一个妇人。他说着屈膝行礼，奴婢这就传世子爷的话，给他打赏2个上等的枫红。宋抹点头，脸上的表情淡淡的，神色却很愉快，转头对窦昭道，再给我喝2口。哦。窦昭把碗递给了宋抹。不用。宋抹道，你用调羹舀2口给我尝尝就行。他说的一本正经，窦昭不疑有他，喂了他2口，这才发现情况不对劲。他要喝鸡汤，再舀1碗就是了，何必要喝他的？他也不过小小的1碗，几条羹下去就会见底。窦昭正想把碗给他，谁知道宋抹却道，这味道真的还不错。然后喊着仆妇再盛1碗进来，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小气起来？1碗鸡汤都想得这么多。窦昭不禁检讨自己，他又是个爽朗的性格，很快把这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抛在了脑后。2人喝了汤，丫鬟们进来摆碗膳。宋抹就道，我们今天晚上就歇在田庄吧。外院不过是找个修缮走了水的院子，那是淘气重的事，内院不过是些柴米油盐，你1日不发对牌，难道他们就会饿死不成？窦昭有些哭笑不得，很想说，世子爷，我要是今天晚上在这里歇了，英国公府就是2天没有发对牌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他是怕天高皇帝远，孤男寡女，这家伙乱来。只是还没有等他说什么，宋抹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扑哧一声笑，在他的耳边低声道，纵情声色可是有违养生之道的，你也不过是偶尔为之，难道还能总这样不成？你身子骨软绵绵的，我也有心无力，
说着还朝着他眨了眨眼睛。窦昭的心就硬生生的漏跳了一拍，他不由暗暗的鄙视了自己一番，自己真是被宋墨给闹昏了头，怎么没有想到养生的事，否则也可以拿这做借口拦一拦宋墨。他想到每次欢爱阁的时候都不长，对他所谓的有心无力不免就有些怀疑，又想着也许是因为宋墨初尝这滋味，用他的话来说有些放纵自己，一时间倒有些进退两难的感觉。好了，刚才是逗你玩的。一直注意着窦昭表情的宋墨神色微正，道：实际上我还有事没有做完，我们还是明天回去吧。自己真的被宋墨闹糊涂。宋墨如果办正事的时间还胡闹，前世他尽管是个奸臣，也不可能单靠从龙之功就能十几年皇恩不衰。窦昭点头，宋墨微微的笑，笑容如月色，干净而明亮。窦昭再次觉得自己多心了。两人不言不语地用过了晚膳。宋墨去了书房，把陆明叫来，关上门，下了几盘围棋，看着时候不由。回了内室，窦昭已经重新收拾过内室，炕几上新添了个花箍，插着几枝菊花，屋里子立刻有了温馨的感觉。成亲果然就不一样了。宋墨笑着由窦昭服侍的梳洗了一番，两人上床歇了。窦昭问他事情办得怎样了，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下去了。宋墨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纰漏，既然动用田庄的人，肯定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事。窦昭自然不会细问，宋墨却抱怨：我们还是背靠着背睡好了，这样面对面的侧卧，有冷风灌进被子里来。这才几月，就有冷风灌进被子。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刚刚成亲，是需要一段时间磨合的。窦昭一言翻了个身，青涩的宋墨被并不很厚实，却受静温暖，又不乱动，靠着的感觉很不错。窦昭闭上眼睛，很快就有了睡意。身后的宋墨却翻了个身，窦昭落在宋墨的怀里。谁背靠着背睡？他小声嘀咕着，把窦昭搂在了怀里，这样感觉好多了。然后在他身上蹭了蹭，好像找到了个舒适的姿势，安静下来。窦昭又好气又好笑，宋墨的手却伸进了他的衣襟。宋彦堂，窦昭嗔道，握住了他蠢蠢欲动的手，想阻止他，自己怎么就那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宋墨？寿姑，你那里好大，又香又软，我一个手都握不过来，我好喜欢。他在他耳边低语心狂，这是人说的话吗？窦昭的脸火辣辣的热，然后感觉到了宋墨身体的变化，他顿时有僵硬。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激情过后，他现在身体有点痛。我知道你身子骨还没有好。宋墨轻轻地吻着他的耳垂，我就抱着你就想，你别乱动。他有多灼热，这一事恐怕只有他知道。他真的不敢乱动。宋墨也的确没有其他的举动。窦昭的身体慢慢的松弛下来，宋墨感觉到了他的柔软，心中大悦。他的确没有再动窦昭的心情，可身体他自有主张。若窦昭一直僵硬的像块石头，他又怎么舍得？他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彼此觉得舒服吗？他也希望他们在一起是高兴的、开怀的。宋墨亲吻着窦昭的耳垂、脖子、肩膀，甚至把他手举到了自己的嘴边，亲了亲他的指尖。那种被宠爱、被珍惜的感觉，让窦昭彻底的放松下来。等到宋墨再在他喜欢的地方恣意而为的时候，窦昭已没有太多的抗拒力。当然，这与宋墨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也有很大的关系。宋墨狡黠的笑，慢慢来，他们还有几十年的好光景。宋墨想着，闻着窦昭身上的芬芳，感觉着他肌肤的细腻与柔软，宋墨的心情也渐渐放松，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窦昭发现自己和宋墨就像两把条羹，紧紧地挨在一起。宋墨的手依旧固执地握着他胸前的丰盈，窦昭不由失笑。虽然中途有些插曲，但宋墨的确没有动他，他遵守了对他的诺言，这才是他最重视的。窦昭心情大好，他高声喊着宋墨：起床了，我们要回英国公府了。4正10分，两辆马车从大兴田庄飞驶而出。此时的季勇正在何玉家做客。何玉的妻子陈氏已经怀孕7个月，挺着个大肚子，指挥着丫鬟端茶倒水。吉勇起身朝着陈氏依了依，到了生弟妹辛苦了，十分的客气。陈氏抿了嘴笑，一双妙目不时地打量着吉勇，目光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好奇。季勇从小被人看到大，不以为意，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卑不亢，大方有礼，一派世家子弟的风光霁月。陈氏不由暗暗点头。何玉呵呵地笑。陈氏领着丫鬟退了下去。吉勇立刻原形毕露，倚在太师椅上，一张脸阴得像要下雨似的。你找我什么事？没事就不能找你。何玉反问，插了块雪梨给他吃，天天被关在家里读书，
只好把你叫到家里来说说话，我闷都快要闷死了。季勇心里正烦着，说起话来也就特别尖锐。你快要闷死了，关我什么事？我这2天正忙着呢。你有什么好忙的？何玉不以为然地道，那本破书不是快要编完了吗？于老头不会要你把它抄一遍吧？他说着，面露错愕，难道他真的要你把书誊一遍不成？我听他夸你的字写得好。于丽和何文道是同年。吉勇白了他一眼，站起身来。我先走了，你慢慢在这里胡思乱想吧。何玉拦了季勇，别驾，我找你有事。季勇冷冷地望着何玉，何玉忙拉了季勇，你跟我来。朝外走动。季勇略一犹豫，跟了上去。两一前一后出了厅堂，拐过一道花墙，来到个小小的庭院。庭院一角植了2株银杏树，树下青石垒成个花台，放着几盆颜色各异的茶花。吉勇一愣，何玉已道，这是我送给于大人的，你们家不是善养茶花吗？你帮我看看这几盆花的品相如何？季勇瞥了何玉一眼，道，难道何大人想你拜在于大人门下不成？何玉迥然地笑了笑，道，什么也瞒不过你，听说于大人喜欢种茶花。季勇点了点头，仔细地打量这几盆茶花，都是一般的品种，但胜在株叶秀丽，花开娇艳，让人赏心悦目。怎么样？何玉见吉勇眼底闪过一丝满意，笑道，这茶花不错吧？是我的姨妹，也就是陈泽熙的最小的胞妹所植，她性情温柔，相貌出众，精通音律，而且还擅长养茶花。她的话还没有说话，吉勇心中已生警，感觉好像有人在窥视自己似的。他猛地回头，顺着感觉望过去，看见不远处窗棂半开的厢房。季银的目光顿地变得十分犀利，厢房里隐约感觉到一阵骚动。季勇蹙着眉，望着何玉的目光也冷了下去。你到底想干什么？何玉见吉勇已有所察察，索性把话给挑明了。建明，你们也不是外人，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舅兄陈泽熙素来欣赏你的才学，见你没有成家，想做个兵人，所以什么茶花拜师全是借口。吉勇打断了何玉的话，咄咄逼人地质问道，你把我叫过来就是给陈家人相看的罗？说这话的时候，他眼底寒光闪烁。何玉不由得心头一跳，本能地感觉到吉勇对这件事不仅十分的排斥，而且非常的愤怒。或许是因为猝不及防的被人相看，主动权被女方掌握，让他觉得受到了羞辱。何玉念头闪过，笑道，什么相看不相看的？凭以见明兄的人品学识，哪户有女儿待资格中的人家不把你当上宾款待？不过我仗着和你交情不同一般，舅兄说起想喝你一杯媒人酒罢了。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话，吉勇已拂袖而去。何玉不由懊恼，埋怨陈氏道，我早跟你说过，季建明为人十分高傲，你们要相看，不如请了他来相看小姨妹，反正到时候总会见明。现在好了，弄巧成拙。陈氏闻言却踌躇道，才学固然重要，这脾气更重要，不知道多少才高八斗的最后都不在这脾气上。我们主动相看他，虽然让他颜面有损，可他就这样不管不顾的拂袖而去，脾气也太坏了些。说到这里，他望了眼身一个明眸皓齿的豆蔻少女，我看这桩婚事不如就此作罢。那少女却不依地喊了声姐姐，满脸的酡红。陈氏不禁叹了口气，道，那我去跟伯母说一声。少女点头，不胜娇羞。吉勇却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想做他的妻子，可以先把他那幅挂在季家祖宅大门口的对联对上了再说。他直奔猫胡同，窦世恒正好在家，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对于这个年轻博学的侄儿，窦世恒素来十分的喜欢，听说文华大训快编完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吉勇却答非所问地道，姑父，你和新任的顺天府尹黄芪和你熟吗？在他的印象里，窦家祖上是在督察院御史上起的家，之后窦世榜等人都曾在督察院任职，窦家在督察院有着深厚的人脉。窦世恒奇道，你有什么事要找顺天府？也没什么。吉勇道，就是问问。他有个族弟和我们是同年，关系还不错。窦世恒道，大事不敢说，小事肯定会帮忙。吉勇就道，那姑父您给我写个帖子吧。你要干什么？窦世恒读圣人书，觉得为人要不愧于天地，若是有理，找什么书通什么关系，只管去击鼓鸣冤。凡是要这样写帖子的，都是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的。而季勇又是他看好的小辈，他绝不能让季勇坏了手脚，因而问得格外的仔细。季勇没有办法，只好道，我想问问寿姑那事，顺天府有没有什么进展？窦世恒释怀，去给季勇写帖子。进来给他们送水果的季氏听着却吓了一大跳，借口送季勇出门的时候反复的叮嘱季勇，
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若是闹得人皆尽知，亲戚都不好意思见面了。你从小和寿姑一起长大，她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你就像她哥哥似的，要维护她才是，可不能为难好。季勇冷笑，宋墨已经娶了寿姑，若是因此而怀疑寿姑，寿姑还不如和他和李好大归了。你们窦家要嫌弃他吃闲饭，我既然像他哥哥似的，我养着他就是了。你既是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季勇却敷衍似的说了句姑姑，你就放心好了，我不会乱来的，然后跳上了马车，直奔顺天府而去。在熙熙攘攘的长安大街，季勇的马车和顾玉的马车错身而过，顾玉急奔英国公府的仪制堂，没等马车停稳，他就跳了下来，问殷勤的上前服侍的门子：天赐哥可在家？在。门子谄媚的笑道：这可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世子爷和世子夫人刚刚回来，您老现在过去，世子爷和夫人应该正好梳洗完。顾玉一愣，道：世子爷和夫人去了哪里？不知道。门子弓着身子领着顾玉进了侧门，带着丫鬟小厮，应该是一大早就出去了。我卯正来当的值，那时候世子爷和夫人就已经出去了。顾玉无心听门子啰嗦，点了点头，进了仪制堂。窦昭正准备换衣服梳洗一番的宋墨走了进来，窦昭提醒宋墨：我正要更衣。宋墨嗯了一声，坐在了临窗的大炕上。窦昭没有办法，只好拿着衣裳躲进了床尾的屏风后面。宋墨却跟了过去，道：陈先生他们什么时候过来？我这几天恐怕会要去趟沧州，你身边没有人护卫，我真是不放心。他斜依着床柱，神色有些凝重。脱了一半衣裳的窦昭手见宋墨进来，手不由得一顿，可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表情，又心里生出几分愧意来。自己什么时候心胸变得这么狭隘，看见宋墨进来就以为他想和自己厮混。他们已经是有肌肤之亲的夫妻了，他这样不拘小节也是常理，就像自己以后也要服侍他更衣沐浴一般。尽管如此，可让窦昭当着男子跟前，他还是有些不自在。窦昭背过身去，悄悄地吸了口气，尽量的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约好是10月头，若是世子这边等着用人，我让段公义等人先来就是。只是他们来后住在哪里，和仪制堂的护卫如何一起轮值，却要世子拿个主意。微暗的光线中，窦昭的身子玲珑有致，白雪般无瑕，让宋墨喉头一紧，忙别过脸去。那美玉般雕琢的身姿，却仿佛烙印般，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田，让他回味不已。说了半天也没有听到回音的窦昭回头，却看见宋墨望着屏风外面，脸色可疑的微微有些泛红。世子，窦昭试着喊他。哦。宋墨回过神来，道：你还是喊我的乳名吧。说完又觉得这样的要求有些不太妥，当做妻子的有谁会喊丈夫的乳名，我不也喊你寿姑。他忙补充道：世子的，让我觉得好不习惯。窦昭失笑，想起从前的事，他朝他眨着眼睛，嬉笑道：要不还唤你梅公子好了。这种有别于他的飒爽和妩媚的俏皮，让宋墨的心痒痒的，他不禁上前搂了窦昭的腰，低头凝视着他的眼睛，轻轻地应了声好。宋墨的声音如和煦的春风，如飞扬的柳絮，轻盈地落在他的心尖上，莫名地触动着他的心绪。好啊。他仰望着他清亮的眼睛，促狭地喊着梅公子，眉眼都如荡漾的春水般舒展开来。宋墨脑海里突然浮现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诗句来。寿姑。他抚着他的鬓角，低下头，轻轻地吻在了他的眉心，如同他是他掌心的宝，真爱又甜蜜。窦昭微微一愣，或许在宋墨不停的索取之后，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吸引人的，而这个不带情欲的吻好像证明了他们之间除了两性间最亘古的吸引，还有一些其他的情感，让他心里生出一丝感动。只是这感动还没能维持一刻钟，宋墨已沿着他的鼻梁一路吻下来，落在了他的红唇上，舌尖灵活的入侵，热情的挑逗，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欲望，让窦昭哭笑不得，却又头昏脑胀，目眩神迷，身体里涌动着迷离的灼热，踮起脚尖，情不自禁地随着他翩翩起舞。世子爷，夫人，小丫鬟清脆却难掩稚嫩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顾公子过来了，说有事要见世子爷。窦昭一个机灵，清醒过来，想推开他，宋墨却紧紧地搂着他的腰肢，唇舌却更显激烈，还带着几分霸道。窦昭只有无力地依在他的怀里，直到时间在他脑海里已没有了概念，他才慢慢地放开他。被他用力吻过的嘴唇沾着水光，特别的红润，仿佛一朵刚刚被雨露浇灌过的春花。宋墨看着心动，意犹未尽的又低下头来吻了吻他的红唇。小心顾公子闯了进来。窦昭娇嗔着横了一眼宋墨，
顾玉京都小霸王的外号可不是浪得虚名，上一世他曾直闯宋末内室，撞破宋末和姬妾欢好，宋末的姬妾为表清白自缢未果，宋末却不以为意。这件事被传开之后，很多人都认为宋末荒淫无耻，离经叛道。宋末听窦昭这么一说，仔细想想，这还真是顾玉干得出来的事。他笑着又亲了亲他的面颊，这才转身去了书房。窦昭望着他走出内室的背影，一转身却看见镜台上的西洋镜里映着个穿着桃红色被子的美人，眼角眉梢全是盈盈的笑意，一双眼睛闪亮的如同宝石，颊间一点绯红，给他平添一抹玫瑰的娇艳。这镜中的女子是自己吗？她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颜色？是因为她现在和宋墨在一起吗？窦昭不由走了过去，手指轻轻地划过纤毫毕露的镜子，镜中的女子歪着头，目露困惑。宋墨微微的笑，如清风晓月般明朗。顾玉狐疑地搔了搔头，你一大早的和嫂嫂出去干什么了？心情怎么这么好？是吗？宋墨反问，不禁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我的脸色很好吗？从昨天到今天，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和窦昭厮混。顾玉又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点头道，气色真的很好。看着他的目光十分认真。宋墨想到昨天晚上窦昭情迷意乱中狠狠地在他肩头咬了一口，那个伤口至今还留在身体上，他怕顾玉发现些什么，轻描淡写地转移了话题。你找我干什么？心里却想着窦昭。在他发现自己肩头的伤口之后，那又懊恼又后悔的神色，在激情难耐的时候也只咬了唇，低低的呻吟。那如湖色水光般潋滟的水眸，那些绮丽的记忆涌上他的心头，身体又仿佛被他紧致的花镜包裹着。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又热了起来。宋墨忙敛了心绪，有些不自在的轻轻咳了一声，神色又严肃了几分。顾玉不解地望着宋墨，天赐哥，你怎么了？是不是早上出去受了风寒？要不要找个大夫来看看？不用了。宋墨冒汗，只好又咳了两声，再次提醒他，你找我什么事？哦，顾玉对宋墨的话从来不怀疑，既然宋墨说没事，那肯定就没事，心头的那一点点怀疑也就如浮光掠影般飘过，很快被他抛到了脑后。天赐哥，你不是说让我帮嫂嫂把窦大人留在日盛楼的契书都拿回来吗？他问宋墨，语气很是兴奋。天赐哥，你猜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也不待宋墨说话，道，日盛银楼的大掌柜张之奇原来是辽王的人。宋墨非常的意外。顾玉以笑道，我借着要追查英国公府走水进贼之事的由头去了日盛银楼，那张之奇开始还和我绕圈子，后来知道了我是谁，立刻就老实了，不仅把自己的底细交代了个一清二楚，还把辽王委托他来京都圈钱的事也都告诉了我。你跟嫂嫂说一声，让他放心的把银子放在日盛银楼好了。那张之奇扯的既然是辽王的虎皮，他敢吞谁的银子，也不敢吞嫂嫂的银子，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他。话说到最后，语气也变得很是蛮横。也就是说，顾玉并没有把岳父留在日盛银楼的契书拿回来。宋墨眉头微蹙，想到窦昭的担忧，如果只是想要找个靠山，找郭大人已足够了，何况要拉上父亲这个穷翰林。我怀疑这张之奇是冲着武伯父来的。你也知道，父亲这2年在管家的事上，很多时候都和武伯父有分歧。我也觉得总是这样依靠武伯父不太好，若是能和武伯父少几分羁绊，就少几分羁绊，否则长期以往，父亲哪里还有立场反对武伯父的做法？他想自想道，顾玉，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你嫂嫂娘家两房的矛盾，把窦家的一些事告诉了顾玉。顾玉听得半天都合不拢嘴，原来窦家还分东窦和西窦。他感慨道，这可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没想到嫂嫂小的时候这么可怜，母亲硬生生的被人给逼死了，还要认贼作母，也难怪嫂嫂不愿意到京都来了。心里对窦昭那股莫名的敌意骤然间消失殆尽，反而升起淡淡的同情。顾玉就像他的弟弟，宋墨自然希望顾玉能和窦昭好好的相处。顾玉为人虽然跋扈，但心地柔善，这也是他把窦昭的遭遇告诉顾玉的原因之一。既然是辽王的人，那就好办了。宋墨笑道，也不用跟他说什么，直接把由我岳父印鉴的契书都拿回来，到时候我亲自去给辽王解释一番。顾玉听了奇道，你要去辽东吗？你怎么走得开？宋墨笑道，皇后娘娘前几天跟我说，想让我去趟辽东，给辽王送点东西，因我刚成亲，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顾玉蠢蠢欲动，天赐哥，你什么时候去辽东？一定要跟我说一声，我到时候和你一起去趟辽东。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辽王了，听说他连着娶了3房姬妾，生了4个儿子，
他嘿嘿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好，有顾玉跟着，陪着辽王，他不仅能去看看五舅，还可以和五舅单独说上几句话，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顾玉点头。宋墨叮嘱他，你这2天就把日盛银楼的事办妥了，我也好给你嫂嫂一个交代。顾玉像个小孩子，听说这件事是窦昭要宋墨办的，又开始别扭起来，有气无力地应了声是，和宋墨说起自己在书上看到的辽东风光来。宋墨笑着摇头，带送走了顾玉，去给窦昭回音。放心吧，没事。猜测得到了证实，窦昭想笑都想不出来。他喃喃地道，既然是扯了辽王的虎皮，何必怕人知道？还要通过这种方式和太子的人沾上关系，难道他就不怕辽王知道了，怀疑他3心2意？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宋墨略一沉思，脸色微变。窦昭趁机走开，给宋墨留下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而从顺天府出来的季勇却气得手直发抖。托2榜进士出身的福，又有窦世恒的拜帖，黄琦尽管刚刚接手顺天府，还没有把事理顺，却还是在第一时间里见了季勇。知道季勇是窦家的关系，来打听英国公府走水的事，黄琦直言不讳地道，凭我们顺天府的人手，那些盗贼10之8九是没办法全部缉拿了，现在就看武成兵马司那边有没有什么动作。不过不管以后怎样，看在你们同为士林的份上，我以后都会对英国公府胡同加强巡查，英国公府世子夫人有什么事递帖子到顺天府，也会尽快处置的，还请窦中直放心。待我这边清闲下来，我们再好好的小酌一番。言下之意，顺天府将委武成兵马司马首是瞻，不再花精力调查英国公府走水的事了。那武成兵马司是什么东西？京都官场谁不知道？指望着他们捉贼，还不如指望着他们别被贼吓跑了。他当时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谁知道黄琦呵呵笑道，可我们也不能不服气，谁叫那武成兵马司总有办法在皇上面前交差，就差一点捅破那层窗户纸，告诉季勇这件事，武成兵马司会想办法找人背黑锅的。这些尸位素餐的东西，季勇想到黄琦和窦世恒的交情，这才硬生生的将心头火压了下来，抢笑着和黄琦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季勇望着顺天府衙外面熙熙攘攘的行人，心头的火又冒了出来。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宋墨是怎么想的？就这样任凭这些人糊弄？他想了想，去了英国公府。宋墨听说季勇来了，一句说我不在家，打发了季勇。季勇心想，你不在家正好，又求见窦昭，并对小厮道，就说我是为了英国公府走水的事而来。骄傲的人都不屑说谎。窦昭在花厅见了季勇，季勇把自己去顺天府的事告诉了窦昭，并道，那些贼人若是知道最终官衙不过是准备找人背黑锅，以后行事只怕会更加肆无忌惮，说不定还会再打英国公府的主意。毕竟你有10万两银票陪嫁的事已传了出去，而且越传越悬。你现在不仅要缉拿那些盗贼，而且还要想办法转移视线，不能让旁人的眼睛总盯在你的陪嫁上，总有人会不顾生死的铤而走险，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窦昭很感激季勇对自己的关心，把宋墨的主意有所保留地告诉了季勇。世子也是和你一样的说法，所以准备利用私人的关系捉贼，就算不能全捉回来，也要想办法抓一大半，让那些江湖上的人知道英国公府不是那么好惹的。季勇闻言心下稍安，觉得宋墨还算没有糊涂到家。他叮嘱窦昭，若是有了消息就给我报个信。顺天府那边有了姑父的拜帖，我多多少少能说得上话。顺天府隐士文官，几家世代官宦，季勇又是2榜进士出身，于情于理顺天府尹黄琦都会给季勇几分面子。季勇这话说得十分真诚。窦昭想着顺天府在这件事上恐怕只想着怎样息事宁人，心里打定了主意不让季勇插手，但又想到季勇这样的热心不好泼他的冷水，于是向他再三道谢。季勇有些不悦道，你我是表兄妹，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有什么话就直说，这样谢来谢去的太过见外了。你成亲之前直率爽利，怎么成亲之后却变成了个庸俗的妇人？莫非是宋彦堂对你管头管脚的？那你还不如留在真定，在真定谁敢管你？宋墨没想到季勇见不到自己就去见了窦昭，而他一向给予窦昭和自己同等的权利和尊严，家里的小厮自然不会拦着。可一想到季家对窦昭曾经的觊觎，想到季勇的肆无忌惮，宋墨就有些坐不住。他思忖再三，决定伺机回来。只有他万万没有料到会在花厅门口听到这样一番话。宋墨的脸色阴沉沉的，
半晌才缓过神来，又在花厅外面转了一圈，觉得自己的脸色应该已经恢复如常，这才微笑着进了花厅。季大人，为了英国公府走水的事，还劳烦你亲自走一趟。多谢，多谢。他朝着季勇一手行礼，坐在了窦昭的身边。季勇挑了挑眉，道：寿姑是我表妹，她被贼人打劫，受了惊吓，婆家的人不能护她周全，我这个娘家的人怎么着也要来问一问吧。然后对窦昭道：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你好生歇息吧，我过几天再来看你。季表哥慢走季勇和宋墨见面，虽然每次都是季勇先挑衅的，宋墨大都尽量保持着沉默，可每次两人都免不了火光四溅的交锋。窦昭并不希望见到这样的场面，他亲自送季勇到了垂花门，回来看见宋墨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他不由得苦笑，解释道：季表哥为了英国公府走水的事，特意去了趟顺天府，结果顺天府尹黄大人根本没准备捉拿那些盗贼，而是准备和5城兵马司同流合污，找人顶罪。宋墨笑着拍了拍窦昭的手，道：我知道季大人是个面冷心热、心高气傲之人，这件事又的确是我做的不对，所以才会对着我句句带刺。你不要担心我会和他吵起来，我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是在想你刚才说的日盛银楼拉拢郭岩的事，他又把万皇后托他去辽东探望辽王的事告诉了窦昭，原本我以为只是件小事，正好还可以顺便探望五舅舅，现在看来只怕要从长计议了。窦昭最怕是什么？是宋墨像上一世一样被辽王当枪使，最后落得遗臭万年，不得善终。闻言他的汗毛就竖了起来，季勇和宋墨的矛盾相比这下就好比小孩子之间无关痛痒的打闹了。能不能不去？窦昭问宋墨，你是皇上的贴身侍卫，应该不能随意出京吧？但万皇后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这一点两世为人的窦昭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而且前一世他处在贵族圈里的最底层，大家有什么事根本不用顾忌避讳他，他比现在知道的更多。万一皇后娘娘一定要你去，你不好拒绝，能不能向皇上讨个旨意？好歹在太子面前有个说辞。宋墨点头笑道：太子那边我也会打个招呼，不管怎么说，太子和辽王总是两兄弟，我既然去探望辽王，问问太子有什么话或是什么东西要带给辽王，也是常理，这样更好。窦昭松了口气。宋墨迟疑道：你是否见过辽王？上一世见过。窦昭在心里嘀咕着道：没有见过。宋墨显得有些困惑，那你为什么对辽王很防备？你是不是听说了些什么，或是家里的长辈说了些什么？那倒没有。窦昭脑子飞快地转着道：你不说皇上的身体不好，有时候连人都不认得了吗？我就想，万一皇上要是春秋有限，英国公府又是勋贵中的头一位，只要不偏不倚的，就算是不能得新皇的喜欢，也不至于因为涉及宫闱之事被牵连，谁当了皇上都不可能拿作为纯臣的英国公府开刀吧。上一世强悍如辽王这样的君主登基，最终也不过是杀鸡给猴看，处置了几家对他出言不逊的勋贵。宋墨思忖着点头道：我看过几天，我们就去给太子和太子妃请个安吧。又道：原来准备你回娘家住了对月之后再去的，如今看来却怕到时候有些迟了，最好是在宋墨出发去辽东之前去拜见太子夫妇。窦昭问起太子和太子妃的喜好，来夫妻两人坐在内室的大炕上商量着拜见太子夫妇时的礼品，窦明却是又急又气，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往下直落。他真狠心。他朝着珠儿抱怨着，我不把任命书送过去，他就不来拿。难道真的不在乎这个5城兵马司的东城副指挥使不成？他可知道我费了多少心血才帮他谋了这个差事，他真是一点也不懂得珍惜。珠儿只好宽慰窦明，夫妻本是一体，夫人又何必和侯爷讲究这些？侯爷是男子，您昨天当着太夫人的面数落侯爷的不是，侯爷被驳了面子，这才会和夫人赌气的。老太太常说柔能克刚，夫人不如亲自把这任命书送去，给侯爷一个台阶下。珠儿口中的老太太是指王映雪的母亲王许氏。窦明却很犹豫，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向他认输了？以后我在侯爷面前还有什么颜面？可若是不把任命书送过去，魏廷瑜犯起混来，真的不去任职，那该怎么办？难道就让他顶着个侯爷的名头在家里玩？那和那些京都的闲帮有什么区别？这侯爷手里没有权，做的还有什么意思？他走出去又怎么见人？窦明思来想去，等到了申初，眼看着就要到下衙的时辰了，魏廷瑜还是没有来找他，他心里不安。又有小丫鬟进来禀告，说延安侯府的汪四爷过来，侯爷准备和汪四爷去外面吃饭。窦明这才真正的慌张起来。
只好去了魏廷瑜的书房，心里却明白自己这一场算是彻底的输了，以后想找回场子会很困难。魏廷瑜并不像窦明以为的那样是在拿桥，而是想到既然窦明拿了这个职位要挟他，他就不想去做这个什么副指挥使，索性约了汪清海一起出去喝酒。所以当窦明主动把任命书送来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至少窦明知道自己不对，主动给自己认错了。汪清海见了更是大声地道着恭喜，并打趣道：难怪约了我去喝酒，原来是有喜事。不过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个时候才告诉我。见天色不早了，忙催着他快去武城兵马司备报，还道：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我岳父刚刚任了武城兵马司都指挥使，我和东城指挥使郝大勇也有数面之缘，也算得上是熟人了。魏廷瑜闻言大喜，奇道：怎么你岳父去了武城兵马司？他正担心自己去晚了，惹得武城兵马司都指挥使不高兴。原来你还不知道啊。汪清海错愕，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了魏廷瑜。魏廷瑜脑海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窦明不这么多事，自己通过汪清海说不定也能谋个东城副指挥使的差事。他拉着汪清海就去了武城兵马司衙门，连句多谢都没有跟窦明说。窦明望着魏廷瑜雀跃的背影，怅然若失。赶到武城兵马司衙门的魏廷瑜却没有见到兼任武城兵马司都指挥使的东平伯，厉木告诉他伯爷去了英国公府，你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魏廷瑜忙将自己的任命书拿了出来，厉木一看忙笑道：原来是济宁侯爷，我们没有得到信，想必伯爷也不知道侯爷会来我们武城兵马司，我这就派人去给伯爷说一声，侯爷要不要在这里喝杯茶，等等伯爷。魏廷瑜正要应诺，汪清海却拉了拉魏廷瑜的衣襟，笑道：那就麻烦这位大人了，不过快到了下衙的时辰，怕是伯爷不会回衙门了，我们还是明天一早再来，还请这位大人代为我们通禀一声。说着塞了2个分红过去。厉木笑呵呵地应了，亲自将魏廷瑜和汪清海送出了衙门。站在武城兵马司衙门的台阶上，魏廷瑜担心道：这样好吗？若是你岳父回了衙怎么办？按道理我应该一早就到衙门来备报的。他更担心的是，自己去武城兵马司任职的事，武城兵马司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但当着汪清海的面，他却不好意思说，万一事情有变，他有什么脸面面对汪清海？魏廷瑜心里暗暗责怪窦明办事不靠谱。汪清海却道：你傻呀你没听到那厉木说我岳父是去了英国公府吗？英国公府出了那样的事，正是求着武城兵马司办事的时候，我岳父这个时候去英国公府，宋老大肯定会留我岳父吃饭的。你和宋老大可是连襟，正好可以去打秋风，借着宋老大的名头和我岳父搭上话，我岳父以后可是你的上风，有他一句话，你在武城兵马司的提职擢升指日可待，这么好的门路你怎么都不知道用？魏廷瑜笑道：我不是还有你吗？我能和宋老大一样吗？汪清海忍不住朝着他翻了个白眼，我不过是延安侯府的次子，功业无成，还得靠着哥哥吃饭，宋老大却是英国公府袭了职的世子，备受皇上宠爱，在金吾卫任指挥使，正3品的武官，正1品的世子衔，我说话的分量和他说话的分量能相提并论吗？魏廷瑜想想也有道理，道：那我们一起去吧，有你在，我胆子也大些。大约是觉得自己和宋墨太熟，宋墨不足为惧，东平伯却是5位掌印都督之一，是股肱之臣，心里有些犯怂。汪清海想想也都不是外人，遂笑着应了，和魏廷瑜一起去了英国公府。宋墨不在家，和东平伯去了醉仙楼，两人又赶往醉仙楼。东平伯正和宋墨说着话，听说女婿带了个人来见他，他心中不悦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就算是要为谁搭桥牵线办事，也等他回家了再说，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将人带到了醉仙楼？何况还有宋墨在场。他刚想呵斥小厮几句，只见宋墨笑道：令婿是延安侯府的四爷大和吧？我和延安侯府的世子大海私交甚密，说起来也都不是外人，不如请令婿进来喝2盅，邀请着汪清海。这样的场合，女婿能进来见识一番也好。东平伯笑着说了几句客气话，让小厮请了汪清海进来。没想到跟着汪清海进来的还有魏廷瑜。京都的勋贵圈子只有这么大，就算是不熟，至少也见过听说过。东平伯呵呵笑了起来，对宋墨道：果然都不是外人。又指了身边的太师椅，示意魏廷瑜坐下说话，今天你姐夫请客，你可不要跟他节省，上好的竹叶青，我们不醉不归。魏廷瑜望着宋墨年轻俊雅的面庞，不由讪讪然的笑，喊了声世子，坐在了东平伯的身边。倒是汪清海恭敬地给岳父和宋墨行了个礼。
小厮重新摆了碗筷。魏廷瑜把自己到东城兵马司任职的事告诉了东平伯。东平伯愕然望向宋墨，宋墨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魏廷瑜那样对待窦昭之后，他无意再帮魏廷瑜。原来几年后任了东城兵马司副指挥使，怎么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他寡淡地道，早知道这样，就应该设宴给济宁侯庆祝庆祝的。如今只有等哪天济宁侯有空闲的时候再说了。话虽说得客气，语气却很冷漠，而且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东平伯暗暗惊讶，看来他们联金的关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密切啊。想到窦氏姐妹一家，窦氏姐妹的关系肯定非常的紧张，魏廷瑜又懦弱无能，和宋墨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两联金的关系又怎么好得起来？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得出大窦氏对宋墨的影响。东伯平觉得自己想通了其中的关节，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对魏廷瑜的态度渐渐收敛，没有了刚才的热情。魏廷瑜却全然不知，他喃喃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总不能告诉大家这职位是窦明通过王家帮他谋取的吧。汪清海却能感觉到酒席上的气氛骤然一冷。难道魏廷瑜去东城兵马司任职的事宋墨也不知道？这么大的事，魏廷瑜怎么也不跟宋墨知会一声？有宋墨帮衬，以宋墨的人脉，魏廷瑜以后的路会通畅得多。他不由瞪了魏廷瑜一声，忙帮着宋墨续了杯茶，笑道：说起来这件事十分突然，就是佩锦也才是今天早上才知道，靠老婆娘家吃饭总比让宋墨和自己的岳父误会好。汪清海把窦明出面为魏廷珍奔波的事告诉了宋墨和东平伯。宋墨很是意外，心里第一次对王家有了不满。要不是王家仗势欺人的这样压着，窦昭又怎么会宁愿跟着在田庄的崔姨奶奶生活，也不愿意到京都来呢？他不动色，淡淡的笑道：没想到王家为了这个外孙女，竟然出了大的力，济宁侯爷真是好运气，切莫辜负了美人恩才是。魏廷瑜窘得满脸通红，大窦氏和小窦氏可不是一个母亲，自然也就不是一个外家了。东平伯粉饰太平地哈哈大笑，汪清海这下子也听出了宋墨言语间的冷漠疏离，他不禁在心里喊了声糟糕，他们肯定弄巧成拙了。不仅没能借宋墨之事为魏廷瑜铺路，反而暴露了宋墨对魏廷瑜的不满。以他对自己岳父的了解，就算东平伯以后不给魏廷瑜使绊子，也不会提着魏廷瑜的。他顿时头痛欲裂，朝着魏廷瑜使了个不要说话的眼色，接下来的时间再也不敢插嘴，默默地给宋墨和东平伯端茶倒酒。东平伯和宋墨谈话的内容就渐渐转移到了英国公府走水的事上。皇上向来对英国公府恩宠有加，这次竟然把顺天府尹和武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都换了。京都的百姓茶余饭后说起，谁不对英国公府翘起大拇指说一声威武？这可真是福西祸所伏，祸西福所依。那些盗贼到英国公府来行窃，却没想到竟然成全了英国公府的名声，这恐怕是谁料不及的。他笑道：我和黄大人碰了个头，黄大人也把这件说给我听，我们还在一起笑了一场。自己若是不拿出几分手段来，这些人恐怕就准备拿几个不相干的人来糊弄自己了。宋墨微微的笑道：两位大人倒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只是我听说那些盗贼很狡猾，早已逃得不知踪影，想必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想在皇上说的限期内缉拿到那些盗贼，恐怕都很困难。我想了想，也不让你们为难，由我们英国公府出重金悬赏，谁要是能查到其中一个盗贼的去处，赏银1000两，2个赏银2000两，依次类推，上不封顶。谁若是能缉拿其中一个盗贼生死不论，尸体赏银3000两，活捉赏银5000两。如果能缉拿3人以上，由英国公府作保，推荐到卫所任职。不知您意下如何？这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不要说官府的人了，就是那些绿林之士，为了银子，为了正经的出身，恐怕都会主动围剿那些闯入英国公府的盗贼，甚至那些盗贼为了悬赏，都可能会自相残杀。东平伯倒吸了口冷气，这到底是宋墨的主意，还是宋宜春的主意？他不由仔细地打量宋墨，月光般清冷皎洁的少年，嘴角微翘，淡漠中透着几分倨傲。若说他和那些出身显赫，备受长辈宠爱，一路顺风顺水长大的世家子弟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他的相貌十分俊美，非一般人可比，但他做出来的事却和那些不谙世事的世家子弟没有什么两样，愤懑之下只知道拿金钱权势砸人。这好像和他听到的有关英国公世子的传闻严重的不符。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宋墨呢？他有点后悔自己来之前没有让人好好查查宋墨。东平伯不由抚额道：令尊可知道悬赏的事？这可得不少银子，还要向皇上讨恩赏。宋墨笑道：
父亲不在家，英国公府交给了我，这点小事还是不用惊动父亲了。这笔银子由我出，讨恩赏的事也由我出面，只求父亲回到家里，看在新修的马棚和群房的份上，不要生气就好。他的语气有些唏嘘，一副如同做错了事，只想极力补救，求长辈不要追究的模样。一旁的魏廷瑜却越听越觉得宋墨小题大做了。见东平伯颇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忍不住道：世子，我看这样事你就别插手了。有东平伯，有黄大人，相信那些盗贼很快就会被缉拿归案了。你也别这样折腾了，太划不来了。宋墨根本就不想理他，径自对东平伯道：中午黄大人和顺天府的同知捕快过来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黄大人当时听了也有些犹豫，倒是顺天府的同知和捕快很感兴趣。黄大人觉得赏金太多，牵扯的人也很多，说要和您商量之后再给我个答复。东平伯不禁在心里问候黄大人的母亲：你早知道了这件事，却不让人给我传个话，现在消息传了出去，你却让我做决定了。我要是同意了，到时候京都出了乱子，谁负责？我要是不同意，岂不是要断了下属们的财路？今后谁还会一心一意地帮我办事？他再也顾不得什么，急急地道：皇上召见我和黄大人的时候就说了，这件事以顺天府为主，武成兵马司为辅，我自然是以黄大人马首是瞻。魏廷瑜听得眉头直皱，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由着宋墨说怎样就怎样呢？朝廷威严何在？武成兵把司和顺天府的颜面又何在？他不禁道：这件事由英国公府拿出重金悬赏，有些不太好吧？毕竟抓贼击凶都是衙门的事，你这么一来，弄得武成兵马司和顺天府像是给你办事似的。永平伯大恨，有些事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他恼怒瞥魏廷瑜一眼，冷冷地道：我和世子爷说话，哪有你插嘴的地方？说完，继续对宋墨道：悬赏的事，只怕还要和黄大人好好商量商量，拿出章程出来，那些盗贼我们又不认识，若是有人杀良冒功，我们如何分辨？若是有人欺瞒诱骗，我们又如何的辨别？可别到时候放好了刀剑，冤枉了好人，世子爷一片好心，却落得个愁着快，亲着痛的下场。偏偏这抓贼的事又不能耽搁，他沉吟道：要不我们明天一早在顺天府碰个头？世子手里还拿着皇上赐的太宗皇上的佩剑，总不能让眼睁睁的看着武成兵马司和顺天府忙活吧？说着，呵呵干笑了几声。反正风声已经放出去了，至于永平伯和黄芪葫芦里卖什么药，他们自己伤脑筋好了。宋墨笑着应了。魏廷瑜一张脸却涨得通红，羞愧的抬不起头来。汪清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沉默的陪着他坐在一旁，在东平伯或是宋墨酒中少酒的时候直呼斟酒。相比之下，魏廷瑜不仅显得呆滞，而且还容易让人想起他侯爷的身份，觉得他有些拿巧。好在东平伯此时心思重重，没有功夫琢磨他，让他接下来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糗。宋墨和东平伯酒过三巡，彼此之间都知道悬赏的事不确定下来，再深入的谈下去已没有什么必要，开始说些京都的风花雪月。相比刚才的天真无邪，宋墨表现得大方得体，俗而不迷，雅而曲和，寻常的今年的老宦也难比肩。东平伯不由得暗暗称奇，心里隐隐有些明白宋墨的用意。他不由感慨，没想到宋宜春那么软糯的人，却能养出这样个厉害的儿子，看样子英国公府最多10年又要一枝独秀了。念头闪过，他就更奇怪宋宜春和宋墨之间的矛盾了。如果他有个像宋墨这样的儿子，就算是儿子偷了自己的妾室，也要想办法保他前程光明，怎么能拖儿子的后腿呢？不过这毕竟是宋宜春的家事。东平伯轻轻摇头，把这念头抛到了脑后，和宋墨嘻嘻哈哈地说起闲话来，直到打了2更鼓才散去。汪清海和魏廷瑜像双打的茄子，无精打采地跟在东平伯的身后。东平伯喊了汪清海：你扶我回去。汪清海不敢怠慢，忙上前搀东平伯上了马车。东平伯和宋墨告辞，汪清海朝着魏廷瑜使了个愧疚的眼色，对自己不能陪着魏廷瑜同出同进表示歉意。魏廷瑜露出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勉强地朝着汪清海点了点头，示意没关系，让他好好服侍东平伯。汪清海松了口气，等东平伯和宋墨寒暄完毕，他上了马车，马车缓缓地朝前驶去。刚才还醉意朦胧的东伯平却猛地睁开了眼睛，无比清醒地吩咐马车夫：快，拐过弯，停在醉仙楼的拐角。车夫不解，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照着东平伯的吩咐拐了个弯，把马车停在了醉仙楼的拐角。东平伯撩开了车帘，汪清海就看见宋墨看也没看魏廷瑜一眼，径直上了马车，扬鞭离开了醉仙楼大街。
东平伯闭上了眼睛，淡淡喊着女婿汪清海：大海，你以后还是少和济宁侯来往。他这个人成不了大气候不说，恐怕还会拖累你。汪清海心里犹如翻江倒海，他没有想到宋墨和魏廷瑜的关系现在这么的僵，更没有想到岳父为了点拔他，特意转回来，让他亲眼目睹这一幕。他嗯了一声，语气既困惑又迷茫，还有几分不知所措。东平伯也不催他，闭上眼睛，由着摇摇晃晃的马车将他拉回了东平伯府。宋墨对今天的会面还是很满意的，有了他这番做作，想必明天京都大街小巷都会谈论他的纨绔做派，也可以趁机温和一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杀气。而且还有个附加的收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过了今夜，京都人十之都会知道他和魏廷瑜不和了，以后济宁侯府有什么事，想必也不会拉扯到他的头上来了。如同甩倒了一团烂泥似的，他顿时心情舒畅起来，并再一次感谢西天诸位菩萨，当初魏廷瑜认下了窦明，若是窦昭嫁给了他，自己恐怕这辈子都要心痛不已，不得安生了。想到这些，刚刚梳洗完毕的宋墨看着莹莹灯光下酣睡得如一株芙蓉花的窦昭，忍不住扑到了他的身上，受姑受姑，胡乱地亲着他，想要把他吵醒，想他热情地回应他，嘻嘻哈哈地跟他胡闹，让他知道他在他的怀里，他和他在一起很高兴，好像这样他心里就会感觉更踏实些，更宁静一些似的。限制级末日症候，窦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奄奄惺忪地醒过来。宋彦堂，你这是干什么呢？被子乱成了一团，衣襟四开，丰盈的酥胸一边被他含在嘴里，一边在他的指下变化成各种的形状，隐隐间还有些刺痛。你发什么疯了？窦昭哭笑不得。当权时的东平伯他不认识，可赋闲在家的东平伯却是个固执的老头，他怕宋墨和东平伯谈崩了，一直焦急地等着宋墨回来，不曾想自己等得迷迷糊糊睡着了，宋墨却回来了，还这个样子。宋墨放开了他，俯身上前咬住了他的耳朵。受姑受姑，他在他耳边喃喃低语，狠狠地吻着他的唇，比第一次同床还要激烈。难道他和东平伯谈崩了？呜咽着说不出话来的窦昭好不容易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喘息刚问了他一句怎么了，嘴又被他堵住，酥胸也被他握在了手里。窦昭只觉得全身发烫，脸油烧得火辣，又心痛他在外面受了挫折，也就随他去了。宋墨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他花蕊中的那颗珍珠，轻轻地捻了捻，就进入了窦昭的身子。窦昭沉沉地闷哼了一声，宋墨能感觉到他花茎的干涩，他停下来，咬着他的耳朵问他，是不是还有点痛？痛到没有，只是肿胀的厉害。窦昭怎么好说得出口？他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宋墨小幅地在他的身体里抽动，不过几下，他的身体就有了失意。宋墨低声地笑，接着他的腿直出直进，大力征伐。窦昭暗窘，他记得自己没有这么敏感的，前世生育的痛苦早让他没有了启梦，但碰到了宋墨，他往往什么没做，却能轻易就将他点燃。他能感觉到花茎已泥泞，好像在欢迎着他的到来。窦昭不禁一阵哆嗦，也动了情。他耳边响起宋墨掩饰不住欢喜的声音，寿姑你真好，埋在他身体里的肿胀好像又大了一圈矣的。窦昭愕然，宋墨已将他翻了个身，揽起他柔韧的腰肢，让他趴蹲在床上，从他身后闯了进去，身体好像被他贯穿，而且没有了温柔的拥抱，甜蜜的亲吻，这让他很不习惯。别这样。慌乱中，手脚发软的窦昭抓住了床头的栏杆节。不喜欢这样吗？宋墨柔声道，缠绵的亲吻春风般落在了他光洁的脊背上。窦昭站立起来，虎女仙图。不喜欢。他被他撞得语不成句，磕磕巴巴地道，不喜欢。宋墨咬着他的耳朵笑，放任身体长驱直放，一直深入到了他的花房，可我很喜欢。他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撞得花房渐渐松动。燕堂。窦昭全身颤抖着，说话都有些不利索起来，你别这样。这动作让他有些吃不消。那我们换个姿势。宋墨在他耳边吹着热气，好不好？窦昭颤颤巍巍应着嗯了一声。宋墨呵呵的笑，身体却撞得更深。窦昭吃痛，又恼怒他不守信用，刚刚喊了声燕堂，藏在身体深处的潮水却随着他涌了出来，人仿佛抽空飘到了半空中。窦昭低低的尖叫，寿姑。宋墨停了下来，静静地享受着他身体的余韵。窦昭软软地趴在了床上，宋墨附身，爱怜地吻着他的面颊。窦昭闭着眼睛，满脸的酡红。宋墨低声的笑，把软弱无骨般的窦昭抱坐在了自己的怀里，重新进入他的身体，
扶着他的腰肢慢慢地动了起来，身下更加肿胀的刺痛让窦昭回过神来，胸前的丰盈荡荡着在宋墨的眼前画出美丽的弧线。不行不行，窦昭羞得满脸通红，无力地推着他，宋墨却含住了那一抹艳丽。不不不，窦昭向后仰着，想避开宋墨，却让他再次深深地进入了他的花房。窦昭咬着唇，进退两难。宋墨把他抬得更高，落得更重，他的身体一阵刺痛，也涌起一股暖流。燕堂，窦昭他失神地喊着宋墨的名字，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寿姑，宋墨宠溺地把他抱在怀里，细细地把玩着他的身体。窦昭脑袋像灌了浆糊似的，混混沌沌，身下的感觉却更加清晰。这样频繁深入的欢爱，以自己的身体会很快就怀孕吧？在最后一点清明消失之前，窦昭脑海里浮现这样的念头。激烈的欢好过后，窦昭被宋墨搂在怀里，沉沉地睡着了。宋墨却有一搭没一搭地抚着窦昭玲珑的曲线，毫无睡意。辽王到底要干什么？辽东资源丰富，白山黑水，远离京都，兵多将广，自成一体。当初封藩，皇上也是考虑再三才下的决定。他若仅仅只是缺钱，大可将关外的几座煤矿占为己有；若是怕庙堂之争影响了他和皇上的父子关系，大可通过皇后娘娘长表孝心。难道说真如窦昭所猜测的那样，皇上已病入膏肓，辽王怕太子继位之后对他不利，所以未雨绸缪？或者他另有打算？想到所谓的另有打算，宋墨不由惊悚地坐了起来。被子滑落，冷风灌进来，惹得沉睡中的窦昭一阵英明。宋墨忙帮窦昭盖上被子，又轻轻地拍了拍窦昭，见窦昭翻了个身又睡着了，他这才长吁了口气，若是窦昭醒来多好，两人可以说说话。他俯身吻了吻窦昭的鬓角，却换来窦昭一阵不满的嘟囔。宋墨失笑，觉得心情好了很多，披了件衣衫，靠在床头发起呆来。眼看着内室的光线一点点地亮了起来，外面传来丫鬟们起床梳洗的响动。已经习惯了每天卯正即醒的窦昭睁开了眼睛，看见了静静地坐在身边的宋墨。他的表情端肃，明亮的眸子在光线暗淡的帐内闪烁着星子般的光彩，让他的整张面孔都生动起来，却有种沉静的美。窦昭安静地欣赏了半晌，这才翻了个身。听到动静的宋墨低头，就看见了窦昭熠熠生辉的眼睛。他不由笑道：“你醒了，要不要喝杯温水？”要。窦昭享受这种被服侍的感觉，还赤身裸体的宋墨笑着下床去给他倒了杯茶。窦昭的目光犹在他的腰际和下身缩了一眼，旋即又抿着嘴笑了起来。笑什么？宋墨把水递给了窦昭，坐在床边看着他把水喝完，接过茶盅又放了回去。没什么。窦昭重新躺下，笑望着他，问起昨天的事，和东平伯谈得怎样了？挺好的。宋墨笑道，他把我当成了个不知世事的纨绔子弟，劝我不要意气行事，待他和黄大人商量之后，再决定是否由英国公府出重金悬赏。不过为了防止他们互相推诿，我决定今天进宫一趟，向皇上讨几个未索的恩封。他去见东平伯之前，曾和窦昭说过重金悬赏的事。东平伯的担心不无道理。他道，有些人为了吃饱一顿饭都有可能杀人，更何况除了赏金可得，还能被推荐入卫所吃皇粮。你的确不能大意。宋墨笑着点头道，你放心，我自有分寸论奸非的100种死法。窦昭素来相信宋墨的能力，不再多问，催着宋墨，快穿件衣裳，也不怕着了凉。我要叫丫鬟进来服侍梳洗了。宋墨呵呵的笑，摸了摸他的头，你多些会吧，反正家里也没有长辈，我用过早膳就进宫，若是有人问起我的行踪，你照直说就是了。我知道了。窦昭的确不想起来，道，就是把消息传播出去吗？真聪明。宋墨和他说这些毫无意义却让他兴味盎然的闲话，看来以后有什么事都得和你说一声。常言道，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2个一起商量，说不定也能顶个诸葛亮呢。絮叨了半晌，才更衣去用早膳。窦昭躺在被子里笑，带着甜蜜的心情睡了个回笼觉。东平伯和黄琦那边果然派出人来探问宋墨的行踪，知道宋墨进宫去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在衙门里等。到了下午，宫里传出消息，皇上恩准了宋墨3个武卫营的小旗的名额。两人倒吸了口凉气，一个脸色铁青地吩咐小厮给东平伯下帖子，要请东平伯到东来顺饭庄吃饭，一个催着小厮给黄琦下帖子，要请黄琦到醉仙楼喝酒，而此时的季勇却正坐在东来顺饭庄的雅间里，和一个5大3粗的汉子吃饭。
那汉子姓荀，名仲，是京都最大的镖局平安镖局的东家，也是纪家在京都扶持起来的三教九流之一，平时负责帮着纪家打探些京都的消息。吉永中了进士之后，才能名正言顺地动用纪家在京都的这些关系。听说吉永要他帮着打听打劫英国公府的盗贼，荀仲不由得苦笑。大人，如果有人知道那些盗贼的消息，早就上英国公府领赏去了，哪还轮得到我们去捡漏啊？吉永一愣，道：怎么一回事？如今京都都已经传遍了，英国公府世子爷为了缉拿元凶，重金悬赏，寻求在逃的盗贼的消息，起价1000两白银，还有机会被推荐入伍。京都的侠武之人，不管是黑道的还是白道的，纷纷离京，或是怕被官府当成盗贼捉了去背黑锅，赶紧出京躲避风头，或是前往沧州打探些盗贼的行踪，想博个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人放出风来，3000两白银买一具盗贼的尸首，只求一个能和英国公府世子爷说上话的机会。京都如今已经大乱，早先的规矩被破坏一空，没几个人还顾得上讲江湖道义了。荀仲感慨地劝着纪永，大人，这个时候谁趟进去，谁就有可能倒霉。窦家虽然和我们家是姻亲，可是有轻重，窦家在京都经营数年，未必就没有几条路子，还望大人三思而行。他以为纪永是受了窦家之托来打探那些盗贼的消息，没想到宋墨这样能搅和，钱权2字就把京都闹了个天翻地覆。纪永不由默然。有镖局小伙计模样的少年跑了进来，匆匆给纪永行了个礼，凑近荀仲就是一阵耳语。荀仲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大人，他肃然地望着纪永，刚刚从沧州那边传来消息，说沧州这2天已涌入了无数的武林高手，发生了几起杀人事件。沧州的官府和道上的兄弟都已经知道英国公府悬赏的事了，官府还没有反应，但沧州3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宿老已联名发出英雄帖，请了少林、武当等门派的高手来沧州助阵，要求武林同道不得到沧州械斗，以免发生流血或是死人事件，但也承诺由他们负责查出那些盗贼的身份，到时候张贴在离城10里的观音寺大门上，谁缉拿到元凶算谁的。沧州所有的武林同道均不得参与极品女仙。纪永错愕道：沧州的武林人士能同意？这样一来，他们沧州的人可就失去了领取英国公府悬赏的资格了。荀仲看着那伙计，伙计忙道：不同意也得同意，他们沧州之前已经内斗了一番，3位宿老得胜，这才拿到了说话权。如今很多人都聚在观音寺，质疑3位宿老给出的盗贼消息是否真实。沧州那边恐怕还有番腥风血雨。说着，他像是想起了那些血腥的场面似的，缩了缩脖子。纪永却没有注意到这里，目光有些发直的喃喃道：好一招祸水东引。不怪他小小年纪就备受恩宠，他眼底迸射出耀眼的光芒，难怪周公瑾会说出寄生鱼、何生亮的话来。一股斗志渐渐地在他的眉宇间凝聚，让他的气势慢慢变得如刀锋般的锐利。荀仲心中一震，又有伙计来报，东家、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都传出消息来，说皇上给了英国公世子3个禁卫军小旗的恩赏。什么？荀仲失声惊呼，此话当真？真得不能再真了。伙计哭丧着脸道：6扇门的人一片哗然，全都找到了同知大人那里，追问若人是他们找到的，能不能领了英国公府的悬赏。同知大人现在急得满头是汗，偏偏不知道黄大人去了哪里，顺天府都乱了套了。完了完了！荀仲失魂落魄地道：东平伯刚刚上任，根本没办法约束武城兵马司的人。说到这里，他猛地回过神来，朝着纪永抱拳行礼：大人，我们镖局常年游走于黑白两道，怕是免不了要被官府和道上的兄弟们逼着打探消息，我们也要避避风头，事不宜迟，我要回去安排安排，还请大人原谅。如果大人还需要小的做什么，只管让玉桥胡同口茶馆里一个叫小六子的伙计给我带个口讯就是了。我要赶紧回去了，迟了恐怕要生变。该知道的已经知道了。纪永挥了挥手，荀仲恭敬地给纪永行礼，带着2个小伙计匆匆回了镖局。纪永却若有所思，一个人去茶馆消磨了下午的时光。听到消息的顾玉极其兴奋，他立刻赶往仪制堂。宋墨正和严朝清等人说话，他扬着盖了窦世英印章的檄文就进了书房。严朝清等人俱是一愣，顾玉以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模样嚷道：天赐哥，你要收拾京都的那帮王八蛋，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他将檄文交给了宋墨，怎么样？我办的还不错吧？像个要听表扬的小孩子，让严朝清等人没办法生气。宋墨也不负他所望，表扬了他几句，然后示意他坐下，和严朝清等人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既然已经这么乱了，想必再乱点也不打紧我设置一个限期吧。他思忖道，我记得皇上给了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2个月的期限，就以2个月为限，如果2个月之内抓到了所有的盗贼，悬赏有效；如果2个月之后还有盗贼没有落网，赏赐减半。你们觉得如何？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就是严朝清这样老谋深算的幕僚，也忍不住擦了擦额头的汗，更不要说别人了。只有看戏不怕抬高的顾宇笑嘻嘻地问着宋墨，天赐哥，那些人多半是冲着那3个亲卫军的名额来的吧？要是那3个亲卫军的名额没了，那些恐怕也没有这么积极了，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那些盗贼不成？2个月之后，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就得给皇上一个交代了。宋墨淡淡地道，若是我们依旧重金悬赏，岂不是让黄大人和东平伯为难？也是哦。顾玉摸着脑袋笑道，人家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的人都说盗贼全部抓获了，我们还在那里悬赏，等于是在指责东平伯和黄大人杀良冒功一样。皇上知道了，他们俩就完蛋了。说到这里，他睁大了眼睛，天赐哥，那些赏金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白白的送给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让黄琦和周少川做好人吧？他们敢来领赏，我就敢继续悬赏。宋墨傲然地道，我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他们不顺势而下，还想顺杆子爬，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又道，这样一来，黑白两道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再演场戏，让人送具盗贼的尸首过来，我们依旧按悬赏付银子，到时候自有人帮我继续追贼。敢打我们英国公府的主意，就要做好终身被追杀的准备。他吩咐夏琏，你把我这句话传出去。夏琏躬声应是。而得到消息的黄琦和东平伯却长长的松了口气。宋彦堂虽然有些胡闹，可到底还是有些分寸。东平伯对黄琦感慨道，我看悬赏的事就由英国公府出面吧。皇上不也赏了英国公世子3个小旗的恩赐？言下之间是皇上都认同了宋墨的行为，他就不要固执己见了。黄琦苦笑，事已至此，他不赞同又能怎样？那就多派些人手在英国公府附近巡查吧。黄琦道，万一有人为了悬赏的事争执起来，我们也能帮衬英国公府一把。宋墨对此无所谓，吩咐廖避风，那些给英国公府看门的衙役每天管1顿中饭。廖避风躬声应是。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的人一阵欢呼，不时有人送来盗贼的消息。宋墨把这件事交给了严朝清和夏琏，自己则有每日在家里练字。窦昭问他，你不去宫里行吗？宋墨笑道，我不是在帮着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的追查盗贼的事吗？窦昭失笑。宋墨拉了他的手，你的事办完了。窦昭已正式主持英国公府的钟会，不过是些柴米油盐的事。窦昭笑道，简单的很。宋墨微微的笑，以窦昭的聪慧，这些事对他也许真的很容易。他道，又到了赏菊的时候，下午你若是有空，我陪着你去丰台的花市逛一逛吧，说不定能遇到你喜欢的菊花，到时候我们买回来，明年你的花圃里不就多了几个品种？名贵的菊花品种哪是这么容易就遇到的？但宋墨兴致勃勃，窦昭不忍扫了他的心，心想就当自己陪着他出去散了心的，笑着应了。两人轻车简从去了丰台的花市。那些花农惯和富贵人家打交道，虽然不认识宋墨和窦昭，但见两人一个穿着小牛皮朝靴，一个戴着莲子米大小的南珠耳坠，气度不凡。知道不是寻常的人，小心翼翼地应着，拿了家里最好的菊花出来，在窦昭看来却很平常，比不上他留在真定的花草，随意看看，凑去似的买了几盆。宋墨知道这些都不如他的意，叫了花农到旁边询问，这个时候一种花草能活吗？那要是看是什么花草了。被宋墨询问的花农40来岁，相貌忠厚老实，如果是玉簪花、金鱼草，那就不打紧，它们本就是秋在播种，春天开花。若是牵牛花、万寿菊就不行了，它们是春天播种，夏天开花。哦，宋墨不知道种花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又觉得这人说话行事很实在，托他帮着寻些奇异的花草。我夫人很喜欢是弄花草，到时候你送到英国公府就行了。花农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的连声应是。宋墨和窦昭回了英国公府，宋宜春的信使正在等宋墨，听说宋墨回来了，立刻前往仪制堂求见。宋墨抽出信，草草地看了一眼，见信里全是责备他的话，只在最后问了问现在的情况如何。他突然想到窦昭趁乱拿到对牌的事，心中一动，回了信封给宋宜春，说之前都怪自己眼孔太小，心里只装着个仪制堂，却忘了仪制堂是英国公府的一部分，
现在听了父亲的教诲，自己痛定思痛，决定担负起英国公府世子的责任，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代父亲行使英国公的职责，并把自己以责成陶器重15天之内把烧毁的房舍修缮完毕，暂时拿出了5万两银子赏悬闯入英国公府的盗贼，并得到了皇上的支持，从皇上手里拿到了3个亲未尽的差事等等，一一的告诉了宋宜春，并吩咐宋宜春的信使600里加急，日夜兼程，立刻送到国公爷手中去。信使不敢怠慢，拿着信就启了程。宋默心里到底觉得愤愤不平，对窦昭道：他不把我置于死地，只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窦昭轻轻地抚着他的手臂，柔声道：那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你已经死过了一回了，难道还要再死一回才算得上是孝顺？那婆婆呢？婆婆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难道你置若罔闻不成？宋默失笑：你放心，我既不是愚忠的人，也不是愚孝之人。正如你所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他现在休想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却一声不吭地任由着他行事。然后揽了窦昭的肩膀，我们明天继续去丰台买花吧。虽然买不到什么罕世的花草，去散散心也好。窦昭抿了嘴笑，是不想待在家里被这些琐事烦恼吧。第二天用过午膳，他陪着宋默去了丰台。有人向英国公府提供了盗贼的行踪，顺天府和武城兵马司的人联手，很快将人缉拿归案。经审讯，那人的确是闯入英国公府的盗贼之一，而且报信的竟然是那盗贼的同胞哥哥。顺天府和武城兵城司的人一片哗然。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来那盗贼得知了英国公府的悬赏后，知道自己就算是这次逃过了英国公府追杀以后，也会面临着江湖同道和官衙的围剿，余生只能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与其这样诚惶诚恐的活着，还不如让自己的胞兄领了这悬赏，好歹胞兄得了悬赏，还能带他孝敬父母。他让胞兄割下自己的头颅去报案，胞兄不忍，他又怕到时候死无对证，用胞兄的名义报了案，躲在了京都城北的一个小胡同里，等着官衙来捉拿。严朝辽知道后两眼发光，吩咐下脸，大张旗鼓的把那1000两赏银送过去，我们只看结果，不问过程。下脸应声而去。京都黑白两道乱成了一片，始作俑者却陪着妻子在丰台的花市上悠闲地打着转。有人迎上前去，请问是英国公世子宋大人吗？称谓有些不伦不类，却把透了宋默的底细。来人显然对宋默很熟悉，宋默却不认识对方。他不动声色地将窦昭挡在了身后，飞快地缩了对方一眼，淡淡地道：我是宋彦堂。窦昭好奇地望着来人，不过20出头的年纪，相貌平常，衣裳朴素，一双眼睛却金光四射，透着几分与年纪及相貌不相符的精明干练。他不禁有片刻的困惑，这个人好面熟啊，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而且好像还很重要似的，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窦昭皱了皱眉，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被叮嘱不允许靠近他们的朱义成不动声色地慢慢地走了过来。来人恭敬地给宋默行礼，道：在下陈家，字赞之，在锦衣卫人小齐，当年曾奉命去福建押定国公回京。宋默神色大变，陈赞之却像没有看见似的。我素来敬仰定国公品行高洁，行事耿直磊落，一直想查出来我们锦衣卫是受谁之命捉使定国公，只可怕我为小执卑，没有什么进展。说到这里，他露出几分苦愁来，现在世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真怕世子爷忘了当年的恩怨，明知道以这种方式和世子爷见面，世子爷肯定很不屑，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来了，只求世子能帮我一起调查定国公的死因，还定国公一个清白。宋默心中警铃大作，定国公已经去世3、4年了，他一直不敢调查大舅的死因。雷霆雨露均是群恩，若最终调查出这件事与皇上有关，难道他们还和皇上去理论不成？说不定打草惊蛇，反而让皇上觉得他心存怨恨，不仅有可能失去帝心，身陷囹圄，而且还会牵连到已经风雨飘零，再也经不起打击的蒋家和流放辽东的五舅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大家都忘了这件事，等待新皇激登，等待他有足够的力量让新皇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却不是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不过是个刚刚涉足官场的新丁之时，去触动这件敏感的冤假错案。特别是在大舅去世后，倭寇猖獗却无人给阻止的时候，这个叫陈家到底想干什么？宋默首先想到了父亲宋宜春，会不会是他设的激将法诱导自己出错？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怀疑。激怒他调查大舅的事，英国公府也脱不了干系，他就是蠢，也不可能这么蠢。难道是辽王？
暗示这件事是皇上的意思。想到这时，宋墨在心里摇了摇头。定国公府最终被除了爵，就算不是皇上授意的，也是皇上同意见的，就算他知道这是皇上的意思，又能怎样？宋墨心中一触，或者辽王就是想告诉他，只要皇上再位一天，大舅的冤屈就休想有昭雪的那一天。不，这也不可能。辽王就算是有野心，大道正统他却不能违反，但也有可能他待不及了。就算是这样，自己除了英国公府的世子爷身份还有些分量，金吾卫前卫指挥使、世袭正四品佥事等职位却没有含金量，辽王根本没必要在他的身上花这么大的心思。那指使陈家的人又是谁呢？目的又是什么呢？自从被父亲陷害之后，宋墨觉得自己变得非常多疑。他看见朱义成等人已经在不动声色间围了过来，微笑着揽窦昭的肩膀，却突然间朝着朱义成等人报喝着把他给我拿下，神色顿时变得冰冷如霜，半搂半抱着窦昭连后退几步。立刻有人上前挡在了宋墨和窦昭的面前，和朱义成等人呼应着，把陈家围在了中央。陈家却十分的镇定从容，好像宋墨的反应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似的。他一面唰的一声拔出了腰间的软剑，一面道：世子爷，实话对您说了吧，要不是您在京都掀起的腥风血雨，见识了您的手段，我还不敢来找您，想为国公爷沉冤昭雪，可不是人人都办得到的。您若是不相信我，可以到锦衣卫去打探我的底细，我在锦衣卫也非无名之辈。话既至此，世子爷怎样抉择，就得靠世子爷自己判断了。说完，主动上前，迎着其中身手最好的朱义成战去。朱义成的大刀沉重稳健，陈家的软剑轻盈灵动，两人不分重薄，被刀光剑影笼罩，战成了一团。宋墨其他的护卫自动分成了两拔，一拔将宋墨和窦昭团团围住，一拔围着朱义成和陈家，一副随时准备增援朱义成的模样。花农吓得躲到大缸后面。陈家一声长啸，从屋顶跳出几个身穿锦衣卫服饰的人，抽了绣春刀就朝宋墨的护卫砍去。宋墨的护卫很是意外，错愕间已有人趁机突然了包围圈，偷袭朱义成。朱义成闪身避过，陈家跳出了战圈，朝着宋墨拱手，有几个锦衣卫掩护，边战边退到了篱笆旁，穿过篱笆钻入了篱笆后的树林里，不见了踪影。朱义成等人这才发现那篱笆早被人从中挖断，不过是用树枝掩着面而已。给我追！朱义成脸色铁青，率先追了上去，却被宋墨大喝一声回来，停住了脚步。不用追了。宋墨神色平静地道，他们早有准备，再追下去也不过是徒劳无功，让杜维查查他们的底细。朱义成愤然应是，带着两个护卫赶往杜维所在的杂货铺子。宋墨示意陈和将吓得瑟瑟发抖的花农扶了起来，笑着朝他拱了拱手。一场误会，让你受惊了。花农哪里敢多问，惶恐粉饰着太平。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今天恐怕逛不成花市。宋墨歉意地对窦昭道，改天我再陪你来逛吧。一直神色紧张地握着宋墨衣襟的窦昭哦了一声，笑道，那我们改天再来好了。表情欢快，好像之前遇到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锦衣卫，而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大雨。宋墨心中更是愧疚，窦昭跟着他总是麻烦不断，就算是逛个花市也能引出些乱七八糟的事来。这一刻他无比的希望把身边的那些麻团都解决掉，至少在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前得解决一部分，得给孩子一个安全宁静的生长环境，让他们都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宋墨忍不住就瞥了窦昭的腹部一眼，他们这段时间亲密无间，说不定窦昭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安内必先攘外，那就先从陈家开始吧。他扶着窦昭上了马车，窦昭托着腮想着陈家，穿着锦衣卫的衣饰，敏捷的身手，轻快的脚步，他真的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窦昭不由哎呀一声，也想着陈家，有些心不在焉的宋墨忙道，怎么了？没事没事。窦昭掩饰着心中的慌乱道，刚才磕了一下。宋墨微笑，揽着窦昭的肩膀，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鬓角，又陷入了沉思。窦昭没有打扰宋墨，静静地依偎在宋墨的怀里，心里却惊涛骇浪般。他见过陈家，不过当时的陈家不是这个样子。他穿着大红色正三品锦衣卫蟒服，大雨中敬畏地穿过重甲林立的护卫，卑微的单膝跪在宋墨的面前，低眉顺目地朝宋墨禀着什么。陈家就是上一世他初遇宋墨时那个向宋墨禀示的锦衣卫。如一个绕不开的圈，这一世他们又相见了，却是以这种方式。难道上一世陈家也是这么打动了宋墨，得到了宋墨的信任，成为了宋墨的心腹不成？那定国公的冤案到底和皇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想到了宋墨射向太子的那一箭，不仅让他沦为臭名远扬的刽子手，也射杀了皇上的希望和性命，让辽王顺利地登上了皇位。窦昭的手不禁紧紧地搅在了一起。这一世，陈家会不会再次打动宋墨？他手里到底掌握了怎样的底牌？这底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窦昭额头沁出细细的汗。怎么了？他耳边传来宋墨温和的声音，是不是刚才磕到哪里了？声音中带着浓浓的关心。窦昭不由拽住了宋墨的手。我没事。宋墨的手干燥而温暖，如冬日暖暖的阳光，让窦昭的心渐渐地安静下来。陈家的话，你要三思而行才是。他早不来见你，晚不来见你，见到你的手段才来见你，可见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标，你千万不要大意。等几年，皇上病天，有些事一样可以真相大白。有的时候就是看谁要沉得住气。我知道。宋墨回握着窦昭的手，低声道，可不管他怀着怎样的目的接近我，既然打了我的主意，这一次不成，恐怕还会有下一次。与其终日防贼，不如顺藤摸瓜，说不定还能掌握主动权。又笑道，我现在可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莽撞了。我还想和你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呢。你就放心好了。白头偕老，儿孙满堂，他能够吗？会不会有一天他醒过来，宋墨也是一场梦呢？窦昭眼睛有些湿润，握着宋墨的手更紧了。自己以前对些事太固执了，宋墨想怎样，自己依他就是了。只要那些事能让他高兴些就好。他第一次主动把头靠在了宋墨的肩膀上。宋墨不知道缘由，却能感觉到窦昭对自己的依恋。他心里像吃了蜜似的，一直甜到了心里。就这样任由窦昭靠在他的肩膀上，两人回了英国公府。颜朝卿已得到了信，正和廖碧峰、朱义成、夏琏等在仪志堂的门口。我们书房说话。宋墨淡淡地道，往书房去。走了2步，他面露沉思，脚步微顿，回头对窦昭道，你也一起听听3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有时候局外人看得比局内人清楚。目光却在颜朝卿和夏琏等人身上扫了扫，颇有些解释为什么让窦昭也去书房的原因。见识过营救宋墨的窦昭之后，两人对窦昭的谋断早已没有怀疑，自然也就对宋墨的决定没有任何的反感。倒是廖碧峰和朱义成难掩心中的惊骇，俱震惊地望了窦昭一眼。等进了书房，朱义成还好，廖碧峰却恭敬地请窦昭坐下，并亲自给窦昭斟了杯茶，隔着2个太师椅坐在了窦昭的下手。宋墨问，情况怎样？颜朝卿恭敬地道，据杜维说，那陈家今年24岁，是借袭叔父之职进的锦衣卫。4年前妻子病逝，没留下子嗣，也未续弦。4年前，他的确赴福建公干，回到京都之后，开始和同去福建公干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千户陈祖训来往密切，还认了陈祖训为干爹，并在陈祖训的提携之下生了锦衣卫小旗。不过2年前陈祖训因得罪了汪渊，被寻了个由头处死之后，陈家没有了依仗，在锦衣卫的日子很不好过，据说还差点被革职。今天袭击世子爷的几个锦衣卫并非假冒，而是陈家的几个结拜兄弟，其中有2个曾和陈家一样去过福建。宋墨慢慢地呷着茶水，半晌才道，颜先生怎么看这件事？颜朝卿斟酌道，有可能是看到您近些日子的举动，想投其所好，博个前程，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受人指使，铤而走险。宋墨微微颔首，望向廖碧峰。廖碧峰虽然有和颜朝卿一别苗头的意思，却不会信口开河。他同意颜朝卿的判断，我觉得颜先生言之有理。宋墨想了想，问窦昭，你觉得呢？第一次随着宋墨参加书房议事，窦昭打定了主意，只听不说，突然被宋墨点名，窦昭非常的意外。但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既然情况有了变化，他也不会藏着掖着。在沉思片刻之后，他大大方方地说了出自己的看法。不管那陈家是为了博个前程，还是受了人指使，世子对他开出来的条件都非常的心动。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听他说说，再做打算？若是他所说属实，就算他是受人指使，我们也未必就会入购；若是他所说纯属胡编乱造，就算他是为了博个前程，我们也未必会帮他。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宋墨和颜朝卿等人都微微颔首，廖碧峰不免在心中感叹，难怪世子爷对夫人如此的尊重，夫人除了有极致，还善谋划。他心里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来，如果哪天世子爷有个闪失，他们这些人在夫人的带领之下，也不会如倾倒的大树，霎间就成了他人的鱼肉。这一刻，他对仪志堂才生出了归属感，对仪志堂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
夫人若是能尽快的诞下子嗣，一至堂就再无内患，他们这些人也就再无顾忌了。想到这些，他起身，恭敬地给窦昭还满满的茶中又象征性地续了点水。朱义成却没有廖碧峰那么多的心思，听了窦昭的话，他心中满是困惑，很想质问窦昭几句，又限于尊卑有别，不好出声，眉宇间流露出几分焦虑。宋默还以为朱义成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因而笑道：朱护卫，你觉此事如何？朱义成并不是个擅长谋略之人，从前参加书房的议事也只是听，从来不曾说什么。此时见大家的现事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由脸色涨得通红，嘴角窸窸，半晌才道：我觉得严先生和廖先生说的有道理，夫人说的也有道理。我就是想问问，如果那个陈家是受人指使的，我们去调查国公爷的事，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抓住我们的把柄，然后告到皇上那里去？我总觉得他能未雨绸缪的给自己留后路，就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而且他身手也很好，算得上文武双全了，和这种人打交道还是小心点的好。是觉得自己的建议太冒险了吧？窦昭也这么觉得。前世的宋默喜怒无常，陈家能成为他的心腹，可见是个不容小视的人物。可宋默的行为又让他感觉到陈家的言行已引起了宋默极大的兴趣，要不然宋默大可一张帖子送到锦衣卫，让锦衣卫给他一个交代，置陈家于死地，根本不必招了严朝清等人，一时他向来觉得赌不如输。而且定国公的死不仅仅牵扯到蒋家的冤案，还关系到蒋夫人的逝世，宋宜春和宋默的矛盾，辽王已初露峥嵘。如果宋默能在辽王露出獠牙之前，宋默能把英国公府的事理顺，就再也没有给拿宋默亲人的逝世做文章了。以宋默的冷静理智，他们完全可以安全地度过4年之后的宫变。这个时候判断错，他们还有机会改正。等到辽王图穷匕现之时，朝野纷乱，是对是错早已说不清楚，一句话不说，都可能惹上欲加之罪，何况要把自己撇清。世子爷如今君恩正重，还未及冠，公公自婆婆去世之后，家中诸事都交给了贴身管事和幕僚，世子爷有时候行差踏错也是常事，正好聆听皇上的教诲。窦昭暗示道：什么事都在于世人怎么说怎么看，相信些什么。宋默微微的笑，严朝清却激动起来，冲着宋默道：世子爷，夫人好主意，我们现在就把国公爷和您不和的事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向来喜欢父慈子孝，你又是他最喜欢勋贵子弟之一，如果有人告御状，您正好利用这件事，想办法引起皇上的怜惜之心，让皇上来管教您。那对我们来说可谓是一箭双雕，既消弭了那些人对您的攻讦，还可以拉近和皇上的关系，我甚至有可能通过皇上之后架空国公爷。廖碧峰不由抚掌道：我觉得应依夫人之计行事。朱义成喃喃地道：这样也行。宋默呵呵笑，看样子夫人给我出了个难题啊。他望着窦昭的眼底有着不容错视的欣赏和愉悦，那就这样吧，皇上那边的事我来办，陈家那里10之8九还会联系我们，就交给严先生吧。众人齐齐起身，躬声应诺。在离英国公府不远的顺天府胡同里，有间高升客栈。魏州卫都指挥使华堂面沉如水，背着手在客栈的上房里焦急地转着圈儿。他贴身的随从神色恭谨的垂手站在上房的角落，大气也不敢出。不一会，传来几声小心翼翼的叩门声。贴身的随从松了口气，疾步上前开了房门。走进来一个30来岁的青衣文士，看见来人，华堂有些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怎么样？汪家怎么说？青衣文士忙低声道：我没有见到延安侯，但延安侯府的世子爷让贴身的随从让我给您带句话，想稍后来客栈拜访您。他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了张贴子，这是延安侯世子爷的贴子。然后语气微顿，声音也低了几分：我们送去的东西，汪家没有要。华堂不由眉头紧锁，长子的官司来得蹊跷，为了这件事，他已经拖了不下7、8个人，包括长兴侯和安陆侯在内，银子也用了上万两，对方却和他见招拆招，丝毫不怯场。他这才感觉到这桩官司不简单平，隐约也听到那老婆子是受了人指使，偏生他在京都没有什么根基。安陆侯又因贴身的中仆卷入了英国公府走水事件，弄得焦头烂额，写信给英国公，却至今没有回信。他又怎好这个时候为了自家的官司麻烦安陆侯？思来想去，他想到了和自家差点连了姻的延安侯府，想到了交友满京都的延安侯府世子，忙派幕僚带着厚礼登门，想请汪家帮着打听打听，到底是谁要和他过不去。汪家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由道：延安侯避而不见，汪家把我们送的礼品退了回来，延安侯世子却又要到客栈来拜访我。
华堂的幕僚，也就是那位青衣文士，听了沉吟道：“您看，那延安侯世子会不会是在避讳什么人？”华堂听着心神一震，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的确是有这种可能，他忙吩咐贴身的随从：“你眼睛放亮点，别让人发现我们的动静。”随从诚惶诚恐的应是。有小厮跑了进来，低声道：“延安侯世子爷过来了。”这么快就过来了？华堂不禁和幕僚交换了一个眼神，急声吩咐那小厮：“快请世子爷进来。”小厮应声而去。华堂想了想，在门口迎接。汪清怀穿着件很寻常的青色松江细布棉袍，只带了个随从走了进来。华堂骇然，汪清怀果然是为了避嫌而来。是谁让延安侯府的世子爷这样的忌讳？同时也证实了长子的官司有着不为人知的内情。华堂忙请汪清怀进了内室。汪清怀也不客气，和华堂分宾主坐下。等小厮们上了茶点，屋里的人都退了下去，没有过多的寒暄，很快就进入了正题。家母舍不得幼妹远嫁，两家这才没能成为姻亲的。你们家的官司，京都的人多不清楚这其中的内幕，只有我们家因机缘巧合才窥得些端倪。现世叔四处奔波而不得其法，正寻思着找个机会告诉世叔，没想到世叔却派人登门拜访。凭我们两家的交情，这东西是万万不敢要的，还请世叔收回。至于华师弟的官司，我说个一二，还请世叔斟酌。华堂不由苦笑，难怪人人都说称赞延安侯世子会做人，他这是要借着这次机会和华家恩怨两清啊。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忍了又忍，才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没有一丝的怨怼之意。是指此话差矣，这只能说我们两家有缘无分。华堂朝着汪清怀拱了拱手，世子元首之恩，世叔记下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定当重谢。语气非常的诚恳。汪清怀不以为意，如果他不出来劝这个架，华堂恐怕还会到处蹦跶。现在把缘由告诉华堂，既帮了容墨，又还了华家的人情，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世叔客气了。汪清怀谦虚了几句，这才低声问道：“听说世叔要和英国公府结亲？”华堂顿时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世侄也听说了。话一说出口，他顿时感觉到汪清怀这句话问得突兀，笑容微凝，狐疑道：“莫非这是有什么不妥？”何止不是不妥？汪清怀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华师弟的官司就是由此而来。华堂神色大变。汪清怀以悄声道：“英国公世子宋彦堂希望自己的妻子能掌管英国公府的中馈，暂时不想英国公续弦，世叔却这个时候闯了进去。”他摇了摇头，要不然京都这么多名门闺秀，怎么就没人嫁到英国公府去呢？华堂目瞪口呆，有些不相信。汪清怀想着自己的话已经带到了，华堂要是不知死活，他也无有为力了，遂起身告辞，留了空间给华堂思考。华堂如果不是个厉害的角色，他也不可能想出让儿子顶替丘陵尉千户的主意了，但让他相信老子拿儿子没有办法，还是有点困难。汪清怀走后，他思忖了半晌，去了陆安侯府。陆安侯正满脸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的大管事：“你是说东平伯不答应放人？”他不信邪地又追问了一句：“有我担保，他也不答应放人。”就是今天早上，他贴身的随从因为涉嫌英国公府走水事件，被顺天府的人抓走了。他和黄芪不熟，写了封信，让自己的大管事去找东平伯，希望东平伯能帮忙从中说项，把人给放出来。大管事不由得垂了睑，低声道：“东平伯说，皇上限期缉拿凶犯，他和黄大人要共同承担责任，这个事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向黄大人开口。还说，要不您去找找英国公府的世子爷，试试皇上把太宗皇帝生前用过的佩剑都赏赐给了英国公世子爷，让他督促5成兵马司和顺天府缉拿凶犯，而且他又是苦主，如果他能帮着说句话，东平伯和黄大人也好说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安陆侯已是脸色铁青，啪地一声就将手边的茶盅砸在了地上。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贴身的随从抓了起来，不要说他和英国公府的事没有一点关系，就算是涉及其中，他们也不应该这样打我的脸，现在还让我去找个晚辈说项，他们是什么意思？莫非是老虎不发威，他以为我是病猫不成？说到这里，他冷冷地吩咐大管事把府里的护卫叫上。我们去顺天府，我就不相信他黄芪还敢拦着我不成？大管事打了个寒战，若是强行从顺天府抢人，事情就闹大了。他心里一急，就更想不出规劝的话来了，眼角无意间却瞥见有心腹的小厮在门口探头探脑。他顿时如见到了救星般，想着不管是什么事，先把安陆侯拖住，然后趁着这个机会给太夫人报个信。
有太夫人拦着，侯爷不敢不听他，立刻朝着小厮藏身的地方高声呵斥：“什么人在外面窥视？”小厮战战兢兢地跑了进来：“侯爷，魏州都指挥使华大人求见。”安陆侯皱着眉头，正要说不见，大管事却道：“华家不是要和宋家结亲了吗？说不定华大人有好消息带过来呢。”安陆侯想了想，微微颔首。大管事松了口气，立刻去请了华堂进来。华堂和安陆侯分宾主坐下，华堂忙将自己的来意委婉地告诉了安陆侯：“我对京都的情况也不了解，延安侯世子所言无从判断，不知是真是假，所以特来请教侯爷。”安陆侯脾气暴躁，不拘小节，对坊间的这些传闻通常都不以为意，闻言不由一愣，想到了自己的中仆被抓之事。难道这件事与自己为英国工作没有关？念头一闪而过，他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就算如此，那英国公世子还只是个位极弱冠的少年，怎么可能指使东平伯和黄旗为他所用？你不要听那些小辈胡说八道。他大大咧咧地道：“老子管不住儿子，天下还没有这种事，你只管放心，等我从顺天府回来，我们好好合计合计，看这件事找谁好。”华堂听了，心中稍安，连声道谢，起身告辞。安陆侯立刻领着护卫去了顺天府。待大总管搀着安陆侯太夫人赶到厅堂的时候，安陆侯和护卫早已不见了踪影。黄旗是顺天府尹，治下还有大兴、宛平等县，他刚刚到任，几个治下之地都还没去看过，他也不可能为了英国公府走水的事就天天坐在衙门里等消息。安陆侯到达顺天府的时候，黄旗正巧去了大兴，不在衙门。安陆侯更是毫无顾忌，和顺天府同知几句不合就动手抢人。顺天府同知气得浑身发抖，虽然和衙役们抵抗了一阵，却到底不敢伤了安陆侯，吩咐手下的衙役快去请了东平伯过来。坐在顺天府对接茶楼里喝茶的顾玉看着可乐坏了，他对贴身的护卫笑道：“还真给天赐哥撂着了，安陆侯这家伙冲动之下会来顺天府来抢人。”他把手一挥：“走，轮到我们出场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两个护卫面面相觑，只得硬着头皮跟了过去。远远的就听见顾玉高声的嚷着：“安陆侯府那个吃里扒外的盗贼在哪里呢？天赐哥让我把人带到英国公府去，要好好审审他，看他是受了谁的指使。”安陆侯看清楚来人，气得快要吐血，大声喝道：“顾玉，你在这里凑什么热闹？小心我告诉云阳伯！”咦？顾玉瞪大了眼睛，原来世伯也在这里啊！我这些日子一直在英国公府帮忙，我祖父也知道。世伯怎么会在这里？您不会是来顺天府抢人的吧？皇上知道了可不得了了。世伯与其私下带人围攻顺天府，还不如进宫告御状呢，好歹不用被那些御史弹劾什么藐视朝廷之类的罪名。安陆侯气得两眼冒烟，但顾玉的话也提醒了他，他不得不承认顾玉言之有理。他冷哼数声，领着自己的护卫离开了顺天府。顾玉就上前拍了拍还处于震惊状态的顺天府同知的肩膀：“我要和安陆侯进宫打御前官司了，你还是赶紧跟黄大人说一声吧，就算是皇上也有先入为主的时候。”并提醒他，如果有人逃狱，你们完全可以格杀勿论吗？顺天府同知朝着顾玉投去一记感激的眼神，下意识的抱拳说了声多谢。可话音刚落，才惊觉这件事根本就是顾玉挑起来的，要不是他，安陆侯又怎么会想到进宫告状，自己凭什么要感谢他？一口气堵在胸口，顾玉以大摇大摆地带着他的护卫离开了顺天府。顺天府同知却不得不派人快马加鞭地去通知黄旗。带到了乾清宫，东平伯、黄旗、安陆侯三人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顾玉站在一旁小声嘀咕：难道功勋贵族就能不顾朝廷纲常，想怎样就怎样不成？那皇子们岂不是可以随意指使六部三司为其做事了？原来半眯着眼睛懒得理会东平伯等人的皇上眼底猛地闪过一丝金光，罚安陆侯1年的俸禄。他淡淡的开口，殿内的杂音戛然而止，如被刀割断了似的，变得悄无声息。罚东平伯、黄旗1个月俸禄。说着，目光落在了顾玉的身上：你给我禁足2个月。啊！顾玉的脸垮了下来，嘟着嘴喃喃道：关我什么事？皇上严肃地瞥了他一眼，他立刻跪下磕头。这就是定论了。东平伯等人忙跟着跪了下去，恭敬的行礼，鱼贯着退了下去。安陆侯狠狠地瞪了顾玉一眼，拂袖而去。顾玉不禁摸了摸鼻子，委屈地对东平伯道：您说我这是招了谁啊？望着他漂亮的面孔，东平伯和黄旗忍不住笑了起来。顾玉见到宋墨的时候就很得意了：天赐哥，怎么样？我对皇上说的话很好吧？
这下子安陆侯的面子可算是掉到谷底了。宋墨无语，如果不是你这几句话，你又怎么会被禁足？只能以后慢慢的教了。他把这句话咽了下去，道：2个月之后正好要过年了，你这些日子好好练练字，到时候给皇后娘娘写几个福字，皇上看到你的字有进步，气自然也就会消了。顾玉点头笑道：天赐哥，你不用担心我了，你把事情办好了，也就不枉我被关了2个月。宋墨拍了拍顾玉的肩膀。安陆侯在家里大发雷霆，来探消息的华堂知道后沉默半晌，回去写了封信，差人递到了英国公府。宋墨打开信一看，是封以8字不合为由的拒婚书。他把信递给了严朝清。严朝清笑道：我们应该帮华大人把信送给国公爷才是，这件事就交给廖先生吧。宋墨笑道：您这边还要忙着辨别那些盗贼的真伪。廖碧峰欣然接受。没几日，华堂长子的官司就私下和解了。可丘陵尉千户的差事也丢了华堂草草地给安陆侯辞了行，就带着儿子灰溜溜的回了蔚蓝。安陆侯默然，前思后想了一整夜，他去了英国公府。宋墨客客气气地接待了安陆侯，称这一切都是误会，会亲自去向东平伯说明情况的，请他尽管放心。安陆侯面色阴沉地出了英国公府。第2天，他贴身的随从就被放了出来。没几日，京都的簪缨之家都传遍了，有人啧舌，有人感慨，更多的人庆幸，还好没有惹着英国公世子。怕宋墨找来，请了假藏匿在京郊的陈家，却再也坐不住了。他找来生死与共的兄弟，无论如何，你也要帮我打听到英国公世子在哪里，我必须要见他。很快，他就得到了宋墨的消息。英国公世子爷这2天都没有出门。听英国公府的人说，英国公世子爷在帮夫人翻土，准备在小花园里种上秋季播种的花草。陈家错愕，手段如此狠辣的宋墨会帮着妇人种花草。他不由想起京都那些关于宋墨的传闻，还有他初次见宋墨时的经验。宋墨宋彦堂，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陈家望着正午阴霾的天空，陷入了沉思。窦昭却在心痛宋墨满身的泥土，亲自打了水帮他净手。你有事就忙去，这里有我带着几个丫鬟婆子就成了。这几天宋墨都很忙，常常要到半夜3更才回屋来。没事。宋墨笑望着窦昭，任由他帮着自己擦着手指，只不是过连着几天接到父亲600里加急的书信，有些细节要交代陆明和杜维罢了。窦昭听着动作微顿，耳语道：你已经开始着手往宫里递消息了。宋墨点了点头。窦昭忍不住叮嘱他：千万不要大意，你看顾玉就知道了，皇上如今心里明白着呢。说着，转身接过素心手中的衣袍，扶宋墨重新换上。宋墨坐到了临窗的大炕上，惬意地喝了口茶，这才笑道：所以这件事不能假以他手，得我亲自出马才行。窦昭净了手，跟着过去坐下，道：宋华2家的亲事就算完结了。宋墨笑道：华堂也算是个人物，父亲派人去问缘由，他一口咬定是因为2家8字不合，人去的人怎么说都不松口。也不知道是谁给父亲报了信，父亲这才知道是我插了手。又道：他华堂言而有信，我也不会用过即扔我已让人带信给华堂，我手中3个亲卫军的名额，为他长子留1个，也让那些人知道，但凡跟了我的，我都不会亏待他们的。以后他们和宋宜春对立的时候还多着，这也算是千金买骨了。窦昭连连点头。陆明求见。窦昭要避开，宋墨却笑道：多半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也听听。然后打趣他道：也免得你心里挂念我，半夜3更睡不着，又要守着那些温顺宫签那一壁，10口不问，自己在那里折腾自己，我什么时候自己折腾自己了？窦昭听着哭笑不得，你那么晚回来，我再拉着你把话一说，你还要不要休息了？我不问你，反倒成了我的错了。那好，下次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拉着你好好的问一番，到时候你可别又是一番说话，嫌弃我话多才好。睡不着，我们可以做点别的呀。宋墨在他的耳边暧昧的低语，那天是谁睡得连身都不翻，把我半边的胳膊都枕麻了。窦昭顿时耳朵有些发烧，知道这家伙什么现在越发没有顾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自己和他在这上面较劲，只有落荒而逃的份，遂推搡他。陆明还等着，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宋墨哈哈笑，想着这些日子自己仗着窦昭的心疼，说话行事都越来越放肆，窦昭也不像刚开始的时候不知所措的只知道一味的红脸，就觉得这日子越过越有意思，得想个什么法子让窦昭再也不忍心拒绝他就好，说不定哪天他也能在窦昭身上过几天荒淫无度的日子才好。
宋墨拽着窦昭的手往书房去。窦昭知道宋墨向来有分寸，任由他拉着往书房去。果然，到了书房门口，宋墨就放开了他的手，两人一前一後的进了书房。陆明忙上前行礼，三人分尊卑坐下。那个陈家往大兴的田庄投了张帖子。陆明说着，从衣袖里掏了张拜帖，看样子已经知道了大兴田庄的底细。说着，他眼底闪过一丝沉人的寒光，声音也变得阴冷无情：“世子爷，您看要不要我带几个人去把陈家给清理了？”窦昭吓了一大跳，三国好孩子，没想到平时看上去温驯恭谦的陆明还有这一面。他想到了自己面前彬彬有礼的下脸，忠厚老实的朱义成，小心翼翼的武夷和松罗，能被宋墨所用，他们肯定都不简单，也有着他不知道的凶悍一面吧。思忖中，窦昭见宋墨轻轻地摇了摇头，一面展开了名帖，一面道：“他想投靠我，不拿出点让我瞧得上眼的本事来怎么行？到大兴田庄投贴，不过是想显显他的手段罢了，现在还不到收拾他的时候。”说话间，他以三两下把名帖看了一遍，然后啪地一声，顺手丢在了炕几上，淡淡地道：“既然他信誓旦旦的有要紧的事见我，你就约他在大兴的田庄见面好了。”大兴的田庄养着宋墨的死士，除非他带了10几杆火枪来扫射，不然没有宋墨的同意，他休想出门。这也是在考验那陈家是否真诚。陆明应声而去。窦昭站了起来：“我也要去。”他想听听陈家会怎么说，想凭着自己上一世的经验审判一下陈喜的话是否能信。宋墨知道外面对他的谣言很多，可他是个骄傲的人，就算是面对着窦昭也不屑去解释，但他心里又隐约担心三人成虎，唯有把自己人事摊在窦昭的面前，让窦昭更了解自己，以窦昭的聪慧，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可这并不就意味着他希望窦昭看到那些血腥的场面。就在陆明拿出陈家的拜帖时，他已打定了主意，如果陈家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他不介意把陈家的脑袋割下来，以窥视御赐田庄的名义送到锦衣卫去，也趁机震慑一个那些宵小，免得他们亏得一鳞半爪的，就以为拿捏住了他的把柄。那个家伙太危险了，我怕到时候没办法照顾你。他劝说窦昭打消念头，他说了些什么，我到时候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就是了。若是在其他的地方，我自然有些害怕。窦昭笑道：“可在大兴的田庄，我不怕。”宋墨语塞，第一次萌生出有时候女人太聪明也未必是件好事的念头。窦昭以笑问他：“你们约了什么时候见面？我去吩咐车夫准备车马。”看着兴致勃勃像去春游似的窦昭，无数个顺口而出的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宋墨颇有些无奈的据实以告：“约了明天晚上。”那好。窦昭生怕他反悔，立刻道：“我是就让人准备。”匆匆的出了书房。宋墨嘴角不由噙了笑。沉稳的窦昭很少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就让他跟着去好了，大不了处置陈喜的时候逼着他就是了。拿定了主意，心也就定了下来。有小厮急步走了进来：“世子爷，济宁侯府的请帖。”宋墨哦了一声，让人进来。送帖子的是济宁侯府的一位管事，站在宋墨面前，没有说话，已经开始冒汗。夫人的告封下来了，侯爷又任了5城兵马司的副指挥使，请世子爷和夫人去喝杯薄酒。宋墨说了声知道了，打发了送请帖的人去了内室。窦昭正和素心说着什么，见宋墨进来，素心忙退了下去，无敌柴刀。宋墨将请帖给了窦昭。窦昭看了一眼，笑道：“家里这么多的事，哪里走得开？若是试了也要去，代表我们去说声恭喜也成，要不我们就送些贺礼去就是了。”宋墨有些犹豫道：“大面上的事，要不是顾着大面，我连贺礼都不会送。”窦昭道：“凭什么我的宴请窦明不来，窦明的宴请我就得拿了我的脸面去给他贴金？就是委屈自己，也没有这样委屈的。从今以后，他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他。”窦昭毕竟从小就和魏廷瑜订了婚，宋墨总觉得，要不是阴差阳错，窦昭就嫁给了魏廷瑜，巴不得窦昭从此对济宁侯府视而不见才好。此时听窦昭这么说，他抑制不住的心花怒放，道：“也行，就说家里的事多，没时间去喝酒，备上一份厚礼送过去。”随后道：“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大红的田庄吧，还可以趁机去丰台逛逛。上次让你扫兴而归，这次没了陈家，说不定我们能选到几株好花苗呢，凭什么要为窦明改变行程？”窦昭道：“我们从前怎样，现在就怎样。若是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正好把话传到窦明的耳朵里去。”他坚持道：“我们明天用了午膳去大兴的田庄，要逛丰台，可以下午去逛逛，这样也好，免得有人说窦昭倨傲。”宋墨点头。
第二天，两人一个在外院见了几个来英国公府领赏的人，一个在内院处理了几件家务事，正准备用午膳，高升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四小姐，四姑爷，他擦着额头的汗，大家正等着你们开席呢。我和世子爷有急事要去趟大兴的田庄，怕是去不成了。窦昭笑道，好在我们已送了厚礼过去，也不算失礼，还请你帮着解释几句。有什么与比五姑奶奶家的宴请更要紧的？高升明知道这是窦昭的借口，因是奉了窦世英之命而来，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劝道，上次是正巧碰倚了五姑奶奶要回门，也怨不得五姑奶奶。窦昭笑着打断了高升的话，如果他真是没时间，事后跟我解释一句，我今天也会高高兴兴的给他做这个面子。可惜他到今天也没有和我说上一句话。既然如此，不如两下干净，礼到人不到。见高升还要再劝，他索性道，我是姐姐，本应让着他，可我让了他10几年，也没有让他对我和善几分，你就不要再劝了。说着，他突然问，五伯母他们可去了？高升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躬声应，去了。窦昭笑道，那等会你回去，就当着家里的亲戚把我话禀了父亲，也好叫他们知道，我眼里可是容不下沙子的，别人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别人。又提醒高升，陈先生他们过些日子就要进京，正好给东窦的人提个醒，免得他和窦家清算陪嫁的时候，东窦的人当他是软柿子捏拿。高升明白过来，心中大凛，不再说什么，恭谨地退了下去。宋墨听着窦昭话里有话，还涉及到槐树胡同，待高升不见了人影，他不由关心地问窦昭，出了什么事？要不要我帮忙？暂时还不用。窦昭抿了嘴笑，若是宋墨知道了是什么事，恐怕就不会这么轻松了吧。他催促着宋墨去用午膳，也好早点启程。又道，天气这么冷，我们还是直接去大兴的田庄吧。丰台那边，我们既然托了人帮着留心花木，有了好消息，他们自会来禀，也不必这样着急。落到有心人眼里，说不定10两银子的东西变成了20两，被人当成了肥羊仔。逛花市原本只为窦昭开心，既然窦昭不感兴趣，宋墨也就从善如流。两人用过午膳，马车一路没停的直奔大兴。管事、丫鬟、婆子等早就在门口等，簇拥着宋墨和窦昭进了田庄。稍作消息，宋墨由管事陪着去了田间巡视，窦昭则依旧由上次来时的几个媳妇子服侍着，在宴席室里说话。济宁侯府的花厅坐满了人，不仅有魏家的3姑6眷，窦家在京都的亲眷，除了猫胡同的婆媳俩人，多数都到了，就是高氏、庞氏和魏廷珍的2个妯娌也都盛装出席，笑语殷殷，好不热闹。坐在人群中的汪清怀夫人却很是不安。开席之前，莫名其妙的让他们等了好一会，开席之后，他却没有看见英国公世子夫人。难道窦昭坐在了别处？汪清怀夫人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却和景国公府3太太的目光撞到了一起。景国公府3太太笑着朝汪清怀夫人点了点头，汪清怀夫人忙回了她一个善意的微笑。景国公府3太太扭过头去，目光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好像在找人似的。汪清怀夫人心中一动，跟坐在身边的妯娌周氏低低地说了声我要去净手，然后起身离席，慢慢地穿过窦家女眷坐的筵席，朝花厅外走去。他听到断断续续的议论声，四姑姑乃没来，听说七叔父亲自派了人去请，说是别人怎么待他，他就怎么等别人，你没看见五姑奶奶的脸色很难看。汪清怀不禁朝正满脸是笑的给高氏敬酒的窦明，笑容果然有些僵硬。汪清怀的夫人快步去了茅厕，回来的时候，他见景国公3太太的贴身嬷嬷正和3太太耳语。他从景国公府女侄的筵席路过，隐约间只听到了一句英国公世子夫人没有来。汪清怀夫人不动声色地重新坐下，却再也没有继续逗留下去心情。用过酒言，丫鬟们端了茶点上来。汪清怀夫人正想告辞，景国公府的3太太却突然站了起来，笑道：我先告辞了家里的2个猴子，还不知道闹成怎样了，我这心里就像揣了兔子似的，从进门就没有安宁过。他说着拉了窦明的手，济宁后夫人，今天是不成了，只能待来日我们再聚了。魏廷珍微韵，3太太的儿女身边丫鬟媳妇婆子成群，她打起马调来就是一整天，怎么没说想孩子，现在却一副心疼儿女的慈母模样，到底做给谁看？窦明却是第一次和3太太接触，以为3太太是片刻也放不下孩子的，忙热情的挽留。3太太执意要走，下次我把孩子都带过来，还笑着开玩笑道，就怕吵得你不得安生，后悔让我把孩子带过来，是请也请不到的贵客，3太怎么这么说？
窦明和三太太寒暄着，到底拧不过三太太，送三太太出了花厅。汪清怀夫人看着，也站了起来。明天是我姑子9天，我得回去好生准备一番。她向魏廷真辞行，有我弟妹在这里就行了。说着，冲周氏笑了笑，这倒是实话。魏廷真不好阻拦，笑着让汪清怀夫人有空过来玩。周氏哪里还坐得住？同样是做嫂嫂的，大嫂赶着回来给小姑子做面子，她却在魏家玩得乐不思蜀。何况她还刚进门没2年的媳妇，婆婆正在观察她。我和嫂嫂一起回去吧。她拉住了汪少夫人的衣袖，哪有让嫂嫂受累，我却在一旁玩的道理。在座的都是多年的媳妇熬成的婆，自然不好拦着她。说了几句客气话，宋汪家妯娌出了济宁侯府。这3个人一走，景国公府的二太太也反应过来，她不顾窦明的挽留，找了个借口，也提前告辞了。魏廷真的脸色很不好看，窦明却一无所察，继续和在座的女眷说着话。武太太看着就叹了口气，对蔡氏道：“你留在这里吧，我精神不济，先回去了。”蔡氏哪肯留在这里，万一被窦昭惦记上了，可就得不偿失了。她紧紧地挽了武太太：“娘，你哪里不舒服？我送您回去吧。这里不还是有六嫂吗？非要跟武太太回去不可。”武太太心中不喜，当着众人的面却也不好发作，只好留下了木讷的郭氏，带着蔡氏回了槐树胡同。窦家大奶奶等人见了，也都陆陆续续的告辞了。不一会，原本坐满了的花厅只剩下了2桌，而且全是魏家的亲戚。窦明脸色大变，而远在大兴田庄的窦昭却正和大兴田庄的管理媳妇说着话。我屋里的几个大丫头都到了放出去的年纪，想添几个小丫鬟，聪明伶俐都在其次，要紧的是忠心，吃得苦。他笑道：“你帮我在宋家的田庄里留意留意，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也免得我从真定带过来，还要重新学说京都话。”管事媳妇愕然，通常这种好事都被府里那些有头有脸的管事们霸占了，就是一般的管事和管事妈妈也插不上手，哪里有他们的份？他只当窦昭不知道规矩，欣然应允，笑道：“不知道夫人跟着的几位姐姐都许了什么人？出嫁的时候可不要忘记了给我们到时候无论如何也要去讨杯喜酒喝的。”还没有许配人家。窦昭笑道：“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管事媳妇巴结道：“几位姐姐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机敏干练，不知道谁家有这福气，能娶了去。”说的素兰脸红如潮，嗔道：“我不嫁人，我要跟在夫人身边，一辈子服侍夫人。”屋里服侍的都笑了起来，素兰不依的和他们闹了起来。窦昭笑眯眯的在一旁看着，大家的胆子越发的大起来，笑声直传到了屋外。好不容易到了用晚膳的时候，素心服侍窦昭净手，不由低声道：“夫人屋里想添人，何不牙婆？英国公府多是世仆，关系错综复杂，一点点小事也能闹得人邪尽之。而且田庄的女孩子少教养，有时候花很大的力气也难以摆脱小家子气。我倒不仅仅是为了添几个丫鬟而已。”窦昭悄声和他说着梯计话，蒋夫人去世后，英国公府的仆妇换了大一大半，以至于我们想找个人问问当年的事都找不以人，他们不可能把人都放出去，肯定有些人被卖了，或是撵到了田庄。我放出风去，说我屋里有添丫鬟，有些人肯定知道世子爷和国公不和，说不定我们能找到几个当年曾在蒋夫人屋里服侍的后人。素心恍然大悟，窦昭笑道：“不过你们也的确到了放出去的年纪，你们要是有打算，只管跟我说，我帮你们做主。”素心恭谨应是，却难掩眉宇间的羞涩，惹得窦昭哈哈大笑。宋墨知道了，和窦昭商量道：“把你屋里的素心配几路名怎样？等过几年，我放路名出去做个百户之类的，保证不会委屈他。”窦昭想到了赵良弼，以他过来的身份看，赵良弼对素心是司马昭之心，从皆尽致。他犹豫道：“这件事我得仔细想想。”宋墨听了略一思忖，道：“你是不是想把素心留在身边？”窦昭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宋墨笑道：“那就配给陈和好了，我准备让陈和留在家里做管事的。”素心比陈和要大好几岁了。窦昭想也没想地摇头。宋墨却铁了心想让窦昭的人尽快地融入到一致堂，想了想，道：“那就把素兰嫁给陈和好了，他们2人年纪相仿，应该合得来。”窦昭不由沉吟：“我和素心商量商量吧，他们毕竟不是签了死契的仆妇。”宋墨笑着颔首。陈和进来轻声禀道：“陈家来了。”宋墨示意窦昭避到屏风后面，让陈和带了陈家进来。陈家穿了件丁香色短褐，戴着顶挡了眼睛的毡帽，鞋上踏了双草鞋，弓着身子，
像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农夫，哪里还有半点上的精明干练？窦昭心中生警，这样一个能伸能屈的人物，他只怕所图非小。上一世他是宋墨的心腹，这一世不知道宋墨能否收服他。窦昭凑在屏风的缝隙里朝外望，只见那陈家脱了毡帽，身子顿时如柔韧的竹子伸挺了起来，平凡的面孔也变得锐利起来，仿佛见出藏匣，锋芒毕露。世子爷，他不卑不亢地给宋墨行了个礼。宋墨望着他，神色寡淡，没有吭声。陈家恭敬地站在那里，沉默不语，等着宋墨说话。宋墨冷冷的一笑，端起了茶盅。陈和愣住，半晌才反应过来，忙高声喊着送客。陈家愕然。宋墨既然愿意再见他，可见对他所说的话十分感兴趣。但这是他一张保命的底牌，他希望能卖出个好价钱，原本打算逼着宋墨先开口，他就可以拿到说话权，从而达到和宋墨谈条件的目标。他没有想到宋墨一声不吭，说翻脸就翻脸。难道宋墨真的不在乎在他所带来的消息吗？陈家不相信。他望着宋墨的眼睛，宋墨的眸子乌黑亮泽，仿佛夜空的星子，虽然明亮，却也清冷，没有一丝的暖意，如千年的冰霜，透露着刺骨的寒意，让人能感受到他的冷酷与无情。陈家心头一颤，也许宋墨只是在做腔作势，可他能够赌吗？大兴御赐的田庄是宋墨的地盘，是宋墨豢养死士的地方，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把自己撕成碎片。陈家如吞食了苦胆似的，心里泛着涩涩的苦味，形容不容他犹豫。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宋墨的面前。世子爷，并非在下做张做乔，只是事关重大，我一时间诚惶诚恐，不知道如何是好。说到这里，他再也不敢迟疑，急急地道：4年前，我和义父陈祖训奉命去福建押解定国公回京，刚刚离开福建，当时的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钟桥突然带了几个人，单独提审了定国公。我和义父都以为他是奉命行事，虽然心中唏嘘不已，但圣命难违，不过是背后感叹几句。我甚至和义父商量，悄悄地弄了些上好的金创药，准备当值的时候偷偷地给定国公上些药。不曾想一路行事，我和义父竟然都没有机会看守定国公。当时义父就说这个事透着蹊跷。陈家说着，语气微顿，好像想起了当年的一些事似的，紧张地舔了舔舌头。宋墨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看上去却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端起茶盅来，轻轻地呷了一口。陈和见状，忙机敏地退了下去，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宋墨和定国公情同父子。屏风后面的窦昭大为佩服宋墨的沉着冷静，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陈家。然后定国公就出事了。陈家垂下了眼睑，按理说，如果是奉命行事，钟桥等人应该很坦然才是。但钟桥等人却显得很慌张，不仅严禁我们提及此事，而且还暗中派人与什么人联络，好像在商量些什么。我和义父不由生疑。等进了京，我们立刻被东厂的人关押了起来，由东厂的厂督汪渊亲自审讯。还有这种事？宋墨放端着茶盅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白，他一直以为这件事是皇上的意思，根本没有敢往深里查。汪渊又是奉了谁之命而追究大舅的死因呢？钟桥当时跟我们说，汪渊此举完全是为了界定国公之事找我们锦衣卫的岔子，让我们不要乱说话，不管东厂的人问什么，都要三思而行，切不可透露此事福建之行。因东西两厂和我们锦衣卫素来不和，自汪渊兼任东厂厂督之后，几次联手西厂之人，让锦衣卫吃了大亏。我们不疑有他，而且我们心里也很明白，如果在东厂面前漏了口风，就算是能东厂手留下一条命，锦衣卫的人也不会放过那些吃里扒外的人，说不定还会连累家里人。在东厂审问我们期间，我们都守口如瓶，按照钟桥所说，没有谁透露定国公去世的具体情况。汪渊审了几天，没有审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就把我们放了。啊！窦昭难度惊讶，低低的惊呼，但声音刚刚一出喉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忙捂住了嘴。可为此已晚，因为警惕，全身汗毛孔都几乎竖了起来的陈家立刻意识到屏风后面有人，而且是个女人。但他不敢抬头，他不知道宋墨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屏风后面是什么人的人。陈家豆大的汗珠滴了下来，见宋墨只是淡然地喝着茶，他不敢沉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道：我和义父觉得这是太过匪夷所思，汪渊既然插了的，怎么会这样轻易就放弃？而且我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私底下接触了几个和我们一起去福建公干的人，问东厂的人都问了他们些什么，结果他们都说，东厂的人开始只是讯问定国公的死因，
后来见问不出什么，就问了问他们，有些人去了福建公干，把他们放了，并没再继续追问下去，好像只是在确定哪些人去了福建似的，根本不是像钟桥所说的那样，是在调查定国公的死因。宋墨背后的屏风神秘莫测，让他很是不安。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义父，义父觉得汪渊怕是相公舞剑，志不在此，十之八九有什么更厉害的手段在等着锦衣卫。我们既然去过福建，若是事发，多半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让我查查钟桥当时暗中和谁联系，也许给查出些蛛丝马迹。我奉义父之命，暗中调查此事。他说着，抬头望着宋墨，流露出犹豫与挣扎的复杂情绪。宋墨不禁心中一动，完美的假面露出了一丝的破绽。你发现了什么？他冷漠的声音却给了陈家无限的希冀。我发现定国公死后，钟桥曾和陕西督军丁谓联系。陈家的声音有些嘶哑，却让宋墨拿着茶盅的手轻轻地抖了抖。丁谓，皇上在前邸里的大太监，曾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来因年事已高，被年富力强汪渊趁虚而入，成为皇上的心腹。丁谓一气之下，去了陕西都司任督军。尽管如此，皇上依旧对他恩宠有加，不时问起是朝中屈指可数的大太监。此话当真？宋墨盯着陈家，眉宇间闪过一丝戾气。陈家看着几乎要落下泪来。他莫名地得罪了汪渊，往日那些和他亲近的同僚看他如同看一个死人似的，退避三舍，就算几个对他心存怜悯的，也不过是劝他认命罢了。只有宋墨，听说丁谓与这件事有关。宋墨一点也不悚服，他选择宋墨果然没有错。英国公府走水，他能重赏那些提供盗贼之人1000两银子。他提供了定国公冤案的线索，以宋墨的为人，肯定不会亏待他。任宋墨和汪渊的交情，只要宋墨愿意出面给他打一声招呼，说不定他会因祸得福，得了汪渊的青眼也有可能。陈家越想越兴奋，急急地道：此事千真万确，不仅如此，我还查出到了定国公的死因。窦昭不禁心中砰砰乱跳，手攥成了拳。宋墨却是面色一寒，望着陈家久久未语。屋子里只听得到陈家粗重的呼吸声。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在满室的沉寂中，他忍不住大声地道：丁谓原是福建武夷人，姓程，从小被人拐背，卖给了一户姓丁的人家，养父养母去世后，族书送进了宫里。他掌管东厂的时候，查出了自己的身世，并找到了在泉州给人做小厮的唯一一个侄儿体。丁谓资助他的侄儿在泉州买了几千亩良田，开了2间商行。有人看他侄儿暴富，有意巴结。他侄儿怕被人轻视，不愿意说自己的伯父在谁，只说是失散多年的亲戚，在京中做了高官，报他祖上的恩德，才送了他万贯家财。那些人就想借他的事，哄骗着他做海上走私，被定国公手下的参将抓住，因不知道他的身份，和那些寻常的富商一起，被定国公下令杀了。屋子里一片死寂。窦昭揪住了自己胸口的心筋。宋墨脸色煞白。陈家的声音重新回荡在屋里。从此以后，丁谓就恨上了定国公。钟桥是丁谓当初执掌东厂的时候安插进锦衣卫的一颗案子。因为丁谓去了陕西都司，钟桥的身份被弃之不用。钟桥利用当初东厂掌握的一些消息，在锦衣卫里站稳了脚跟，一步一步地做到了北镇抚司指挥使。定国公被押解，丁谓指使钟桥对定国公用刑。定国公死后，钟桥有些慌张，向丁谓求助。丁谓安慰他说，皇上猜忌定国公，有意处置定国公，皇上绝不会追究的。事后皇上果然没有追究。我和义父亏得如此天机，哪里还敢继续查下去，决定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过了几个月，高桥突然因为一桩小小的过失被下了大牢，并且很快就死在了牢里。第2年，我的义父莫名其妙地得罪了汪渊，被汪渊处死了。就这在理，我才发现原来和我们一起去福建公干的那些人，有不少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或被东厂或被锦衣卫处死了。我开始担心害怕，把那些和我一起去过福建的人悄悄地召集在一起，想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原因还没有查清楚，却传出我得罪了汪渊的消息。我被锦衣卫的人孤立，还常有人给我穿小鞋，差事也常常出错，差点被革职。5个月前，我被东厂的人抓了进去，没有讯问，直接就用了大刑。要不是汪渊前些日子在皇上面前坑了锦衣卫都指挥使史川一把，我的兄弟趁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石川那里，我可能就死在了东厂的大狱里。我就弄不明白了，就算我们知道定国公的死因，也应该是丁谓出手杀人灭口才是，怎么会是和丁谓是生死大仇的汪渊出面？
陈家的话听上去很荒谬，可仔细思来却又毫无破绽。宋墨深思片刻，道：你有什么要求？陈家大喜。宋墨显然相信了他的说辞，他忙躬声道：世子爷，我只求和汪大人解除误会，能继续在锦衣卫里混口饭吃。只要宋墨愿意为他出面，他的脱困之时指日可待。而他上司的上司的上司锦衣卫都指挥使史川在知道了自己能求得动宋墨，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到时候他想低调都不可能啊，他又何必向宋墨提些过分的要求，引起宋墨的反感呢？想到这里，他的腰更弯了。对方给了他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宋墨淡淡地点了点头，端了茶。陈家起身告辞，眼角的余光却忍不住缩了那屏风一眼。走同门的时候，他有意放慢了脚步，支了耳朵听校园如此多娇。果然听到宋墨低声地说了几句话，那声音如春风般和煦，还透着几分说轻道不明的柔情蜜意，哪里有半点刚才的冷漠。陈家骇然，很想听听宋墨在说什么，渴望着给他带路的小厮那练家子才的沉稳脚步，他立刻打消这个念头。屏风后面到底是什么人呢？宋彦堂对这个人明显的大不相同，是他的心爱之人。他摇了摇头，以宋彦堂的性情，就算是罪在心爱，也不可能让他躲在屏风后面窥视。难道是蒋家的人？皇上将蒋家5岁以上的男丁权都流放到了辽东，蒋家现在只除下些妇孺，也不太可能。蒋家现在在亳州，自己突然向宋墨投诚，就算蒋家出了第2个梅夫人，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京都。这个人对宋墨有这么深的影响，陈家决定好好的查查屏风后面的这个人。宋墨难以讨好，难道他身边的人像他似的难以讨好吗？陈家来大兴的田庄之前犹豫了很久，在英国公世子爷眼中，他只是个小人物。宋墨完全可以不见他，只要他在现在大兴田庄，就可以当场将他拿住，刑讯逼供一番，将他知道的挤了出来，然后砍了他脑袋送到锦衣卫去，安上一个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还可以顺便警告一下有心人，甚至有可能趁机把陈家的几个心腹兄弟都一勺烩了。可宋墨不仅见了他，而且还和他讲条件，难道是因为有人在场的缘故？陈家隐隐有种感觉，说不定自己的荣华富贵就记在此人的身上。而对于宋墨来说，陈家只是个小人物，他所说的话，自己派人去一查证就知道了真伪。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也并不介意让他讨些好趣。等陈家出去，他握着窦昭的手坐到了自己的身旁，温声问他有没有觉得气闷。屏风和墙只隔2尺，空间有小。没事。窦昭道，常有人打扫，很干净。宋墨长叹，真没有想吗？大舅竟然是这样死的。情绪有些低落。是啊。窦昭心里刺刺的痛，惋惜、怅然、遗憾都兼而有之。你有什么打算？他相信陈家没有说谎，不仅因为陈家所说的这些事宋墨很快就能查证，还因为上一世丁谓在宫变之前被人割下了头颅，挂在了长安城的城墙上，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皇上震怒，曾下圣旨让陕西巡抚限期缉凶，只因后来京都大乱，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陈家提到的钟桥和陈祖训，可能是因为没有丁谓的名头响亮，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宋墨闻言奇道，你相信陈赞之的话？他是个聪明人，要不然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引起你的注意了。极品女仙。窦昭解释道，我想他不会在这件事上唬弄你。我也和陈赞之一样有些不明白，汪渊怎么会和丁谓走到了一起？这件事是得好好查查。宋墨道，汪渊可不是任何人都指使得动的，何况大舅的事已经过去3、4年了，他还一直在追拿当年曾经参与了大舅押解之人。窦昭迟疑道，会不会是其他的皇子？宋墨知道他是在暗示辽王，道，不可能，别说是皇子了，就是万皇后也未必能指使得动他。两人说着，神色齐齐一震，不约而明地低呼了声皇上。而在听到对方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疑问，两人又不禁互相对视，随后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到了震惊。这怎么可能？良久，宋墨才低声地道，如果是皇上，皇上大可一张圣旨，又何必要如此？说到这里，他心里有个大胆的假设，难道皇上并不想治大舅的罪？话一说口，又被他自己否定，可下旨夺了定国公封号，把武舅等人流放辽东的，也的确是皇上啊。会不会这其中有什么误会？窦昭脑子飞快地转着，定国公去世后，皇上待你那么的好，上一世皇上可没有把宋墨放在眼里。这固然与宋墨及时争到了皇上的目光有关，但如果皇上对定国公还有芥蒂，
就算是宋墨再怎么争取，也不可能得到皇上的青睐啊。他问，要不要把严先生他们请来一起商量商量？窦昭的放让宋墨想起很多事来，他心乱如麻，胡乱的颔首，吩咐陈和去请了严朝清过来。窦昭把当时的情景跟严朝清仔细的说了说，严朝清很是惊讶，他也相信陈家没有说谎，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他沉思了半晌，突然哎呀一声跳了起来，脸色苍白的望了窦昭一眼，这才沉声道，世子爷，如果皇上相认定国公不服管束，功高震主，您说他会怎样？宋墨微微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他的神色顿时有些恍惚，可恍惚过后，他却紧紧地抓住了窦昭的手，与平时的干燥温暖不同，他的手冷冰冰的，手心里全是汗。窦昭不禁用大拇指轻轻地抚着他的虎口，想安抚安抚他的情绪。宋墨不仅没有舒缓，反而激动地喊了声寿姑，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你，我大舅家可能会被满门抄斩。窦昭吓了一大跳，宋墨怎么会知道？他的念头还没有闪过，耳边已传来宋墨庆幸的声音，如果像母亲和严先生等人之前商量的，发动蒋宋两家的姻亲和故旧上书，为大舅喊冤，皇上看到蒋家势大，定会生出忌惮之心，从而拿出雷霆手段，把蒋家连根拔起，以消隐患。可正因为母亲听了你的建议，以弱示人，让皇上生出几分怜惜，这才给蒋家留下了些许香火。他说着，难忍心头的激荡，顾不得严朝清在场，上前抱了窦昭，寿节，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话音刚落，又觉得这说法不贴切，道，不是我的福星。窦昭脸色涨得通红，连忙低声道，快把我放开。宋墨置若罔闻，反而把他抱得更紧了，仿佛他是一块浮木，又仿佛他是他珍宝，别人多看一眼都会让他觉得紧张。窦昭窘得不行，歉意地朝严朝清微笑，却发现严朝聊正善意地望着他们，眼底有深深的笑意。宋墨胡闹了一会，情绪终于平静下来，和严朝清说起正事来。陈家的话，麻烦先生去查证，汪渊那里我亲自走一趟。严朝清恭敬地应诺。宋墨有些抑制不住心情地道，您说有没有可以能皇上虽然有惩戒大舅之心，却并没想要大舅的命？严朝清很是意外，思忖半晌，不得不承认宋墨的这个推测并非空穴来风，那就只有想办法查出皇上为何对定国公不满了。他有些拿不定主意地道，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查这些的时候，那就先把陈家所说的事查清楚了再说吧。宋墨和严朝清商定好了之后的事，严朝清就起身告辞了。宋墨和窦昭在田庄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才返回英国公府。没想到昨天下午，汪少夫人、张三太太、蔡氏都送了拜帖过来。留在家里的甘露笑道，大家都问夫人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适？应该是想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窦明的宴请吧。窦昭笑了笑，有小丫鬟进来禀道，槐树胡同的时舅奶奶过来了，这么早，让她到花厅里说话吧。窦昭去换了身衣裳，蔡氏见到窦昭的时候，恨不得趴到了窦昭的身上。四姑奶奶怎么没有去济宁侯府？让我们好一阵担心。她若有所指地说着当时的情景，少了您就不热闹了。六婶婶和11弟妹没去不说，我和婆婆也早早就回了槐树胡同。她正说着，汪少夫和张三太太联袂而来。汪少夫人不由向窦昭解释，没想到门口碰到了。窦昭笑道，三太太是世子爷是表亲，也不过外人，大家一起坐下来喝茶。或者是因为有了外人，蔡氏收敛了很多。张三太太明显比蔡氏的段数高，只是关心地问窦昭的身体，倒是汪少夫人安安静静地坐三旁喝着茶。窦昭微微地笑，索性开门见山地道，我的身体很好，我和窦明从小就不和，我第一次宴客给他下了请帖，他既没有来，也没有给我打声招呼，我想他是不想见到我。他一次一宴客，肯定希望尽善尽美，我就不去扫他的兴了。汪少夫人等人都没有想到窦昭会如此的直白，一时间都有些发愣，还是蔡氏机敏，不以为意地道，这两姊妹们哪没有个磕磕碰碰的，时间一长也就都忘了。然后掩了嘴笑了笑，道，我这次来是有桩事想求四姑奶奶，我上次看见四姑奶奶簪了朵水玉大花，花式新颖不说，葡萄紫配桃红，颜色也十分的出挑。下个月我娘家的大侄女及笄，我正寻思着送她套头面，以后留着出嫁的时候用，不知道四姑奶奶是找谁打的首饰，我想请她给我侄女打套头面。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好歹是把这件事给接了过去。
汪少夫人和张三太太都松了口气，不由得对蔡氏刮目相看。那大花是宋墨送的，窦昭还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派人去问宋墨，蔡氏顿时满脸的艳羡，四姑奶奶真是好福气。然后嗔怒道，哪像我，嫁给了你时隔4、5年，你时哥是给块帕子都没有给我买的，真是同人不同命。四姑爷不仅长得端正，待四姑奶奶也好，也难怪四姑奶奶出嫁了，比在家里的时候还要漂亮。说着掩了帕子笑，说话的内容倒有点妇人间的肆无忌惮了。毕竟交浅言深，汪少夫人和张三奶奶有些尴尬的笑。窦昭只当没见听，请了汪少夫人和张三奶奶品茶。蔡氏不以为意，凑在一旁说着话，屋里的气氛倒也十分的热烈。去问宋墨的人很快就回来了，说了个银楼的名字，蔡氏就邀了窦昭一起去，也让我好借借四姑奶奶的事。窦昭心里明白，蔡氏就是想和自己拉近关系，只是他嫌弃蔡氏聒噪，又有很多事要做，不想沾惹上这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人，婉言拒绝了蔡氏的邀请。那就看石嫂什么时候去银楼了。算算日子，我公公快回来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知道公公有什么打算，恐怕没时间和石嫂出去闲逛了。蔡氏听着却眼睛都亮了起来。现在京都的人都在传，说英国公府的世子把英国公压得抬不起头来，英国公想续弦，还得看长子答应不答应。就连公公也曾私下问婆婆这件事，只是四姑奶奶新婚，婆婆不好把四姑奶奶叫去问话，若是她能亏得一二，那郭氏在家里哪还有立足之地。打定主意，他笑道，那就等四姑奶奶什么时候有空了，我们再一起去。窦昭笑道，也不知道你侄女等不等的。蔡氏闻言不免潸然，但他总有话回答，那有什么打紧的，银楼的师傅手艺那么好，我也可以去打几件首饰吗？我摊上了你十哥这个不管事，总得自己为自己打算吧。窦昭微微的笑。众人说了一会闲话，汪少夫人率先起身告辞，今天是我们家姑奶奶出嫁第9天，你既然没事，那我就去看姑奶奶那边了。窦昭亲自送汪少夫人到了垂花门，张三太太和蔡氏则在窦昭这里家长里短的，有宋墨的小厮求见，世子爷有事要出门，中午不在家里用午膳，特让小的来禀一声。窦昭知道宋墨这是要去见汪渊，应了声知道了，又惹来蔡氏的一阵羡慕，连带着让三张太太看窦昭的目光也多了几分郑重。两个人硬是在英国公府用过了午膳，熬到了下午才打道回府大艺术家。素兰啧舌，他们怎么有那么多的话说，一个下午就没有停过。窦昭呵呵的笑，说起来他也挺佩服张三太太和蔡氏的，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把说一下午话不重样的。而在离英国公府不远的曲灯胡同汪渊私宅里，宋墨正和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居家道士袍的汪渊坐在小小的厅堂里说着话。没想到汪内侍的家里布置得这样清雅，他端着茶盅，望着茶几上里摆着的各式菊花，颇为感慨地道，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我看你也是人如其花呀。先是送上重礼，然后又是一阵猛夸，傻瓜也知道这是有事求他。如果是别人，汪渊也就淡淡的一笑而过，可说这样的人是宋墨，就让他不得不坐直了身板。能让宋墨这样的猛人求到他面前来的事，怎么会有小事？汪渊眼底闪过一丝已不可见的警戒，世子爷这么说，老奴可有些担待不起。他不动声色地笑道，这些花也不过是随意摆摆，应景，哪有世子爷说的那么好。然后和宋墨打着太极，英国公府走水的事查得如何了？今一早皇上还问起，东平伯和黄旗办事也太拖拉了，还得要英国公府出面悬赏。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如今福建倭寇四，皇上有心斥整福建，到时候少不得要花银子缴倭，朝能节省几两银子是几两。自从大舅去世，当初跟着大舅的人或被清算，或被贬罚，留在福建的也多不成气候。大舅20年战功，几年间就烟消云散了。宋墨眼中一暗，静沉片刻，起身朝着汪渊一鞠。汪渊大吃一惊，宋墨已道，这一拜是代我大舅谢谢汪内侍，我突然间听人提起，才知道当年参与压我大舅的人都因为得罪了内侍而被处置。汪渊错愕，但他很快释然。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宋墨也就不是那个能搅得江湖大乱的英国公世子了。自从宋墨重获帝宠之后，他就知道这件事宋墨迟早会知道，只是他没有料到宋墨会知道的这么快而已。莫欺少年郎啊！望着眼前神色沉稳、冷静、理智的宋墨，汪渊略一伎俩，笑道：世子爷误会了，老奴不过是服侍人，自然吩咐什么做什么，哪里敢受世子爷的大礼。
说着拱了拱手，算是还了个礼。宋墨听着心神俱震，骇然地望着汪渊，不仅闻音之雅，而且还知道有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如果说从前汪渊虽然对宋墨和善，却不过是捡在地心而现，他却不得不用自己的眼睛正视宋墨。世子爷尝尝我这碧螺春，他亲自给宋墨续了杯茶，笑道：皇上说如今的大红袍越来越难喝了，老奴也只好跟喝这碧螺春了，多谢内侍。宋墨端起茶盅喝了一口，却只觉得满嘴的苦涩，强忍着心中的激动为陈家说了个情。他辞别了汪渊，混混沌沌地回了仪志堂，进门就直奔窦昭而去。窦昭正和素心几个盘点着自己陪嫁的绫罗绸缎，今年是她嫁到英国公府的第1年，她准备好好的打赏一下自己的陪房，赏些好的布料给他们做过年的衣裳。见宋墨神不守舍地走了进来，他立刻朝着素心使了个眼色，亲自上前扶着宋墨在内室临窗的大炕坐下。宋墨一把抱住了窦昭，把脸埋进了窦昭的胸口，贴着窦昭柔软的丰盈，他的情绪也跟着放松下来。寿姑，他闷闷地道，汪渊是奉皇上之命行事，可为什么呢？他抬起头来，漆墨的眸子有水光闪动，仿佛自雨水打湿过，晶莹明亮。大舅镇守福建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是想杀就杀，想抄家就抄家，想流放就流放，凭什么？凭什么？他低低的质问，声音却越来越大。窦昭吓得脸色发白，忙捂住了他的嘴，警惕地抬头四望，发现内室只前他和宋墨，一颗砰砰乱跳的心这才慢了几分。雷霆雨露，都是君恩。他诧异汪渊是奉皇上之命行事，可相比宋墨的情绪，他哪里还顾得上细想，只得安抚着他。大舅的死，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的猜测，如果不是冒出个陈家，我们做梦也查不到丁谓身上去。可若不是英国公府走水，你杀伐果敢，陈家也不会找到你。可见老天爷有眼，也觉得大舅是冤枉，给了个机会让我们帮着大舅翻案。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感情用事，越是要稳住才是。汪渊说所也不过是一面之词，具体怎样还待查证。又道，严先生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吧？要不我们把严先生请过来商量商量。你不是找了他查陈家吗？可有什么消息？宋墨却抱着窦昭不愿意松手。我头痛。他靠在他的胸前，任谁遇到这样晴天霹雳般的事，都会有片刻的软弱。那我帮你揉揉。窦昭心里隐隐作痛，想去拿个枕头服侍宋墨躺下，宋墨却箍得他的腰，让他动弹不得。他只好随着拿个大营枕上让宋墨躺下，自己坐旁边帮他揉着太阳穴。他却哼着，我要喝水。窦昭去帮他倒了杯温水，他就张着眼睛望着窦昭。窦昭无奈为他喝了水。他抱着窦昭的腰，你陪我躺一会。窦昭连声应好，靠在炕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宋墨闭上了眼睛，神色渐渐放松。窦昭心中涌起无限的柔情，抚摸着他的动作越来越轻柔。宋墨梦一般地道，我仔细想过，皇上并不是个不能容人的人，大舅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皇上心生不悦？如果说是功高震主，早在10年前皇上就收拾大舅了，何必等到现在？如果说是因为大舅断了某些人的财运，大舅并不是个一味只知道耿介的人。他曾跟我说，水清则无鱼，只要对方不影响军情，他通常都会睁只眼闭只眼。窦昭只是温柔地抱着宋墨。上一世定国公的死对他而言就是一桩悬案，这一世他并不比上一世知道的更多，与其胡乱猜测而把宋墨引入歧路，还不如相信宋墨能找到答案。他只需要在他脆弱的时候安慰地搂抱他就行了。宋墨安静下来，窦昭继续轻轻地抚着他的额头。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响起仆妇们放轻的脚步声，屋檐下的大红灯笼依次被点燃，红彤彤，在这深秋里透着暖意，让人的心也跟着温暖起来。宋墨突然从他的怀里坐了起来，寿姑，你还记不记得日盛银楼的事？喜庆的灯光下，却难掩他神色间的凝重。窦昭微愣，随后点了点头，道，还是故意出面，才把爹爹那些签了章的契纸拿了回来。寿姑。宋墨并靠在了窦昭的身边，和他耳语，太宗皇帝在位19年，仁宗皇帝更是在位32年。如果皇上身体安康，你说辽王敢在京都圈钱吗？上一世承平20年的宫变，就是因为皇上传出弥留在即的消息，而且事实也证明，皇上的确是病入膏肓，就算没有宫变，他也命不久矣。这是窦昭能给宋墨的肯定回答，他应该不会这么傻。事关重大，就算内室没人，小心点总不为过。窦昭和他说着悄悄话，趁机将自己知道的告诉宋墨。
我隐隐有种感觉，皇上的病只怕比你们知道的更为凶险，最多也就是这2、3年的事了。宋墨素来相信窦昭有自己的判断，不仅没有质疑窦昭的话，还隐隐流露出些许的兴奋来。你也这么认为？什么叫做你也这么认为？窦昭望着宋墨，不由得眨了眨眼睛。难道仅仅靠自己的只言片语，宋墨就推测出了以后的事不成？他知道宋墨善谋，可这也太逆天了吧。窦昭表情有些呆滞地道：你发现了什么？能让窦昭惊讶，这对明末来说，比什么鼓励和赞扬都让他觉得真实而愉悦。他亲昵地吻了吻窦昭的面颊，低声道：我读史书的时候发现，越是那些千古明君，越是到了年老体衰、精力不济的时候，越容易生产猜忌之心。皇上这些年来不时抱恙，恐怕正如你所说的，大刑将至，所以才会猜疑心日盛。这也是为什么辽王蠢蠢欲动的原因之一，毕竟母仪天下的是万皇后。宋墨顿了顿，继续道：可能从前对皇上和大舅来说不是什么的事，皇上在病中却会多想多思。你看皇上这几年用人全是些老资格，像姚时中、戴建，还有你武伯父这样年富力强的，他一个也不用，却把首辅交给了比皇上还年长2岁的梁继芬。又重用何文道。我猜测着，会不会是大舅有什么地方让皇上不高兴了，而皇上只是决定小小的惩戒大舅一番，结果丁谓从中横插一手，让大舅虎落平阳，途中遇害。又有小人从中作祟，让皇上一时被蒙蔽。幸亏我们听了你的建议，以若是人，皇上虽然震怒，但顾念着大舅的功劳，最终饶了蒋家一命。事后皇上清醒过来，又很后悔，决定将当年参与借押大舅的锦衣卫都悄悄地处死，这才有了丁谓杀人、汪渊报复的荒唐之事。窦昭仔细地听着宋墨的话，认真地思索了半晌，沉吟道：我觉得你的推断有道理。我记得大舅出事的那会，正值曾一分病逝，内阁无人理事，也许就是那时有人趁虚而入了。他觉得有些头痛，大舅得罪的人太多了，只怕这人一时不好找。宋墨却目光闪闪，神色间满满是必胜的信心。大舅得罪的人是多，可能不动声色的给皇上上眼药的人却不多。这件事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他冷笑，到时候把他和丁谓一锅端了。窦昭相信宋墨能够到，可他心里还是非常的怅惘。他感叹道：宦海真是风云诡谲啊。宋墨深以为然，却笑道：所以只有至高者能得吗？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窦昭哭笑不得，那一点点悲春悯秋的伤感顿时跑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宋墨喊了严朝清进来询问陈家的事。严朝清道：杜伟已经查清楚了，陈家所言属实。他有些担心宋墨年轻，不是老奸巨猾的汪渊的对手，打听不出来什么，因而委婉地问道：陈家的事可有眉目了？宋墨把汪渊之行和对定国公冤案的推测都告诉了严朝清。严朝清神色大变，宋墨没等他开口，已道：汪渊喜欢听戏，你让杜明打听打听，有没有汪渊特别喜欢的名伶，到时候想办法买下，给汪渊送过去，我也好去拜访汪渊，看能不能从他那里打听到些什么。他神采奕奕，哪还有半点刚才的软弱？窦昭不由在心里小声的嘀咕，起身给宋墨和严朝清续茶。严朝清忙起身道过谢，又转过头去和宋墨说着话：汪渊这个人不太好打交道，我看还不如从汪阁那边下手。不，宋墨道。肃穆的表情让他却有种胸有成竹的镇定与从容。到了汪渊的位置，钱财已经很难打动他了。他能把这么重要的事告诉我，可见在他的心里，我还是有结交的价值的。这也正好侧面的证实了皇上待我的有几分怜惜。说到这里，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淡淡地道：你说，如果这个时候皇上知道我们父亲不和的内幕是因为定国公府被褫了爵位之后，父亲怕受牵连，要置我于死地的，皇上会怎么想？皇上恐怕会从此不再待见英国公。可这样会不会太狠了点？宋宜春和宋墨毕竟是父子，宋宜春万一连累了宋墨怎么办？严朝清有片刻的犹豫，窦昭却抚掌赞着妙计。反正4年之后，皇上是生是死还两说，以宋墨的才智，就算是因此受到了宋宜春的牵连，也不至于会有性命之险。新皇登基，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宋墨冲着窦昭笑了笑，端茶道：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吩咐严朝清把汪渊的事快点查清楚了。严朝清不由爱气，世子爷如今的确是如虎添翼，只是不知道这双翅膀会不会让世子爷变得更冷酷无情。他恭敬申应诺，退了下去。窦昭就吩咐素心摆碗膳，喊了小丫鬟帮宋墨更衣，净了手脸，也好出来吃饭。
宋墨不愿意动，道：你给我擦把脸就行了，用脑子，累。用的是脑子，又不是手脚。窦昭推搡着他去了净房。宋墨不让窦昭走，我可没准备收通房，你把那些小丫鬟支使过来做什么？窦昭见两个小丫鬟闻言头都快低到胸口了，俏脸又娇又羞，如3月的桃花似的，哭笑不得，只好帮着打发了小丫鬟，亲自帮她梳洗。等梳洗完了，宋墨又要和他在内室的炕桌上用晚膳，反正家里也没有别人，我们2个人随便吃吃就行了，也不用别人服侍，我帮你布菜好了。他说着露出期许的目光。窦昭自然不会为这点小事反驳宋墨，结果2人虽然有内室的炕桌上用了晚膳，布菜的人却变成了窦昭。饭后又为宋墨沏了他最喜欢喝的信阳毛尖。曲灯胡同的汪渊也在用晚膳，服侍他的是他的另一个干儿子小太监汪吉。汪渊吃饭的时候喜欢说话，汪吉投其所好，和汪渊说着话。大家都说英国公世子爷为人冷傲，可他见了爹爹还不是一样的客客气气，可见爹爹混账东西。他一句话没有说话，就挨了汪渊一顿骂。英国公世子爷也是你能议论的，为什么汪阁能在乾清宫服侍，你就只能在我身边跑腿，一点眼力都没有，还想到司礼监去，我看你也就是个去酒醋局的命。汪吉被骂得唯唯诺诺。汪渊吩咐他，你这就去传我的话，那个陈家就不用管他了，英国公世子刚来求过，就把人放了，这可是从来没有的先例啊，看来以后得对英国公世子爷客气点。汪吉一惊，忙连声应是。汪渊微计，喃喃地道，看不出来，这么个我都不记得了的小喽啰，还能请得动宋墨帮他出面说相，他是怎么打动宋墨的呢？念头闪过，他突然很想见陈家。汪少夫人则在和汪清怀说着今天去小姑汪清源家的情景。听说汪清源公婆慈善，夫婿体贴，汪清怀很是欣慰。汪少夫人就说起他去英国公府的事来。看那样子，英国公世子夫人和济宁后夫人不是闹得完的，2人好像都打定了主意，不和对方来往了。汪清怀很是意外，质疑地道，会不会是气话？不像是气话。汪少夫人把当时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汪清怀。汪清怀的眉头皱得死死的，沉默了好一会，才低声嘱咐自己的妻子，以后济宁侯府那边你少去。汪少夫人点头，踌躇道，那四叔那里，你给4弟妹提个醒就行了。汪清怀道，大和和佩锦是一回事，他若是和内院太亲近了，又是另一回事。我知道了。汪少夫人起身帮着汪清怀铺床。汪清怀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叮嘱弟弟，他知道弟弟的性格，魏廷瑜的处境越是艰难，他越会想办法帮助魏廷瑜，反而魏廷瑜富贵起来，弟弟有可能和魏廷瑜渐渐疏远。如果他知道自己对济宁侯府是这个态度，说不会像个愣头青那跑去告诫魏廷瑜。有些事就顺其自然吧。汪氏夫妻拿定了主意，济宁侯府的宴请也就慢慢地里到人不到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陈家那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汪渊的话，他非常的震惊。正是因为知道宋墨和汪渊的关系，他才会冒险投靠，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宋墨在汪渊面前这么有面子。或者是因为宋墨简在地心，让汪渊不得不退让几分。陈家从躲藏小屋里出来，回了他在京都内城租住的小院，也有几个锦衣卫的同僚在门口等他。恭喜恭喜！众人齐齐向他道贺，和汪大人的误会解除了，又能为皇上效犬马之劳了。因为锦衣卫的职责所在，陈家早就预料到他的同僚们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却没有预料到这些人会这么快地出现在他的住处。2年了，这2年来，他的同僚可没谁敢给搭理他。他拿出全部的积蓄，请来贺的同僚去东来顺吃了一顿，交杯换盏，喝到最后，记忆已模模糊糊，除了记得大家纷纷打听他和英国公府的关系的事，其他的他什么也不记得了。有面目陌生的小厮进来服侍他梳洗，自称是他的一个什么同僚送的。陈家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有些木然地用了早膳，他去了锦衣卫北镇抚司的衙门。一路上，大家笑吟吟地和他打着招呼，还没有等他见到北镇抚司的镇府，锦衣卫都指挥使穿贴身的随从出现在了北镇抚司的衙门。一路笑呵呵地问着谁是陈赞之陈大人，我们家大人让他过问几句话，他又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去了锦衣卫衙门。史川一改往日的严厉，和善地和他说了几闲话，叮嘱他以后要好好当差，要是有什么委屈，只管来找他，然后就端了茶。虽然没有许他加官进爵和亲昵之意，昭然若揭，饶陈家心机深沉，也被这接连不断的变化弄得心绪难宁。直到他高一脚低一脚的出了锦衣卫衙门，
他这才回过神来。他立刻把几个在锦衣卫当差的心腹兄弟召到了一起，吩咐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查清楚那天英国公世子带了些什么人去的田庄。有人迟疑道，英国公世子的田庄守卫森严，英国公世子又刚刚帮着大哥说了相，万一打草惊蛇，我们实在是惹不起呀。他如果想在宋墨面前立足，必须搭上那天屏风后面的人。可这件事陈家并不打算告诉第二个人。他小心翼翼地查着宋墨身边的人，宋墨却忙得团团转。他不是请人喝酒，就是请人听戏。每天早上窦昭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床，他睡着了他才回来。就这样，他还有体力折腾窦昭。窦昭心疼他的身体，眼看着拒绝不了。天气又转了凉，把陪嫁的2只30年的人参拿出来给宋墨泡茶喝。宋墨呵呵的笑，越发的和窦昭胡闹。窦昭又气又恼，宋墨却乐此不疲。有时候他就是想看窦昭对他无可奈何的样子，因而每次事后他就会像珍宝一样的抚缩窦昭山峦般曲线优美的身段，然后他发现每当这个时候，窦昭就会蜷缩在他的怀里，流露出慵懒艳质风情。窦昭也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的吧？宋墨望着窦昭还留着旖旎余韵的面孔，不由紧紧臂弯，把窦昭搂得更严实了，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低声和他说起这2天的事来。汪阁那边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了，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会把话递出去。不过这适当的机会也许就在明天，也许还要等好几个月，可父亲还有2、3天就回来了，他肯定会冲着我们发脾气的。到时候不管他说什么，你也别放在心上，就当是听疯子胡说好了。窦昭累得连眼睛都不想睁，宋墨的抚缩又让他舒服，全身都松懈下来，他只想好好的睡一觉，不想听宋墨唠叨，闭着眼睛打着哈欠，他喃喃地道，我知道，有你在，我不会吃亏的。宋墨听着失笑，他哪来的那么大把握？可听到这样的话，他的心里却柔柔的，仿佛能滴得出水似的。他的抚摸顿时就有了几分情欲的味道，吓得窦昭一惊，忙睁开了眼睛。你明天不是还要去见汪内侍吗？这与我们要做的事有何干系？宋墨已熟练地找到溪谷中的那颗珍珠。窦昭身全火辣辣的，宋墨跃跃欲试，门外却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就传来了叩门声。窦昭忙拦了宋墨，怕是有要紧的事，那就让他们等会。宋墨的气息已有些粗重，门外一阵细细的低语，然后是甘露的声音，世子爷、夫人，国公爷回来了，在上院大发雷霆，要世子爷和夫人立刻去见国公爷。宋墨皱眉，怎么会提前回来？家里走了水，又被盗贼光顾，紧接着华家又退了亲。窦昭觉得宋宜春回来的还晚了些，他轻轻地推搡着宋墨，快起来。见刚才还满脸欢悦的宋墨，此刻却面色冷峻，竟然鬼使神差般的悄声安抚他，等见过了国公爷，我再好好的服侍你。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有点傻眼了。宋墨哈哈的笑，心里却知道这是窦昭疼他，看不得他受半点的委屈。受姑，他把脸埋在他满头的青丝里，你待我真好。窦昭心里沙石酥酥麻麻，手脚发软，连他都搂不住了似的。原来他也喜欢听甜言蜜语。2人腻歪了一会才起床，梳洗一番，去了英国公府的上院。京都9门，除了运水的西直门丑正时分就开，其他的8门都是酉时闭门，卯时才开。看宋宜春风尘仆仆的样子，显然是从西直门直接进的城。窦昭和宋墨上前给他行礼，只是还没有等他们站直，宋宜春的茶盅就砸了过来。宋墨上前一步，将窦昭拉在了自己的身后。宋宜春看着，气得嘴直啰嗦，反了，你身为人子，竟然还敢还手。宋墨一言不发，冷冷地望着宋宜春。宋宜春被宋墨那清冷的像千年寒冰，没有一点人气的眸子盯得心中发寒。他见窦昭躲在宋墨的身后不说话，不由狠狠地瞪了窦昭一眼，怒然道，天下间有你这样做儿媳妇的吗？我体恤你没有人管教，让族中的长辈告诉你怎样主持钟馗，你倒好，竟然把家里的长辈给气走了。他不允许任何人败坏窦昭的名誉。父亲此言差矣。宋墨不待宋宜春说完，就毫不示弱地顶了回去。家中走火，大伯母受了惊吓，所以才把家中的对牌交给夫人。而夫人在真定的时候就主持西府钟馗，大伯母虽然回家静养，夫人却府中的琐事打得井井有条。这是延安侯少夫人、景国公府三太太等人都看在眼里。父亲若是不相信，大可去打听打听。这样不问青红皂白的呵斥夫人，窦家的人听了会如何想？还请父亲以后说话要三思而行。他说着，
一记刀锋般犀利的目光投向了静默地站在墙角的陶器重身上，不要听信谗言，坏了英国公府的名誉，也坏了亲戚们之间的情分。陶器重不禁在心里愤然，这关我什么事啊？但又有谁会在乎他想些什么呢？宋宜春被噎在了那里，那一会才道，就算如此，你们也不应该重金悬赏啊。你知不知道这得花多少银子？你学了这么多的术物，都学到哪里去了？他实际上是想和儿子清算白家退亲之事，可看到了儿子，总不能示弱地承认儿子不仅把他的婚亲搅黄了，还让他和安陆侯之间出现了淡淡的裂痕吧。他只好拿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做文章。父亲是舍不得花银子吧？宋默心里也明白，他索性抓着父亲话中的把柄，把父亲往歧路上引，曲解着宋宜春用意，和宋宜春打着太极，家里走了水，修缮房舍就用了不少的银。我也是考虑到快过年了，怕府里的银子一时不顺手，就拿了一制堂的银子做赏银。父亲不必担心，若是没有银子还就算了，广东这几年的生意顺手，母亲留给我的陪嫁进项也不少，一制堂也不缺这点银子。宋宜春的脸色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他终于忍不住了，道：我巡视大同时遇到了长兴侯，长兴侯作保，准备和大同参将王弘联姻，你准备，过几天两家就要下定了。恭喜父亲了。宋默笑道，我倒觉得我们家应该和长兴侯府联姻才是，好歹长兴侯是皇上的宠臣，我不过是个小小的金吾卫前卫指挥使，他恐怕没有把我看在眼里。而且我觉得父亲的亲事也应该好好议议了，也免得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我们准备来准备去，最终还是为父亲空欢喜了一场。我看您还是等两家的婚事定下来了，再让我们准备也不迟。倒是长兴侯那里，我应该带父亲好好谢谢他才是。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子管不住儿子。长兴侯当初给他提亲的时候，就曾半开玩笑半是试探地说过这样的话。他本不想和个参将联姻，可若再拒绝，倒显得他像是怕了儿子似的。宋怡脸上白里透着几分青，咬着牙道：长兴侯那里，你是要备份厚礼答谢人家才是。言下之意，素来以胆大妄为著称的长兴侯可不是安陆侯，你宋默想搓磨，也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量。宋默冷笑，随意地朝着宋怡行拱了拱手，道：若是父亲找我来只是说这些，那我和夫人就先退下了，您这一路忧愤地赶了回来，还是好好的歇为上。说着瞥了陶器重一眼，正好陶先生也可以陪着父亲说说话，把这几日家中发现的事禀了父亲，让父亲拿上主意。然后示意窦昭把家中的对牌丢给宋宜春，他倒要看看，没有他点头，谁还敢接手英国公府的钟馗？这本是两人商量好的。窦昭会意，将装着英国公府对牌的紫檀木匣子放在了一旁太师椅的茶几上。宋默也不管宋宜春是否同意，拉着窦昭出了上房。你个逆子！宋宜春暴跳如雷，嚷着要把宋默拉回来。家中的人都知道宋默从小跟着蒋家的人习武，深浅不知道，可不管家里外面，却从不曾吃过亏。如果惹怒了宋默，被宋默杀了，难道宋宜春还能让儿子给他们抵命不成？那些死了的护院就是前车之鉴。可众人也不敢不尊，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都慢吞吞地往外走，敷衍之意昭然若揭。这让宋宜春更是怒恼，正要呵斥那些身边服侍的人，在心中暗暗叹气的陶器重却硬着头皮走了上前。国公爷，大事要紧，您这些天不在家，京都发生了很多事。宋宜春果然就借着台滚了下来，和陶器重去了书房，只是没有站稳。他已阴着脸道：这样下去不成，得想的办法收拾宋默。陶器重吓了一大跳，小声提醒宋宜春：世子爷如今以天子近臣，只怕有些不宜，越是不宜越要做。宋宜春眼中闪过阴雾，他喃喃地道：只是从什么地方下手好呢？得让他行先了圣心才是，没有了皇上的庇护，我看他还能凭什么嚣张？宋宜春说了几个点子：明升暗降，求皇上给他一份前程，把他调出京都，或者是让他殿前失仪，惹事的皇上心中生厌。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主意，就算是一时拿捏住了宋默，保不准宋默缓过气来，会做出更残酷的报复。陶器重不由得苦笑，低声提醒他道：若是传出父虐子的传闻，也不太好。宋宜春眉头紧锁，出了上院的宋默嘴巴抿得紧紧的，眉宇间透着几分凛冽，让路上的仆妇一阵慌乱，纷纷避到了一旁。而宋默直到进了仪制堂，这才阴郁地开口：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前军都督府掌印都督的。他的话提醒了窦昭，
上一世，英国公府在蒋氏去世之后就每况愈下，到辽王登基时已被闲赋在家，这也可能是辽王之所以能毫无顾忌地褫了英国公府爵位，将英国公府当成枪头鸟阵摄勋贵之家的原因之一。可见宋宜春这个人能力有限。他问宋墨，长兴侯那边你准备怎么办？宋墨不屑地道，想来他也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再次帮父亲做媒，一是为了挽回些许的面子，二也是想试探我到底有几分手腕，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得逞，少不得要给个教训他。窦昭有点担心。宋墨安慰他，大家不过是互相试试，颇此都不会在这点小事上伤筋动骨的。窦昭只能叮嘱他小心，但刚才的旖旎气氛却没了。宋墨叫了严朝清过来议事，窦昭暗暗松了口气。宋墨还是太年轻，不适宜太过放纵。到了晚间，他的小日子来了，宋墨则掩饰失望。窦昭心情复杂，他早打定了主意，这一世他要亲自教养自己的孩子。可他们要做的事太多了，孩子晚点来，他们的准备也就更充分一些，所以他使了些手段。但现在看到宋墨这个样子，他心里又很是忐忑。要不就顺其自然好吧。宋墨很快收敛了情绪，不住地安慰他，说不定下次就能怀上呢。窦昭的笑容怎么着也透着几分勉强。宋墨暗暗自责，是子嗣重要还是窦昭重要？不是因为孩子是窦昭生的，所以他才会殷勤的期盼吗？若是因此而让窦昭不高兴，那还有什么意义？他找了年长的婆子来问，亲自冲了红糖水给窦昭喝，又要他在家里好生的休养，说自己这2天有事，他如果无聊就把汪少夫人等请过来说说闲话。窦昭强忍着，才没有落下泪来，自责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却被宋宜春叫去一顿呵斥他，这才知道宋宜春和王家的亲事又没成。不仅如此，长兴侯管理侯府庶务的胞弟石幼兰还曾亲自登门拜访宋墨，说了些亲热的话，送了宋墨2幅前朝的古画，一对镶玉石的鸡翅木屏风，一对汝窑的梅瓶，20几匹今年江南织造新贡的妆花尺头。窦昭看在长兴侯府的礼物上，决定原谅宋宜春的咆哮。他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站着，听着宋宜春在那里发脾气，心里却想着过几天要回娘家住对月，该给还没有走的舅母张如表姐还在六伯母他们带些什么礼品好。宋宜春训了一半，这才发现儿媳妇泥塑四弟立在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他顿时火冒三丈，儿子他管不了，难道连个儿媳妇他也管不了？来人啊！他大喝道，给我拿家法来！我就不相信了，我教训自家的儿媳妇，窦家的人还敢闹上门来，他们就不怕嫁出去的姑娘有忤逆长辈的名声？窦昭并不怕，自从庞坤白的事之后，他在内宅走动，不是带着素心就是带着素兰，到了外面身边一定要有护卫。他退后几步，笑道，公公教训媳妇也是应该，我们窦家也断然没有因此而为出嫁的姑娘出头的道理，只是我没有婆婆，每日晨昏定省，我也不过是隔着门帘问候一声，怎么惹怒了公公，还请公公给句话，亲戚间问起来，我也好有个交代，你还敢顶嘴？宋宜春一掌拍在桌子上，外面突然涌进几个粗使的婆子来。窦昭一愣，再看宋宜春也是满脸的诧异。几个婆子很快将窦昭围了起来，其中一个笑道，国公爷快请息怒，常言说得好，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夫人纵然有错，你等世子爷回来了教训世子爷就是，何必要亲自动手，坏了您的名声？更有婆子拉了窦昭就往外走，还小声的在窦昭耳边嘀咕，好汉不吃眼前夸，夫人快回仪制堂去，竟然是来帮窦昭解围的。窦昭被眼前的场面弄得摸不着头脑，却也正如那婆子所说，不愿意吃这亏，遂带着素心和素娟跟着那婆子出了上房。反了，反了！上房传来了宋宜春的咆哮，你们这些贱婢是不是不想活了？窦昭闻言脚步一带，拉着他走的婆子见状眼眶微湿，忙道，夫人，我们是受了世子爷的嘱咐护着夫人的，你放心，世子爷早许了我们，若是有这一天绝不会亏待我们的。窦昭这才放下心来，快步出了上院。送走了那婆子，素心忍不住道，夫人，世子爷待您可真好。是啊，宋墨待他真的很好，什么事都不想到了前头，事事都不用他出面，自己也不能把他和魏廷瑜相比，应该从上一世的所谓经验教训里跳出来才是。窦昭吩咐素心，我记得前几天世子爷说过，太医院一位姓祝的御医擅长看妇科，你去跟外院说一声，让他进来给我把脉，开几副养生的方子，我要好好调理调理身子，给宋墨生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素心顿时笑了起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外院。窦昭望着素心雀跃的背影，也跟着笑了起来。他兴高采烈地把回娘家的礼单立了出来，交给了甘露。宋墨急冲冲地从外面赶了回来。你没有吃亏吧？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窦昭，生怕他掉了一根头发似的。有你，我怎么会吃亏？窦昭不由围了宋墨的腰，依偎在了他的怀里。宋墨长松了口气。窦昭就道：燕堂，我们若是有了孩儿，我就什么都不管了，一心一意只照顾孩子，那是自然。难道得窦昭有这样的兴致？宋墨心里像吃了蜜似的，他轻轻地吻着窦昭，到时候我请。他顿了顿，请人帮你管家。窦昭嘻嘻笑，那你能请谁帮我管家？宋墨歪着头，一时间还真没有什么人选。窦昭就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宋墨面露惊讶，真的？窦昭抿了嘴笑，等10月，人会和陈先生一起来，到时候你也帮着长长眼。宋墨笑道，这事你比我在行，那你就把素兰嫁给陈和算了，内院有素心，外院有素兰，这样你也可以轻松一些，到时候再说吧。窦昭笑道，先把素心的婚事定下来。话音刚落，素心走了进来。他没有想到大明天的窦昭和宋墨会在宴席室就抱在一块，忍不住哎呦一声，他红着脸飞快地退了下去。窦昭和宋墨不由哈哈地笑。宋墨夫妻在临窗的大炕上坐下，窦昭高声喊了甘露奉茶，丫鬟们鱼贯而入，素心这才红着脸走了进来。夫人，您嘱咐的事我已经吩咐了王管事，他立刻就派人去了太医院，说等会就要准信过来。宋墨听了奇道，是谁不舒服？没谁。窦昭笑道，这事你别管。宋墨见窦昭好生生的，寻思着也许是家里的丫鬟婆子有谁不舒服，窦昭要给个恩典，遂把这件事给抛到了脑后。窦昭就问他，长兴侯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就认输啊？宋墨笑道，我托了汪内侍给户部打了个招呼，把大同总兵府的军饷拖了拖。窦昭瞪目道，这样好吗？要是被皇上知道了。宋墨不以为意，哪个总兵府的军饷没有被拖欠过？怎么轮到大同总兵府就不行了？又不是不给，不过是给大同总兵府的军饷比别人晚一点罢了。这写公文也有个先来后到吗？就算是他告到皇上那里，这事他也不占着理呀。长兴侯总不能为了这一点点的小事，每个月都跑到京都来请户部的那些小吏们吃饭喝酒吧，这就是典型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窦昭抹汗道，汪内侍怎么会帮你出面打招呼？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宋墨开着玩笑道，哪能总占便宜不吃点亏的。得，算他没问不过，能够让汪渊出面，让长兴侯低头，宋墨真的很厉害。王家就更不用说了，有人递了音过去，先还有些狐疑，但到长兴侯吩咐备下重礼，派了贴身的随从护送回京的时候，他顿时下了一身的冷汗，哭举着脸在长兴侯面前讨了个准信，以8字不合婉言拒绝了宋家的提亲。窦昭不免嗤笑，8字不合倒是个什么时候用都合适的灵方。宋墨却在意的是宋宜春对窦昭的态度，他很真诚地向窦昭道歉。窦昭抿了嘴笑，朝着宋墨眨了眨眼睛，道，你放心，我不会和国公爷一般见识的，他老人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您总得让他老人家有个发泄的地方啊。宋墨失笑。窦昭笑道，你刚才在干什么呢？家里没什么事，你去忙你的去吧，不用惦记。本来约好和马有明喝酒的，听说家里出了事，我找了个借口和他改天再约。宋墨苦着脸道，现在怎好回去找他？然后目光灼灼地望着窦昭，寿姑，要不你今天下厨给我做点好吃的吧？这个家伙就喜欢指使自己。窦昭也有些日子没有下厨了，听他这么一说，也来了兴趣，吩咐甘露通知灶上的婆子。宋墨在一旁腻歪，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还没见过别人是怎么做饭的呢。窦昭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带着宋墨去了厨房。灶上的婆子一溜烟的在厨房前的小院子里恭迎，战战兢兢的生火递菜。宋墨就坐在厨房的案板前的春凳上看着他，他走到哪里，那目光就跟到哪里。时间一长，窦昭有点吃不消了，手一抖，差点把一勺子盐全倒了进去。他只好赶宋墨到外面待着去，这里烟熏火燎的，小心身上都是一味子油盐味。宋墨哦了一声，坐到了厨房门口，离案板不过3步的距离。窦昭哭笑不得，好不容易做了几道拿手的菜，指使着婆子端到了正房的宴席室，却有小厮来禀说宫里来人，让宋墨明天一早进宫。宋宜春回来的第2天一大清晨，就去了宫里磕头谢恩，交了差事。
他回来的时候春风满面的，窦昭一直担心他在皇上面前说了宋墨些什么，闻言沉吟道：要不要探探宫中来者的口风？应该没什么事。宋墨笑道：若是有事，汪公公肯定会提前知会我一声的。汪公公是指汪阁。宋墨去见了宫中的人，说了几句客气话，赏了2个厚厚的封红。次日凌晨和宋宜春一前一后的进了宫，还没有等宋墨出宫，报信的人就飞奔而至。恭喜夫人，贺喜夫人，世子爷升了金吾卫同知，还督理5城兵马司的事务。窦昭大吃一惊，宋墨今年才16岁，此话当真？他不禁轻声道：你听谁说的？报喜的小厮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绘声绘色地道：是乾清宫汪公公身边的小公公说的，皇上已经下了旨，世子爷回来时候您就可以看见圣旨了。这圣恩来的太突然，可再多的那小厮却不一问三不知了。窦昭只好耐着性子等宋墨回来。窦氏叔却是目睹了全过程的。到了下衙的时辰，他推了应酬，回了槐树胡同。武太太亲自给他更衣。他问武太太，还有几天是寿姑回娘家住对月的日子？武太太笑道：还有4天。他沉吟道：到时候你和2个儿媳妇好好捯饬捯饬，去静安寺胡同给寿姑做做面子。武太太诧异，窦氏叔从来不管内院事务的，出了什么事？他有些不安地问。今天早朝后，皇上留了英国公和四姑爷在乾清宫说话。窦氏叔道，期间皇上几次赞扬四姑爷行事稳当，又知晓变通，然后突然问起四姑爷什么时候送四姑奶奶回娘家住对月，接着就着了四姑爷为金吾卫同知，还督理5城兵马司的事务，还说对四姑爷道这样一来，你回去老丈人家也有体面了。武太太骇然，皇上真这么说？这哪里是待臣子，这简直就像待子侄似的。真这么说的？窦氏叔神色凝重，当时英国公也在场，还谦逊的要推辞，却被皇上一通教训，说什么孩子大了就应该多多磨练，不然以后怎堪大用，还说就是因为晏堂的年纪还小，所以我才让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当差，有错也能及时指正，若是把他放到宣统或是两广，鞭长莫及，那些官员又惯会欺上瞒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把晏堂养出个飞扬跋扈的脾气来，那才是真正的害他。武太太倒吸了口冷气，犹豫道，皇上这是什么意思？敲打英国公，却升了四姑爷的官职。窦氏叔还不知道王参将的事，把宋佳玉和华家结亲的事告诉了武太太，多半是为了英国公贤婿的事。武太太瞠目结舌，难道皇上是不让英国公续贤不成？这也太不通人情了。看你平时那么精明，怎么在这件事上却犯了糊涂？窦氏叔道，皇上怎么能管英国续贤不续贤？皇上是在暗示英国公。英国公府的世子他主意四姑爷，让英国公行事多少多思量。武太太思忖了半晌，才想明白这其中的曲折，她不由得啧舌，四姑爷真是厉害，能把皇上拨弄得团团转。胡说些什么？窦氏叔急声呵斥，这种话是能说出口的吗？言下之意是大家心里清楚就行了。武太太不由打起12分的精神，道，我看也不用等4日后，明天我就去静安寺胡同，就算是没有什么地方要帮忙，去那里看看也好。窦氏叔沉思了片刻，道，还有件事你和四姑奶奶商量商量，王家接了王氏回娘家长住，静安寺胡同却不能总让个管事媳妇主持中馈，不如在您娘家挑个家世清白姑娘给七弟做妾室，一来可以帮着管静安寺胡同的家务事，二来也可以照顾七弟的日常起居，若是那姑娘有这福气，说不定还能给妻房生个一儿半女的，成了妻房的香火。武太太会意，立刻道，老爷放心，老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会传到四姑奶奶耳朵里的。至于窦昭答应不答应，那是他的事，可如今对王氏，他们却必须有个分明的立场。窦氏叔欣慰地点了点头。窦昭却在听说宋墨回来的时候，忍不住跑到了仪志堂的大门口迎接他。你真的升了金吾卫的同知？他急急地问宋墨。金吾卫的同知是金吾卫里仅次于都指挥使的官职，而且因为具体的管着金吾卫军饷、军功申报、袭职的核查之类的琐事，没有谁敢等闲视之。宋墨微笑着点头。窦昭不由得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宋墨的计策成功了。皇上听说了宋宜春和宋墨的不和，这世间恐怕只有寿姑有这么聪明了。知微见著，事情往往端出一点点的端倪，他就能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宋墨再次微笑着点头，心情非常好的笑道，夫人是不是应该犒劳我一番？我好歹也算是加了官，上了进，这样轻松甚至带些几分促狭的世子爷，是仪志堂仆妇从来不曾见过的。
众人目瞪口呆。颜朝卿忙咳了一声，笑着招呼大家进门。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好地方，何况世子爷如今擢升，府里的人也应该给世子爷道个贺才是。还请世子爷去厅堂里坐，我等也好恭贺世子爷一番。想到刚才父亲在乾清宫那副像便秘似的嘴脸，宋墨就不情不自禁地透了口气，觉得头顶的天空都瞪近了几分。从此以后，父亲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再也不能伤他分毫了。行啊，他笑着往厅堂去，吩咐窦昭每人打赏2个元宝的银克子。英国公府会铸各式各样的银克子，元宝的是8钱一个，梅花的是5钱一个，方盛的是4钱一个的，再就是银豆子、金豆子了，2钱一个，2个银元宝就是1两银子。众人都欢喜起来，窦昭也喜上眉梢，笑盈盈地应着是。和仪志堂欢乐喜庆的气氛相反，西厢院的仆妇却都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出。宋宜春像困兽似的，暴烈地在屋里打着转。这小畜生也不知道在皇上面前卖了什么，把皇上哄得团团转，竟然一副要为他出头的样子。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应该狠心把他收拾干净了，还开什么祠堂？垂手立在一旁的陶器重却另有担心，他喊了声国公爷，打断了宋宜春喋喋不休的咒骂，看了一眼没有一个仆妇的屋子，小声提醒道：您说皇上怎么会知道当初世子爷和您生戏的事？一般人可不会管这种事。宋宜春一愣，陶器重已道：国公爷，我看这件事您不能大意，得想办法在皇上面前说上话才行。就算不能把今天的事说清楚了，也免得以后有人在皇上面前给您上眼药，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长此以往，我们就太被动了。宋宜春陷入了沉思，一时间屋子里安静的落针可闻，却有个小小的身影灵活地从旁边的窗户闪过，窜到了一旁的花墙后，很快消失不见了。窦昭这边打赏完了仆妇，窦家人以及平日和宋墨交好的亲友也都陆陆续续地得到了消息，特别是以后要常和5城兵马司打交道的顺天府尹黄岐黄大人，如今暂时兼任5城兵马司都指挥使的东平伯，都差了得力的大管事送上了一份厚物。因而等到窦昭回娘家住对月的那天，静安寺胡同就显得格外热闹，不仅槐树胡同的一家人全都来了，就是猫胡同的季氏和快要临盆的韩氏也都来了。窦世英觉得格外有面子，也不追问上次窦明宴请为何窦昭没有到的事了，直接问窦昭：你打算在家里住几天？我也好让家里的人准备。住对月并不是一定要在娘家住满1个月，而是在姑娘出嫁后的1个月，有选择性的住几天，只能住个2、3天。窦昭歉意地笑道：过2天世子就要上任了，还要督促官府调查我们府上走水的事，只有下次回娘家再多住些日子了。出了嫁的女儿，因为特别珍惜和娘家父母相处的机会，最少也要住个4、5天的功夫，有的甚至是住上1个月，像窦昭这样只住短短3日的，非常之少。好在窦世英觉得女儿既然嫁给了别人家做媳妇，自然是要以夫家为重，并不以为忤，笑道：住2、3天就住2、3天，到时候让燕堂来接你。宋墨忙起身应是，眼角眉梢都带着几分欢喜。窦世英看着呵呵的笑，恐怕是女婿想让女儿早点回去吧。他看宋墨的眼神越发的温和了，和宋墨说起他的差事来。你年纪小，不免会有人不服气，但千万不可为人倨傲，要知道那些陈年的老吏是最不好惹的，他们多半经验足，又精通钱粮之道，甚至是和户部、兵部的那些胥吏都有私交。他们有时候成事不足，可若是要使起绊子来，那可是一使一个准。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要谦逊谨慎，宽和大度，学会以柔克刚。窦昭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宋墨这家伙不收拾别人就不错了，别人想收拾他，通常都是秋后的蚱蜢，没几个能蹦跶的长的。而且父亲的这些话全是叫人谦和忍让的，若真是照着他的话做，恐怕宋墨要被人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不过宋墨平时待人接物都7情6欲全部上脸，现在有必要在父亲面前流露出这样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吗？这家伙也太能装了。宋墨却一副乖乖受教的样子，认认真真的听着，不住的点头称是，仿佛窦世英说的话全是金科玉律，让窦世英在这个正3品的女婿面前越说越起劲，越说越兴奋，高声在门口探了探脑袋。窦昭忙道：高管事有什么事？打断了窦世英的唠叨。高声迥然，连声道：没事没事。窦世英却是脸色一沉。窦昭办宴请，
窦明没去，说是要回娘家住对月，却事后连个解释也没给窦昭。后来窦明办宴请，窦昭虽然说理道人不道做的不对，可他的话也有道理。两姐妹各打50大板，所以这次他特意让高升亲自去请窦明，让窦明必须到，还让高升带话给窦明。从前的事谁也不要提了，从今天起，两姐妹亲亲热热，要像一家人。而此时见了高升的样子，窦世英哪里还不明白？窦明竟然对他的话置若罔闻，根本不放在心上。可当着窦昭的面，他若是细问，两姐妹的关系岂不是要更糟糕？何况还有女婿在场，这话一说出去，女儿在女婿面前还有何颜面？他强忍着心中的不悦，道：外面的酒席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安排好了。高升正不知道如何回答，闻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又有小厮来禀，吴老爷过来了，正和六老爷在厅堂里喝茶呢。众人俱是一愣，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住对月，这是女眷的事，她一个做伯父的，怎么也来了？窦世英在心里小声嘀咕着，对宋墨道：走，去见见你五伯父去。他和户部那些人很熟，你趁着掌管金吾卫军饷的机会，和户部的那帮家伙混个脸熟，以后钱粮拨得快一点，不管是上峰还是下属，对你都会另眼相看。宋墨恭谨的应是，不卑不亢地跟着窦世英往外走，说出来的话却毫不掩饰地奉承着窦世英。早就想请岳父为我引荐一番，只是怕岳父嫌弃我行事不稳重，一直没有敢提。他和户部不熟，能拖延长兴侯的军饷；他和户部不熟，能把河工的账一分不差的按时结出来。窦昭实在是忍不住了，低了头无声的笑，去了招待女眷的花厅。舅母正和六伯母、五伯母说着话，看见他进来，朝着他招手。窦昭笑盈盈地走了过去，给长辈一一行着礼。五伯母上下打量着他，笑道：这件玫瑰红的缂丝被子穿在四姑奶奶的身上，真是精神。谁说不是？蔡氏立刻笑着接了话茬，四姑奶奶今天戴的这只点翠簪子也很漂亮，瞧这凤头做得多精神，眼睛亮晶晶的，像活物似的。窦昭只是微微的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气氛很是热闹。用了午膳，大家在花厅里开了几桌打马吊。窦昭好不容易才推脱掉，赵章如就拉了他在花厅后面的小厅里说话。因为窦昭的婚事，舅母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定下10月初1启程，若是一路顺利，正好回去过年，因而赵章如的情绪有些低落，也不知道我们姐妹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窦昭想到了过几年就会随夫婿在京都旅居的大表姐赵碧如，这世上的事谁说得准？你看我3个月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嫁给宋彦堂，你也不要这样沮丧才是。赵章如睁大了眼睛，你喊妹夫做宋彦堂？窦昭轻轻地咳了2声，轻声道：一时失言。然后和赵章如开玩笑地眨着眼睛，你可不要告诉别人。赵章如嘻嘻地笑，又高兴起来，问起英国公府走水的事，那些盗贼抓到了没有？你们真的打赏别人1000两银子？当然是真的啦。窦昭和赵章如说着话，看见六伯母从花厅里走了出来，笑着对2人道：年纪大了，腰不好使了，不能久坐，出来走走。赵章如忙起身，拿了个厚厚的坐垫，您坐坐吧。六伯母笑着坐了下来，问他们：你们在说什么？说得那么高兴？说英国公府悬赏的事。赵章如笑呵呵的和六伯母说着话，六伯母笑吟吟的听着，窦昭却心中微动，朝着素心使了个眼色。素心进了花厅，不一会出来对赵章如道：表小姐，舅太太让您过去给她看看牌。啊！赵章如讶然，但还是起身给六伯母行礼告退，跟着素心去了花厅。窦昭就挽了季氏的胳膊：六伯母，我陪您在抄手游廊里走走吧。季氏看窦昭的目光里充满了慈爱。2人在花厅外的抄手游廊里慢慢地散着步，丫鬟婆子们都在花厅的五廊下立着，既可以随时听候花厅里的人的召唤，又可以照顾到在抄手游廊里散步的2个人。季氏这才低低地开了口：寿姑，我可怎么办啊？你12哥做了荒唐事，我谁也不敢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能跟你吐吐苦水。一句话没有说完，眼泪已扑赖赖地落了下来。窦昭心里咯噔一声，隐隐猜到是窦德昌和季令则东窗事发了。他忙安慰季氏：六伯母，什么事都有个解决的方法，您先别急，要是我不成，还有柿子。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会在家里住几天，家里没有主持钟馗的人，我跟父亲说，请您留下来帮忙。有什么话我们晚上再说。窦昭的镇定从容感染了季氏，他点了点头，忙拿出帕子擦了擦眼泪，由窦昭陪着在抄手游廊上又走了2圈，
等情绪平静下来，这才轻轻地拍了拍窦昭的手，低声道：好孩子，我没事了，我们进去吧。窦昭嗯了一声，笑着和六伯母进了花厅。而此时的魏廷珍正大包小包地往娘家搬东西。田氏的贴身嬷嬷带着几个小丫鬟急跑步了过来。哎呦，大姑奶奶，您要回来，怎么也不差个人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好安排几个小子在这里当值啊。说话间，已亲手接过了甄廷珍乳娘金嬷嬷手中的纸匣子，又示意心腹的丫鬟去搀扶魏廷珍，这不是佩锦两口子不在家吗？魏廷珍任由那丫鬟搀着往济宁侯府里走，我怕母亲孤单，来看看母亲，和母亲说说闲话。田氏贴身的嬷嬷闻言一愣，敏感的魏廷瑜眉头微蹙，道：什么了？田氏的贴身嬷嬷心笑道：侯爷和夫人都在家呢，刚刚还去太夫人问了安的。这下轮到魏廷瑜愕然了，今天不是夫人姐姐回家住对月的日子吗？怎么他们没有去静安寺胡同？又问道：是他们没有回去，还是静安寺胡同那边没有送帖子过来？本来他也不知道今天是窦昭回娘家住对月的日子，还是昨天他去给婆婆问安，听到张三太太说起，他才知道。然后想到自己因为喜欢这个弟媳，有些日子没回娘家了，就想趁着弟媳都不在的时候回去和母亲亲热亲热。没想到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如果是静安寺胡同没有送帖子过来，静安寺胡同可就别怪他这个做姑姐的不息事宁人了。不管怎么，他也要去问个明白的。有了英国公府世子这样的女婿，就不把自己的弟弟放在眼里，哪有这么好的事？田氏的贴身嬷嬷听着魏廷珍话里有话，忙不迭地道：静安寺胡同来请了，不仅下了帖子，今天一大早，静安寺胡同那边的高大管事还请亲来家，请了侯爷和夫人一起过去。魏廷珍奇道：那他们怎么没有过去？田氏的贴身嬷嬷道：夫人有些不舒服，侯爷听了就决定在家里陪着夫人。魏廷珍听着就沉了脸，夫人不舒服，可去请了大夫。夫人不过是些许小毛病，不用请大夫。魏廷珍一听，直接拐了个弯，去了上院。田氏的贴身嬷嬷哪敢多问，硬着头皮跟了进去。窦明正躺在床上生闷气，听说魏廷珍进来了，他一跃而起，毫不掩饰其厌恶地道：他回来干什么？应该是回来看太夫人的吧。周嬷嬷一句话没有说话，魏廷珍已闯了进来。听说你病了，还不愿意请大夫？他一双眼睛犀利地盯着面色红润的窦明，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窦王两家岂不要把我弟弟给撕了？我看还是得请个大夫给人好好瞧瞧才是。说着高声喊着金嬷嬷，拿了世子爷的帖子去太医院，请个御医过来给夫人好好把把脉。不就是讽刺他小题大做吗？如果是平时他肯定很气愤，可今天他想到高升那无可奈何的表情，心里就觉得十分舒坦。魏廷珍的话他也就不计较了。魏廷珍却不放过他，高声道：侯爷呢？怎么不在屋里？自有小丫鬟机敏的道：侯爷在书房。忙去叫了魏廷瑜过来。魏廷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你知不知道皇上下了圣旨，宋彦堂不仅升了金吾卫的同知，而且还多管武城兵马司。静安寺胡同那边的人来请，你竟然还不去，你是不是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被某些人的枕头风吹得不知道深浅了？谁没有个头痛脑热的？你这样守着就不吃药就能好，不去请大夫，却在家里发呆，那病能行吗？你窦明气的指头发抖。魏廷珍却像没有看见似的，继续呵斥着自己的弟弟：你聋了还是哑了？跟你说话你还不理？我看你也就这点本事，在家里横。要知道东平伯不过是暂时代理武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这样武城兵马司的都指挥使迟早都会一人。你不趁着宋彦堂督管武城兵马司，又和东平伯交好，你不好好经营，想办法和宋彦堂的关系更进一步，却窝在家里，你难道想当一辈子的东城副指挥使不成？要知道武城兵马司的副指挥使，太宗皇上那会是撤了的，到了孝宗皇上那会又重新设置的，谁知道这副指挥能干多少？你不想着办法让宋彦堂帮你换个地方，却在这里陪着个妇人玩耍，你怎么骤然间变成了这副样子？话里话外处处指责是窦明带坏了魏廷瑜。窦明哪里忍下去，毫不客气地道：姑姐这话说的好生没有道理们，侯爷有事在书房里看书，怎么就说是连累了侯爷呢？何况侯爷是回我娘家去见我妹夫，心里却恨得不行。宋某不过是个位极弱冠的少年，他凭什么督管武城兵马司？这次窦昭回去住对月，想必窦家在京都的亲戚都会去吧。
窦昭的夫婿成了自己夫婿上风的上风的上风，窦昭还不得一得不行。他想想就觉得心石堵得慌，就更不愿意去窦昭锦上添花了，所以任高升怎么说，他也不愿意回静安寺胡同。魏廷珍却当他不存在似的，看也没看他一眼，继续对魏廷瑜道：这可是个机会，你不要犯糊涂。魏廷瑜高声的喊了声姐姐，迥然的望了眼窦明。我们去书房里说话。推搡着和魏廷珍去了宴席室旁僻坐书房的耳房里，却欲言又止。有什么话不能跟姐姐说的？魏廷珍的脾气只针对窦明，到了母亲和弟弟面前却是轻言慢语，很有耐心。姐姐哪一次不是站在你这边？魏廷瑜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这才赧然的低声道：上次我去武城兵马司被报，见到了不过来宋彦堂，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我觉得我就算是去求他，他也未必肯帮这个忙。他为什么不帮你这个忙啊？魏廷珍不解地道，可话一出口，他就转了过来，难怪是因为大斗士。他急急地问魏廷瑜，汪淮海也是这么觉得的。魏廷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魏廷珍已经炸了毛，我就知道摊上斗士就没什么好事。他越想越气，一撩帘子出书房，站在厅堂里，朝着对面的内侍就骂了起来。从前宋彦堂和你多好，有好马送你一匹，有生意拉你一把，可你倒好，为了个下三滥的女人，却把兄弟给得罪了。娶妻娶德，纳妾纳色，这正妻没有德性，家里就不得安生。这可是上了书的话。屋里的窦明气两泪升腾，跳下床就要去找魏廷珍理论。完了，又吵起来了。窦廷瑜头痛不已，拉了魏廷珍：姐姐，你少说一句吧。窦明听着脚步一顿，魏廷珍急得直跺脚：你到了现在还不反省，难道就准备这样过一辈子不成？我可是听说了，宋彦堂牵线，帮着皇后娘娘的弟弟嘉定伯万鹏记和福建那边的大户人家搭上了线，仅茶叶一项2个月就赚了8000两白银。你这笨蛋，你本来也可以参一股的。窦明愕然：是的假的？宋彦堂给个牵个线，那人就能2个月挣8000两白银，宋彦堂自己那得赚多少啊？二舅母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在东大街开了间绸缎铺子，一年也就1000多两银子的进项，他们这些却一句话就能轻轻松松的赚这么多的银子。魏廷珍的话为窦明推开了一扇门，让他在头晕目眩之余，仿佛看到了一个新天地。而魏廷瑜却默然不语。正如姐姐所说，宋彦堂从前和他特别的投缘，而且因为宋彦堂的缘故，他走到哪里，那些人都给他几分面子。特别是像永恩伯府冯志那帮人，从前遇到他眼都不抬一下的，现在虽然和他不亲近，可若遇到了，也会笑着打声招呼。如今他们知道自己和宋墨没什么交情了，魏廷瑜情不自禁地涌出深深的后悔。他不由道：有因就有果，若没有窦明，我也不可能进武城兵马司。话音未落，魏廷珍已冷笑：以你从前和宋彦堂的交情，他贵为金吾卫的同知，督管武城兵马司，让他给你谋个什么副指挥使，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说不定他还能把你弄到金吾卫去呢。只有你莫名其妙的被别人算计着吃了软饭，还对别人感恩戴德的。窦廷瑜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帘子那面的窦明听着只觉得口中一甜，吐出一口血来。周嬷嬷等人慌了神，夫人，夫人，全都围了上去。魏廷瑜听到动静，把脚就要朝内室跑去，可他刚刚跑了2步，就被魏廷珍拉住了手臂。你在干什么？我去看看。魏廷瑜喃喃地道，避开了姐姐锐利的目光。他身边没有服侍的人吗？要你的去凑热闹。他要是不舒服，自然有婆子抱了你，你急巴巴的跑进去，算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个样，全都是你惯的。你现在不帮着他把这毛病改过来，难道就任由变成个泼妇不成？魏廷珍质问完，又语重心长地道：你就是心太软。当初要是你拒绝了窦明，你和宋彦堂会闹到这个地步吗？有些事你要好好的想了想，是家业重要，还是老婆重要？没有了家业，老婆能对你敬重吗？魏廷瑜挺直了脊背。魏廷珍微微颔首，放开了弟弟。魏廷瑜道：姐姐，和宋彦堂的事，我得和你好好商量商量才是。这就对了。魏廷珍露出欣慰的笑容，我把你姐夫叫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总不能叫你和宋彦堂为了个妇人就这样无端端地疏远起来。姐弟俩出了正房的厅堂，周嬷嬷看着窦明面如金纸，急急地撩帘而出，厅堂里已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只有夹板帘子上挂着的五彩璎珞轻轻地晃动着。窦昭自然不知道济宁侯府都发生了些什么，窦家都知道窦氏两姐妹不和，对窦明的缺席自然也就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
大家热热闹闹地打着牌，说着闲话。天色渐暗，又留在了静安寺胡同用过了晚膳。宋墨看着天色不由，进来和窦昭打了声招呼，留了几个护卫，起身告辞。窦世英等人亲自把宋墨送到了大门口，六伯母留下来陪窦昭，其他的人也都散了。韩氏的乳娘不免抱怨，您眼看着这几天就要生了，太太还要陪四姑奶奶，就算是四姑爷贵为国公爷的世子，也不用这个样子吧？休得胡言乱语。韩氏低声呵斥着乳娘，四姑奶奶是婆婆带大的，就像是婆婆亲生的一样，因为这个，七叔父还曾经想把12叔过继到西窦去。若是让我再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立刻给我回湖州去。乳娘诺诺称是，韩氏却暗暗称奇。婆婆并不是个拎不清的，就算是再疼爱窦昭，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丢下她去陪窦昭。到底出了什么她不知道的事呢？季氏正又急又气地和窦昭说着窦德昌的事。他外祖母突然染疾，他舅母要赶回老家待疾，我要照顾韩氏，走不脱身，我就让他护送他舅母回宜兴，正好也带我去问候他外祖母的病情。谁知道他回来以后变得魂不守舍的，我怕他在宜兴受了什么刺激，叫了跟他过去的小厮丫鬟来问，虽然小厮丫鬟们都是一问三不知，可回禀我的话却是一模一样，不过是或颠倒了说辞，或少说了几句，或多说了几句。我心里越发的生疑，不动声色地派了注意你12哥的动静，这才发现他每隔2天就悄悄地往宜兴送一封信。我不敢截那些信，派了个心腹提前赶到宜兴的码头，守你12哥的人。说到这里，他脸色顿时有些苍白，沉默了半晌，才咬牙低声道：那些信却是送给令泽的，送给季令泽有的。如果不是两世为人，窦昭肯定会站在六伯母这边，想办法防患未然。可他知道前世两人是如何的恩恩爱爱，让他做那棒打鸳鸯的事，他还真的做不出来。六伯母，你冷静点。他合着稀泥，这件事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呢。想当初，季表哥还不是隔三差五就给我写几封信。话音刚落，他就知道自己说话了话，再看季氏，果然露出迥然之色，可话已出口，再解释就成了欲盖弥彰，反而更让人尴尬。窦昭只好装作从来不知道季勇心思的。继续道，令则有表姐聪慧过人，诗琴书画都颇有造诣，12哥又是活泼好学之人，遇到了说得来的人，自然会有说不完的话。季氏一指就点在了窦昭的额头上，你这榆木疙瘩，要是两人清清白白的，令季为何不接你12哥的信？为何不见你12哥的人？你12哥的人为何要偷偷摸摸的在外面另找落脚的地方，而不敢大大方方地上书？他一口气连问了几个为什么，望着窦昭的露出几分困惑来。你12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你帮着你12哥打掩护？姊妹间，你12哥和你是最亲近的。说着，他神色一凝，端容道：寿姑，你素来懂规矩，令则有是韩家大闺的姑奶奶，不比是寻常的表姐表妹的，这事要是传出去，只怕是令则从此没有立足之地，你12哥也名声尽毁，前程无着。窦昭不由暗叫糟糕，刚才只顾着劝六伯母了，却忘了露出惊讶之色。没有的事。他忙便道：我虽经历的少，可也知道轻重。12哥什么也没有跟我说，是我自己猜的。然后转移着季氏的视线道：那你没有想办法看看12哥都跟令则有表姐说了些什么？正是应了那句自家的孩子什么都好，即使那么精明的人也没有怀疑窦昭粗糙的解释，锁着眉头道：我既然发现了，怎么没有拆你12哥的信？可他信里全是些学问上的事。窦昭忙道：那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看这样子，就算是12哥有什么念想，令则表姐心里也是明白的。照我看，您不如继续让人盯着，两人相隔千里，时间一长，说不定也就淡了。何况还有令则表姐，她可不是个没主见的。既是想想，这话也有道理，不由长长的吁了口气，绷着的心弦终于放松了几分。你可不知道我这些时日都过的是什么日子。有心和你六伯父商量商量，是我让你12哥去的宜兴，令则又是我的亲女，可若不和人说说，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没有个安生的时候。我得早点帮你12哥定门亲才是。窦昭可不敢多话，问起窦德昌外祖母的病情，这才把话岔开。好在季氏心结微解，人精神不少，除了自己的儿子，他心里还装着窦昭的事，生怕窦昭嫁到英国公府去受了委屈，倒把窦德昌的事抛到了一旁，问起窦昭的婚姻生活来。窦昭自然是捡了好话说，而且宋莫野的却待他很好，相比他上一世，这桩婚姻更让人有盼头。季氏听着露出欣慰的笑容来，约了他10月初10去开元寺上香，那里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你去做场法事，求菩萨保佑你早点怀上灵儿。
窦昭脸色微红，小声道：“还是别做法事了，若是年底还怀上再说。”也好。季氏想了想，道：“你如今是新媳妇过门，太明显，去开元寺做法事，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件事就交给我了。”窦昭眼角微湿，只有母亲才会这样事事处处为孩子考虑。他重重的点头，不想辜负六伯母的好意，嬉笑道：“那你去帮我在观世音菩萨那里求支好签。你这孩子。”季氏笑吟吟的摇头。两人一起去了舅母落脚的地方，说了大半夜的闲话。第二天，窦昭催着六伯母早点回猫胡同。11嫂这几天就要生了，有您在，她胆子也大一些。我们两家住得近。六伯母笑道：“她要是发作了，家里自然会来的报信的。”她的话音未落，猫胡同报信的人就来了。原来韩氏回去就发作了，她怕打扰婆婆和窦昭说话，没让人去报信。还好的是家里早有准备，稳婆和有经验的嬷嬷早就等着。尽管如此，韩氏是头胎，生了1夜还没有生下来，稳婆和嬷嬷都神定气闲的，倒把窦正昌吓坏了，忙派了人去静安寺胡同请母亲。这下子静安寺胡同的人住不住了。舅母陪着六伯母去了猫胡同，把赵章如丢给了窦昭。两姐妹在家里坐立不安，真不应该把六伯母留下来，生产是盗鬼门关。窦昭自责不已，有话什么时候说不好。他小声的嘀咕。赵章如则朝着西方双手合十地祷告：“千万要顺产，千万要顺产。”到了晌午时分，猫胡同那边传来消息，韩氏顺利地产下了一个7斤重的小子。静安寺胡同一片欢呼。窦昭和赵章如赶去探望韩氏，孩子长得胖乎乎，像窦家的人。窦昭抱着爱不释手，赵章如在一旁急得团团转：“给我抱抱，给我抱抱！”大家呵呵的笑。脸色苍白靠在大营枕上的韩氏也不禁露出欢欣的笑容。几伯母派了人去给槐树胡同的人报信，五伯母他们没到，宋墨却陪着窦世英一起过来了。窦昭大吃一惊，宋墨笑吟吟地解释道：“我陪岳父大人一起过来的。”“我当然知道你是陪父亲一起过来的，可问题是你怎么会和父亲一道了的？”窦昭在心里嘀咕。窦世英却笑逐颜开，揶揄地对女儿道：“燕堂过来陪我喝茶，这家伙就不能收敛点？”窦昭瞪了宋墨一眼，宋墨当作没看见，给窦正昌道着恭喜。窦正昌乐得早不知道北了，团团地还着礼，道着同喜同喜，逗得众人又是一阵大笑。赵章如知道了，就调侃窦昭：“我是陪着岳父大家一起过来的，糖水蛋都堵不住你的嘴。”窦昭去拧赵章如的脸，赵章如拔腿就躲到了六伯母的身后。“您看，您看，受姑欺负我。”六伯母笑的眼睛成了月牙儿，随着他们闹腾道：“有我在，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赵章如躲在六伯母身对着窦昭做鬼脸。舅母无可奈的摇头：“这么大的姑娘了，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好，一说话就像那缺了根弦似的，以后可怎么办啊？”赵章如的神色顿时暗了下去，又很快扬起笑脸，叽叽喳喳的和六伯母韩氏说着话。窦昭看着差点落下泪来。宋墨来找他商量给新生的孩子送什么喜三礼的时候，他忍不住把这件事告诉宋墨，只怕从前的娇憨都是为了让舅母放心。宋墨就捏了捏他的手，安慰他道：“我外祖母从前常说，一根草有一滴露水，他只是机缘没到，但愿如此。”窦昭怅然地叹了口气。六伯父给孩子取了乳名叫7金，窦昭也索性在静安寺胡同多住2天，准备参加了7金的喜三礼，再回英国公府。在7金的喜三礼上，窦昭见到了窦明。窦明穿了件大红色百蝶穿花的缂丝被子，神情倨傲，不大理人，独自跟着众人身后。唱到他时，才上前丢了几个银客了。倒是窦昭身边围满了人，唱到他的时，大家还打趣：“我们要看看四姑奶奶都丢此什么，我们也跟着丢什么。”窦昭不免有些感慨。这一世，他像窦明似的，对窦家的事不太感兴趣，也就是来凑人数。但上一世，窦明却没能像他似的受欢迎。窦家的女眷待窦明客气有礼，却也不曾像待他这样巴结奉承，可见有些事还是要各自。喜三礼的第2天，宋墨接窦昭回了英国公府。留在家里的高姓媳妇领着一帮子丫鬟媳妇婆子来给窦昭请安，说着他不家时发生的一些事。窦昭端着自己惯用的粉彩梅花茶盅，喝着自己常喝的大红泡，靠着素心亲手缝制的大营枕，不由舒服地吸了口气，在心里暗暗道着：还是家里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嫁过来不过月余。到了晚上，小别胜新婚的宋氏夫妻自有一番闹腾，直到传来3更鼓声才消停下来。
宋墨像吃饱了的狮子，懒洋洋地抚摸着窦昭玲珑的曲线，窦昭却有些心不在焉。宋墨不满意了，把窦昭抱在怀里。在想什么呢？那么出神？想表姐的事。窦昭回抱着宋墨，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颇有些安抚顽皮小孩子别吵的味道。宋墨心中更是不悦，道：表姐怎么了？在娘家争娘家的气，在婆家争婆家的气，这是任何一个胸中沟壑的出嫁女子都知道的事。窦昭上一世和窦家闹得那么僵，也不曾当着魏廷瑜说娘家的不是。可没有任何的犹豫，窦昭就把赵章如的事告诉了宋墨，他心里隐隐有种笃定的把握，不管他如何的不堪，宋墨也不会嫌弃他，也不会因为他娘家的事笑话他。我原来只当表姐有些没心有肺的，谁知道他心里却是最清楚明白不过了。他感慨道，做出腹不谙世事的样子，不过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关心他的人。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帮帮他。可这女子嫁人像第二次脱身似的，我自己的事都稀里糊涂，哪里还敢插手她的事？这正是应了那句话，越是重要，越不知道怎么办好。宋墨贴着他的脸，在他耳边暧昧地道：你喊我一声好达达，我就帮你这个忙。窦昭脸上火辣辣的，呸了他一声。宋墨自然不依，知道窦昭怕痒，轻轻地搔着他的腰肢，窦昭避之不及，清脆的声音仿若风中的银铃，洒洒一丈。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滚到了一起，到底让宋墨如了意。他吻着窦昭的雪白圆润的肩膀，含糊不清地道：不就是找个男人吗？亲卫军进别的不多，就男人多。你放心好了，让舅母在京都多留几日，我定给表姐找个如意郎君。能进亲卫军的，家世出身都不错，这就有了个基本的保证。窦昭提醒宋墨，我舅舅家是要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更好。宋墨心猿意马地道，他们家里总有兄弟的，兄弟姐妹的，人托人，总能找到合适的。这也是，何况宋墨怎么也比自己这个天天待在内院的女子认识的人多呀。他打定了主意，因八字没一撇，没敢跟舅母交底，只说是10月初10要和六伯母去开元寺上香，让舅母和他一块去。还道，据说开元寺里供奉的千手观世音菩萨求婚姻最灵不过了。舅母果然动了心，决定过了初10再启程。宋墨却第二天就去了兵部，找到兵部武选司的郎中郑安。我要年龄在18至24之间，未婚，身高1尺7以上，相貌周正，非家中独子的禁卫军名单。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读过书的优先。郑安愕然，继而已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头，道：不知道世子爷可有皇上或是武军都督府兵部尚书的手谕？没有。宋墨神色坦然地望着郑安。郑安犹豫半晌，道：请世子爷恕罪，亲卫军仍皇上禁卫，在保守皇上之责，名单不可随意给人。宋墨点了点头，也不说什么，径直走了。郑安心中很是不安，但很快又释然，自然按章办事，就算是上峰责怪，也责怪不到他的头上来。可是到了下午，郑安就被自己的上峰兵部右侍郎全子仪叫了过去。上次出了丘陵尉之事后，吏部就直叫嚣着要查兵部近10年来袭职的名册，今天早上内阁集议的时候又旧事重提，我看不让他们查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全子仪笑眯眯地道，你是兵部的老人了，又掌管着武选司和吏部的那些吏须，常年长交道，都熟得很，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既然做得漂亮，又不能让那边挑出什么毛病来。事情得来突然，郑安只好领着几个武选司老吏帮着兵部查名册。到了快下衙的时候，郑安自然要安排吏部的人吃饭。他回到私房换衣裳，却发现武选司主薄带着7、8个人在库房里抄着东西，一边抄还一边道：这相貌周正，要以什么为标准啊？为了防止有人冒名顶替，每个人的体貌特征都会写在卷宗上。郑安立刻想到了宋墨的来意，他沉着脸进了库房，主簿立刻笑着迎了上来，殷勤地道：安大人回来了，不知道有何吩咐。郑安指着被翻得到处都是的名册，道：是谁让抄录的？主簿笑道：是全大人。全大人说，您今天要招待吏部的人，让我们不要麻烦您了。郑安只觉得一口气堵在了胸口，却不能当着主簿说什么。他微微点头，慢慢地出了库房。身后传来主簿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声音：你们快点，英国公世子爷说了，今天晚上就要。他应酬完了吏部的人，心神不宁地回到了家。郑太太关急地问他：出了什么事？没事，没事。郑安摆了摆手，心里却像有层阴影似的，总觉得今天的事让他有些不安。宋墨用过晚膳，兵部武选司的名单就送了过来。他和窦昭坐在灯下一个个的看，这个怎么样？
窦昭和他商量，排行第3，家中有2个哥哥，2个弟弟，祖父曾任河南都司佥事，先放到一边。宋墨看了一眼，道：等会再选2次。窦昭又拿起一份名册，神书营总旗，20岁，形容俊朗，正4品同知，袭职。袭职的通常都是知应门庭的，断然不会入赘儿。他不由长叹了口气，把名单放到了一旁，嘀咕道：不知道是谁抄录的这份名册，还挺机敏的，一人一张，若是全抄录在一起了，还得找个人帮着把筛选出来的人重新抄录一遍。宋墨也觉得这个人办事很细致周到，笑道：是武选司的主簿。窦昭倒没有多想，只是过了2天，宋墨去兵部，在全子仪面前把那主簿好好的表扬了一番，然后将和窦昭选好的名单拿了出来。我有急事，请全大人请这几个人明天中午到英国公府走一趟。全子仪笑着将名单交给了身边的一个吏须，自己和宋墨说着话。不曾想世子爷和穆大人也很熟。宋墨笑道：我和穆大人也不过是点头之交，倒是和嘉定伯颇有些交情。通过嘉定伯指使穆川给他打招呼，结果还不是一样。全子仪觉得牙有点酸，两人呵呵笑着说些场面上的话。那吏须进来回话，已差了人一个个地去通知，明天下午一准能到。宋墨笑吟吟地告辞了。全子仪却有些担心，我看其中有2个是天津卫的，能赶到吗？600里加急，怎么赶不到？吏须道：何况我已经跟报信的人说清楚了，是英国公府世子爷要人，他们谁赶不来啊？全子仪毕竟是有身份的人，对宋墨近日的举动虽有耳闻，却并没有放在心上，闻言其道：现在是国公府世子爷的名声这么大吗？那吏须是全子仪的心腹，直言道：您就看他捉拿英国公府走水的那些盗贼，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大的手笔，就让人不由得高看他一眼。全子仪轻轻地点了点头。翌日中午派了吏须去英国公府打探，看看人是不是都到齐了，有20好几个人呢，其中还有几个是勋贵之家的旁支。1个时辰之后，吏须屁颠屁颠地跑了回来，大人一个不落，全都到了。全子仪五味陈杂，有些不是滋味。宋墨正和来者一个个的见面，一个个的说话，等在外面难免有沉不住气的和面熟的窃窃私语。知道叫来干什么吗？不知道，连5军都督府的几位掌印都督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有人凑过来，应该是私事吧，要不然怎么会在英国公府见我们？那也说不定，在私宅里见面不那么正式，就算是没有被选上，也无量大雅。和宋墨见了面的人心里更觉得没谱，怎么英国公府世子问的都是些宅院之事？诡异的气氛直到宋墨把所有的人见了一遍，还久久未散。那些人的议论事后自然一字不落地传到了窦昭的耳朵里，他不禁有些担心，对宋墨道：得想个妥当的办法善后才是。都是禁卫军里任职的，若是让皇上知道了，只怕会起疑心。这样公然的调人进京，就是吏部没有皇上的手谕，也不敢如此行事。他原以为宋墨会先挑2、3个人选见见，没想到把规模弄得这么大。他当时坐在屏风后面，也有些忐忑不安。放心好了，宋墨不以为意地笑道：我多管5城兵马司，选几个禁卫军补充5城兵马司，再正常不过了。想必那些人的长辈都不会有什么异议。禁卫军虽好，可也要看在什么位置上。5城兵马司在皇城，专司协助顺天府、延税客行事，就是个小小的虚吏，也有几分油水。又因为赵家是招赘，这次能入选的人全是那家中的次子或是旁支，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个好机会。宋墨做事真的是很周全，难怪不管他怎么胡闹，到了皇上面前都有道理，也难怪他是到如今也没有被御史弹劾过。窦昭觉得自己只要全心全意信任宋墨就行了，暂时就先拟定这3人，你看如何？宋墨在名册上画了3个圈，递给窦昭看。从几百人选出20几个人，再从20几个人选出3个人，公主选驸马也不过如此了。这次张如表姐的婚事一定能够解决。管她前世嫁的是谁，这一世那人到如今也没有登场，只好换个人了。窦昭只点头。到了晚上，不免又要让宋墨如意一回。第2天一大早，他挽了个漂亮的堕马髻，就兴冲冲地准备去静安寺胡同。宋墨要和他同去，若是舅母问起来，也有个说话的人。而且这3人还没有离京，趁着机会把人叫过来，让舅母和张如表姐亲眼看看，岂不更好？他很希望看到舅母闻讯后惊喜而感激的表情。这还是他自从娶了窦昭之后第一次如此的兴致勃勃，让宋墨跟着一起去也好。这件事若是没有他，就成不了。等舅母知道宋墨做了些什么，肯定会更喜欢宋墨的。
窦昭笑盈盈的点头。两个人像准备讨大人表扬的孩子，按捺着心中的兴奋，一起去了静安寺胡同。高升看到他们，吓了一大跳，忙道：“我这就去请老爷回来。”因为他们来之前并没有让人提前禀告，窦世英已经去了衙门。不用，不用。窦昭喜笑颜开地对高升道：“今天我是来找舅母有点事的，你陪着世子在花厅里用饭就行了。”高升的额头顿时就沁出一层汗，趁着小丫鬟给宋墨上茶的机会，悄声吩咐小丫鬟：“还不快去请猫胡同的两位少爷过来待客。”他第一次觉得，若是老爷坚决不纳妾，把12少爷过继过来也是件好事。窦昭哪里顾得上管这些，丢下宋墨就去了舅母那里。舅母看见他，神色大变，拉着他的手就是上下打量起来。“我的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回来了？是不是宋家欺负你了？你不要怕，舅母还没离京呢，自然会帮你出这个头。”“没有，没有。”窦昭笑得更欢畅了，见赵章如瞪大了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他把舅母拉到内室，哐当一声关了房门，请舅母到临窗的大炕上坐下，自己挨着舅母坐了，将写着那3个人履历的笺纸递给了舅母。“我想为章如表姐做个媒，这3家都不错，您看看哪个更好？”舅母非常的惊讶。窦昭笑得眼睛弯弯：“你这孩子。”舅母回过神来，使劲地搂了搂窦昭，嫁了人就知道心疼人了。窦昭嘿嘿地笑，从炕桌下摸了舅母的眼镜匣子出来。舅母架着眼镜，细细地看着那3个人的履历，不是将门就是勋贵，不用问，肯定是侄女婿帮的忙。舅母很是感激，握了窦昭的手：“替我谢谢侄女婿，赵家到底是读书人，还是找个读书人家的子弟入赘为好？”窦昭傻了眼，舅母心中过意不去，能找到这样的3个人，宋彦堂和寿姑只怕是花了不少的心思。他愧疚地道：“都怪舅母事先没有跟你们说清楚，让你们跑了弯路，你和侄女婿的好我都记下了，以后有机会让你章如表姐报答你们。”窦昭不知道有多沮丧，可他看着舅母满是歉意的目光，不想让舅母心中不安，忙做出负生气的样子，在舅母身上打着滚。“你也不早说。”舅母呵呵的笑，宠溺地揽着窦昭的肩膀。窦昭将3人的履历折成小方块，藏在了衣袖里，出来见到赵章如，只说是和舅母商量着10月初10去开元寺的事。这几年只要是有人逼着他和母亲说话，多半是为了他的婚事。赵章如已经习惯了，倒也不追问，嘻嘻哈哈地和窦昭说着闲话。窦昭想着在花厅的宋墨，要是知道这样的结果，他还不知道有多失望。而且他答应了他好多丧权辱国的条件，回去之后只怕还要多答应几件才能安抚他的心。窦昭长长地叹了口气，悻然出了客房，先去了宋墨落脚的花厅。宋墨正和窦正昌、窦德昌2兄弟说着话，一看窦昭的表情就知道这件事砸了。这可是窦昭头一次求他给娘家的人办事，他顾不得窦正昌和窦德昌，起身就迎了上去，低声道：“舅母有什么地方不满意？这是想瞒也瞒不住的，都是我不好。”窦昭歉疚地道：“没有打听清楚就让你做这件事，舅母想给表妹找个读书人家出身的女婿，到底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宋墨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在心中淡淡的一闪而逝，不像窦昭那么的失落。他沉吟道：“如果是这样也不是不行，就是要多花些功夫和时间，你跟舅母说一声，我们回去再帮表姐找一找，总会找到合适表姐的人。”又道：“舅母还提了其他的条件没有？”窦昭摇了摇头，手搭在了宋墨的胳膊上：“舅母恐怕还是想赵家能出读书人。”宋墨笑着安慰他：“没事，看我的。”两人正说着话，身后传来一阵干咳。窦昭和宋墨回头，看见窦德昌朝着他们挤眉弄眼：“四妹妹，这可是在娘家，你们有什么悄悄话，回家去再说。”窦正昌觉得这话说的有点过分，警告地喊了声德昌。窦昭却瞪了窦德昌一眼，这个12哥自己的事还一塌糊涂，倒管起他的事来。内敛的窦正昌看了忍不住笑了起来。四妹妹素来端木，想不到也有这样娇俏的时候。他打着圆场：“也没有外人，快进来坐。我听燕堂说他在西山的别院养了10几匹好马，哪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宋墨也不客气，和窦昭大大方方地进了花厅，笑道：“11舅兄若是喜欢，我让人送你2匹温驯的母马就是了。”“不用，不用。”窦正昌连连摇手：“这马生来就是要在外面跑的，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你送给我也不过是让他们受罪，还不如想骑马的时候就去你的别院里看看。”见宋墨还要劝他，他又道：“我总不能看见什么喜欢的就全都搬回家吧，有时候欣赏也是一种乐趣。”宋墨笑着应是，心中却对窦正昌非常的欣赏。
几个人聊着天，舅母那边已经收拾停当，叫了高生家的进来，递了他张50两的银票。今天我做东，请四姑爷和四姑奶奶在家里用膳，哪能让您出银子？高生家的不敢要，舅母执意让他拿着，他只好去禀了窦昭。舅太太让我们刘四姑爷和您在家里用膳。窦昭正心疼宋墨白忙一场，笑道：跟舅母说我们要吃8珍8宝。高生家的见窦昭如此的好兴致，还和舅太太开着玩笑，也跟着高兴起来，笑着曲膝应诺，去了厨房。窦德昌就拐了拐宋墨，用大家都听得到的声音悄悄地道：看见没有，是个皮里杨秋，只进不出的。你以后可有福了，把静安寺胡同全扒拉到你们家去了。宋墨哈哈的笑，觉得窦德昌也是个妙人，屋里的气氛就更好了。有小厮进来禀道：宋先生和宋公子过来了，说是明天就要启程回老家，来给老爷辞行的。窦正昌忙道：快快有请。窦德昌就向宋墨解释，宋先生是七叔为四妹妹请的西席，四妹妹嫁了人，宋先生就辞了管，原本准备吃了四妹妹的喜酒就回老家的，遇到了在京都的同窗，就在京都游玩了些日子。宋公子是宋先生的族侄，父母双亡，一直照顾着宋先生的起居。说话间，宋墨就看见窦正昌陪着一老一少2个青衫文士从抄手游廊走了过来。宋墨不由问道：宋家是读书人家吧？窦德昌嗯了一声，道：祖上也曾有人出宦，虽然不怎么显贵，在他们老家也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了。宋墨眼睛一亮，朝窦昭望去，而窦昭在宋墨问出那句宋家是读书人家的时候，已是心神一震，这可真是典型的灯下黑呀，自己怎么从来就没有想到呢？夫妻俩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个浅浅的笑容，窦德昌看着却是心里一悟，自己的这个四妹夫和四妹妹笑得怎么看上去让人觉得有点诡异呀。他的念头刚刚闪过，窦昭已经站了起来，笑道：我去找舅母说话去。然后笑盈盈地出了花厅。宋妍，舅母错愕地望着窦昭，非常的意外。是啊，窦昭却表现得兴味盎然，他父母双亡，家里没有旁的人了，跟着宋先生在真定过那些年，你也见过，性格最是敦厚不过，如果能招他入赘，再好不过了。舅母回过神来，看见窦昭认真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道：你不会是临时决定的吧？如果自己说是临时决定的，以舅母行事之谨慎，肯定会一口回绝。窦昭矢口否认，当然不是，我原来就有这打算，不过宋家底子太薄，是您说要找个读书人家出身的，就只有宋妍最适合了。他说着逼舅母拿主意，您就说可行不可行吧。若是乔德中，趁着宋先生和宋妍还没有返乡，我让燕堂出面帮着做这个大媒。若是您不满意，我们再想办法。说着，他小声嘀咕道：这入赘不是家里的三姑六就越少越好吗？而且宋妍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哪有比这适合的人选？既然要招婿，家里肯定是子嗣单薄，虽说入赘之前都会定下财产继承、赡养之类的契书，可随着父亲年老体衰，入赘的女婿精明能干，渐渐势大，最后谋了女方的钱财，然后另行娶妻生子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也为是什么女主对招上门女婿很慎重，非常看重男主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点上说，宋妍的品行还真的让人没话说，只是由女方提出来，显然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嫌弃。舅母有些犹豫，窦昭自己则是越想越觉得宋妍合适，不仅相貌清秀，而且性格温和，手脚勤快，为人忠厚。舅舅舅母以后老了，有宋妍照顾，日子肯定会过得不错。他见状忙道：成不成，我们总得试试吧。表姐都20岁了，您还能把留几年啊？舅母想了想，还是走了手稳招，道：你探探口风，如果宋家有这意思，我们到时候再去提亲也不迟。窦昭嗯了一声，高高兴兴地去了前面的花厅。宋墨正和宋妍说话，没想到我们还是本家，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今年几岁？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可读过书没有？宋先生只当宋墨是遇到了同姓的人好奇，并没有怀疑，那宋妍就更不会怀疑了。他恭敬地一一作答：我是衢州人，今年刚刚籍贯，父亲原是个秀才，靠做馆为生，我3岁里病逝了，7岁时母亲也病逝了，家里没什么人了，跟着伯父跟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他谦逊有礼，宋墨不由暗暗点头，又问：既然已经籍贯，可取了别字没有？取了。宋妍道：伯父赠我别字千里。宋墨听着，笑容更是亲切了，道：那你平时都读了些什么书？有没有下过场？
平时不过跟着伯父读些四书五经的，伯父说我水平有限，让我再多读几年书，再下场不迟。宋墨即知道江南文风鼎盛，寻常一个秀才都比北方要难考得多，而且宋妍父母双亡，宋雨民又在真定做官，真定到江南行程万里，花费不少，怕也是没回乡科考的原因之一。既然准备下场，想来志意上比有些心得罗。他笑道。宋妍照例谦虚一番，不过刚刚学着写，只能算是没有走样罢了。宋墨笑道，上次在岳父屋里看见一题，之所以修身，何下节，这之所以修身我倒知道，是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之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只是不知道这何下节是什么。原来笑吟吟地望着他们的宋雨民和窦正昌，窦德昌不由敛了笑容。这是一道解答题，需要意志人熟读四书五经，是意志中最难做的题目。宋墨说自己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宋雨民和窦正昌、窦德昌自然不相信。可宋妍和宋墨无冤无仇的，他这样为难宋妍是什么意思呢？宋雨民不由坐直了身子，窦正昌和窦德昌兄弟则诧异地交换了一个目光。宋妍已笑道，是中庸中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他也听出点音来了，这位窦家的四姑爷，英国公府的世子爷，这是要出题考他呢。可为什么呀？相比宋墨，他出身卑微又功名，和这位贵胄怎么也扯不上关系，他怎么会盯着自己不放呢？宋妍满心困惑，就见宋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笑道，中庸修身之理，于政之师者无不该。宋妍一时间没明白宋墨是什么意思，好一会他才认识到宋墨这是在之所以修身，何下节为题，做起了意志文章。可他看着自己干什么呀？宋妍在心里小声嘀咕着，宋墨却望着他淡笑不语。宋妍这才恍然大悟，宋墨这是要他接着往下做文章。他不由得目瞪口呆。宋墨慢慢地端起了茶盅，轻轻地呷了一口，还赞道，银毫披露，果真是好茶。窦家今天招待他们的是江西双井绿茶。宋妍不由额头冒汗，求助似的朝宋雨民望去。窦氏兄弟和宋雨民醒悟过来，窦德昌正准备救场，谁知道宋墨已笑着问宋雨民，宋先生这是在哪里落脚？宋雨民摸不清楚宋墨的意图，含含糊糊道，在一个朋友家。宋墨却追问，在城东还是城西？哪个方？宋雨民机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头。这样英国公府的世子爷，他在京都的这些日子没少听人提起，出身显赫不说，手段谋略也不可小视，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读书人，自然是能避则避，能忍则忍。在城西崇安坊的4条胡同。宋雨民道，借居在朋友家。宋墨笑着点了点头，目光重新落在了宋妍的身上，好像在催他快点成题。好还宋妍的功底不错，原本准备随伯父回乡就下场的，这2年一直专注意志，深深地吸了口气，平静下来，思忖了大约半炷香功夫，道，举为政之经，字字而推者有其序，慎以身之不可不修也。中庸于此，举政以该于身，而自身以推于政也。语气虽然有些犹豫，文章却流畅自然，前后连贯。这节题文最要紧的就是把前后的文句能连到一块了，何况是宋墨破题，宋妍成题。屋里的人都眼睛一亮，宋妍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心里多了几分底气，继续道，独无异乎？子思述孔子答哀公问政之言，即此，谓夫为政故，在于修身。无身之理，即在人之理也。诚之所以修身，则得力道行，一人之理，即万人之理也。然天下国家不可以不治，其政之经常者有9焉。花厅外突然有人击掌，好一个一人之理，即万人之理也。众人循声望去，就看见穿着朝服的窦世英笑眯眯地走了进来。万里，没想到你的学问如此的扎实。大家起身和窦世英见礼，又重新分宾主坐下。窦世英笑道，你们怎么做起志意来了？宋雨民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宋墨的身上，宋墨却毫无意然，笑道，闲着无事就聊了几句。窦世英作为读书人，自然希望宋墨也有一身好学问，闻言立刻来了兴趣，追问是怎么一回事。窦正昌忙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惹得窦世英心痒痒的，和宋雨民讨论起志意文章来。宋墨却寻了个借口找到了窦昭，舅母怎么说？成了。窦昭露出个胜利的表情，只要宋家也有这个意思，就可以把亲事定下来了，宋家那边只怕还有些麻烦。宋墨把自己考笑宋妍的事告诉了窦昭，他既然有这样好的学问，肯定是要科举入仕的，只怕不会答应入赘。窦昭张大了嘴，讪讪道，
难怪舅舅和舅母忙了这些年都没有给表妹找个合适的夫婿。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宋墨做了决定，可比窦昭坚韧得多。他沉吟道：我已打听出宋雨民的住处了，等会我就亲自拜访宋雨民，势必让他答应这门亲事不可送千里。既然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又受过宋雨民的恩惠，若是宋雨民答应了，他还能不答应不成？那你准备怎么让宋先生答应？在窦昭的印象里，宋先生这人虽然温和，却不是那没有主见的老好人。是人就有弱点。宋墨道：时间有些来不及，我先和他接触接触再说。也只能如此了。窦昭有点丧气，连着2次做媒都不顺利，他果然没有当媒人的潜质。给张如表姐找了个如意郎君之后，他再也不会管这种事了。两人一个回了后院，一个回了花厅。用过午膳，宋雨民和宋妍告辞。过了1炷香的功夫，宋墨和窦昭也离开了静安寺胡同。窦德昌缠着窦世英：七叔父之所以修身，何下节是您给四妹夫出的题吧？我没有啊。窦世英奇道：难道不是宋先生出的题？他怎么敢给宋墨出这么难的题？要是宋墨答不出来，岂不是破坏他们翁婿的感情？窦正昌和窦德昌不由面面相觑。窦世英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快给我说说。窦德昌急急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窦世英顿时目瞪口呆，难道是燕堂从哪里看到的？他皱着眉头喃喃地道：不对呀，就算是从哪里看到的，他也不必做篇质疑出来啊。而且他考宋千里做什么呀？窦正昌和窦德昌也想不明白。窦世英道：我明天把燕堂叫来问问。也只能如此了。窦正昌和窦德昌无奈地互视一眼。窦世英打发了高生媳妇去问舅母：寿姑回来做什么？8字还没有一撇，舅母自然不好说什么，拿和窦昭商量了的话搪塞窦世英，商量着10月初10去开元寺的事。窦世英点头，寻思着明天见到了女婿该怎么开口。宋墨把窦昭送回了英国公府，就去了宋雨为临时落脚的地方。宋雨民才刚到屋，还没来得及更衣，穿着刚才出门做客的衣裳出门迎客。见宋墨也穿着刚才在静安寺胡同穿的衣裳，他疑心重重之余生出几分不安来。宋雨民的朋友不过是小富人家，只请了2、3个仆妇，还要照顾这一大家子人。宋雨民坐在这里，平日的生活起大依旧是宋妍打量。他和宋墨分宾主坐下之后，宋妍端了茶进来。宋墨瞥了宋妍一眼，对宋雨民道：宋先生，我有话单独和你说。宋妍闻音之雅，退了下去，只是还没有走出门，就听见宋墨道：说起来，这件事令侄有关。如果是平时，就算听到这样的话，宋妍也会非礼无视，非礼无听。可今天的事太奇怪了，先有宋墨无端端的讨教，后有这样的半头话，让他犹豫再三，不由在门帘旁站定。宋墨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我想讨令执一杯喜酒喝。宋雨民和宋妍大吃一惊，即也明白了刚才宋墨之举。宋墨的身份地位让宋雨民不由慎重地道：不知道世子爷为谁家保媒？我们宋家在衢州虽然素有清誉，可到底是耕读传世的小户人家，其大非偶，只怕攀起。亮梅亮梅，作为亦师亦父的伯父，宋雨民觉得宋妍能娶个读书人家的姑娘，勤俭节约的过日子就行了。英国公世子离他们太远了，不可想象。攀宋墨的高枝，他想想都觉得不可能，也就不存在取舍衡量了。宋墨只当没有听见，笑道：女方你也认识我夫人表姐，安乡村赵家的3小姐。宋雨民在窦家做了5年的西席，怎么会不知道安乡村赵家？他顿时觉得被侮辱。赵家可是招上门女婿，难道就因为宋家是小门小户，因为宋妍父母双亡，就应该入赘别家不成？只是没等他开口，宋墨已笑道：赵大人的人品想来你也听说过了，当年为了能赶上给妹妹发丧，庶吉士都不考了，王家要把女儿扶正的时候，许他升官发财，他也没有理会。令侄上门去给赵家做女婿，怎么会亏待令侄？赵大人的人品的确是没话说，在这一点上，宋雨民没办法否定。再说赵3小姐相貌人品怎样，你也不是不知道的。配令侄没有委屈她吗？虽说男女有别，赵3小姐她也曾远远的见过2次，的确是个品貌出众的千金小姐。但宋雨民还是忍不住道：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让千里入赘吧。宋墨低头喝茶，眼角的余光却扫过夹板帘子，看见了一双青布胖脸鞋。他不由微微一笑，道：令侄父母双亡，靠吃百家饭长大的，你也不过是做管为生。窦家虽然束修大严，想也不过有200、300两银子，令侄跟着你，这吃穿嚼用样，笔墨纸砚有窦家撑着。暂且不说，就这4季的衣裳，
只怕也用了你不少银子吧？今天我考核令侄的志意，中规中矩，流畅自然，若是好好栽培，10年之内，不知道能不能出个进士。从衢州到京都，据说来回一趟就要花上100两银子，先生散管回家，以先生的积蓄，不知道能支持几年。何况本朝南北分卷，江南又素有读书的风气，10个秀才里难得中2个举人，10个举人中难得中2个进士。可入赘赵家却不同，以赵家的家境，赵大人的为人，令侄虽然因为入赘的原因进士难点，可若是勤奋，未必不能中个举人之类的。赵家又是读书人家，就算是令侄与仕途无缘，可子孙后代却不错了。而且还有那3代归宗的讲究，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所谓的3代归宗，是指入赘者所生的儿子，第3代的时候，或指定一支，或约定俗成，最后那一房，不管是小子还是闺女，都跟着原来的祖父姓，重回宗祠。但宋雨民还是委婉拒绝了。千里跟着我读了这么多的读，总得让他下试试才会死心。婚姻大事，这几年还是暂且不提吧。宋默就又扫了一眼帘下的脸面鞋，不紧不慢地道：强扭的瓜不强，还请先生仔细考虑考虑，若是改变了主意，让人去跟英国公府说一声就是了。然后摇着头起身告辞，并叹道：你对侄子可真是比亲生儿子还要亲，把自己的养老银子都拿出来了供令侄读书，十分感慨的样子。宋雨民装没有看见似的，送了宋默出门。门前大槐树后面走了面色苍白的宋岩，他望着宋默远去的马车，久久伫立。还有个身影在宋默的马车消失后，转身去了城南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陈大哥，身影扣着门，是我，胡子。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陈家平凡却目光锐利的面孔。快进来。他不紧不慢地把人让进了院子，说的话却有些紧张。有人注意你没有？没有。胡子小声地道，我远远地跟着，他们发现不了。陈家嗯了一声，和胡子进了屋，满满的灌了2大碗水。胡子把这几天宋默的去向禀了陈家。陈家目露困惑，这么说来，那天跟着世子去田庄，还真是夫人罗。胡子连连点头道，而且这几天世子好像也是在为夫人的事奔波，招了20几个禁卫军来，突然全都丢在了院子里，然后陪着夫人回了娘家，接触的都是夫人娘家的人，这就不好办了。陈家在屋里打着转，他自认为自己若是弯的腰，不得是和尚还是道士都能成为好友，可这妇孺。胡子就道，大人，要不您续弦吧，如果您续了弦，至少能和夫人身边的体面的媳妇子认个干亲什么的，不就有了来往？这倒个好主意。陈家眼神一亮，有了主意，吩咐胡子，我只听说夫人是北楼窦氏的4小姐，云南巡抚王右省的女儿是夫人的继母，王氏跟着窦氏7老爷在京都，4小姐却一直在真定，临到出阁的时候，又被同父异母的妹妹来了个议嫁。你去趟真定，好好打听打听夫人底细哪几个有在夫人面前说得上话，喜欢些什么吃食衣饰，有什么喜好，能打听多少是多少。胡子笑呵呵的应是，在陈家那里用了晚膳，连夜出了京都。窦昭在家里等着宋默，直到掌灯10分，宋默才回来。他不迎了出去，有些急切地问他，宋家怎么说？肯定是一时还转不弯来。宋默笑道，等到明天，估计就有人想过来了。又道，若是想不过来，我看我们还是另为表姐想办法吧。窦昭听不明白，宋默卖关子，明天你就知道了。然后让窦昭吩咐厨房给我弄点吃的，还是中午在静安寺胡同吃的那些店的底。窦昭大惊道，你怎么还没有用晚膳？宋默笑道，我从宋先生那里出来就进了趟宫，调了那么多的人过来，虽说拿5成兵马司做了借口，可这借口也要做得漂亮才行。我去见了皇上，把几个人的名册拿给他老人家过过眼，以后免得有人在皇上面前给我上药眼。给皇上看。窦昭睁大眼睛，那皇上怎么说？宋默朝着他笑，说起来，皇上和我们倒想到了快去了，都选中了那3个人。窦昭不由失笑。宋默感叹道，若是舅母没有那些门户之见多好啊，读书人家入赘，改了姓名，不免有数点望祖之嫌，就算是能参加春闱，也没有人愿意点他做门生。可这勋贵人家就不同了，走的本是恩印，倒也不在乎这样，反而能继续女方的袭职，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亲卫军里给赵章如找夫婿了。窦昭就挽了他的胳膊，戏谑道，辛苦世子爷了，你知道就好。宋默索性道，今天可把我累坏了。素心等几个跟着窦昭迎出来的不禁都低了头笑。用了晚膳，梳洗更衣，2人躺在床上说悄悄话。你怎么就想到去是宋千里致意？
第一次办砸了，总不能第二次也办砸吧？宋墨笑着，舅母不是要找读书人家的子弟吗？万一舅母见面就考人学问怎么办？窦昭抿了嘴笑，科举也考诗文的，你怎么不随不顺便考考他诗文呢？宋墨见他巧笑嫣然，情不自然地拧了拧他的鼻子，道：我倒想啊，可看他那傻呆呆的样子，怎及给我夫人做首诗来的风情艳也？窦昭和他耍花枪，还风情艳也？他咬着他的耳朵道：做首诗来我听听。宋墨真喜欢这样的窦昭，转身把他压在身下，在他耳朵暧昧地道：真要我做？真要？窦昭斜地着他。宋墨轻笑，银繁枝容易纷纷落，他的衣衫褪尽，他的手在幽谷间嬉戏，嫩心商量细细开。窦昭面如朝霞。且不说窦昭和宋墨蜜里调着油，宋妍却是辗转反侧，一夜未合眼。他想起小时候族人对他的照顾，想起大冬天后接姑婆的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想起炎炎夏日里三婶给他做的下布褂子。伯父有4个儿子，去真定做管，原是准备将小儿子带在身边，既可以读书，又可以少一个人的开销，最后却带他。伯母什么也没有，帮他准备1年4季热冷衣裳。这2年还想为他说门亲，只因他家无恒产，又无个正当的营生，好点的人家聘礼要得高，伯父家的3堂兄和4堂兄连着媳妇，家里一时有点周围不过来，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不是女儿有毛病的，就是他女儿聘礼的无赖人家。实际上伯母大可顺水推舟，给他定下一门亲事就算了，还可以博个贤妇的名声，可伯母却非要给他挑个能过日子。宋妍的眼眶顿时湿润起来。天刚刚亮，他顾不得仆妇异样的眼光，跪在了宋雨民的房门前。宋雨民推开门，看见宋妍发丝上的露水，一时呆立在门口，半晌才声音嘶哑地道：你已经知道？宋妍点头，低声道：伯父，我答应这门亲事。眼角眉梢间是掩也掩不住的羞惭。胡说些什么？宋雨民忙将宋妍拉了起来，我们把你拉扯这么大，难道就是让你去给人做上门女婿的？这样的话，从今以后再也不准提。英国公府世子那里自有我周旋，大不了我回去再做几年管。不是，宋妍急急地辩道，我不是因为英国公世子来说相害怕了，是我自己想去。伯父家的大哥已经是举人了，3哥也中了秀才，马上大侄子也要下场了，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从前还有窦家的束修，现在却是坐吃山空。好多人像他这样的早就饿死冻死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还跟着伯父读了点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只可惜不能金榜题名，报答伯父和族人的恩情。宋雨民不相信，前天2人还说得好好的，回衢州之后怎么去官衙报名，怎么参加童子试，怎么会转眼就变了卦了？伯父，宋妍跪在了宋雨民的脚下，赵大人和赵太太都是好人，他们不会亏待侄儿的，您就答应了吧。然后跪在宋雨民面前，不愿意起来。宋雨民老泪纵横。屋主姓郑，名九言，是宋雨民的朋友。听仆妇说伯侄俩跪在那里说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急急地赶过来。听说是为了宋妍的婚事，郑九言不由得哈哈大笑，指责宋雨民：你也是老糊涂了。那赵家是读书人家，自然也希望女婿能懂诗文，要不然只怕不会把闺女留这么大。令侄既入赘赵家，肯定侍奉赵大人左右，全家是堂堂2榜进士出身，跟着赵大人读书，岂不比跟着你读书要强上100倍？就是子子孙孙有窦家这棵大树也有了依靠。你若是真的心疼你这侄儿，以后和赵家常来常往，不坠了他的名声就是了。又打趣宋雨民：你们家应该没人贪赵家的银子吧？一席话让宋雨民哭笑不得。郑九言趁机道：不如我来做了这个媒人如何？宋雨民没有吭声。宋妍忙起身谢道。郑九言笑道：这才对，男子汉大丈夫，行事磊落，既然决定了，就堂堂正正的做好。宋妍连连点头。宋雨民长叹一口气，转身进了屋。郑九言就朝着宋妍使了个眼色：你以后要跟着赵家的人过日子了，就算知道你过的，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心里肯定舍不得，你去好好跟你伯父说道。宋妍感激的再次向郑九言行礼。郑九言笑着摆了摆手，出了垂花门，就派人去打听了窦世英行踪，踩着窦世英下衙的时候备了12色的礼盒，去了静安寺胡同。窦世英听说了郑九言的来意，骇然的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小心翼翼的求证：您没的说错吧？为宋千里和我表侄女保媒，我大舅兄家要招女婿的。是啊。郑九言笑道：久闻你们家表小姐安静娴雅，宋公子跟着宋先生在你们做了这几年的管，相貌品行你们都是知道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全，窦世英已经激动起来，他忙叫了郑正昌来陪客，自己一溜烟地去了客房。舅母也一夜未眠，宋家会不会答应呢？如果不答应，张如的婚事怎么办？该托的朋友都托了，该相看的孩子也都相看了，哪里还有合适的人选呢？若是这件事传了出去，别人会不会觉得赵家急着嫁姑娘，轻瞧了张如？早先怎么就没有想到宋妍？如果是在真定的时候提这件事，成与不成都有了定论，也不至于要弄到京都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猫胡同那边还好说，让槐树胡同的人知道了，还不得暗地里幸灾乐祸啊？还有王家也住在京都，他想想都觉得头痛，一天都没有什么精神。见窦世英兴冲冲的过来，舅母大吃一惊。窦世英没等他开口，已对身边服侍的道：你们都下去，我和舅太太有话要说。丫鬟们忙退了下去。窦世英把郑九言的来意告诉了舅母。舅母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回过神来就忍不住对念了声阿弥陀佛，道：燕堂这孩子，我还没见过比他做事更稳当的，这关燕堂什么事啊？窦世英愕然。舅母就把昨天窦昭和宋墨过来和他商量赵张如婚事的事告诉了窦世英。窦世英目瞪口呆，总算是明白了宋墨为何要考教宋妍了。他不禁喜笑颜开，把昨天在花厅发生的事告诉了舅母。你说这孩子做事不仅稳妥，还细心周到，最要紧的是少年得志，还不摆架子。您说我们家寿姑怎么就嫁了这么好的一个女婿呢？转念想以赵张如和窦昭一样，都是婚事一波三折，流来流去，留在家里成了老姑娘，又安慰舅母。俗话说，留在后面的有汤喝。我们家寿姑能嫁得这么好，我们家张如也能嫁得一样好。舅母不由连连点头，笑眯眯地道着承您吉言。这是自从赵古秋去世之后，舅母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地与窦世英说话。窦世英不由长了几分胆色，道：您看要不要给舅兄写封信去，问问舅兄的意思？那是自然。舅母道：这要是和宋家说亲，只怕还要在静安寺胡同住些日子。您只管住。您只管住。窦世英忙不迭地说了几句客气话，去了花厅，留了郑九言在家里用晚膳，并将赵家愿意结亲的意思委婉地转达给了郑九言。这本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的事，不过是为了赵家的颜面好看，由宋家选提出罢了。郑九言和窦世英由窦正昌在一旁服侍着，推杯换盏，话说得十分投机。舅母立刻差人去告诉窦昭。窦昭捧着宋墨的脸就连亲了几下。你可真行。然后叫了丫鬟进来重新装扮一番，就要去静安寺胡同。宋墨摸着自己的脸，笑着坐在一旁看着窦昭装扮，道：这媳妇还没有娶进门，我这媒人就被抛过了墙，你也太狠了点。窦昭对着他笑得容光艳烈，佯作居高临下的样子道：准你和我一起回娘家。宋墨哈哈大笑，真的跟着窦昭去了静安寺胡同。高升一看四姑奶奶和四姑爷回来了，立马去通禀不说，还急着吩咐灶上的：快重新整桌酒席，四姑爷过来了。仆妇们都动了起来。喝了点酒的窦世英更是不由分说的拉宋墨在花厅里坐下，吩咐窦昭：去找你舅母玩去。窦昭不禁抿了嘴笑，去了舅母处。我的儿。舅母拉着窦昭的手，眼眶水光闪动，还是你心痛你表姐。然后仔细地问起宋妍的事来。窦昭知道张如表姐的婚事对赵家很重要，可没想到他印象中泰山压顶都能坦然处置的舅母也会有如此大的压力。早知道这样，他就应该早点掺和进来的。管他上一世如何，这是让舅舅、舅母、表姐们过得欢欢喜喜不就行了。窦昭汗颜，认真仔细地答着舅母的话。有小丫鬟进来道：舅太太，信我已经交给了高管事，高管事说今天有点晚，明天一早就派人送到驿站去。窦昭奇道：什么信？你舅舅写的信？舅母笑道：这么大的事总得跟他说一声。西北离这里千里之遥，这一来一去要到年后了。窦昭道：我让世子帮您想想办法吧。从兵部走，最多20天就到了。好。舅母没有矫情，丈夫那边没有个准信，他们这边就没办法交换更贴，这眼看着要过年了，宋家伯侄还借住在朋友家，总不能把大家都拖在京都，你跟燕堂说说。这点小事，宋墨当然要办得妥妥当当的，连夜让兵部把信加在了甘肃总兵府的急信里，送往庆阳。这下子，整个西北都知道赵思的外甥女婿是英国公府的世子了。这当然是后话。赵、宋两家既然有了联姻的打算，宋宇民少不得写信回去告诉家里人。衢州有水路，信件来往快一些，宋宇民的妻子很快回了信，问婚事在哪里办，
要不要人帮忙，还夹带了50两银票过来，说是族里凑给宋妍成亲用的。宋妍和赵章如年纪都不小了，既然两家有这意思，自然是希望尽早把婚事定下来。冰火中文，宋宇民给妻子回信说，等和赵家交换了更帖之后，才能商量婚期。不过今天可能是宋妍在宋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在小年之前赶回衢州的，让妻子准备准备，好好的过个年。写着写着，他心中涌起淡淡的伤感。和宋宇民的心情截然不同的是赵章如。长辈们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赵章如还是从自己贴身的丫鬟那里知道了自己的婚事。既然是窦昭西席先生的侄儿，又在窦家生活了好几年，赵章如丝毫不担心宋妍的人品和相貌，她心中终于要成亲了的释然和喜悦。而舅母想着京都东西又好又便宜，选择的余地也大，女儿要出嫁了，不如趁着人还在京都，给赵章如置办几件像样的嫁妆，就托了窦昭和她一起上街买东西。窦昭充分发挥了前世的优势，哪家的梳子好，哪家尺头品种多，一清二楚的，只要舅母想得到，他就能买得到。舅母不由笑道：“你这才来京都几天啊，哪里都摸熟了。”窦昭嘻嘻笑，天天和舅母东奔西跑的买东西，非常的快活。舅舅那边来了信，对这门亲事很满意，把定之事交给了窦世恒和季氏。大家都很意外，窦世英则很是尴尬。倒是宋墨眼头很亮，安慰窦世英道：“这定亲既然要商量聘礼，又要商量婚期，少不得要从中和稀泥，哪有姑爷出面帮内侄女的道理？别人还以为我们这边急嫁女儿呢。”理应如此。窦世英听着精神一振，不住地点头，甚至连宋墨所说的是只嫁女儿而不是招女婿也没有注意到，只觉还是女婿好，乐得当成甩手的掌柜来，在一旁看热闹。这边刚刚交换了更帖，那边窦正昌的长子七金做满月。窦昭约了舅母和跟着一起过来的赵章如手挽着手进了垂花门。大家看见了赵章如都抿着嘴笑，活泼开朗的赵章如脸红得像朝霞，生怕被人打趣，再也不敢像从前那种恣意行事，只在屋里帮着韩氏抱七金，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赵章如找了个机会和窦昭说悄悄话：“我要快点成亲，等我成了亲，看他们谁在笑我。”窦昭捧腹大笑，赵章如狠狠地掐了窦昭2下，这才摆手。两表姐妹牵着手去了摆酒筵的花厅。窦明过来了，穿了件真红色通袖袄，虽然好好的修饰了一番，但还是难掩其憔悴。六堂嫂郭氏不由关心地问：“你这是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那天气的涂了口红之后，人就样样的没有精神，请了好几个大夫，也不让是开了些进补的方子让他静养。他今天本来不准备来的，可魏廷珍一大早就跑去了济宁侯府，吵着闹着非要他们过来。他说自己不舒服，让魏廷瑜一个人过来都不行，还非得两人一起。为这件事，他又和魏廷珍吵了一架，要不是魏廷瑜在自己面前说好话，他才懒得来呢。想来这个时候魏廷瑜已经和宋墨搭上话了吧，他想想就觉得心里像团火在烧，回答郭氏的口气不免有些僵硬：“我没什么事，就是前几天受了风寒。”郭氏一向觉得窦明的脾气大，虽不以为意，但也不像看窦明的脸色。随意聊了几句，他去了窦昭那边。季勇的大伯母对窦昭印象很好，见到窦昭不免有些惋惜窦昭没能嫁到季家，因而很热情地和窦昭说着话。季家是六太太的娘家，季宋也是正三品的高官，这种场合五太太肯定是要作陪的，而蔡氏又是个能言善道的，诚心要巴结窦昭，大家都凑着去说话。乍眼一看，好像大家都围着窦昭在说话。窦明觉得自己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怨恨地瞪着窦昭。窦昭没有觉察到，因为无聊而悄悄四处张望的赵章如却注意到了，他和窦昭耳语：“窦明正瞪着你呢，你们是不是吵架了？”他满脸的怨气：“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和他吵架了？”窦昭脸上保持着恭谦的笑容，看也没看窦明一眼，一副认真听季勇大伯母说话的样子，和赵章如说着话。他看见我就像急红了眼似的，我怎么知道他又发什么脾气？却笑得更爽朗了。窦明看着更回生气，看窦昭的眼神像刀子似的。不一会，大家都发现了窦明的异样，知道窦氏姐妹关系的都会心一笑，装作没有看见似的。韩氏心中不悦，自从发生了姐妹一嫁之事后，就如果你信任的人背叛了你似的，他对窦明就多了几分警惕。从前窦明做来让他觉得可怜的事，此时窦明做来他都觉得是骄纵。他皱了皱眉，挡住了窦明的视线，道：“五姑奶奶来了，怎么不过去说话？”把窦明介绍给吉勇的伯母。
吉勇的伯母是个不大外出应酬的，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弯弯道道，和窦明笑盈盈地说着话，窦明这才感觉好了些。阴喜三里丢的东西是赏给稳婆和帮着接生的，大家都丢的是银克子，满月和百日里送的贺礼却是给新生儿的，因而更贵重。酒筵上，韩氏抱了孩子给众女眷看，窦明送给7金一对赤金的如意手镯，窦昭送除了送给7金一套19两的赤金的长命锁之外，还送了请大相同寺主持开了光的2件玉器，2套自己亲手做衣衫，1件大红缂丝的斗篷。韩氏和季氏都没有想到窦昭如此大的手笔，连声说太破费了。窦昭就亲了亲7金的面颊，道：谁让我是7金的姑姑呢？大家呵呵的笑。窦明气得捏筷子的手指都有些发白，觉得窦昭是有意出他的丑，却没有想到窦昭是季氏带大的，7金是季氏的嫡长孙。亲疏有别，窦昭的贺礼自然要比别人贵重些。赵章如拉着窦昭的衣袖，低声道：你看窦明。窦昭懒得看他，也不想和他多说什么，只和赵章如同出同进。宋墨看见了，就笑着问窦昭：你就这么喜欢三表姐啊？我从小就和他玩得到一块。窦昭说着，帮他整了整衣襟，轻声道：你怎么跑到花厅来了？宋墨被魏廷瑜烦得不行了，借口喝得有点多，窦世英忙让贴身的小厮服侍宋墨到花厅旁窦世恒的小书房去歇息。他巴不得窦昭从此不记得有魏廷瑜这个人就好，怎么会在窦昭面前提起魏廷瑜呢？只说是自己喝得有点头昏。窦昭忙道：那快去歇了。宋墨笑着点了点头，和窦世英贴身的小厮去了小书房。窦昭就抽了个空去了趟厨房，吩咐灶上的婆子做碗醒酒汤送到小书房去。灶上的婆子们不敢怠慢，放下手中的话，立刻帮着做了碗醒酒汤送了过去。宋墨喝了醒酒汤，趴在小书房月洞窗上望着只能看到绰绰人影的花厅。好不容易等到花厅那边的酒宴散了，他找到了赵太太。舅母，表姐的婚礼可决定好了在什么地方办？他关心地问。若是回庆阳，少说也得走上2个月，而且我算了算，明年开春舅舅就要到京都来述职，这一去一来的也要耽搁不少时间。我看不如趁着舅舅来京都的时候，把表姐的婚事就在京都办了算了，我们也可以去热闹一番，还能帮帮忙。又道：听说为了受姑，您把行乡县那边的祖产都变卖了，除了江南，京都的田产铺面都比其他地方收益大，舅舅和舅母怎么没有考虑在京都置办些产业？若是您不嫌弃，我帮您留心留心如何？到时候让宋表妹夫管着，正好磨练磨练他管理庶务的本事。凡是离京都2000里以上的府县，官员都是3年一进京，庆阳也属于此范围之列。宋墨的一席话说得温和又体贴，让舅母暗暗点头。只是前些钱为了窦昭的事花了不少的银子，接着又嫁女儿，哪里有银子在京都置办产业？面对宋墨的好意，他只能推脱道：这件事还要和他舅舅商量，你先看着，等舅舅来了再和舅舅商量也不迟。宋墨笑道：实际上是我有同僚家中有急事，要变卖一部分祖产，我觉得那田庄的良田多，铺子的位置也好，想让舅母捡个漏。舅母怎么好捡你的漏？舅母只能在心里暗暗可惜，笑道：等舅母想在京都置办产业的时候再找你。宋墨笑着应了。晚上回去把件事跟窦昭讲了，我原想是我贴1半银子，然后舅母出1半银子，把田庄和铺子都盘下来的，也算是报答了舅舅和舅母当年对你的援手之恩。可舅母好像没银子似的，舅舅好歹当了几年的县令，几年的知处，难道这点积蓄也没有？有几个人像你啊？窦昭一听就动了心，看见什么都能想到银子。他和宋墨商量，要不我们拿银子先盘下来，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行啊。宋墨寻思着，若是赵家在京都有产业，赵章如2口子就能常驻京都，以后窦昭也有了个作伴的，不过怎么让舅母收下，就得你想办法了，我怕我出面，适得其反。窦昭先应下，宋墨派了人去把田庄和铺子都盘了下来。可怎么跟舅母说这件事呢？陈渠水带着段公义等人进了京，窦昭欢天喜地地迎了出去。除了2、3个他看中的护卫不想离乡留在了真定，继续在西窦当护院外，段公义、陈晓峰等都跟着来了。不仅如此，还从真定带了7、8个身材高壮的大小伙子，举手投足间矫健有力，一看就是练家子。段公义笑着解释道：几个后辈是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看着还行，就带来给您长长眼。接下来窦昭要和东窦盘点早就归在自己名下的西窦的1半产业，用人的地方多着呢。既然是段师傅看中的，那就全都收下。
他笑着吩咐素心，今天给陈先生、段师傅接风，派人把笔墨铺子的范掌柜和崔掌柜、田掌柜都请了过来，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大家一起聚一聚。素心应声而去。窦昭问起祖母来，上次来信说今年的茄瓜长得好，家里吃不完，分了很多给左邻右舍。他老人家的身体还好吧？硬朗着呢。陈曲水笑着从怀里掏出了封信，崔姨奶奶让我给您捎过来的。窦昭接过信，望了望滴水沿的垂花门，压制住看信的急迫，笑道：你们刚到，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们歇息的地方都已经安排好了，等你们安顿下来了，我们再细谈。陈曲水笑着称是。窦昭就喊了武姨。武姨正睁大了眼睛望着陈曲水，像见了鬼似的。陈曲水不由微微的笑，朝着武姨点了点头。要不是这几年跟着陈和训练有素，武姨早就跳起来了。她嘟囔着：陈先生请跟我来。领着陈曲水和段公义等人去了早已打扫一新的西便群房。段公义望着粉刷一新的小院子和厢房，不由对陈先生道：到底是英国公府，瞧这宅子虽然朴素大方，可也显得气派。陈曲水笑而不语。这是窦昭和宋墨早就商量好的。陈曲水和段公义这样的，每人分一个3间带个倒座、一个退步的小院子，那些没成家的，后来的，一人一间厢房。进了屋，一般的家具都置齐了。段公义和陈晓东等人不由啧啧咂舌，陈曲水却摸着糊了高丽纸的窗棂，机不可见地颔了颔首。看样子世子爷对夫人还是很敬重的，把西边的跨院让了出来不说，还让人花心思布置了一番。他们应该很快就能融入到一致堂里去吧。陈曲水把宅子分了分，就有人问：陈先生能带老婆孩子住进来吗？这个得先和夫人商量商量。陈曲水笑道：吩咐一帮好奇的四处打量的糙老爷们，抓紧时间梳洗梳洗，等会还要坐席。大家嘻嘻哈哈地各自回了屋。陈曲水一转身，看到了武姨，他正眼也不眨盯着陈曲水呢，毕竟服侍了自己大半年。陈曲水想了想，朝武姨走去。武姨却打了一个寒战，醒过神来，忙道：陈先生，夫人说丫鬟小厮之类的，等你们住进来了再说。您现在若是有什么事，可以吩咐小九，他以后就跟在您身边服侍。说着，将身边一个年约15、16岁、眉目清秀的小厮推了出来，自己一溜烟地跑了。陈大哥说过，有些事知道也要装作不知道，有些事却是不知道也要装作知道。这件事他得装作不知道。武姨思忖着，跑得更快了。中午，宋墨亲自做东，给从真定来的人接风洗尘。严先生、下联几个一起作陪，这让陈先生等人意外之余，颇添了几分感激。而被临时拉来的田富贵却激动得直哆嗦，手抖个不停，酒盅里的酒都差点洒了出来，嘴里更是喃喃地道：值了，值了，能喝到英国公世子爷的酒，我这辈子值了。崔13不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低声提醒道：你给我坐直了，别丢夫人的脸。我知道，我知道。田富贵喃喃地应着，可手脚发虚，手还是抖个不停。好容易酒过几巡，酒席散了，他和崔13却跟陈先生、段护卫一起被叫到书房里去喝茶。他混混沌沌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的书房，只知道书房很大，书很多。他坐的是把鸡翅木的雕花椅，16两银子一把，喝的是金春的西湖龙井，5两银子一包。奉茶的小丫鬟不过12、13岁，却常端庄标致，或在耳垂上戴着小小的赤金耳环，或在头上插着从江南新传过来的银簪，显得既体面又贵气。小丫鬟哪有资格穿金戴银，想必都是府里的赏的。要是家里的那些褶侄女能进英国公府当差，那可真是掉进了福窝子里了，该有多好啊！他正在那里胡思乱想着，突然听到宋墨问他：你是什么时候跟的夫人？世子爷这是在跟他说话吗？田富贵张大了嘴巴，见宋墨朝着他微微的笑，这才敢肯定刚才听到的声音不是幻觉。他忙吞了吞口水，急急地道：是夫人及笄礼的那天，大家都给夫人道贺，我寻思着怎么也得弄点不一样的，皇上大寿的时候，那些官老爷不都要献上祥瑞吗？我就想也给夫人弄个祥瑞来。后来打听来打听去，说是保定府那边有人养了对锦鸡，我连夜赶往保定府，他慌慌张张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把自己怎么连哄带骗的买了那对锦鸡，又怎么躲在豆腐花厅旁的假山后面等着窦昭路过，竹子到豆子的，全都说了出来。崔13恨不得把田富贵生吞了，宋墨等人却哈哈大笑了起来。田富贵这才惊觉自己说话了错，他惶恐地望着宋墨，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不错，不错，
宋墨却笑容和蔼的道：“以后就要这样用心的服侍夫人，多谢世子爷。”田富贵回过神来，想起身行里，可两腿软绵绵的试了2回都没能站起身来，正急着，宋墨的目光已落在了崔十三的身上。“你是崔家的人吧？”崔十三站起身来，恭敬的行礼，答是。礼数周到，不卑不亢。宋墨暗暗点头，笑道：“既然是崔家的人，和夫人也是骨肉至亲，以后没什么事，常来府里走动走动，和夫人说说话。”崔十三这几年在京都和达官贵人打交道，早已非昔日无下阿蒙，只把这些当成客气话，笑着应是。日久见人心，宋墨没有多说，想着有了陈先生等人的加入，窦昭身边有了自己的护卫，再也不会发生像英国公府走水这样的事了。他顿时觉得心情大好，笑吟吟的和陈曲水等人聊了会天，话里话外透露着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合则两利，分则有害，要和睦相处的意思。颜朝卿更是顺着宋墨的说起当初窦家众人对世子爷的帮助，神色间全是感谢，一副你们都是我的恩人的模样。陈曲水知道这是宋墨在安他们的心，谦虚了一番后，表达了他们都曾受过窦昭的恩典，窦昭在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自会为窦昭的马首是瞻的意思。廖碧峰听了对窦昭大为佩服，能指使得动这些人，能让这些人在世子面前说出这样的话，夫人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啊。他低声的和颜朝卿耳语：“等会散了，我们再单独请陈先生喝2盅吧。”颜朝卿也觉得有这个必要，笑着点了点头。宋墨站了起来，笑着对陈曲水等人道：“诸位一路辛苦了，这几天先好好的休息休息，想必夫人也有很多话要问你们，我就不耽搁大家休息了。”众人齐齐起身送宋墨，宋墨径直回了正房，问正坐在临窗大炕上做针线的窦昭：“我今天表现得还不错吧？”窦昭不由笑了起来，放下了针线，道：“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孩子？我本来就比你小吗？”宋墨不以为然地道，拉了他的针线活看，这是在做什么呢？给你做件冬衣。窦昭笑着，马上就要春节了。宋墨盯着窦昭笑，陪着坐了一会，有些依依不舍地道：“我等会儿要去探望顾玉，你也好和陈先生说说话。”窦昭还真有事要和陈先生商量，他笑盈盈的应好，送宋墨出了门。此时，远在灵寿县谭家庄东南角一处偏僻的3进小院里，英气勃发的谭举人恭谨地站在须发全白的谭老太爷面前，正低声地说着话。消息是从沧州传来的，绝不会有错。不仅沧州大乱，就是京都、太原、大同、天津等处也都乱象四起。有为了前程兄弟戏强的，还有为了银子朋友反目、父子相残的。英国公世子也好手段，几千两银子就搅得江湖风波不止。还好当初我们二话没说就把那孩子接在了手里，否则等着我们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个情景呢。说着，他面露担忧，当时他要我们对付窦家4小姐，我们是拒绝了的，也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谭老太爷没有说话，细细地捻着齐胸的胡子，半晌才道：“段公义如今在窦家如何？应该混得不错。”谭举人道：“窦4小姐让他跟着一起去京都，据说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他托了人帮着看顾宅院，还准备过些日子就带着老母亲一起去京都。”谭老太爷听着笑了起来，道：“窦家4小姐出嫁，我们好像还没有送贺礼吧？”谭举人眼睛一亮，宋墨手段毒辣，他们又隐居于此，近之唯恐被宋墨牵连，远之唯恐被宋墨所憎。窦4小姐高风亮节，却是个可交之人，我这就去办。他的声音不由洪亮了几分。谭家庄里发生的事，窦昭自然是不知道的。陈曲水回真定，他曾叮嘱其和3伯父窦氏绑碰个头，提自己名下的产业，看东窦那边有什么反应。我照着和您商量好的，和3老爷碰了个头。陈曲水神色凝重，显然碰面的结果让人并不满意。3老爷话说得十分爽快，说夫人随时可以派了人来接手，3爷为人耿直，账目也向来清清楚楚，其他的事只字不提。我原准备照您的吩咐，带着赵良弼一起来京都的，可看3老爷的样子，我就做主让赵良弼留在了真定，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至于像瞎人摸象似的，找不到东南西北。窦昭微微颔首，沉吟道：“我的婚事定得有点急，3伯父恐怕也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派人和他说这件事，10之8九是要等槐树胡同那边怎么说，他才好拿主意。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我猜最迟月底，3伯父就会派人和我们联系的。”又道：“这件事只要拜托您盯紧点了，夫人省的，我心里有数。”陈曲水说着，露出几分迟疑，道：“让赵良弼接手3爷的差事，我怕到时候那些大掌柜们不服气。外面不都传赵良弼是我的亲戚吗？
窦昭不以为然地笑道，我提拔我自己的亲戚，不为过吧？那倒也是。陈曲水笑道，我看赵良弼这几年磨练的也颇有长进，是驴子是马，总得拉出来溜一溜。只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撑得住这么大的场面了。窦昭抿了嘴笑，他对赵良弼很有信心，就算一时不足，这不还有宋墨吗？陈曲水见窦昭很是镇定从容，知道他肯定还有后手，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定，神色松懈下来，心情也放松了，笑道，还有您的那些花花草草，我怕跟我们赶路有个闪失，让他们跟在我们后来面慢慢的走，再过2、3天就能到了。窦昭有些意外，他并没有让陈曲水把自己种的那些花草带来，真定是他的根，那些伴随他度过美好岁月的花草，如那些美好的岁月一样，他把它一起留在了真定的，让他每当想起，心中都充满了无限的暖意。他并不想破坏这种暖意。陈曲水笑着解释道，是崔姨奶奶的意思，他老人家说，让你好生服侍这些花草，让这些花草也能在京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祖母对自己的期许吧。窦昭眼睛微微有些湿润，更是下决心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回真定探望祖母。他说起仪堂的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既然入了仪制堂，有些事就不可分得太清楚。仪制堂的护卫，除了跟着世子或是我出门的，还有巡防的、值夜的。我们呼啦啦也来了30几个人，刚才的接风宴有世子在场，想必你们也没能尽兴。等会严先生肯定会私下设宴给你洗尘，你正好和严先生商量一下，看他有什么安排，留下段师傅、陈晓峰几个跟着我就行了，其他的就随仪制堂的安排。陈曲水也是这么想的，两人商定好留在窦昭身边的人。严朝清的小厮早就在屋外候着了，陈曲水出了正屋，跟着那小厮去了严朝清处。还是那几个人，可少了宋墨，气氛就大不相同。大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十分的热闹。陈曲水和严朝清、廖碧峰3个文士端着酒盅笑吟吟地望着前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护卫，轻声慢语说商量着以后的事。宋墨在云阳伯府用过晚膳才回来，窦昭亲自服侍他更衣，问他顾玉怎么样，他乃是静得下来的性子。宋墨洗漱一番，坐到了临窗的大炕上，接过窦昭递的茶，呷了一口，舒服地舒了口气，道：他倒是被禁了足，别人可没有被禁足，他如今做庄家，天天家里赌钱取乐呢。我去的时候，云阳伯把我拉着好一通脾气，让我好好的管束管束顾玉，要不然就停了顾玉的阅历。窦昭骇然，云阳伯是不是老了？顾玉的阅历有多少？他已经能自己赚钱自己花了，停他的阅历如同隔靴搔痒，能有用吗？不过顾玉玩的这样肆无忌惮，皇上可知道可能会不高兴，你还是劝劝他吧。宋墨苦笑，京都的纨绔子弟都在他那里了，云阳伯也是没办法了。窦昭坐到了他身边，也端了杯茶，关心地道：他的婚事怎样了？如果成了亲，也许就能安定下来了。皇后娘娘亲自过问，云阳伯世子夫人说的那门亲事算是黄了。宋墨颇有些不悦地道，可那女人却不消停，若有人来给顾玉说亲，他就阴不阴阳不阳的说什么这件事得问过皇后娘娘才算数，要不您进宫去皇后娘娘面前讨个阴，你说好人家谁敢把女儿嫁给顾玉啊？这女人也太能搅事了。云阳伯世子夫人就是顾玉的继母。窦昭沉吟道，反正顾玉已经顺顺利利地长这么大了，晚点成亲也许更好，到时候顾玉有了知应门庭的能力，云阳伯世子夫人就算是在阴阳怪气，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一样会有好姻缘的。我也是这么劝顾玉的。宋墨道，这次就把他好好的呵斥了一顿，把他的赌具全都给扔河里去了，也放出话去，谁要是再跟顾玉胡闹，我就打断他的腿。窦昭冒汗，这哪里是哥哥对弟弟，分明是父亲对儿子。难怪前世宋墨和顾玉那么好的。他坐到了宋墨的身边，我想和你商量点事。宋墨佯装害怕的朝里缩了缩，道，你先说说是什么事？你这么郑重其事的，还用美人计，只怕这事不简单，我可不上当。窦昭一愣，随后止不住的笑了起来。你这家伙，他捶了他一下，越来越不正经了。那也要看是谁。宋墨挑着眼角，十分自大的模样，寻常人想让我不正经，我还不干呢。说着嬉笑着搂了窦昭，先说说是什么事，然后我们讲讲条件。他摸着下巴，一副算计得失的样子，如果条件动人，自然是什么都好商量，如果条件不能打动我，我得仔细考虑考虑。考虑你个头。窦昭捧腹，快说答应不答应。河东狮吼，岂敢不应。宋墨嬉皮笑脸。窦昭忍不住摇头，又扑哧的笑。
两人就这样闹了一会，窦昭才神色微敛，靠着宋墨的肩膀道：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因为我母亲的死，我出嫁前窦家就给了一部分产业给我做嫁妆，因为我们婚事定得急，这份产业当时也没来得及写在陪嫁的单子里面。现在我都成亲1个多月了，我寻思着，我既然嫁了人，寻些产业还是掌管在自己手里好。因为之前一直是我三堂兄大帮我管事，我三堂兄又不可能到京都来，我选了赵良弼接我三哥的手，可他到底年纪轻，我怕他镇不住场子，我想向你借钟掌柜一用。钟掌柜就是钟炳祥，宋墨在广东13行铺子的大掌柜。宋墨笑道：杀鸡焉用牛刀，账目什么的我也很在行，你帮你就行了。那感情好。窦昭抿了嘴笑，啪地一声从身后拿了厚厚一本账册出来，这是我名下产业的名录，你先熟悉熟悉。宋墨一看那么厚一本账册，心中就生出不妙之感，待窦昭说这不过是产业的名录时，他脑子一嗡，有些不置信，拿过账册就翻了起来。保定府，清苑县南街铺面76间，清苑县北街铺面62间，广吉巷宅子1座，共屋286间，天王寺旁宅子1座，共屋200间，惠民门外绣球街宅子1座，共屋192间，田地山堂4746亩，太原府，永和大街铺面122间，中陈祠门外街面33间，淳化街宅子1座，共屋79间，唐池山地14462亩，邯郸、安阳、青城。宋墨越看眼睛瞪得越大，越看越心惊，他不由抬头望向窦昭，满脸的不置信。窦昭看着就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然后肯定地点了点头，道：这里全是田土山堂，河池林木，还有些金银饰品，在另外的2本册子上，宋墨也以为顶多就是几千亩地，几间铺子，1、2个大宅院，怎么会这样？他愕然地道：窦家到底有多富有？难怪岳父眼也不眨，就甩了窦昭1台银票。窦昭知道宋墨误会了，这是西窦一半的产业，他在狼狈的样子宋墨都见过，他心无芥蒂的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了宋墨。舅舅和舅母怕我吃亏，这账册是1式3份，他摩挲着账册亮蓝色的封面，低声道：这是舅母专程从庆阳带过来的。他垂下了眼睑，睫毛上挂着2滴晶莹剔透的水珠。宋墨张口结舌，心像被钝刀子割似的，痛不能挤。他以为自己已经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了，可相比窦昭，他觉得自己已很庆幸，至少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还有窦昭在他身边。寿姑，宋墨紧紧地把窦昭抱在怀里，你还有我，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伤心的。他的怀抱温暖而清新，如秋日的空气，让人的精神振奋。窦昭深深地吸了口气，都是以前的事了，我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难受了。他喃喃地道，闭上了眼睛，依偎在了宋墨的肩头。可母亲如果能活着，该多好啊！想到这些，窦昭眼眶有点湿润。很快，宋墨就感受到了他的情绪。他希望窦昭在他身边的时候，能总是高高兴兴的。喂！宋墨一面拿了帕子温柔地帮窦昭擦着眼泪，一面笑着打趣：你这么有钱还哭，让我们这些手下有几间铺子就以为自己是大富翁的人，可怎么过日子？快别伤心了，我陪着你一起数钱。你只要想到自己每天有多少收益，想着自己躺在银票上过日子，心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窦昭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夺过帕子胡乱地擦了2下，笑道：你才躺在银票上过日子呢。心里却明白，如果不是有宋墨温暖的怀抱，他也不至于这点事都会落下泪来。我也想啊。宋墨见他笑了起来，越发闹得欢，佯装叹气地道：可没那福气，我还要养家糊口，还要积钱给儿子娶媳妇嫁女儿，哪像有些人吃干抹净，自己的钱子1分不用，还能攒私房钱。窦昭笑得不行，搭在他的肩膀上道：要不我送你1半。不行不行。宋墨一正经地摇头道：我好不容易让我岳父看顺了眼，这1半产业到手，我岳父岂不立马和我翻脸？我还准备从我岳父那里掏点传家宝之类的，这么一来岂不是全都泡汤了？再说了，你这些钱来就已经是我儿子闺女的了，我为了你这到了手的银子把岳父的好东西丢了，我划得来吗？窦昭笑得透不过气来。宋墨却微微的笑，再次把窦昭搂在了怀里。从前的事我们都不想了。他亲吻着他的额头，我们往后看，好好给我们的儿子闺女攒银子，让他们比我们都过得好好。窦昭的眼泪又忍不住湿润了眼眶。傻瓜。宋墨摸了摸他的头，看着你带了不少嫁妆的份上，我就暂时把钟炳祥借给你用用，
不过说好了，最多半年，他就得回广东去。你让那个赵良弼好生跟着钟掌柜学几手压箱底的功夫。知道了。窦昭盈盈的笑。真正有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更不会因为有人比他富有，比他地位高，比他声望隆而否定自己。他就知道宋墨会很自然地接受他有多少嫁妆的事。窦昭望着窗外红彤彤的灯笼，心情如这红火的颜色一样，格外的好。英国公府外院，正领着群护卫巡视的常护卫发现前些天空出来的一制堂西跨院突然有了灯火，静足聆听，仿佛还能听到些许的喧闹。他不由问身边的护卫，是谁住进了一制堂的西跨院？自从宋墨把那些曾经闯进一制堂的护卫都杀死之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的，怕宋墨哪天想起来找个借口和他秋后算账，原想一走了之，又觉得天下虽大，如果宋墨有心要除他，除了英国公，还真没有人能保他平安。他硬着头皮留了下来，可心里却始终对宋墨心存畏惧，能避开宋墨就尽量的避开宋墨，好像这样宋墨就会忘记他这个人似的。当然他也知道自己想办太过侥幸，可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一制堂更是个他不愿意涉及的地方。护卫闻言道，听说是夫人使唤的一批人到了，世子爷把一制堂的西跨院腾了出来，用来安置夫人的人。需要这么多房舍吗？常护卫不禁低声地道。护卫道，有30-40人呢，好像还有家眷没到。就有护卫道，夫人在娘家有这么多服侍的人吗？就算皇上嫁公主，也不可能把从前服侍公主的人全都赏给公主，何况这些人的阅历都要从夫人的陪嫁里开，一制堂又不是没有护卫，夫人何必多此一举？常护卫听着心中一动，难道这些人是宋墨训练的死士？借了夫人的名义，世子爷把他们全都安排住进了一制堂，世子爷是怎么想的？会不会伤害国公爷呢？他这么一想，就有些站不住了，匆匆地吩咐了那些护卫几声，去了西厢院。自从被宋墨连着搅黄了2桩婚事，他的应酬也跟着少了很多，长夜漫漫，闲着无聊，想到快过年了，他这些日子就从库房里找了几块积血石，想雕几枚闲章，到时候也好送人。但望着手上色泽艳丽的积血石，他又想起了母亲陆夫人留下来的几块寿山石来，可惜全都在宋墨的手里。一想到这些，他心情就开始烦躁起来。听说常护卫求见，他开始是摇了摇手，声音阴冷地道了声不见，但话一出口，他想到常护卫这些日子的尽心伺候，改变了主意，道了声让他进来。常护卫忙将他的发现告诉了英国公，并道，原来我们和一制堂都只有40名护卫，现在一制堂多了30几人，我怕世子爷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压制不住啊，养护卫不要银子的吗？宋宜春瞥了常护卫一眼，脸阴得像要下雨似的。母亲当初怎么就把陪嫁全给了宋墨的呢？他吩咐常护卫，你去打听打听，世子到底招了多少人？这些人的身手如何？和夫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窦家插手这件事，可就麻烦了。常护卫只得硬着头皮应是，辗转反侧了大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才忐忑不安地出现在了一制堂的门口，正踌躇着用什么借口进入一制堂。7-8个身材矫健的男子拥着个穿着青衣道袍的是模样的老者走了出来。陈先生，我们是先去大相国寺，还是先去白云观？他听见其中的一个男子问那老者。老者笑道，今天我听你们的，你们说去那里，我们就去那里。众人哄笑，那老者也跟着笑，笑容温和而儒雅，气质非凡。常护卫却睁大了眼睛，那不是从英国公府跑了的那个陈曲水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常护卫的心砰砰乱跳起来，他脑子乱糟糟的，7-8个念头从他的脑子里闪过，他却一条也抓不住，只是在心里涌现出糟糕的念头。常护卫能的想避开，但陈曲水已和陈晓峰等人走了过来，看见有几个护卫簇拥着的常护卫，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神态自若地和常护卫擦肩而过。有护卫好奇地回过头来，低声道，那是谁啊？看上去挺威风的吗？英国公身边的贴身护卫，常护卫听见陈曲水道，姓常，还总领英国公府护卫，当然威内了。那语气语调听在常护卫耳朵里，怎么听都觉得带着些许的讥讽的味道。常护卫不敢多待，转身就去了西厢院。国公爷，大事不好。他低声向宋宜春禀道，那就逃走的幕僚如今就在一制堂和那些新招的护卫一起。你说什么？正在用早膳的宋宜春手一抖，稀饭差点泼在身上，你可看清楚了。那天夜晚宋墨的不翼而飞，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
不仅让他想起来就咬牙切齿，而且还让他隐隐生出几分忌惮，到底是谁救走了宋墨？救走宋墨的人有没有洞察到他的用心？会不会是宋墨悄悄培养的力量？有没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再出现，帮宋墨一把？这些得不到答案的困惑，像蚂蚁，一点点吞噬着他的心，让他想想就寝食不安。现在，那个最值得怀疑的人出现了。宋宜春的眼睛顿时变得赤红。你快去给我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常护卫应声而去，又被宋宜春叫了回来，把陶先生叫上。这种事，他们这种蛮夫根不知道怎么调查。有陶器重一起，常护卫不由松了口气。宋宜春哪里还吃下早膳，塌了鞋下炕，他像热锅上的姨妈似的，在屋里转个不停。而窦昭却接到了槐树胡同请帖帖子上说，二太夫人邀请他明天去槐树胡同打牌。窦昭和宋墨说了一声，翌日备了12色礼盒去了槐树胡同。槐树胡同很冷清，不像是请客的样子。郭氏和蔡氏在垂花门迎接他，大家见过礼，蔡氏笑嘻嘻地去挽窦昭的胳膊，道：是祖母想四姑奶奶了，拿了打牌做借口，要见见四姑奶奶呢。窦昭不动声色地向旁边走了一步，避开了蔡氏的手，笑道：怎么不早说？我也好多带些碎银子过来。四姑奶奶那么多的陪嫁，拨根汗毛都比我的腿粗，正不知道怎样占四姐便宜，四姑奶奶就送上门来。蔡氏语气夸张地道：我们都巴不得借几两银子给四姑奶奶使使，也好叫我们挣几个印子钱花花。既然知道印子钱，想必也是个盘弄银子的。窦昭笑了笑，由郭氏和蔡氏陪着去了二太夫人那里。因为风吹在身上已有了刺骨的寒意，二太夫人坐在临窗的大炕上，透过窗棂的玻璃在看丫鬟们浇花喂鸟。见窦昭他们进来，忙吩咐丫鬟们上茶点。等窦昭等人进来的时候，小丫鬟们正好奉了茶点进来，给二太夫人行了礼。窦昭笑道：东厢房什么时候镶上了玻璃？这屋里可亮敞了不少。是你五伯母孝顺，非给我安不可。二太夫人喜滋滋地道：我拗不过她，只好随她了。不过这镶了玻璃，屋里是亮敞了不少。二太夫人和窦昭说着闲话，谁也没有提西窦那一半产业的事。不一会，五伯母过来了，他们自有一番气魄。受到邀请的大堂嫂也过来，又有郭氏的女儿和蔡氏的2个儿子闹腾，屋里热闹起来。郭氏和蔡氏忙领着丫鬟去摆桌子，五伯母则有拉着大堂嫂去了的自己的内室，说是新得了几匣子宫花，让大堂嫂拿过来，个人选几只带。屋就只剩下了二太夫和窦昭，还有3个孩子银铃般的笑声。二太夫人这才拉了窦昭的手，轻声地道：你如今已经出现了嫁，按道理你名下的产业也应该交给你了，你可想好了由谁帮你打帮？窦昭不动声色地由二太夫人拉着自己的手，笑盈盈地道：这件事我和世子爷商量过了，世子爷在广东不是有13家商行吗？那边的钟大掌柜子承父业，一直打理着那13家商行。我原准备让赵良弼接手，又怕他年纪轻，行事浮躁，不堪重任。世子爷说，那就让钟大掌柜过来指导他些日子。我觉得这样倒也两全其美，就应答了。二太夫人并不意外，任谁见到偌大一份产业，如果不动心，那就是菩萨了。他沉吟道：虽说夫为妻纲，可紧搏动人心，有些事你还是要多留个心眼。我看那些田产堂池之类，就不用劳烦钟掌柜了，选几个可靠的庄头就是了。窦昭笑道：您说的极是，做生不如做熟，我看暂时就由各庄的庄头管着好了。三堂哥在和我打理庶务的时候，这些庄头不是挺老实的吗？我看这几年的租子比前几年就多了很多。二太夫人听着沈然一笑，自己不管说什么，窦昭都要话回应自己，可见来之前就早有做好了打算，只是不知道是窦昭猜出了自己的用意呢，还是宋墨猜到的。越是如此，有些话他就越得说明。傻丫头，二太夫人叹道，丈夫有也要左手递右手，有些事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好一些。如果没有之前发生的那些事，窦昭会因为二太夫人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感激。可惜母亲的死，让两世为人的他再也无法对二太夫人生出一丝的依怜。他在心里暗暗腹诽，让宋墨得了去，也总好过被你们得了去。表面上却笑盈盈的应是，说着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注意的。二太夫人是一路从小媳妇熬到了如果的老封君，哪里看不出窦昭的敷衍，此刻却也只能暗暗摇头，先把这件事放到一边，道：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三伯父和你三堂兄都来一趟京都吧，趁着你舅母还没有回庆阳，把这几年的账目整理清楚，交到你的手里。
又道，正好伯彦明年也要参加春闱了，他们一起进京也有个伴。然后感叹道，如果伯彦今年又落了地，我准备让他跟着你父亲在静安寺胡同读书，家里有现在的翰林不去请教，反而到处拜访那些连举业都不成的所谓名师，岂不是本末倒置？窦启俊落地之后，并没有在家里关门死读，而是带着2个书童到处游历。起自辈里，他是第一个读书大成才，窦家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也难怪二太夫人不满了。不管前世还是今生，窦昭对窦俊起的印象都很好，觉得他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加之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名下的产业能这样风平浪静的拿回来，他还是很高兴的。不过他记得窦启俊好像是壬戌年，也就明年的进士，恐怕父亲无缘指点窦启俊的课业。但愿伯彦没这样的机会去静安寺胡同读书，他嘴角弯弯，笑得十分愉悦，而是书写一场一门3翰林，叔侄皆进士的佳话。二太夫人一愣，随后呵呵地笑了起来，连声道：借四姑奶奶吉言，但愿伯彦有这样的机会。伯彦的学问那么好，二太夫人应该对伯彦有信心才是。窦昭和二太夫人说着家长里短，用过了午膳，几个人打了一下午的牌，直到黄昏时分，没有吃多少东西的窦昭才回到仪制堂。窦昭问服侍他更衣的甘露，陈先生他们今天都在干什么？陈先生和陈师傅他们出去了，段师傅在家里和几个没有出来的护卫说话。甘露笑道，说是要好好逛逛京都，顺带也把路认熟了，免得跟着夫人出去的时候一问三不知。窦昭想了想，道，陈先生回来了，你过去一趟，跟他们说一声，过几天赵良弼会和三老爷他们一起进京，若是有谁想把家着带过来的，让他们到时候跟着赵良弼一起进京，在甘露等人的心里，真定才是他们的家乡，京都再好，也不免会让人觉得孤单寂寞。如果身边多几个真定老乡，日子才过得有滋有味，觉得踏实。他雀跃的应是道，我这就去跟段师傅说去。窦昭点头，却道，这个赵良弼，我把他留在真定，原指望着东窦有什么动静，他能给我提前报个信，结果他却什么也不知道，语气颇为不满。甘露有节意外，窦昭从来不这样说身边人的，今天是怎么了？他只好笑道，夫人别生气了，你先喝杯茶消消气。窦昭打量了他一眼，甘露目光清明，神色平常。窦昭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又把这话对素心说了一遍。素心笑容一僵，忙笑着为赵良弼解释道，赵掌柜那么能干，许是一时没有察觉，等赵掌柜来了，您一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许在王映雪成为妾室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都发生了变化。窦昭和宋墨商量，等赵良弼来了，我准备把素心和素兰的婚事都定下来握。正躺大炕上看书的宋墨一下子坐了起来，道，这么说你同意让素兰嫁给陈和了，也要他们愿意才行。窦昭说着，笑容渐敛，素心和素兰照顾了我这么多年，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小日子了。哎，宋墨失望地倒在了炕上，我还以为你答应让素兰嫁给陈和了呢。窦昭抿了嘴笑，抚着宋墨的额头，难道我贴身的丫鬟不嫁到仪制堂，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宋墨嘟挠着，嫁过来了不是更好吗？窦昭失笑，和他说起今天去槐树胡同的事，并道，你能不能让钟掌柜尽快赶过来？我看三伯父他们很快就会赶过来了。宋墨翻身，头枕在了窦昭的腿上，道，别急，钟掌柜已经在路上了。窦昭愕然，宋墨闭着眼睛，指了指自己的额头，示意窦昭继续帮他摩挲着额头，懒洋洋地道，每年立冬他都要到京都来和我对账，我寻思着他这几天就会到了。窦昭看宋墨像头大猫般舒服地枕在自己腿上，又好笑又好气，可到底还是心疼他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时候，继续帮他摩挲着额头。屋子里安静下来，窦昭一低头，宋墨已经静静地睡着了。这些日子他又是缉拿英国公府走水的盗贼，又是帮着表姐找门合适的亲事，又是善后，累坏了吧？他不由低头，在宋墨的额头轻轻地落下一吻，嘴唇上清爽的余温让窦昭一愣。什么时候他已经和宋墨如此的亲昵？窗外的寒风瑟瑟，屋里温暖如春。窦昭手脚轻柔接过搭被，盖在了宋墨的身上。远远的，陶器重听见了陈曲水的声音，那个他回到京都后几次在梦中都被惊醒的声音。你说的陈波，就是他陶器重嘴唇有些发白的问场护卫。虽然是站在太湖石甲山上俯视低下的抄手游廊，但抄手游廊上挂着的大红灯笼却把四周照得十分明亮。
刚刚游了大象国寺回来的陈先生等人说说笑笑的从抄手游廊上走过，像走在太阳下，无所遁形，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他。常护卫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我没有看错，他烧成了灰我也认得出来。他的确是夫人在娘家时的账房先生。陶器重道，我去真定的时候曾经遇见过这个人，真定的人也都知道这位陈先生。如果救走世子爷的人是陈先生，那夫人……常护卫顿时兴奋起来，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陶器重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夜风吹过，呼啦啦，刺骨的寒。两人打了个寒战，回过神来。我看这件事还是禀了国公爷吧。陶器重慢慢地道，脑子还像灌了浆糊似的，有点迟缓，该怎么样，由国公爷拿主意好了。常护卫一反常态，闻言就拉着陶器重往西厢院去。宋宜春一整天都忐忑不安的在等陶器重的消息，见到两人联袂走了进来，他也顾不得主仆之别了，急切地迎了上去，道：打听的怎么样了？那个陈先生的的确确是当初那个不见了的幕僚陈波。没等陶器重说话，常护卫抢着道：而且陈波也的确是夫人娘家的账房，那些护卫也是从前服侍夫人的。宋宜春脸色一白，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救走宋墨的是这个陈波，而陈波身后是窦氏。那么他要杀宋墨的事，窦家知道不知道呢？他去提亲的时候，窦家又为何丝毫不显呢？当初窦家的账房又怎么会在一致堂呢？这个陈波又是怎么知道自己要害宋墨的呢？陈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是不可能亲自动手就走宋墨的，他是又怎么让宋墨脱险的呢？宋墨向来恩怨分明，这些新进来的人中，有没有是曾经救过宋墨，对宋墨有恩的人呢？宋宜春太阳穴如被重锤，瘫坐在了太师椅上。常护卫不由看了陶器重一眼，却见陶器重抿着嘴，眼睑低垂，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他在心里冷笑了数声。常护卫最讨厌陶器重一副装神弄鬼的样子，明明早有了主意，却非要国公爷三请四催，才仿佛泄露天机般的说上几句，偏偏国公爷吃他这一套，把他的话奉为佛音似的。他想了想，上前两步，低声道：国公爷，属下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宋宜春正是六神无主之时，闻言心生不悦，想着这个时候了，你捣什么乱？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皱着眉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常护卫心中一喜，声音又低了几分，道：国公爷，我是粗人，别的我不知道，我就想，既然世子是那陈先生就去的，而且陈先生又是夫人在娘家时的账房，世子爷和夫人在成亲之前肯定认识。窦家不是曾经发生过姐妹议嫁之事吗？说不定就与世子有关。若是这件事传了出去，只怕几名侯府和王家，甚至是窦家都会找世子爷算账吧。有了这件事，世子爷在众位公伯侯爷面前恐怕也要收敛几分。他一面说，一面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宋宜春的表情。宋宜春面如锅底，他想着宋墨和窦昭成亲之后的种种，不由得心惊。自己生出来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怎么不知道？难道那逆子真如常护卫所说，在成亲之前就和窦氏认识不成？要不然，他怎么那么快就接受了窦氏，还对窦氏百般维护，为了让窦氏主持钟馗，不惜屡次把自己的婚事搅黄了？那自己岂不是上了那逆子的当？念头闪过，宋宜春顿时气短胸闷。自己想在宋墨的婚上压制宋墨，突然就冒出了窦氏这么一个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自己想早点把宋墨的婚事定下来，一切从简，世代官宦的窦家竟然毫无意义，顺利的像做梦，全如他所想。难道窦家早就知道宋墨干的那点事？否则怎么会在宋窦两家的婚事上如此的低三下四？还陪依了一台银票给窦氏做嫁妆。还有陶器重，这桩婚事是他提起来的，调查窦氏的事也是他亲力亲为的。小畜生！他忍不住一声暴喝，目光却阴森落在了陶器重的身上，竟然赶成亲之前就与窦氏私相授受，最后还诓得我让他娶了窦氏，简单是丢尽了宋家的颜面。我要请了陆家的人过来，开祠堂，好好的审审那淫妇。下意识的，他觉得宋墨肯定不会承认，而且就算是承认了，男人风流犯了错，也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窦氏却不一样了，让他背个不贞洁的名声，看宋墨怎么办。而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不是夸窦氏贤惠吗？那就把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都请来，让他们看看窦氏是什么货色，所以才说出了这种宋家开祠堂，却把陆家的人请来说理的话。常护卫眼底闪过一丝喜色，陶器重却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就算不愿意承认，可连常护卫都意识到世子和夫人的婚事有问题，此时也没办法自欺欺人了。
自己真的上了世子爷的当了。宾主10几年，国公爷的脾气他还不清楚，这时候只怕要把这账算在自己头上了。如果是其他的事，国公爷还能忍，这件事国公爷绝对不会忍。所谓的开祠堂，请了陆家老太太等人来责罚窦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易，到时候国公爷实知就要把这笔账算在自己的头上。陶器重不由暗暗苦笑，自己又何尝想得到。在来西厢院的路上，他就隐约感觉到了，从那家馄饨馆开始，自己就已经入了别人的垢，但这件事的后果他却没有办法承担，至少在英国公府怒发冲冠的时候他不能够承担，不然等待他的就有可能是身败名裂，背着永远也洗刷不掉了的耻辱离开京都，有可能还因此影响到子孙的声誉。国公爷陶器重只好轻轻地瞥了常护卫一眼，低声道：这门婚事3书6礼俱全，如果传出世子爷和夫人婚前就私相授受的谣言，只怕窦宋两家的名声也要受损。常护卫之言确实有理，可国公爷您想想，事发之前世子爷和夫人一个在真定，一个在京都，是怎么认识？夫人一介女流，怎么就只使得动身边的护卫来求世子爷？这件事连我都不知道。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指的语气微顿，又瞥了常护卫一眼。夫人是怎么知道？陈先生是怎么知道的？戒备森严的偌大一个英国公府，陈先生又是怎么把世子爷救出去的？他说完，朝着宋宜春深深的依礼：国公爷，您可要三思而行。世子爷刚刚签了金吾卫同知，您就坐实了世子爷和夫人婚亲私相授受之事，您让皇上怎么想？您让窦家怎么想？您让世人又怎么想？就怕世子爷一句造谣，就能让您下不了台啊！宋宜春一个机灵，他想到皇上宣他进宫，亲口告诉他宋墨升迁的事，那小畜生向来手段多变，想想自己上当的事，难保他连皇上也一块给唬弄了。正如陶器重所言，这件事传出去，吃亏的还是自己，说不定那小畜生正等着自己上当受骗呢。不然怎么就让常护卫发现了那个姓陈的？以宋墨的狠毒，怎么会留了姓陈的做活口？不行，自己不能再上那个小畜生的当了。这件事还得找陶器重从长计议，可陶器重到底有没有和那小畜生暗中有什么来往呢？他的表情阴晴不定，陶器重却能猜到宋仪在想什么，想和自己商量这件事，又怀疑自己和宋墨暗中勾结。他躬身，语气真挚地道：我已是快世知天命的人了，早绝了仕途之心。这10几年来，承蒙国公爷厚爱，战战兢兢，片刻也不敢大意。虽说这国公爷以后是世子爷的天下，可那时候我早已老迈，辞别京都，又与我何干？古有房度，今有孙怀。我虽不才，不敢与先贤们媲美，却也是感坏了士林的声誉。房度是指唐太宗时的名臣房玄龄和杜如晦，孙怀是指显宗皇帝时的内阁首辅，他为感显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显宗皇帝病天之后，不顾新君的挽留，辞官回家，做了10年的书院山长。而且显宗皇帝也是有名的人君，被陶器重比喻为贤君。宋宜春露色渐霁，声音也温和起来：陶先生言重了，我这也是病急投医，被那小畜生给逼急了。你都不知道皇上是怎么维护他的，有一次竟然当着东平伯说，若是那小畜生行事轻浮，让东平伯尽管去告诉皇上。哎，这哪里是在教训他，这是在压制东平伯呀，为他让能顺利的掌管5成兵马司啊！我现在养的不是儿子，是祖宗。你说这天下做爹的，有谁像我一样？陶器重长长的吁了口气，可又抑制不住的腹诽。这天下间也没有你这样做爹的，好生生支应门庭的儿子，却非要把他往死里整。不过，国公爷到底是为什么容不得世子爷呢？陶器重第一次在心底正视这个问题。宋宜春已在打发常护卫，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声扬，等我和陶先生拿出个章程来了再说。你先下去吧，我有吩咐的时候会让人叫你的。常护卫无法，不满地缩了看也没看他一眼的陶器重，低声应诺，退了下去。宋宜春很真诚的陶器重请教：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好？难怪我就只能怔晶晶的这样忍了不成？他不禁咬牙切齿，怒形于色。国公爷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窦家是否知道这件事。陶器重知道宋墨现在成了扎在宋宜春心中的一根刺，动一动就能让宋宜春暴跳如雷，随时失去理智的发飙，得把宋墨从这件事里拔出来。至于世子爷和夫人在成亲之前是否认识，倒是小事。如果窦家知道这件事，他们有什么目的？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国公爷得拿个主意出来。如果窦家不知道这件事，是夫人背后有人撑腰，还是那个陈波受了谁的委托，
据我所知，那个陈波和世子爷身边的严云是好友，在没有查清楚这些事之前，敌在暗，我在明，就算我们有张良计，也会吃亏的。言下之意，时至今日你都不告诉你陷害宋墨的初衷，现在出了事，我怎么知道从哪里查起？你自己想办法吧。宋宜春欲言又止，陶器重见状，只好装作没有看见，径直道：要不就从夫人身边的丫鬟婆子下手吧，特别是那些极受夫人器重的。如果世子爷和夫人私相授受，是瞒不过这些人的。先生所言极是。宋宜春精神一个振，寻思起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找谁来办这件事好。陶器重却在想自己在真定的遭遇，能把云南巡抚王右省的亲家的嫡亲孙子打得下不得床，最后倾家荡产的赔银子了事，窦氏却毫发无伤，这岂是一般的女子能做得到的？当初救世子爷的人应该就是窦氏了。世子爷对窦氏的尊重也就解释得通了。他在国公爷身边10几年，也不知道国公爷为何要这样对待世子爷，甚至连世子爷也没有想到国公爷会对自己。窦氏是怎么知道的呢？难怪他有未卦先知的本事不成。既然他知道了，世子爷也应该知道了吧？这可真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啊！陶器重觉得头痛万分，不找到国公爷容不下世子爷的症结，这件事始终没有办法解释，不要说想办法打压世子爷了。宋宜春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把从窦昭贴身丫鬟婆子身上打探消息的事交给了吕正。自从蒋夫人去世，英国公府上上下下的人被清洗了一遍之后，在他的安排下，吕正家的接手了上院的差事。吕正家的不仅聪明能干，而且处事圆润，不过几天功夫就把上院的事理顺了。宋宜春因此把宋汉屋里的事也交给了他。宋汉屋里的管事妈妈有什么事得先禀了吕正家的才行，因为有了吕正家的，他这几年没有为上院的事操过心，这让宋宜春既然欣慰又有点得意。谁说这个家里没有了蒋氏就会乱套？不过是因为那时候蒋氏当家，他看不顺眼的人没有机会罢了。现在他把事情都交给了吕正家的，上院还不是一样的井然有序。既然要从窦昭身边的人下手，这件事还得由女人出面。吕正家的对他忠心耿耿，当年事也略知一二，把这件事交给吕正家的最妥当不过了。宋墨露出志得意满的表情，吕正躬声应是，回去就和老婆说了这件事。吕正家的听着当时就发起了脾气，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说着指了他像蜈蚣般红赤赤的爬在他脸的边伤，这难道不是个教训？丈夫被世子爷打伤之后，国公爷回来除了赏了他们50两银子之外，其他的话一句也没有。而仪志堂那些在走水时和盗贼争斗中受伤的护卫，世子爷不仅每人赏了50两银子之外，还专程上门探望，让那些没有受伤的护卫看着都眼馋起来，后悔没有当时挂点彩，也能让世子爷去家里坐坐，这才是真正的体面。吕正脸涨得发紫，闷声道：我难道敢说个不字？我又没让你去反驳国公爷的话。吕正家的不满道：我是让你要记得长个心眼。英国公府文有陶先生，武有常护卫，乃就论到我们去出这个风头，自己脸上这道鞭痕就算是好了，也会留下个极难看的疤。像他这种贴身服侍的，跟着国公爷出入各种场合，若是吓坏了哪怕贵人，可就麻烦了。国公爷绝不会再让他在身边服侍了。吕自心里早就隐隐有些后悔，自己当初难道是被鬼摸了头？明明知道世子爷是什么性子，怎么就赶上前去拦？他不由抱着头坐在了炕上。吕正家的何曾不知道丈夫的担心，她温声地安慰着吕正。夫人虽然只主持了几天的钟会，可一看就是个事事都心中有数的。她身边的2位最得意的姑娘素心和素兰，一个文静，一个活泼，却都不太好打交道，想从她身边的人话里套出什么话来，是绝不可能的。与其打草惊蛇被夫人发现了，不如睁一只眼闭之一眼。国公爷问起来，只说什么也没有问到就是。若是能因此让其他的人来查，岂不更好？吕正有些犹豫。吕正家的道：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让国公爷起疑的。第二天，他就让小丫鬟去花园里摘了几朵山茶花，亲自送去了仪志堂。后花园的山茶花开得好，宋几朵夫人身边的姐姐们带她向仪志堂的婆子解释着，顺手送了几个婆子几朵山茶花。夫人并不禁止英国公府的丫鬟婆子过来窜门，却不允许这些人随意进出仪志堂，更不允许他们在仪志堂里随意走动。婆子们接了吕正家的花，领了吕正家的往上房去。夫人养在真定的花草过来了，夫人身边的几位姑姑都在小花园里头弄花草呢。吕正家的很是意外，夫人养在娘家的花草？是啊，婆子笑道，
好多呢，拉了7、8辆大车，什么花都有，把小花园里堆满了。要不是世子爷连夜让人帮着搭棚子，那些花草大半都会被冻死。吕正家的心中一跳，笑道：世子爷还管这些事啊？他记得宋墨从前是从来不管这些的，是夫人的事，世子爷怎么会不管？婆子笑着，两人拐过正屋耳房的家巷，吕正家的一眼就看见了和窦昭站抄手游廊里说话的宋墨。宋墨眼睛含笑地望着窦昭，听得十分认真，仿佛这世间没有比窦昭所说的话更重要的事了。吕正家的眼皮子跳了跳，已有丫鬟指着吕正家的向窦昭禀告。窦昭望了过来，目光清亮，表情温和。吕正家的忙上前行恭敬的行礼，称着世子爷、夫人。窦昭笑着看了他手中的花一眼，道：难得你这么有心，甘露赏吕正家的一个分红。吕正家的谢了又谢。宋墨伸手扶了窦昭，外面太冷了，还是进屋去吧。你要是不放心，我在这里看着。一起进屋去吧。站了这一会，手炉都冷下来了。窦昭笑道：有素心在这里，我很放心。宋墨就问：舅母那边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吗？我看着这天气，怕是要下雪了。你们也别到处跑了，要什么让那些掌柜的把东西送家里来挑好了。窦昭笑盈盈的应着好，和宋墨并肩出了小花园。甘露笑着接过了吕正家手中的山茶花，热情地邀请他：妈妈去我屋里喝杯热茶吧。吕正家笑着连声道谢，抬头却看见园子角落堆了一片山茶山，各式各样的，或娇艳欲滴，或繁复美艳，或清雅高贵。再看他捧的几朵，红色的复瓣黄色的心，简单的有些单薄。他不由得脸红，心里暗暗埋怨几个摘花的小丫鬟办事不尽心。甘露却像没有察觉似的，殷勤地招待着他，跟他介绍这介绍那的，还亲自把他送出了一制堂。素娟就掩了嘴笑道：他来干什么？不知道。甘露长吁了口气道：应酬这种人真是累死人了。然后问道：世子爷还在夫人屋里吗？素娟点头。甘露笑道：那我等会去回禀夫人，那吕正家的都和我说了些什么话。素娟就笑道：也好，帮我们搬花去。甘露呻吟一声，苦脸道：能不能不去？可以。素娟道：那我们今天的衣裳就都交给你洗了。甘露忙道：那我还是去搬花吧。素娟咯咯的笑。两人拌着嘴去了小花园正屋内室。宋墨脸色不愉道：你不用看我的面子，这些人再来，你只管叫了护卫把人给扔出去。又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父亲这样抬举这些仆妇，也难怪家里乱七八糟的，哪里就有你说的这样不堪。窦昭笑道：我的脾气一向不怎么好，你还怕我被人欺负不成？吕正家的不是管着上院的事吗？我是想，他若是常来一制堂，我正好可以向他打听二爷的日常起居。毕竟是小孩子，若是他们有什么照顾不周的，我们也可以帮着看顾一二。他想来就是。说到底，窦昭全是为了他。宋墨神色微明道：要不我跟陆老夫人说一声，请他老人家出面，让父亲把主持钟会的权利交给你，这样窦昭就能名正方顺地过问宋汉的事了，何必还要让人仆妇在他面前猖狂？内院的事还是用内院的办法解决吧。窦昭胸有成竹地笑道：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往年是家里没有个女眷，难道今年的春宴国公爷还让大伯母主持不成？就算国公爷想，大伯母会来吗？这本是他的责任，他不能把他推给宋墨，让宋墨为他出头。宋墨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宋墨的态度还是让他心生暖意。有小丫鬟进来禀道：世子爷、夫人，钟掌柜到了。这么快？窦昭讶然。宋墨笑着打趣他：向我要人的时候催着快点来，现在人来了，你又嫌他来快了，你可真不好伺候啊。窦昭抿了嘴笑。宋墨就道：还是把陈先生请过来吧，这件事你不好亲自出面，交给陈先生最好。窦昭同意。宋墨安排钟秉祥和陈曲水见了面。钟秉祥被宋墨快马加鞭地从广东叫来，就为了拜见新进门的夫人。他心里已经清楚了窦昭在宋墨心目中的地位。宋墨安排他帮着窦昭代管一段时间，的确陪嫁。他虽然觉得宋墨有些小题大做，但还是以商贾特有的精神态欣然接受了宋墨的安排，并笑着请宋墨示下：我是帮着夫人整理账目，还是先和严先生对账？先对账。宋墨道：替人那边需要你带一把的人还没有到京都，如果人到了京都，是不是先帮夫人整理账目呢？钟秉祥笑应是，在心里小声嘀咕着。接下来的几天，宋墨忙着和钟秉祥对账。
英国公府的一些管事也陆陆续续的开始和宋宜春对账。英国公府今年的收益虽然比不上前几年，可也不算太差。可宋宜春想一想宋墨手中的那13间商行，心口就觉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透不过气来。如果没有这13间商行，他敢和自己作对吗？宋宜春顿时心浮气躁，喝着新提携的贴身随从曾武去看看世子爷都在干什么。曾武连滚带爬的出了西厢院的正房，叫了个小厮去打探。小厮回来禀道，世子爷在对账。曾武抬起脚就给了小厮一下。我还不知道世子爷在对账啊，世子爷在和谁对账？什么时候开始对的账？广东13行的收益怎样？你就不会动脑筋打听打听？真是铜油灯盏，拨一下亮一下。小厮捂着被踢了的大腿，喃喃地道，连国公爷都不知道广东13行的收益是多少，我怎么会知道？说你蠢，你还敢回嘴？曾武又给了那小厮一脚，你不会看看世子爷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难怪当了几年小厮也没个长进，还不快去再打听清楚。小厮不敢回嘴，一瘸一拐的去了仪志堂。曾武掸了掸衣袖，在心里嘀咕道，我又不是吕正那蠢货，竟然送上门去给世子爷打呢。想着自己吕正从今往后就只能在账房里混吃等死了，他无端端的心里一阵踌躇满志，抓住一个路过的丫鬟，去给我沏杯大红袍来。那丫鬟白了他一眼，道，大红袍是贡品，得了国公爷吩咐了才能取用。曾武冷笑，就是国公爷要喝解，你要不信去问国公爷好了。丫鬟涨红了脸，就算明知道他是狐假虎威，也不敢去质问宋宜春，低着头去茶房给他沏了壶大红袍。他坐在茶房的太师椅上，慢慢地品着茶，学了乖的小厮这次说话总算是言之有物了。来的是广东13总的大掌柜钟炳祥和各田庄的庄头，已经开了5天了，世子也很高兴，昨天晚上还在醉仙楼设宴，款待了那些掌柜和庄头。曾武听了有些跑神。从前英国公府和仪志堂没有分家的时候，钟大掌柜每年从广东来京都对账，都会给他们这些丫鬟小厮带点小东西，就是在东大街的当铺里也能当1两银子。可自从仪志堂的人不和英国公府的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以后，他们再也看不到钟大掌柜的东西了，都便宜仪志堂里的那帮东西了。他又妒又羡，想到有一年吕正拿了200两银子托钟炳祥拿去广东去入股，到了第2年200两银子变成了1200两银子，他看着当时就动了心，只是手里没有银子，也不过是垂涎一番罢了。可现在昨天跟着国公爷去醉仙楼应酬，那个总兵赏了自己5两银了，前2天国公爷要吃麻枝糕，他跑了趟脚，落了2钱银子，他这才能服侍了国公爷7-8天而已，手里已经有10来两银子，虽然比不上吕正，可也不算少了，不如也托了钟炳祥去入那个什么股好了。只是不知道钟炳祥现在还愿不愿帮这个忙。他思忖着去了宋宜春那里，世子爷正和广东13行的钟大掌柜对账，其他田庄的庄头也都到了。虽说不知道仪志堂今年的收益如何，可是子爷高兴得很，昨天还请了钟大掌柜等人在醉仙楼喝酒。宋宜春正和天津卫的庄头说话，屯口的山林去年都有2000两银子的收益，怎么今年只有800两？听了曾武的话，他心里腾地升起一团火，而且还止不住地蹭蹭往上，直冒他拿起帕本就砸在了天津卫庄头的脑袋上。蠢货，问你话也不会答，要你干什么？突然一下把天津卫的庄头吓得腿如筛糠，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国公爷息怒，去年风调雨顺，今年夏天刮大风，有些树被吹得连根拔起，今年的树没有去年的多，收益也就没有去年的多。凭什么他的山林就刮大风，宋末的13行就风平波静，一年四季连个龙卷风也没有？宋宜春脸上铁青铁青的，眼角的余光却无意间从淘气重脸上瞥过淘气重眼底，闪过一丝惊讶。宋宜春本是多疑之人，看着心中一突，张嘴就喊着来人，指了天津卫的庄头，把我给这个满口胡言的东西拖下去重打20大板，我看他说不说真话。天津卫的庄头一听，全身都软在了地上，哭着喊着叫饶命。不是大风，是小的想在国公爷面前讨好，去年把能卖的树都卖了，今年只剩下些小树苗，卖不出价来。我没说谎，国公爷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刘大，他最清楚不过了。刘大是天津卫从前的庄头，宋宜春不满意天津卫的收益，贴身的小厮就推荐了自己的表哥，他看着这人说的头头是道，就让他换了刘大，没想到却是个纸上谈兵的家伙。他气得人发抖，上前就踹了那庄头几脚，给我滚，再也别让我看见你。庄头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满脸惊恐地往外跑。
陶器重不由轻轻地咳了一声。宋宜春醒悟过来，忙叫身边服侍的把那家伙给我丢到柴房里去，不把账目交代清楚了，就直接送衙门。后在户外的几个护卫一拥而上，把庄头给拖走了。曾武看得直缩肩膀，宋宜春也没有了继续对账的心情，挥挥手把人都赶走了。国公爷说风就是雨，他得趁还在国公爷身边的时候攒点银子才行，就算是落魄了，也不至于穷困潦倒。曾武想了想，叫了个心腹的小厮，你去看看钟大掌柜在干什么。小厮悄然而去，晌午的时候来给他回话。钟大掌柜的事都完了，每天只在偏厅里和人说话聊天，世子爷在和几个田庄的庄头对账。曾武决定现在就去见钟秉祥，如果等到晚上，可能人没有见着，自己却被仪志堂的人五花大绑的交给了国公爷。仪志堂的门房似笑非笑的将他拦在了门口。曾武爷这是找谁呢？我们帮您通报一声吧。您可是贵客。曾武可不敢在仪志堂门房面前摆谱，谄媚的笑道，看哥哥说的，我算什么贵客，不过是个在国公爷面前跑腿的。他好说了一大筐，见那门房神色危寂，这才说明了来意。门房的正准备跟他通禀，就看见钟秉祥和陈曲水说笑着朝这边走来。曾武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他下意识的就想躲开，急急的说了句，既然钟大掌柜有客，那我等会再说，然后就一溜烟的跑了。可当他转过树林里，立刻打住了脚步，想也没想，钻进了树林。透过人高的灌木丛，曾武看见钟秉祥和陈曲水站在仪志堂大门的台阶上，朝着他跑开的方向漫不经心的瞥了一眼，又笑吟吟的说起话来。不一会，有马车驶了进来，马车上下来一个20岁样子的青年男子。钟秉祥和陈曲水看见，迎了上去。陈曲水给钟秉祥引荐那青年男子，青年男子恭敬地给钟秉祥行礼。钟秉祥忙携了那男子，笑着和陈曲水说着什么。青年男子的身后的马车上跳下5-6个小厮，抬下好几口香樟木箱子。陈曲水、钟秉祥和那青年男子朝仪志堂走去，几个小厮抬在箱子跟在后面。一行人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仪志堂的侧门。曾武眼睛珠子飞快地转着，他抄了条小路出了英国公府，装着刚从外面进来的样子，靠近了停在仪志堂旁的马车，好奇地问正在给马顺毛的马车夫，咦，你们是哪个府的？怎么停在这里？马车夫说着一口方言，我们是从真定来的，赵掌柜吩咐歇在这里的。真定，夫人的娘家。曾武想到窦昭陪嫁的那2箱子银票，再想到那抬进去的几箱子，不禁哆嗦起来，还想再问，却看见仪志堂的门房提着个茶壶，拿着个茶杯朝这边走过来，他忙支吾了2声，钻进了旁边的树林，横冲直撞地跑进了西厢院的花厅。国公爷，国公爷，他故作咋咋呼呼地喊道，我看见仪志堂来客人了。宋宜春晕道，喊什么喊，一点规矩也没有。曾武忙端色恭谨的行礼。宋宜春这才道，出了什么事？曾武上前几步，低声道，国公爷，刚才我准备去打听打听仪志堂对账的事，谁知道从前住在仪志堂的那个陈先生带着钟大掌柜迎了个陌生的青年男子进去，那男子还带了好几口箱子过来。宋末是被救走的，英国公府目前为止只有宋宜春、陶器重和常护卫知道。曾武只是觉得陈曲水的出现非常的突兀和诡异，并没有想到其他。宋宜春神色巨变，陈波和陈秉祥一起迎了个青年男子进去。曾武眼底飞逝过一丝狡黠，倒我也打听清楚了，那男子姓赵，是从真定来的，是夫人的娘家人，那几口箱子是香樟木的箱子，就是用来放书、放银票去防虫的香樟木箱子。宋宜春也想到了窦昭陪嫁的那2箱子银票，他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窦家到底想干什么？宋宜春叫了陶器重过来。陶器重头痛地道，国公爷不如请了世子爷来问清楚，如果那几口箱子里装的是银票，以世子爷的为人是不会否认的。如果我们人去打听，未必打听得到。什么叫未必打听得到？宋宜春气得嘴都歪，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吩咐陶器重，你去请了世子爷过来。这可真是谁出的主意，谁去办。陶器重苦笑。钟秉祥却是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指着花厅里的几口香樟木箱子，张口结舌地道，这是什么？赵良弼道，这是夫人名下的产业清单和这几年来的账册。他然后对宋墨解释道，三老爷带着我们是早上卯正时分进的城，先去了槐树胡同给二太夫人问安，用过午膳，去了静安寺胡同。七老爷的意思是让我们在静安寺胡同对账。
可三老爷说，夫人既然看得懂账册，这些产业又在夫人的名下，还是到英国公府来对账。有什么不清楚的，夫人也可以直接问三爷。就让我所清单、账册和随行的女眷都带了过来，并让我请世子爷和夫人示下，定个对账的日子。他有句话没有说。除上了以上的缘由，三老爷和二太夫人商量在什么地方对账的时候，二太夫人还曾说过一句也好给世子一个交代的话。他觉得这句话将二太夫人趋利避害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是给夫人丢脸，所以他隐瞒下了这句话。宋墨望着香樟木箱子上贴着的封条，微微一笑，道：那就依三老爷所言，在仪志堂的花厅对账吧。又道：三老爷和三爷在哪里落脚？我和夫人是晚辈，理应前往拜见才是。赵良弼忙道：三老爷和三爷都歇在了槐树胡同，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得着。宋墨在心里腹诽着，吩咐陈和去给槐树胡同下个帖子，明天一早我就和夫人去拜见三老爷和三爷。随后问夫人在干什么，跟夫人也禀一声，问问夫人的意思，什么时候对账好。陈和笑着应声而去，亲自去了内院禀告。窦昭正接着段公义母亲的手说着话：段师傅对我有救命之恩，您就像我的长辈一样，您能够安安心心的在仪志堂住上，我这心里才能落定。您可千万不要和我说那些客气话，吃穿用度上有什么不方便的，不习惯的只管跟素心说。他说着喊了素心一声，向段老太太引荐自己身边的丫鬟，她要是不在，您就找素兰、找甘露、素娟，让他们去办。这可使不得。段老太太忙站了起来，怎么能劳动夫人身边的几位姐姐呢？您老这样说就不对了，都是你的晚辈，有什么劳动不劳动的？窦昭知道老年人离乡都特别的不习惯，只有家里安稳了，那些护卫才可能真正安下心来帮他做事。两人正说得高兴，陈和过来了，他恭敬地把宋墨的话禀了窦昭。窦昭想了想，道：明天去拜见了三老爷和三爷，后天就开始对账吧。陈和笑着退了下去。窦昭又和陈晓峰等人家眷说了几句话，想着他们一路风尘地赶过来，都很疲倦了，亲自扶着段老太太出了垂花门。段老太太见着儿子的时候不免感慨，难怪你在京都的大师兄几次请到兵部做教头，你都没有应答，夫人待人可真是有仁有义。段公义嘿嘿地笑，段老太太就叮嘱他：滴水之恩当涌泉报之，你虽对夫人有恩，可当初夫人可是付了赏钱给你的，这些年又对你照顾有加，若说有恩也相互抵消了，你切不可居功自傲，持恩以协。说了一大通告诫他的话，听得段公义哭笑不得，连声称好，花了半天功夫才把母亲劝得去盥洗休息。而窦昭送走了段老太太之后，换了件衣裳，见了赵良弼。赵良弼先送上了崔姨奶奶和红姑给他做的衣裳鞋袜，说了崔姨奶奶的近况，这才将窦昭走后家里的琐事一一的告诉窦昭。窦昭一边听一边观察着素心，他发现在自己和赵良弼说话的半个时辰里，素心给自己和赵良弼续了6次茶。窦昭不由嘴角微翘，知道赵良弼晚上想在落脚在笔墨铺子和崔十三、田富贵好好的聚一聚，窦昭没有留他，让素卷留下来值夜，就去安排宋墨的晚膳。宋墨看着餐上有道香酥鸭，知道窦昭又下厨了，笑道：让灶上的婆子做就是了，天气这么冷，小心动了手。窦昭笑道：他们哪有我做的好吃？那倒是。宋墨有些后悔，他喜欢看窦昭围着他团团转的样子，就想着法子让窦昭服侍他。窦昭有一天做了这香酥鸭，他吃着好吃，第二天让灶上的婆子做了一次，却怎么吃也没有窦昭做的好吃，也就把这件事给放下了。谁知道窦昭却记在了心里，隔三差五的让灶上做，又发现灶上做的没他好吃，教了厨娘几次，也不知道为什么，厨娘做出来的总是差点火候，窦昭也懒得找原因了，索性自己动手，兴致好的时候就给他做一次。谁知道窦昭这么会照顾人，他只重点了一次菜，他就记在了心里。宋墨暗暗嘀咕着，可心里却像块糖似的，怎么也化不开。他挨着窦昭坐下，笑道：大冬天的，总吃什么香酥鸭呀？做点米酒汤原吃好了。窦昭挑了挑眉，斜地着他：你确定？宋墨一下子不敢确定了。窦昭扑哧的笑：你连驴打滚都不吃，你吃汤圆？宋墨噎住，他只是不想让窦昭操劳，想换个做起来最简单的吃食，转移一下窦昭的视线。窦昭咯咯笑，笑得像个孩子。这个家伙就是贴体人也弄得这么婉转。不过他从前好像也是这样的，以至于他的好意并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两世为人让他多了几分坦荡，少了几分拘谨，他这才开始学会拒绝别人。
窦昭亲自给宋墨盛了碗汤，愉悦的笑意从眼底一直到心底，有着浓浓的暖意。快喝汤，小心凉了不好喝了。宋墨闷头喝汤，窦昭静静的吃饭，可不知怎地，眼睛就舍不开离开对面那个屹立的少年，不时地抬起头来要看他一眼，心情就又像柳絮般的飞扬起来。宋墨有些恼怒，瞪了他一眼，窦昭又止不住地笑了起来，还笑。宋墨恼羞成怒地去了书房一旁服侍他们吃饭的甘露，吓得脸都白了。没事，窦昭安慰了他几句，径直去洗漱了一番。宋墨还在书房里，难道真生气了？窦昭寻思着，让甘露沏了胡毛尖，亲自端去了书房。宋墨正歪在临窗的炕上看书，见窦昭端了茶进来，很是意外。窦昭坐在了炕边，将茶递了过去，笑道：“还生气呢？”宋墨一愣，旋即眼中闪过一丝不明的光彩，掀开了搭被，恶狠狠地道：“进来，陪我看书，我就原谅你。”窦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宋墨的恶意，反而觉得他有些色厉内荏。他强忍着笑意，换了外面的被子，温驯地躺在了他的臂弯，柔声问他：“看什么书呢？”宋墨立刻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声音情不自禁地柔和了下来，道：“文华大训，免得皇上问起来，我一无所知。”窦昭不由半支了身子，道：“季家表哥好像参与了撰写。”宋墨跟着坐了起来，靠在了炕头，翻到扉页，指了纪勇的名字，道：“在这呢。”窦昭看了一眼，问他：“都写了些什么？”皇上早年间训斥大臣的话。啊，还有这种书？怎么没有？宋墨不以为然地道：“我在御书房里还发现过一本太宗皇上写的诗集。”窦昭看宋墨的样子，就知道那诗集了水平了。不知道是谁想的这主意。窦昭靠在宋墨的肩膀上，这一马屁拍的可真叫响亮。宋墨撇嘴：“梁季芳？不会吧？”窦昭惊讶：“不是说他耿直眷介吗？那也要看是对谁。”宋墨说着，捏了捏窦昭吹弹欲破的面颊：“也就骗你这小妞了。”“什么小妞？”窦昭娇嗔道：“我比你还大1岁。”“那姐姐好了。”宋墨说着，丢了书，抱着窦昭滚到了炕上，咬着他的耳朵喊着：“姐姐，快别闹了。”窦昭咯咯的笑，推搡着宋墨：“杨。”宋墨放开他，温柔地亲着他的额头。外面寒风吹打着窗棂，呼啦啦直响，室内热情如火，执着人心。直到窦昭向宋墨求饶：“甘露他们都在外面，等会好不好？”把窦昭吃干抹净了一遍的宋墨已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他奸诈的决定压制住此时的热血沸腾，换取等会更异的风光。嗯了一声，翻身躺在了一旁。窦昭松了口气，这要是让宋墨闹起来，等会一制糖的人还不得都知道了。他起身想喊甘露打些水来，7双含雪的美肌，玲珑的曲线尽数映入宋墨的眼帘。宋墨长臂一伸，重新把窦昭揽进了被子里。等会再叫他们。宋墨的手握住了他胸前沉甸甸的果实：“我们说会话。”“有这样说话的吗？”窦昭啼笑皆非。宋墨已道：“你小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咦？”窦昭讶然。宋墨笑道：“我小的时候，每天到这样的冬天，都会躲在母亲的怀里，听母亲给我们讲女娲、伏羲的故事。屋子中央放个大火盆，埋在灰里的蚕豆噼里啪啦蹦得到处都是。被子里还残留着欢爱过后的气息重。”窦昭却被宋墨语气中的轻松愉快所吸引，他安静下来，想着自己小时候。前世他腰杆挺得笔直，盘坐在炕上做针线；这一世他懒洋洋地躺在被子里，看着丫鬟们做身姿挺得笔直地做针线。他笑：“做针线，好好的想，不许敷衍我。”宋墨俯身望着窦昭，霸道地道：“难道就不堆个雪人，打个雪仗，或是和丫鬟们在雪地里跑一跑？”窦昭仔细地想了想，道：“还真没有。”宋墨有些傻眼。窦昭笑容温柔，轻声道：“我好时候和崔姨奶奶住在庄子上，我是丧母的长女，崔姨奶奶又是姨娘出身，生怕我被别人笑话，所以女红针纸上对我特别的严。”宋墨很是困惑，他得到的消息是崔姨奶奶和窦昭在一起生活，怎么窦昭反说他跟着崔姨奶奶在田庄里生活？宋墨想到那几大箱子账册，窦家就是算是再富有，岳父就算是没有儿子，窦家也不可把这么多的产业记在窦昭的名下。当年王右省的女儿进门，恐怕不仅仅是妾室扶正这么简单的吧？那时候窦昭应该只有2、3岁，是谁在照顾他？这些年他又是怎么过来的？宋墨望着窦昭浅浅微笑里流露出来的些许苦涩，心里非常的后悔。
他在窦昭的事上太过爱惜羽毛，以至于要做那谦逊君子，对窦昭的事全都一知半解的，还说错了话，提起他的伤心事来。寿姑，宋墨贴着窦昭的脸，我们家针线上有婆子，你要做什么，吩咐他们就是了。要是他们的针线你不如意，我就找几个宫里针线局里出来的到家里来做活，你以后别做针线了，对眼睛不好。然后想到窦昭的针线都是为自己做的，又道，我的衣裳多的是，穿也穿不完。等过几天我交了差事，就陪你去西山赏雪去。他所说的差事，是指督促5城兵马司的人缉拿英国公府走水的盗贼。柔情如水般荡漾在窦昭的心里。宋墨这是在心疼他吧？前一世，济宁侯府里里外外都是他去哪里都丢不开手。成亲后唯一一次离开京都，是妥娘病逝，他去奔丧。就是在那样天崩地裂般的伤心欲绝的情况下，他还得带着英姐出行，也就是那个时候，他逢到了宋墨皇尊9天。那样的清冷的人，骨子里全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现在却在他的怀里，因为怜惜他，连不让他做针线这样不求复工的话也说了出来。窦昭不由紧了紧的手臂，好像这样他就能温暖宋墨的冷漠一般。他从前不想嫁人，还有个羞于细想的原因，一女不嫁2夫，可上一世的记忆还残留在他的脑海里。他虽然不想再和魏廷瑜做夫妻，却不能否定他曾经做过魏廷瑜的妻子，他又怎能毫无芥蒂地和别的男子一起生活呢？和宋墨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矛盾，理智告诉他应该忘记过去，可情感上却又很难控制地感觉到羞赧。特别是宋墨对他的身体表现出特别的迷恋时，那种感觉尤为强烈。前世他不以为然，这一世这一刻却突然有些庆幸。如果宋墨喜欢他，为什么要矫情？就算是他上一世是魏廷瑜的妻子又怎样？这一世心疼他的人是宋墨，宠溺他的是宋墨，让他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是掌中珠的人是宋墨。宋墨喜欢他又何乐而不为？燕堂。窦昭咬着宋墨的耳朵，任唇齿间的气息热气腾腾地打在他的脖子边。那我们说好了，若是下了雪，你要带我去西山看雪，你可不能食言。窦昭第一次这样和他说话，娇娆得像个花精。宋墨哪里还打持得住，翻身就将他压在了身上，身体的亢奋直指他的花蕊。如果是往日，窦昭10之89会红着脸推搡着他，羞恼地说着别这样。可这一次，窦昭不仅没有推开他，反而抬起修长的大腿，软弱无骨地缠上了他。他立刻感觉到了他的湿如和火热，他还知道前面让他窒息的密实和紧致，刚才还让他别闹，转眼间却缠上了他。寿姑虽然不知道窦昭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可宋墨从来不会和自己的好运气作对，他纵身跃入那灼热的花海中，太用力，窦昭觉得有些痛，但他还是放开了怀抱，容纳着他的放纵。寿姑，寿姑，宋墨身体火热，他能感受到他的激动。窦昭喜欢这样的宋墨，热情恣意，肆无忌惮，他的身体跟着燃烧起来，他在他怀里喘息挣扎。宋墨正是心醉之时，但还是支了身子，低声道：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不是。窦昭轻轻地喘着，一翻身将全身放松的宋墨压在了身上。你不是喜欢我这样吗？他笑望着他，春水般的眸子波光盈盈，骑在他的身上缓缓地摆动着纤细的腰肢，展现着他如山川般秀美玲珑的曲线。宋墨倒吸了口冷气，目的封印，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坠入了仙境。你这妖精！他不耐烦地坐了起来，扶着他的腰肢，大力地套弄起来。窦昭这下子知道什么叫玩火自焚了，他不由抓了他的肩膀，脸色也有些发白。一直观察着他表情的宋墨立刻慢了下来，温声问他不舒服。窦昭嗯了一声，依在了他的肩头，身体渐渐又热了起来。宋墨忍不住又轻狂起来，窦昭身子一紧，宋墨只好又慢下来。如此往复几次，还是宋墨服侍着窦昭。宋墨忍不住笑，真是娇气。窦昭恼羞成怒，宋墨忙哄着他，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高兴，然后秘密地吻他。窦昭把脸躲在他的脖边，扑哧的笑，又含着他的耳垂妩媚地问他，那你高兴不高兴？那潋滟风情让宋墨心里砰砰乱跳。窦昭就揽了他的脖子，仰着头问他，那我给你生个女儿可好？雪白酥胸上的一抹桃红就这样映入他的眼帘。窦昭咯咯地笑。宋墨回过神来，又好气又好笑地啪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顺势就把他压在了身下。窦昭闭上了眼睛，感受着他的肿胀，还有他在他身体里掀起的狂风雷雨，从前重仿若风吹散去。从今以后，她是宋墨的妻子。
他要为宋墨生儿育女，他会和宋墨一起教养儿女，他会做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妻子。窦昭紧紧地抱住了宋墨，不再压抑自己感受，随着他吟伸着。昨夜的一场冬雨，打落了枝头最后的几片叶子，让院子里一片狼藉。陈家站在五廊下，任清晨的冷风吹在自己的脸上。他问垂手功立在他面前的胡子：“你真的没有听错？”胡子有些委屈：“陈大哥，我真的没有听说。这个是真定的人都知道，庞家的少爷到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因为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成亲。据说他们家的聘礼都开溢了500两银子。”陈家听着一乐，道：“不如我们做了这买卖如此，买个扬州瘦马，然后当成清白人家的姑娘嫁了过去，赚了那500两银子。”陈大哥，您别开玩笑了。胡子嚷道：“庞家可和王家是姻亲？”陈家却突然沉默下来。世子爷知不知道他娶了如此一个悍妇呢？他吩咐胡子：“你再去趟真定，想办法打听清楚，英国公府有没有人去过真定。如果有人去过，世子爷肯定知道自己娶了个怎样的妻子，他还能对窦氏如此的看重，可见窦氏是如何的厉害了太阳下的蔷薇花。”仪制堂内，窦三爷窦秀昌则坐在临窗的大炕上，透过镶着玻璃的窗户朝外望。他们来京都的第2天，英国公世子就和窦昭去了槐树胡同，窦氏叔还特意请了1天的假在家里作陪，窦昭也没有客气，让他们隔天来英国公府对账。窦氏叔没有拒绝，这让窦秀昌不禁暗暗猜测窦昭和槐树胡同的关系。赵良弼走了过来，指了其中的一项支出，笑道：“三爷，这笔款子注明是没有收回来的，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您还记得不？会不会是和其他的账记到一起去了？”窦秀昌抬头，花厅东边由钟炳祥领着7、8个仪制堂账房的好手打着算盘，在核对账目，并没有谁多看他们一眼。可窦秀昌愿意打赌，这些人的耳朵只怕全都支招，就等着他交代这笔款子的走向了。窦秀昌下了炕，从箱子里翻出一本写着大红念念的账册，翻到其中一页，道：“这笔款子四妹妹发话，给免了。”他指着签了窦昭的名字，盖了窦昭印章的直角给赵良弼看。赵良弼笑着应了一声，在账册上做了个印记，回了花厅的东边。算盘声更密集了。窦秀昌长叹了口气，对账如同撕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让人兵刃相见。三叔父恐怕知道会有这种事发生，所以端着长辈的架子把自己推到了英国公府的吧。他重新在炕上坐下，悠闲地喝着茶。宋宜春却有些坐不住了。窦秀昌是晚辈，又是窦昭娘家的人，来英国公府，于情于理都应该给宋宜春问个案。宋宜春倒是把长辈的款摆的十足，和窦秀昌说了几句话，就直接问窦秀昌来干什么。关于这件事，窦家早就商量好了。窦秀昌不紧不慢地道：“我七叔父心疼四妹妹，决定给四妹妹再添些陪嫁。我受了七叔父之托，把陪嫁交给四妹妹，这就是没有儿子的下场。”宋宜春当时在心里冷笑了几声，说了堆客气的话，端茶送了茶。可没想到这都过去5、6天了，账目还没有交接清楚。他也派人去打听，回来的人都说7、8个人在花厅里打算账，忙得连口水都没工夫喝，真的是在对账。是什么账？要对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英国公府也不过对了5、6天的账。宋宜春叫了曾武来：“你去打听打听，窦家到底给夫人添了多少嫁妆？怎么到现在也没有交接清楚？”曾武神色阴晴未定地跑了回来：“国公爷，仪制堂真的在对账，一直都在对账，据说全是夫人的添妆。”宋宜春的脑袋嗡的一声，半晌才回过神来：“怎么可能？”他一跳3尺高，一句话没有说完，自己先愣住。那得多少添妆？国公爷，陶气虫匆匆忙忙走了进来，他忧心忡忡的，并没有注意到室内的异样，而是皱着眉着：“我听说窦家给夫人又添了些嫁妆，按道理添妆的单子应该交给您才是，怎么窦家却将添妆悉数交给了世子爷，还派了窦家三爷和世子爷交接？这莫免太不合情理了。”宋宜春听着眼睛一亮，自己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一茬？他可是宋墨的父亲，窦氏的公公，窦家既然给窦氏添妆，怎么能绕过他去？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两家不说清楚，宋家就算强占了窦氏的嫁陪，窦氏也只能打落了牙齿和血吞，谁让你的添妆过明路的呢？你们快去把世子爷请来五脏破天。说到这里，他微微一顿，问儿子：“韩儿媳妇和亲儿媳妇这些日子都在干什么？没事也常去仪制堂走动走动。英国公府只有天赐媳妇一个女眷，又是刚刚过门的新媳妇，难免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2个做嫂子的理应多多照顾照顾天。
次媳妇才是。陆含和陆沁是陆氏的2个儿子，皇上素来忌讳结党，明德长公主为了避嫌，一直约束着家里的人，陆家的人很少串门。陆氏惊愕地望着母亲，明德长公主不由叹了口气，儿子被自己管拘得太老实了，自己走了，这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办啊？她有些疲惫地歪在了大营枕上，道：你听多的安排就是了，这次天赐既然请了你去，你就好好的帮帮天赐。随后问起英国公来，他现在怎样了？陆氏果真就不再多问，恭敬地道：御医已经治了脉，说是郁结于心，用几副药，静养一些时日就好了，恐怕这心病还得新药医。明德长公主却不怎么赞同御医的话，她的心胸一狭窄，又这么大年纪了，可别落下病根才好。陆氏想到宋宜春听说儿媳妇陪嫁封后竟然被气得吐血，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评论，只好指低英是明德长公主，又问起窦昭，窦家到底给她添了多少价赔？你可瞧清楚了，是那些账房的算账太慢，还是的确有那么的账目要盘点？陆氏苦笑，那些账房已经连夜盘了好几天了，我瞧了瞧，仅仅盘点出来的那些产业，就比我们家的产业还多。哦，明德长公主顿时坐直了身子，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怎么会这样？陆氏也不知道。明德长主公陷入了沉思，陆氏怕打扰了母亲的思绪，屏气凝神。良久，明德长公主转过头来对陆氏道：时候不由了，你明天还要去仪志堂，早点些了吧。陆氏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五廊下的大红灯笼被风吹是摇曳不定，重重树影在呼啸的北风中张牙舞爪，仿佛要是人般胡乱扑腾。他望着为蓝色天空明亮的北极星，有些发愣。宋宜春这一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天赐和天赐媳妇恐怕要事急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为难这2个孩子。天赐媳妇还好说，毕竟没有婆婆，最多也就多煮几碗药，倒是天赐只怕要吃些苦头了。英国公府送走了御医，宋墨去了西厢院。宋汉扑了过来，哥哥，我害怕。他扁着嘴，一副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的样子，垂手做功立状站在一旁的窦昭心里看着只觉得怪异。13岁的男孩子长得齐宋墨的下巴高，却像个5、6岁的小孩子似的撒着娇。宋墨却全然不觉得，轻轻地拍了拍弟弟的肩膀，低声安慰他：没事，父亲用了药，静养些日子自然就好了。他说完，目光落在了窦昭身上。窦昭立刻道：世子爷放心，我这就领了公公屋里的落雁帮公公煎药去。这种时刻就是做样子，也要做得漂漂亮亮，让人挑不出一点的毛病。宋墨眼底闪过一丝欣慰，和宋汉进了宋宜春的内室。窦昭带着落雁去了茶房，那里有现成的炉子，只要拿了药罐就能煮药了。落雁17、8岁的样子，杏眼桃腮，十分的漂亮。她是宋宜春屋里的大丫鬟，是蒋氏病逝后进的府，至于是不是还干着通房的事，窦昭并不关心，由素心服侍着，端了茶盅坐在那里喝着茶，看着落雁煎药，并没有动手的意思。落雁错愕，但她很就低下头，把这错愕藏在了心里，和脚伶俐地满着药罐打水。有小丫鬟轻手轻脚疾步走了进来：夫人，大老爷和大爷、二爷过来了，说是来探望国公爷病情的。落雁眼角的余光忍不住朝窦昭瞥去，只见窦昭一言未发地点了点头，那小丫鬟像来时一样脚步轻盈地出了茶房。他知道这是窦昭的人在向他通风报信，他像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了的似的，忙垂了眼睑。不一会，外面就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素心去挑了帘子，从帘子缝里朝外望，回头对窦昭道：不仅大老爷一家来了，二老爷一家也来了。窦昭淡淡地说了声来得还挺，就没有了声。素心也不说话。茶房里一片压抑的寂静，宋宜春的内室也是一片压抑的寂静。父亲病了，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侍疾，反而让自己的大侄子留下来照顾他。听了宋宜春的决定，来探病的宋茂春一家非常的尴尬。宋茂春是抢笑着和宋宜春商量，要不让世子爷在旁边帮着煎药什么的。自从发生了英国公府走水的时候，宋茂春已经知道了宋墨的厉害，他没有想到宋宜春竟然一副要撕破脸的样子。宋茂春不禁暗暗后悔，早知如此，自己急巴巴地赶过来干什么？这下可好了，马屁没拍上，儿子反成了宋宜春父子斗法的器具。宋宜春的态度却十分的坚决，不用了。他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声音虽然嘶哑虚弱，说出来的话却斩钉截铁，好转圜的余地，让亲哥留下来照顾我就行了，世子和天恩各回个屋。然后吩咐天恩，
你还要跟着先生上课，功课要紧。他不能让宋墨在自己身边市集，以宋墨的妖孽，肯定会趁机作乱，收拾那些为他所用的人。到时候等他病好了，英国公府也就易主了，他岂不成了宋墨刀俎上的肉？宋茂春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这让上门探病的客人看了怎么想？是宋墨不孝，宋宜春不待见宋墨，还是宋钦这个堂兄巧舌如簧，离间宋宜春父子的感情？他忙道：这怎么使得？同来的宋逢春心里很不舒服，自己逢年过节可没有少过二哥，可二哥到底还是待大哥亲近些。二哥的2个儿子都活得好好的，大哥的儿子却给二哥市集，这可像是在悬崖边走似的，讨好了二哥就得罪了燕堂，讨好了燕堂就得罪了二哥，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备。他一言不发，幸灾乐祸的袖手旁观。宋墨却冷笑，自己每和父亲接触一次，心就死几分。他当然不会让宋宜春为所欲为，把一顶不孝的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却也不会留在这里讨人嫌。既然如此，那我和天恩就在外面的宴席室里候着吧。宋墨不愠不火地道，大哥有什么事，吩咐我们兄弟一声就是了。算是同意了宋钦市集的事。宋铎朝着哥哥使着眼色，宋钦却只能苦笑，当作没看见似的。二叔父点着名让他市集，他能拒绝吗？又用什么做借口来拒绝？这可真是祸从天降，明明知道这件事很荒唐，宋钦也只得硬着头皮坐在了宋宜春床前的锦屋上。宋墨就招呼大家，父亲的病需要静养，我们先去宴席室喝茶吧，别吵着他老人家休息。宋茂春等人自然称好，纷纷起身随宋墨往外走。宋宜春瞪大了眼睛，觉得胸口又开始隐隐作痛，自己这还好生生的活着，他就敢以静养之名把自己孤立起来，若是哪天年老体衰力掌管英国公府了，他还不把自己往死里整啊？他不禁厉声道：燕堂你要走就先走，我还有话和你大伯父、三叔父说。宋茂春和宋逢春对视了一眼，留了下来。宋墨不以极意，笑着对宋铎道：长辈有话要说，那我们先去宴席室吧。说着率先出了内室。宋铎连连点头，跟着宋墨出了内室，迎面碰到宋同春和宋耀。宋同春忙道：二哥的病怎样了？宋墨懒得和他打交道，道：父亲正和大伯、三叔父说话呢，你进去看看吧。宋同春嗯了一声，领着儿子宋耀进了内室。宋墨招待大家喝茶，宋汉悄悄地拉着哥哥的衣袖：哥哥，父亲为什么不让我们市集？他大大的眼睛斜地望着宋墨，让宋墨心里像刀割似的。大哥年纪大一些，行事稳重些，他安慰着弟弟，等你大些了，父亲才会渐渐把些重要的事交给你做。宋汉乖乖的点头。茶房的窦昭立刻就知道了内室里发生的事，他坐在那里想着心事。宋宜春怕宋墨害他，防着宋墨，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可为什么连续宋汉也不相信呢？不过2天的功夫，大家都知道宋宜春病了，亲戚朋友不免要上门探望。宋墨始终守在宴席室里，几次宋宜春当着客人的面让他顺宜治堂，让淘气重帮着待客，宋墨当着客人的面都唯唯应是，等送走了客人，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气得宋宜春有一次直接朝宋墨的脑袋丢了个杯子，宋墨闪身躲过，有了客人来，不以为意的继续待客区。而客人在面对宋墨和淘气重的时候，谁会脑子不清醒的把淘气重当成主人？偏偏又客人是一批一批的来，宋宜春就是待宋墨再不满，也不能客人进门就告诉别人不用理睬宋墨，所以宋宜春继续发他的脾气，宋墨继续招待上门探病的客人。淘气重继续像个下人似的跟在宋墨的身后，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善，反而有自认为和宋宜春交情很好的客人委婉地劝宋宜春，燕堂好歹也是正3品的大员了，就算是他一时有不让你满意的地方，你也不能这样不顾他的颜面。还有甚者摇着头劝起宋钦来，你是做大哥的，这个时候不劝劝你二叔父，怎么还跟着在十面搅和不清？你这孩子，平日看着行事很是老成，怎么到了关键时候就糊涂了？宋阮郁闷不已，却一句话也不敢说。那些和宋宜春不熟的则不停地赞宋墨孝顺，平日里看着那么冷清的一个人，不管国公爷怎么发脾气，都温声细语的。这孝字最难的不是顺从，而是颜色。难道话传到宋宜春的耳朵里，病情刚刚有些起色的宋宜春吐了口血，病情重了。窦昭在茶房里偷笑，趁着没客人的时候，让婆子们在宋宜春的前闲言碎语。你听说了没有？窦家给夫人添了10几万两银子的陪嫁，夫人全交给了世子爷打理，
所有以13行的钟大掌柜才会来和窦家的人对账的宋宜人听了，直骂宋墨是逆子。窦昭这才让人送信给窦家，说宋宜春病了。窦家也有人听说宋宜春病了，但窦昭一直没有送信过来，他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一直没有动静。知道宋宜春病了，出于对窦昭看重，不仅窦世英和窦世恒来探望宋宜春，就是窦世书也一起来了。宋宜春却气不打一处来，自己病了这么长时间，作为亲前，你窦家才来人，是爱情面不过，还是告诉自己两家的关系不过如此？可他却不摆脸色给窦家的人看，毕竟别人礼数周到，说话客气，你总不能因为窦家的人探病的时候比旁人晚，就说窦家怠慢他吧。宋宜春脸色铁青，窦世英以为宋宜春是在病中，劝他，燕堂这么能干，你有什么事交给他去办就是了。我的女儿我知道，也是个听话懂事的，这些天一直待在茶房里，亲自帮亲家翁煎药，你好好养着，应该很就能好了。宋宜春闻言汗毛都竖了起来。窦家的人一走，他就拍床叫了陶器重来。我的药一直是夫人在煎吗？是啊。陶器重总不能说是落雁在煮，夫人不过是坐在旁边看着。他顾不得头昏眼花，跳了起来。你怎么能让他给我煎药？你是不是嫌我死的还不啊？让他给我滚蛋！你亲自帮我煎药？不，把所有的药材全都丢了，重再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只顾防着宋墨了，却忘记了这个在他面前总是沉默寡言像不存在似的媳妇。陶器重望着暴跳如雷的宋宜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觉得再这样下去，宋宜春还指不定会闹出什么笑话来。良药苦口，他也顾不得许多，低声道：国公爷，您冷静点。世子就算是有什么不孝的念头，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给您看病的。可是太医院的御医，您的药也是从太医署抓回来的，出了什么事可都是有证可查的。世子爷不是7、8岁的孩子，又在皇上面前当了这几年的差，肯定知道太医院用药的规矩，绝不会做出自掘坟墓之事来的。您尽管放心。有句话他没有说，说出来怕让宋宜春的病情加重。以世子爷的来，完全可以把国公爷气死，又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用下毒这么没有技巧的手段呢？陶器重的话让宋宜春的情绪渐渐的平静下来，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吩咐陶器重：我的药，您还是派个可靠的人煎吧。冷冰3尺，非一日之寒。陶器重早已不指望宋宜春能和宋墨和好了，见宋宜春不再像疯了似的乱咬人，他松了口气，忙道：还是由我亲自煎药吧，反正我的事也不多。未样一来，就不由整日跟着宋墨了，也免得来探病的人总是把他当成是宋宜春派到宋墨身边指责宋墨庶务的管事，时不时的把他当成下人来使唤宋宜春，听了心里不是个滋味。没能为难成宋墨，反而让自己的人为难起来。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讪讪然的上床歇了。有陶器重帮着煎药，窦昭乐得清闲。他在茶房里竖了座4扇的屏风，每日拿了针线过去做，不知情的还以为窦昭继续在给宋墨煎药，陶器重也不说破，彼此一个做针线，一个煎药，倒也相安无事。过了几天，宋宜春渐渐能喘得动气了，他问陶器重：仪志堂那边的账可算完了？明天刚刚算完。陶器重犹豫了片刻，道：听说夫人带了20几万两银子过来。宋宜春吓了一大跳，道：窦家怎么有这么多银子？陶器重摇头：就算窦家7老爷没有儿子，可窦家大老爷、2老爷多的是儿子，过继一个儿子就是了，窦家的人怎么可能让夫人带了这么多的产业过来？宋宜春听了心时又是一阵隐隐的痛，他不由咬着牙道：得尽快打听清楚陈波的底细，我不就相信那窦家无缘无故的会给窦世天这么多银子的陪嫁。去把吕正家的叫进来，我给了他500两银子，让他收买窦氏身边的人。500两？陶器重暗暗有些惊讶，就是自己告老回乡的时候，也未必能得到500两银子的诚意。陶器重五味陈杂的让人叫了吕正家的进来，吕正家的脸涨得通红。夫人身边的丫鬟、媳妇子、婆子多是从真定来的，他们抱成一团，并不和我们府上的人来往，偶尔有几个侍仆，也是夫人瞧中了，世子爷安排过去的。他不敢说那些人是忠于宋墨的，而是道：那些人更是冥顽不灵，奴婢和仪志堂的人周旋了这些时日，却始终没能和夫人近身服侍的搭上话了。他一面说，一面将宋宜春当初赏他的一叠银票掏出来，放在了旁边的小物上。奴婢进出仪志堂的垂花门，打赏了守门的婆子，一共是20两银子，请扫院子的婆子吃酒，花了21两银子，给几个小丫鬟卖零嘴、头花头油，花了5两银子。
听到吕正家的那边没有什么进展，宋宜春很耐烦，但也破天荒的没有发脾气。行了，行了，你不用和我说这些，你把账目交给曾武，你可以走了。吕正家的盲区西行里退了下去。宋宜春望着陶器重道，看来这件事还得麻烦先生了。陶器重凝声应是，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那边窦昭却吩咐宋墨，抬脚，我给你试试这袜子合不合脚。歪在炕上看书的宋墨忙将脚伸给了窦昭。窦昭坐在炕边的景物上，将这几天在茶房里做的袜子拿出来给宋墨试穿，大小正合适。好年没做针线了，想不到手艺还没有落下。窦昭满意地点了点头，决定明天给宋墨做几双春天穿的鞋，然后开始给宋墨做春长。他让素心将剪指甲的剪刀拿过来，对宋墨嗔怪道：这么大的人了，身边的小厮丫鬟一大堆的，也不剪脚指甲，还好吧？宋墨看了看自己的脚指甲，窦昭已握了他的了，开始给他剪指甲。宋墨觉是自己心里仿佛有一角突然就软下来，仿佛春水漫过，在心底莫名的荡漾，让他悸动不已。他支了肘凝视着窦昭，灯光下，窦昭的长长的睫毛像把小扇子，忽闪忽闪的在眼睑留下一片阴影，映衬得他肌如雪白，唇如莲红。他知道自己的瘦骨很漂亮，却没想到这么的漂亮，漂亮的仿佛天边的月光，温柔而皎洁，让他不挪开落在他脸上的目光。窦昭笑着打了下宋墨的脚，嘴角弯弯地道：好了，另一只脚。宋墨回过神来，忙脱了袜子，把另一只脚伸了过去。窦昭认真的帮宋墨剪完了脚指甲，然后满意的看了看，对他道：把的伸出来我看看。宋墨乖乖的把手伸了过去，他的手洁白细腻修长，骨节分明，根根如玉，指甲圆润整齐，精致而漂亮，毫无瑕疵。窦昭忍不住抿了嘴笑，打了一下他的手，表里不一的家伙。脚指甲不管，手指甲却修剪得如此整齐。宋墨猛地伸手将窦昭抱上了炕，窦昭猝不及防，惊呼在落在了宋墨的怀里，吓死人了。窦昭望着自己抵在宋墨胸口的手掌，大拇指上还挂着个小小的剪刀，这要是伤着你了，可怎么办？以后切不可如此孟浪。宋墨眼睛亮晶晶的，我知道你不会伤着我的。他说着，低头吻他的唇。窦昭顺着他的意思和他缠绵。宋墨的气息越来越不稳，手也伸进了他的衣襟中。窦昭趁着换气的功夫提醒他，你答应过我，再也不在内室以外的地方胡来的。那天他们在书房里过了一夜，衣裳、书画、笔砚散落一地，丫鬟们来收拾东西的时候都不敢抬头。宋墨咬着他的耳朵，我答应过你，再也不在内室以外的地方胡来。可若是你对我胡来，不算违背承诺吧？什么？窦昭一时间没明白。宋墨已笑着把他的耳朵含在鱼嘴里，轻咬慢啃起来。窦昭脑子嗡嗡作响，身体如水般的软了下去。宋彦堂，你能说他卑鄙吗？这指责太煞风景。能说他狡猾吗？可自己恨下心肠，也未必就不能推开他。身体里仿佛有道热流流了出来，窦昭抑制不住的娇吟，紧紧地抱住了宋墨。满室的春光让素心等人红着脸退出了厅堂。外面寒风呼啸而过，冷得刺骨。素兰拢着衣袖，没心没肺地和姐姐低语，柿子爷要很长时间才会消停，我们不如回厢房先睡一觉，留个人在这里守着，快天亮的时候过来就行了。素心骚得不行，拧了妹妹面颊。再说这没脸没皮的话，你就给我回真定去。素兰摸着脸，不服气的小声嘀咕，我又没有乱说。素心忙了素兰的嘴，不禁四处的亮，见几个丫鬟都羞赧地低着头，心中很是恼怒妹妹的口无遮拦，含着脸对几个丫鬟道，你们都回去歇了吧，这里有我和素兰就行了。几个丫鬟生怕素心改变主意似的，一溜烟的都跑了。素心这才低声呵斥素兰，我们都快到了出府的年纪，夫人会从现在的这些丫鬟里挑几个生了大丫鬟近身服侍，你这样胡说八道的，夫人又宠着你，从不罚你，那些丫鬟看在眼里，岂不是有样学样，坏了屋里的规矩。又道，你年纪也不小了，夫人能和我护着你一时，能护你一世吗？你以后嫁了人，惹了口是之非，别人不会说你没有脑子，只会说夫人教育出来的丫鬟没有德性，只会坏了夫人的名声。你要记住了，你以后行事背着夫人的名声呢。素兰闻言急得不行，眼泪都快落下来了。我以后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却还是不知道哪里错了。素心头痛不已，知道再多说妹妹也未必能明白，不禁无奈的长叹，只盼着素心能嫁个好人家，容得下她这说话没谱的性子。转眼间就到了10月中旬，窦家终于把窦昭名下的产业交给窦昭，
窦世恒和窦秀昌也将赶回真定。他们走的那天，宋墨亲自将他们送到了朝阳门外。回来的时候，他遇到了陈家。世子爷。陈家忙跳下马，朝着宋墨行礼。宋墨点了点头，和陈家擦身而过。陈家闲着脸问宋墨的一个随从：世子爷这是去了哪里？京都想巴结世子爷的人多着了。那随从有些倨傲，却不以为意地道：夫人的伯父和从兄回真定，世子爷特意赶去给两位老爷送行。陈家哦了一声，回头和自己的一个兄弟商量：我看我屋里还是尽早添个人好了，别的我都不挑，一定要个聪明伶俐，能在高门大户里走动的，这样的女子可不好找啊。他兄弟摸着头道：大户人家小姐，夫人贴身的丫鬟，你要不要？要。陈家毫不犹豫地道：若是乃太夫人身边出来的贴身大丫鬟，那就更好了。陈家的算盘打得不错，但以他的交际圈子，想结识一位能进出高门大户的媒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当锦衣卫镇抚司的佥事调到了神机营前少军任把牌官之后，镇抚司佥事之职空了出围，特依卫都指挥使史川还亲自把陈家叫了过去，暗示他只要英国公世子爷宋彦堂愿意帮他出面说句话，这佥事之职就是他的了。找一位八面玲珑，能和英国公世子夫人窦氏说得上话的女子，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他急得嘴里全是水泡。当初他已用自己知道的东西交换了汪渊的谅解，宋墨没有杀他灭口就是好的了，他怎么敢再去见宋墨？更不要说请宋墨出面帮他说相了。可如果他这次请不动宋墨，他这些日子拉着宋墨的虎皮的事就会被揭穿，等待他的一样是生不如死的日子怎么办？陈家在屋里急得团团转。胡子给他出主意：要不想办法和静安寺胡同的窦大人搭上话，我看世子爷待自己的岳父很是敬重的样子。这些日子为了以后能英国公世子夫人搭上话，他们没有少调查英国公世子夫人的事，恐怕行不通。陈家否定了胡子的提议，当初王氏进门，窦赵两家就闹翻了，要不然西窦也不可能拿出一半的银子给世子夫人做陪嫁了。这些年世子夫人一直住在真定，每月和舅舅舅母都有书信往来，却和继妹窦明水火不容，而且一入京就发生了姐妹一家的事，可见世子夫人和窦大人的关系了。就算世子夫人因为孝道不能怨对窦大人，但也不可能真心尊敬窦大人。我们和静安寺胡同走近了，未必是件好事。说到这里，他想到挂在窦昭名下的那些产业，不由得牙痛。这样一个女子，有权有势，有钱有人，还有富比男人还要果敢的心肠，就算他们能和他见上一面，凭什么打动他呢？陈家不由抚额长叹，喃喃地道：世子夫人到底缺什么呢？胡子忍不住抱怨道：也是，您说他一个出身世代官宦的妇道人家，给自己请了个举人幕僚不说，还养了一堆身手高超的护卫，就算是那些高门大户里当家的爷们，也没有这样的气派，真是比男人还彪悍。世子爷怎么就忍了下来，还让世子夫人幕僚和护卫住进了一致堂？你等等。陈家神色一震，目光如炬地落在了胡子的身上。你刚才说什么？世子夫人的人住进了一致堂？是啊。胡子道：你不知道吗？窦家三老爷和三爷已经回了真定，可护送窦家三老爷和三爷的人却留了下来。我悄悄去看过，正是从前在真定跟着世子夫人的那帮人。不。陈家兴奋地搓着手，满脸红光地道：我知道这件事，我是责备我自己怎么没有往这上面想。他坐到了胡子身边的太师椅上，你想想，他一个妇道人家嫁到了英国公府，世子爷又如此的尊重他，他只要一句话，世子爷的人就能为他所用，他为何不把从前的幕僚和护卫都打发了？他肯定有所图，而且所图还和世子爷的利益相关。我就说，世子爷和他从无交集，怎么突然间就对他如此的看重？胡子，这世上不管干什么事，只要走在了别人的前头，就会事半功倍，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封疆大吏要巴结朝堂小吏，甚至是太监的原因。你说，我如果能以镇抚司佥事的身份效忠世子夫人，让锦衣卫为他所用，你说世子夫人能拒绝吗？什么？胡子吓得跳了起来，这怎么能行？镇抚司是皇上的耳目，观察百官。陈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我又不是要做世子夫人的家奴，不过是利用镇抚司的权力，在一定的范围帮世子夫人做几件不危害朝廷的小事。这种事，镇抚司的那些百户千户谁没有干过？要不然他们凭什么在镇抚司里吆三喝四的装大尾巴养子？胡子还是觉得不妥，那还不如投靠英国公世子爷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有把柄捏在世子爷的手里了，他用起来也方便顺手些啊。你好糊涂。
陈家道，以英国公世子爷现在身份地位，史川只怕都盼着世子爷能找他办几件私事，不知道有多少人投靠无门，我们拿什么打动世子爷？只能另辟蹊径。胡子不由讪笑，就算是想做英国公世子爷手里的一把刀，也得有让英国公世子满意的锋利才行。陈家吩咐胡子，你这几天什么也别干，亲自盯着仪制堂，只要是夫人的车马出行，世子爷没有跟在身边，你就通知我，我想办法见上世子夫人一面。我就不相信锦衣卫镇抚司都打动不了世子夫人。胡子连连点头。窦昭并不知道有人处心积虑只为见自己一面。赵良弼跟着钟秉祥看账本，他则和陈曲水坐在宋墨的小书房里商量着素心和素兰的婚事。你看这样妥当不妥当？陈曲水说起来也是别是姐妹的长辈了，由陈先生出面试探素心的意思最好不过了。良弼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这2年素心和素兰跟着你进了京，别师傅坟头的草，每年的祭拜可都是良弼这孩子自手操办的，品行端良，人又肯上进。如果这2个孩子能成事，我想就是别师傅也不会有什么话说。陈先生闻言很是高兴，素兰嫁给陈和也很好。这样一来，我们和仪制堂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了。只是素兰活泼，陈和稳重，不知道2人能不能过到一块去。如果素心不答应，你不如考虑甘露和素卷，这2个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了该放出去的年纪。窦昭笑道，您老人情世故经历得多，这件事还得请您出面。他从前和魏廷瑜过不到一块去，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只能想办法让日子红火起来，再苦再累，再多的委屈也没有想过抱怨。可这是跟了宋墨，才知道和有个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人过日子是多有盼头。他也希望身边的人嫁得好，不要成怨偶。陈曲水欣然应允。第2天，给赵良弼送茶水的人就换成了甘露。窦昭抿了嘴笑，赵良弼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晚上竟然支了甘露来问素心，姐姐为何不给赵管事他们送茶水了？素心望着笑盈盈地坐在炕上给宋墨做衣裳的窦昭，脸红成了一块布，道，我是因为夫人去看他，所以随手而已，难道还让我去服侍他不成？他说话从来不曾这样的尖锐，把甘露吓了一大跳，茫茫然地去赵良弼回话宋墨回来。窦昭把这件事讲给他听。宋墨揽了窦昭的肩膀，亲昵地吻了吻他的面颊，笑道，你呀，越来越顽皮了，是吗？窦昭想想，得自己这些日子的确不像从前那样严谨了。只是他念头刚起，宋墨已笑着又吻了吻他的额头，含笑在他耳边低语，不过你这样我很喜欢。女人只有全心全意地相信了身边的男人，才会放松下来，不去管外面的那些风风雨雨。窦昭却想起他们这些日子的床笫之欢来，他2世为人，还从来没有这样放纵过自己，的确是太顽皮了些。念头闪过，窦昭微微一愣，他的小日子好像没按时来，难道？他的心情顿时难以抑制地激动起来，随后又拼命地压制着心中的激动，千万别弄错了。莫名的，他本能地觉得如果自己闹出乌龙来，宋墨会很伤心难过的。他深深地吸着气，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却引起了宋墨的注意。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没有。前世他怀几个孩子的时候，除了偶尔的晨吐，没有其他任何的不适。给他接生的婆子还曾开玩笑的道，像夫人这样的有福气的人，就应该多生几个孩子才是。等到2个月的时候能诊出喜脉了，再告诉宋墨也不迟。窦昭打定了主意，晚上却不敢让宋墨碰自己。他在这世上太过凶猛，完全不像他人前的样子那样的清冷雍容，他怕他伤着了孩子。宋墨自然不会勉强他，又看他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像对待孩子似的，一直抱着他。窦昭本来挺坚强的一个人，前世从怀孕到生孩子都是自己一个人，现在在宋墨的怀里却无端端地觉得胸闷气短，一会儿朝左翻，一会儿朝右翻，一会儿想喝水，一会儿又觉得灯光太刺眼，把宋墨折腾了大半夜，他自己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宋墨望着蜷缩在他怀里的窦昭，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窦昭肯定有心思，不愿意告诉他。他第2天中午不动声色地叫了素心过去问话。素心全副心思都放在了陈曲水的话，哪里知道窦昭为什么异常，脸涨得紫红，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宋墨所立去问陈曲水，陈曲水哈哈地笑，把窦昭找给他的事告诉了宋墨，并道，毕竟在他身边服侍这么多年，像姐妹似的，怎么舍得？宋墨回去和窦昭商量，要不就让素心住仪制堂算了，赵良弼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多跑2步路好了，素心只要像从前那样陪着你说说话就行了。
如果素兰能嫁陈和，自然也要住在一致堂，这样安排，窦昭的生活就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变。窦昭前世今生最渴望的就是能有个自己的家，为此他上一世甚至是雀跃着嫁给了魏廷瑜，将心比心，他自然不希望素心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上不用了。他的手不自觉地放在了自己的腹间，等素心和素兰的婚事定下来，就让他们搬出去单独过吧。有空的时候过来看看我就行了。然后和宋墨说起天人的事，我已经托了大兴田庄庄头的媳妇，趁着素心这些日子还不忙，让她去趟大兴的田庄，挑几个人回来了。如果真的有了身孕，头3个月胎位不稳，她要好生地静养。这些都是小事，宋墨自然是全都依着窦昭。窦昭让人给大兴的田庄带了个信，定了11月21去大兴的田庄挑人。正巧那天赵良弼的父母得了消息，从真定赶到了京都，和陈渠水商量赵良弼的婚事。素心羞得满脸通红，一大早就吩咐人准备马车去大兴的田庄。窦昭为了给素心做面子，让宋墨的马车夫驾了宋墨的马车送素心去大兴，自己则见了赵良弼的母亲。赵良弼能有今天，全靠窦昭的提携，如今又要把最提及的大丫鬟许配给赵良弼。赵良弼的母亲对窦昭感激不已，进门就跪下来给窦昭磕头。窦昭忙亲自上前携了赵母。都是崔家庄的人，赵太太千万不要和我客气，就当是一家人走动。赵母是个老实的妇人，面对雍容中带着几分飒爽的窦昭，喃喃地抬不起头来。窦昭就主动和他说着家常，问今年的庄稼怎样，家里的几个孩子可都说了人家养了几头猪，几只鸡。赵母见窦昭说话亲切又贴心，一颗七上八下的心这才落定，开始回答窦昭的问话。陈渠水那边就谈得更好了。照赵良弼父亲的意思，赵良弼在窦家的这几年不仅有出息了，而且有了见识，赵良弼的婚事就由他自己做主，聘礼多少，新房设在哪里，娶嫁在哪里举行，他们老俩口都没有异议。赵良弼此时才知道窦昭要把素心许配给他，多年的梦想成了现实，他百感交集，眼眶湿润得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恨不得立刻见到素心，想看看素心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的表情，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呢？他是也和自己一样期盼着这门亲事，还是碍于情面才勉强答应的？赵良弼惴惴不安地站在陈渠水厢房外的五廊下，陈渠水和满脸皱纹佝偻着身子的赵父走了出来，看见赵良弼，赵父嘿嘿直笑，忍不住道：难怪我和你娘不管跟你说谁家的闺女你都不愿意，别家的闺女好。赵父是见过素心的，当时就觉得素心这姑娘不仅长得好，品行端庄，而且聪明能干，不知道谁家能有这福气娶回去，没想到竟然成了他们家的媳妇，直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像做梦似的。赵良弼红着脸上前搀了自己的老爹，赵父就客气地朝着陈渠水挥手：您进屋去歇了吧，孩子的婚事我再和他娘好好合计合计，绝不会委屈了别姑娘的。陈渠水笑着点头，送了赵氏父子出门。赵母亲由甘露陪着，正在陈渠水院子门口等着赵氏父子。一家人碰头，赵良弼赧然地抬不起头来，赵氏夫妻则又和陈渠水、甘露寒暄了几句，这才回了赵良弼在一致堂的厢房。陈渠水去了窦昭那里，将事情的经过讲给窦昭听。老俩口高兴得很，听说是要给良弼说亲，把家里积攒的80几两银子都带了出来，他们准备下午就请个官媒过来提亲。在前世，赵良弼的父母就是待儿媳妇十分和善的老人。窦昭听了盈盈的笑，叫了高兴家的进来，让他也帮着请个官媒过来。素心要嫁给赵良弼的事瞒不住，传了开来。宋宜春的病情虽然大有好转，可心情却没有好转，她依旧病怏怏地躺在床上。西厢院因此没有人敢将素心在说亲的事告诉宋宜春，倒是宋墨早早就从武城兵马司赶了回来，问亲事说得怎样了。很顺利。窦昭忍不住露出了个甜美的笑容，赵太太很通情达理，让素心成了亲之后跟着赵良弼在京都生活。我准备给素心买个1进3间的小宅子做陪嫁。他说着想到了素兰，又道给素兰、甘露、素娟他们也都买一个。前世甘露和素娟跟着他吃了太多的苦，这一世他要他们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宋墨笑道：你倒大方，只是你把屋里的大丫鬟都放出去了，你屋里以后怎么办？学规矩可不是1天2天就能成的，而且还要懂得察言观色，看窦昭的脸色，那就更难了。慢慢来吧。窦昭叹气，反正甘露和素娟的婚事还没影子呢。他有些疲惫地倚在了大营枕上。宋墨关切地摸了摸他的额头，柔声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窦昭不由摸了摸脸，道：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这么一说，他突然得自己好像真的很累，难怪别人说境由心造，自己这才怀疑可能有身孕，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上一世怎么没有这样？他在心里嘀咕着，问宋墨要不要叫丫鬟们摆饭。也好。宋墨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脸，声音里也透着几分担忧。你用了午膳，好好的休息一会，皇后娘娘要我下午进宫一趟，我争取早点回来陪你。窦昭听了却有些紧张地坐直了身子，道：皇后娘娘找你有什么事？他一直惦记着万皇后要宋墨去给辽王送东西的事，现在还不知道。宋墨做事很稳妥，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说的。窦昭提醒他，如果是让你去给辽王送东西，你千万别去。他鬼使神差地拉了宋墨的衣袖，我不舒服，你别去了。宋墨一愣，说话的窦昭也愣住，他竟然娇滴滴地向宋墨撒着娇，一时间窦昭脸上火辣辣的。宋墨眼底却笑意荡漾，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面颊，低声道：好，我不去，在家里陪着你。两世为人，他从没有这样撒过娇，他只觉得全身都冒着热气，很想告诉他自己不是要把他留在家里陪自己，而不想他和万皇后、辽王走得太近。辽王前世是怎样操纵宋墨的，他可是一刻也没有忘记。可话到了嘴边，他心里隐隐觉得这么说非常的煞风景，又把这句话给咽了下去。宋墨看着他耳朵都红了，想着窦昭再大方，毕竟是个女子，若是自己答得不对，惹恼了他，以后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一正经的，这夫妻之间不免少了很多乐趣，因而不敢和窦昭说笑，只当没有看见，高声喊着丫鬟摆午膳。窦昭不由松了口气，丫鬟们端了炕桌进来，甘露冒冒失失地跑了进来，刚喊了声夫人，抬头看见了宋墨，忙慌张的屈膝给宋墨行礼，喊着世子爷。窦昭忙道：出了什么事？甘露急道：素心姐姐去大兴的田庄，半路上被人打劫，还好有周护卫几个，又遇到了锦衣卫的陈大人，这才逢凶化吉。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宋墨和窦昭已双双变了脸色。素心坐的是宋墨的马车，用的是窦昭的护卫，宋墨的脸色当时就阴了下来。甘露，素心在哪里？正指使着婆子把受了伤的若丹和若珠扶到后罩房去。若丹和若珠是窦昭屋里的两个二等丫鬟，素心觉得这两个丫鬟行事都很稳妥，这些日子一直带在身边仔细的指点，这次去大兴的田庄也有让两个丫鬟开开眼界的意思。窦昭和宋墨神色凝重的去了丫鬟们歇息的后罩房。若丹和若珠一个撞破了头，一个断了左手臂，都已经包扎好了，正脸色苍白的躺在各自的床上，脸上还残留着几分惊魂未定。见窦昭进来，两人忙挣扎着要坐起来。你们躺好了。窦昭制止了两个丫鬟，问表情沉重的素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素心眼里闪过一丝犀利，沉声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顺利的出了城门，就在离田庄不到50里的路上，马突然受了惊，马车翻倒在了路旁。周护卫几个忙上前查看，树林里突然窜出一堆黑衣蒙面人，拔刀就朝我们砍过来。那些人身手很好，下手很重，又猝不及防，周护卫、黄护卫几个都受了伤。我们渐渐不敌，正巧锦衣卫镇抚司的陈家陈大人路过救了我们，还捉了2个歹徒。我不敢再往前走，就请了陈大人送我们回府。陈大人热心快肠，不仅一路护送，进城后还请了大夫给周护卫等人包扎伤口。素心说着，神色复杂地看了窦昭一眼。多年培养出来的默契，让窦昭立刻就明白了素心。这件事有内幕，陈家出现的也太过巧合了。窦昭不动声色，安慰了若丹、若珠一番，出了后罩房。素心跟了出去。窦昭朝等在外面的宋墨使了个眼色，3个人一起去了书房。书房里，素心把事情的经过事无巨细地重新向宋墨叙述了一遍，就垂手立在了一旁，准备回答宋墨的询问。宋墨却没有作声，端起茶盅来，静静地呷了一口，平静的神色透露出几分冷峻。窦昭也没有作声，心里暗暗思忖着这件事到底是针对宋墨还是自己而来。如果是针对墨，到底是为什么事？如果是针对自己，自己又惹着了谁？一时间，屋子寂静无声，压抑至极。素心欲言又止。宋墨想到他是窦昭的左膀右臂，神色有所温和地道：这里也没有外人，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了。素心低声应是道：我觉得锦衣卫的那位陈大人来得太巧了点。宋墨道：你怀疑他自己贼喊捉贼？
他5岁就被请封英国公府世子，想讨他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手段方法更是层出不穷，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他早已对此见怪不怪。窦昭听着也坐直了身子。素心踌躇了片刻，才道：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倒也没有觉得是陈大人做的手脚，那他付出来的代价也太大了些。他不仅伤了那些贼人，而且还捉了2个。宋墨冷笑道：那陈大人走了没有？素心迟疑了半晌，喃喃地道了声没有。若是真君子将人送到了，把贼人交给了仪志堂的护卫，就应该走了，偏偏那位陈大此刻还坐在仪志堂的门房里，下脸求见。宋墨在书房里见了他看见窦昭和素心，并没有吃惊，恭敬地给素昭行过礼。他直言不讳地秉着宋墨道：世子爷，事情恐怕有些蹊跷，我仔细地询问过陈家，他一口咬定是偶然遇上的，而且也没有问出什么破绽来。那2个贼人却牙里藏着毒药，陈家把人交给我们时，2个贼人就咬牙自尽了，好像知道进了仪志堂就逃不脱似的，完全是死士的做法。而放眼京都，养得起死士人家没有几户。窦昭皱眉，宋墨嘴角微撇，眉宇间露出一丝讥讽之色，道：封50两银子给陈家，算是答应谢他救了夫人的贴身婢女，至于贼人的事就交给你了。下脸应声而去。宋墨握了窦昭的手，柔声道：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你不要担心，这几天若是要出门，多带几个护卫，因为素心几个去大兴的田庄，仪志堂只派了4个护卫随行。窦昭点了点头，帮宋墨整了整衣襟，道：你等会还要进宫，快去用午膳吧。宋墨嗯了一声，和窦昭去了内室。得了50两银子的陈家惊喜交加，惊的是没想处心积虑了一回，就这样被打发了；喜的是宋墨竟然把自己的马车给窦氏的贴身丫鬟用，可见自己这宝是押对了。他站在英国公府胡同口想了半天，又重新折回了仪志堂，求见受伤的周护卫。窦昭和宋墨用过午膳过，亲自送宋墨上了马车，又去看了看若丹和若珠的伤势，这才回屋小憩。可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你们怎么也没有叫我？窦昭问服侍他的素娟，声音都是嘶哑的。素娟笑着给窦昭斟了杯温水，道：看您睡得香，就没忍心把您叫醒。窦昭喝了温水，感觉很舒服。小丫鬟若彤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素娟笑道：有什么事？若彤讪讪然的笑道：是素心姐姐让我来看看夫人醒了没有，你跟她说我已经醒了，或者是睡好了。窦昭的心情很好，笑着对若彤道，软软的靠在大营枕上任素娟服侍她洗漱，问宋墨回来了没有，又问赵家请的官媒可到了。素娟咯咯的笑道：夫人比赵家还急，今天请人，最快也要明早才能来提亲啊。窦昭失笑，素娟就帮窦昭梳着头道：世子爷还没有回来呢，我已经吩咐过门房的了，世子爷一回来就让他给我们报个信。夫人和世子爷越来越好，他们这些陪嫁的人看了也跟着高兴。窦昭有些担心宋墨，素心的信过来了。夫人，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的，那个陈大人一直在西裙房那边和周护卫几个说着话，还要请段师傅和陈师傅吃饭，段师傅让我请您试下，看这是怎么办好。窦昭有些意外，更加证实了陈家救素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至少陈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他思索了半晌，道：你把那个陈家带到小花厅，我要见见他。素心略一犹豫，还是遵照他的吩咐去传了陈家。倒是下脸那里听说是窦昭要见陈家，二话没说，带着2个身手极好的护卫悄悄地躲在了小花厅的屏风后面。窦昭不免有些感慨，这种草木皆兵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念头闪过，他的手又不自觉地放在了腹间，神色微端，让素心领了陈家进来。陈家根本不敢抬头，非常的恭敬地给窦昭行了叩拜之礼。窦昭大大方方地受了他的礼，开口就直言道：你为什么要求我的婢女？内院女眷很难摸清楚脾气，他中规中矩地道：下官只是路过，职责所在。窦昭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给了你机会，你既然抓不住，我也无话可说。然后端了茶，素心喊着送客，窦大的汗珠就从陈家额头上落下来。窦氏果然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再也顾不得什么，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小花厅的中央，高声道：还请夫人救我一命。窦昭没有理睬，起身就要绕过身后的屏风出花厅。机会只有这一次，失去了就可能永远不再有。夫人，夫人！陈家急着高喊：我有事求夫人，一直想找个机会和夫人说上话。
见世子爷的马车却由您的护卫护着，以为是您在马车里面，就跟了过去，没想到会遇到贼人打劫。窦昭暗暗惊讶，停住了脚步。你要见我陈家心中一松，旋即升起股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的紧迫。面对着聪慧通透的窦昭，他最好是实话实话，也许事情还有转机。承蒙世子爷大恩，让汪大人待我再无芥蒂，锦衣卫都指挥使石大人也对我颇为器重。他急切地把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委婉地告诉了窦昭，并一面说着卑职想请夫人在世子爷面前为卑职美语几句，一面咚咚咚地给窦昭磕起了头。夫人的大恩大德，卑职没齿不敢。只要夫人有所差遣，卑职定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窦昭望着陈家的目光一片清冷。那也要查清楚了，你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如果真是贼喊捉贼，你就是肝脑涂地，恐怕也没什么用。我知道了。窦昭冷冷地道，离开了花厅。陈家这才敢抬头，他茫然地望着花厅里百蝶惜春的屏风，心中很是忐忑不安。窦氏比自己想象中的更难缠，他会帮自己吗？自己成了他的情，还得起吗？走窦氏这条捷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好在他是心智坚定之人，很快就收敛情绪，步履坚定地跟着小厮出了花厅。窦昭则有在小花厅旁的太湖石假山旁站定，问夏琏：那些人的身份查出来了吗？没有。夏琏赧然。窦昭道：一查出来你就给我报个信。夏琏恭谨的应是。窦昭暗暗奇怪，从前夏琏也曾和他打过交道，却没有现在这样的毕恭毕敬。难道是宋墨交代过他们什么？他摇着头回了自己的内室，上了炕思绪则转到了陈家的身上，以至于宋墨回来他都没有发现，反而被吓了一大跳，责怪当值的素娟：世子回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素娟红着脸低了头：是我让他们别作声的。梳洗了一番，换了衣裳出来的宋墨却笑道：想看看你一个人在家里干什么。随后在床边坐了，没想到你竟然一个人在家里发呆，是不是不好玩？等到暮休的时候，我带你去西山赏菊去。窦昭可不敢坐马车，抿了嘴笑道：菊花有什么好看的，不如等下了雪，我们去赏梅吧。到那个时候，她是否怀孕也有了个结论。反正宋宜春这个公公也管不到她这个媳妇头上来。行啊。窦昭感兴趣，宋墨也觉着兴致勃勃，道：到时候山西会很冷，你趁早做几件皮衣。接着喊了陈和进来，去开了库房，让夫人挑几件皮子。窦昭拉了宋墨的胳膊：今天太晚上，明天再说吧。脸容问起他进宫的事来，还真让你给猜对了。宋墨刮了刮窦昭的鼻子：皇后娘娘让我去趟辽东，不过我借口英国公府走水的事还没有了，推荐了顾宇，他不正被禁足在家吗？有皇后娘娘帮着说相，皇上肯定会睁只眼闭只眼，他正好也可以去辽东看看，总在京都这富贵繁华圈里溜达，就是好男儿也会变得心胸狭窄。窦昭不由睁大了眼睛，宋墨的脑筋可转得真快啊！去辽东，没有比顾玉更好的人选了这件事，就这样算过去了吧？窦昭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眼角眉梢不由平添了几分雀跃。宋墨看着心动，不由俯身在他耳边低笑：我在家你就这么高兴？总不能说是因为他离辽王又远了一步，所以自己很高兴吧？窦昭在心里嘀咕着，又觉得有些啼笑皆非，索性似笑非笑地斜睨着宋墨，妩媚地应了一声你才知道。宋墨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和窦昭在一起，总有让他愉悦的事发生。他长臂一伸，打横抱起了窦昭，咬着他的耳朵道：我们去用晚膳去。事发突然，窦昭不由惊呼一声，急急地搂了宋墨的脖子，这才发现自己被宋墨抱在了怀里。你快把我放下来！他面红耳赤，还没长灯呢，怎么就胡闹起来？那强作镇定却难掩羞赧的模样，又惹得宋墨一阵笑，还朝着他的脖子吹着热气，语气暧昧地道：若是长了灯，是不是就可以胡闹了？这家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若是越不好意思，他反而越觉得有趣。外面的人怎么会觉得他老谋深算，心毒手狠？窦昭在心里腹诽着，宋墨已毫不费劲地把他抱到了宴席室。甘露几个忙着不住摆碟，一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窦昭不由得长叹了口气。两人面对着面坐下用晚膳，宋墨不时抬头看窦昭一眼，把窦昭多加了2筷子的菜都挪到他的手边。窦昭心里莫名的就涌起股甜蜜来。用过了晚膳，两人坐在临窗的大炕上，一面喝茶一面说话。你走后，我见了陈家。窦昭把当时的情况跟宋墨说了一遍。宋墨听了直笑道：他倒是机敏，知道走你的路子。窦昭听着他话里有话，问道：
这么说来，陈家的确是机缘巧合才碰到了那些人打劫。宋墨点头，有碎冰般的寒光从他的眼眸里一闪而过。他朝着西厢院的方向瞥了一眼，声音低沉地道：“是那位的手笔。”窦昭大吃一惊，失声道：“怎么会是？”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这话问得好，没有道理。天下间除了宋宜春，还有谁会这么恨宋墨？就算是针对他，也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可三纲五常之下，就算是父子相残，宋宜春也不可能这样赤裸裸的呀。无故杀子的后果，他就承受不起，要不然他大可拿把刀亲自追杀宋墨，又何必弄出这么多事来？但宋宜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下手呢？窦昭不由沉吟道：“出了什么事？他这样行事太不合常理了。”宋墨神色冷峻，沉声道：“那两个死士的身份已经确定，至于他为何如此，还在查，估计这2天就会有结果了。”窦昭望着宋墨冰雪般清冷静谧的面孔，只觉是心痛。他宁愿他像刚才那样和自己嬉笑打混，那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窦昭默然，搂了宋墨的腰，靠在了宋墨的肩头，好像这样就能给宋墨些许的暖意，让他觉得不那么孤单寒冷。宋墨却笑着刮了刮窦昭的鼻子，悄声道：“怎么了？是不是想我了？我等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混蛋，自从和他成了亲，就没一刻正经的时候。窦昭狠狠地捶了他一下。宋墨朝着他眨着眼睛，一副我又没说错，你为什么要打我的样子。窦昭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刚才的苦闷、伤心都如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窦昭微怔，或许这才是宋墨的目的，不让自己伤心。他正色地望着宋墨，宋墨认真地凝视着他，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点点笑意。窦昭凑过去，辗转地吻着他的唇，温柔而缠绵。宋墨讶然，热情地回应着他。可窦昭到底没有让宋墨得逞。我有些不舒服，你且忍忍。宋墨得寸进尺，带着他的手握了身下的昂扬。那你帮帮我。窦昭两世为人，也没有做过这种事，他觉得太放肆了。宋墨就抱着他喊受姑，身体热得仿佛沸腾的水。窦昭把头埋在宋墨的怀里，红着脸，闭着眼睛，掩耳盗铃地任他为所欲为。第二天一大早，宋墨神清气爽地起床去练拳，窦昭裹在被子里一动也不想动。甘露面色绯红地提醒窦昭，已经卯时了。平时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西厢院的茶房里坐着做针线了。可今天，他连应付宋宜春的心情都没有了。你找个机灵的小厮手在大门口。窦昭懒洋洋地吩咐甘露，如果有人来探望国公爷，让他立刻禀了我们到时候再去西厢院的茶房里坐也不迟。甘露张口结舌，好一会才道，只怕府里的那些管事妈妈会说闲话，传出去，窦昭可就要背上不孝的名声。窦昭慵懒地笑道，那你就把我的话传出去，正好看看是哪些人喜欢搬弄是非。甘露心中不安，却不敢违背窦昭的意思，很快就把话传了出去。英国公府一片哗然，可想到窦昭和宋大太太之间的暗潮汹涌，那些有头有脸的管事妈妈和心思通透的大丫鬟们都诡异地保持了沉默。窦昭叹道，还是英国公府的仆妇修养好一些，这要是搁在我们真定，还不得唾沫星子乱飞。服侍窦昭喝茶的甘露不禁嘟了嘴，道，我们都吓死了，您还有心思说笑话？素心要出嫁了，她这几年全副心思都放在窦昭的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置办。窦昭让廖碧峰安排了个得力的管事，让那管事陪着别氏姐妹采购嫁妆，甘露和素娟接手了素心和素兰的差事，近身服侍着窦昭。只可惜这两个也快要出嫁了。窦昭在心里感慨，吩咐甘露从自己的陪嫁里拿了2副被褥出来。甘露还以为是要送给素心的，拿了一床大红丹凤朝阳的，一床翠绿百鸟朝凤的。窦昭却道，是给世子爷用的。甘露张大了嘴巴。晚上宋墨回来，看到炕上的被褥，比甘露还要惊讶，闲了脸笑道，不会这样你就生气了吧？又和他耳语，昨天晚上是谁抱着我片刻也不放手的？窦昭想着昨天晚上的旖旎风光，面颊一点点地染了红，态度却十分的坚定。要不你去炕上睡，要不就去书房睡。宋墨这才敛了笑，肃然道，寿姑，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窦昭不知道是恼火宋墨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是恼火自己拒绝不了他的诱惑，瞪着他道，你还问我？哪有你这样不知道节制的？宋墨讪然地摸了摸鼻子，他倒不是不能控制自己，他是喜欢看着窦昭在自己身下失控的样子。不过想到窦昭红胀的花蕊，他总归是有点心虚，没敢多说，乖乖地去炕上歇了。
窦昭看着心软得一塌糊涂，亲自给他准备了茶水，移了盏灯过去，坐在他的炕边喃喃地道：“我歇2天就好了。”宋墨拉了他的手：“那你陪我在炕上睡，我保证不动手动脚的。”那和在床上有什么不同？窦昭气结道：“你也知道你动手动脚的。”不再理睬宋墨，转身径直上了床。半夜口渴醒过来，却发现宋墨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床，全在他身边，正睡得香呢。窦昭失笑，轻轻地帮宋墨掖了掖被角。翌日又命甘露把那2床被褥重新收回了香笼。宋墨装着不晓得，如往常一样在床上歇息，不过却老实了很多。窦昭的心思放在了素心的婚事上，陪嫁的宅子、田庄、铺面、首饰、器皿一样都不能少，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来家里串门的陆家2少奶奶和3少奶奶见了，笑得直不起腰来，打趣他道：“你这是嫁婢女呢，还是嫁闺女呢？”窦昭还真就有嫁闺女的心情，不过跟他们这些一帆风顺到今天的少奶奶们也说不清楚。他干脆避而不谈，笑道：“今天是什么风把2位嫂嫂吹了来？”然后吩咐甘露去跟灶上的婆子说一声，我留了2位少奶奶在家里用膳。甘露应声而去。陆家2少奶奶是宁德长公主长孙陆涵的妻子，陆家3少奶奶是宁德长公主次孙陆沁的妻子，两人没有和窦昭客气，大方地道谢，齐齐说着今天要尝尝表弟妹家灶上婆子的手艺。窦昭暗暗奇怪，2位少奶奶出身显赫，她刚嫁进英国公府，彼此并没有什么交情，怎么2人对她亲亲热热，一副有意交好的样子？她不动声色地和2人应酬。陆3少奶奶就说起下个月初六景国公府夫人的生辰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前世她常出入景国公府，却没有一次留下了愉快的记忆，这时她对景国公府实在是没有兴趣，到时候再说吧。窦昭笑着解释道：“国公爷还病着呢。”2少奶奶和3奶奶都满脸的错愕：“国公爷的病还没有好吗？”宋宜春总不能当着外人说是因为窦家给儿媳妇添装太多气病的吧？所以英国公府对外一律称宋宜春是染了风寒。窦昭支支吾吾的应了，和陆家2位少奶奶说起京都的轶事来。2位少奶奶都是玲珑剔透的人，窦昭既然不愿意多说，他们也不会多问，大家说着家长里短，倒也其乐融融，一派欢声笑语。只是到了下午，有丫鬟进来禀道：“夫人，有位锦衣卫镇抚司姓陈的佥事，派了家里的婆子来见夫人，说是前些日子去天津公干，得了几筐石榴，特意送些来给夫人尝尝鲜。”